啊！穿越第一天就让我给太子留种？身为法医的燕卫驰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被送去留种。对，没错，就是留种，给九黎国命不久矣的废太子上官熙留下最后的血脉。他是27世纪一名法医，1个时辰之前穿越过来，在灵魂和这具身体还没有完全契合的情况下，就被粗暴地换上喜服，塞到天牢里去了。请吧，大殿下在里面等着你呢。一个公公阴阳怪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燕卫驰看向面前的牢房，发现偌大的牢房中只有一个白色的身影蜷缩在干草里，他就是先皇后之子废太子上官熙吗？还不等燕卫驰想清楚，身后传来巨大的推力，砰一下把他推进牢房。牢房的门被从外头锁上，公公站在牢房外开口道：你有2个时辰，能不能活命全看你能不能留下大殿下的种了。燕卫驰站在距离上官熙最远的地方，他略显紧张地看着眼前这个呼吸微弱的人。都快死了，他还能做那种事儿吗？还不过来伺候。上官熙突然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话，吓得燕卫驰呼吸一紧。只见他缓缓翻过身，面向着燕卫驰。此时的上官熙蓬头垢面，满脸胡须，燕卫驰实在是看不出他有半点九黎国第一美男子的样子，可是那双眼睛依旧亮得吓人。上官熙看着燕卫驰冷声道：就算够落魄如斯，也轮不到你一个女人来嫌弃。上官熙大手一挥，燕卫驰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竟是唰的一下把他吸过去。一声巨响，燕卫驰直接摔在上官熙的怀中，扑面而来的血腥气让他脸色陡然一变。他双手撑在上官熙的肩上，努力地坐起，开口质问：干什么？上官熙的双手扣着他的腰，嘲弄的一笑：你是来干什么的？你身上这么多伤，还让我压着你，你这是不想活了吗？一句话竟然问住了上官熙。锁骨沟，他们居然对你用这种刑。上官熙望着骑在身上的少女，盯着自己的胸口看，他也本能的不自在。他夺回衣襟，用力的合上，没好气道：看什么看？哟，刚刚是谁把我吸过来的？现在害羞是不是有点迟了？你……上官熙想骂什么，可是转念一想，他都是快死的人了，还置什么气呢？燕卫驰上下打量一番上官熙，见他不说话，忽然开口道：论内力我不行，可眼下论体力呢，你不行。怎么样啊，太子殿下？女上位，你受不受得住啊？从本太子身上滚下去！滚下去！今日本小姐拿不到你的种，回去就是死。与其我死，那还不如让你死。你放心好了，我深谙此道，定然让你欲仙欲死。上官熙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什么？什么叫深谙此道？这女人莫不是风尘女子？然而言出必行的燕卫驰已经去扯上官熙的衣带了。饶是上官熙被乱发遮了脸，眼下也暴露出慌乱的神色。他用力地去抓燕卫驰的手腕。贱人，别碰！一句别碰我还没说完，上官熙发现自己不能动了。他垂眸一看，那燕卫驰不知何时手上捏着一根银针，刺入了他的身体。你是来杀蛊的？上官熙死死盯着燕卫驰，他已经命悬一线，实在想不通谁还会多此一举派个刺客过来。燕卫驰从上官熙的身上退下来，一边脱上官熙的衣服，一边开口：杀了你我也活不成，你现在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你到底是何人？你不是定远侯府的二小姐？燕卫驰顿了顿，随后从袖口取出一个针包，又拿出许多上官熙看不懂的瓶瓶罐罐。他将一旁茶壶里的水倒出来，给上官熙清理身上的伤口。我运气不好，不是新尊玉贵的侯府二小姐燕青书，我是她姐姐庶出的燕卫驰。听着外面的人渐渐走远，燕卫驰这才松了口气。他正要从草堆里钻出来，忽然腰间一紧，整个人被上官熙抱住。你怎么能……我怎么能动？本太子身中寒蛊之毒，其他的毒进入体内，也不过给蛊虫果腹而已。你以为你的毒能控制我几时？燕卫驰倒抽一口凉气，对于刚才自己的口不择言开始后悔。然而上官熙压根就不给他后悔的机会，当即抱着燕卫驰一个翻身，把他压在身下。你放开我！燕卫驰用力地去推身上的人，可上官熙咻咻两下点了他穴道，滋啦一声是布帛撕裂的声音。燕卫驰只觉得胸口一凉，衣裙已成了片片碎布。
上官熙看着燕未迟白皙如玉的肌肤，玲珑有致的锁骨，还有那红色小衣也遮盖不住的沟壑万千，他勾唇一笑。现在生男生女还是做与不做，都是姑说的算。燕未迟瞬间就慌了，他哪知道这病殃殃的废太子体内居然还有什么蛊毒啊！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好歹我也救了你啊！上官熙脱下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衣服，露出健硕而不突兀的一身肌肉。虽然此刻这具肉体千疮百孔，可却莫名的带着几分凌虐的性感。燕未迟脸色一红，下意识的别开脸。没错，你救了我，所以我也要救你。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孩子。话音刚落，上官熙便向燕未迟伸出手，伴随着指尖从小衣上沿的深入，上官熙已经感觉到燕未迟温暖的体温、滑腻的肌肤和柔软的触感。只要扯掉这块布，他这个废太子那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荒淫无道！既然所有人都如此谩骂于姑，那姑何不在临死之前就将此事做实了？给他一个孩子，也算救他一命。想到这儿，上官熙不再犹豫，用力的去拉扯那件小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燕未迟大喊一声：“我救你出去！”什么？上官熙的手停在燕未迟的胸口上，难以置信地看着红着眼眶的他。你说什么？我救你出去，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相信我，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的。相信你？凭什么？燕未迟的心跳极快，因为这个家伙的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你把手拿开，听我解释。上官熙狞笑一声，非但没有挪开，反倒捏紧了几分。就这么说，姑摸着你的真心，才能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谎话。你无耻！你刚刚摸我的手，怎么不觉得自己无耻？我那是为了救你。我现在也是在救你。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本太子也深谙此道。上官熙勾唇冷笑，整个人显得阴郁又恶劣。燕未迟欲哭无泪，只好忍着屈辱。太子殿下风华万千，乃是九黎国第一美男，您身边从来不缺谄媚妖宠的美女，又怎么会觊觎自己的数目？听见这话，上官熙渐渐放开手上的力道，却也没有挪开手掌，而是定定地看着燕未迟。燕未迟见他冷静了些，急忙趁热打铁。据我所知，太子之所以被废，是因为花朝节那一日被众人撞破，您强暴了徐美人，而且在徐美人宫中杀了她尚在襁褓的孩子，也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件事情已经昭告天下，人尽皆知。听到燕未迟再一次提及，上官熙还是忍不住怒声反驳：“我没做过。”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相信有个屁用！一个小小庶女，如何能翻动这滔天的冤案？少拿这副眼神看着我，姑不需要你的同情。上官熙说的咬牙切齿，整个人从冷静又要变得癫狂。我能，我真的能。凭什么？就凭我会验尸，我的验尸技术5国之内无出其右。只要你相信我，我一定救你出去。我还可以替你找出幕后凶手，让陛下还你清白，复你太子之位。姑相信这世上有人不怕死，可姑不相信一个未出阁的少女不怕羞辱。如今姑握着她柔软的弱点，她若是还能巧言令色编出这么一套说辞，那只能说命中注定，天要亡我上官熙了。上官熙定定地看着燕未迟，想到这儿，他收回了手。你要怎么做？置之死地而后生。什么意思？你解开我的穴道，我解释给你听。此时此刻，二人的生死命运可以说是紧密相连。上官熙不怕燕未迟话里有诈，他若死了，燕未迟就得陪葬。所以上官熙当即解开燕未迟的穴道。然而燕未迟刚刚获得自由，反手就是一针扎入上官熙的大腿，强烈的眩晕感再一次袭来。上官熙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骗过我！你果然是杀手！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皱着眉反驳：“我杀你个头！都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了，你不死哪来的生啊？不过你体内既然有寒蛊之毒，那就别怪我下点猛料了。”后面燕未迟还说了什么，上官熙已经听不见了，因为药物的作用，他已经彻底进入假死的状态。身犯滔天大罪，一个将死之人，陛下居然还要留下你的血脉，看来要么是你的血脉非比寻常，要么是当今陛下对你还有一份父子亲情。不管怎么说，只要你够珍贵，我一定能带你逃出升天。话音落下，捏了一下上官熙的脸颊，像是在报复他刚才摸胸口的事儿。捏够了之后，燕未迟才放声大喊：“殿下，殿下你醒醒！
殿下，你怎么没气了？来人啊，快来人啊！远处的2个小太监听到这话，急忙跑了回来。怎么了？燕卫迟拢着衣襟，一副惊恐的模样。殿下，他没气儿了。那你们事成了吗？小太监的关切语气让燕卫迟知道，他们确实很在意上官熙是否留下血脉。这是为什么呢？燕卫迟暂且想不通，便将此事放下。成什么样？太子殿下他根本就不举啊！不举，那就是没留下了。准没留下，人死了，这可怎么办啊？哎，你问我问谁呀？快去请太医，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不行，陛下有旨，不许给他找大夫啊！你是不是傻呀？啊！如果太子不举，那强迫许美人的就不可能是太子呀。这事儿得告诉陛下。燕卫迟听着2个人的对话，忍不住给那小太监点了个赞。聪明啊，太上道了。他还啥都没说呢，这俩都学会抢答了。看也看了，摸也摸了，却没做成，我上哪说理去啊？哎，行了，别哭了，我去请太医，你进宫去禀报陛下。 2个小太监话音未落，就急匆匆的离去。不消多时，便带回一大堆人，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一身明黄色龙袍的康武帝。哇，皇上都来了！快去看看！康武帝看到上官熙没了生气的模样，显得很焦急，立刻吩咐随行的太医快上前查看。燕卫迟跪在一边，不着痕迹地观察着康武帝，发现老皇帝脸上的担忧不像作假。既然担忧是真的，那为何又将自己儿子置于死地呢？哎呀，也罢，你管他什么原因呢？只要皇帝心里还有这个废太子，那燕卫迟就有办法帮他逃出升天。陛下，太子殿下是冤枉的呀！一声哭喊，那是响彻牢房啊，瞬间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大胆！皇后娘娘上前半步，目光冷冽地看向燕卫迟。你是何人，竟敢质疑陛下的决断？判上官熙有罪的是陛下，废上官熙太子之位的也是陛下。你现在说太子冤枉，你不是质疑当今陛下吗？皇后娘娘这话表面上倒是也没有说错，可燕卫迟却觉得当今陛下那张脸上都写满了有苦难言4个大字。以燕卫迟现在的身份地位，能说话的机会可太少了，所以他必须要在皇后下令打杀他之前，把要紧的全说了。陛下明鉴，太子殿下身患不举之症，试问一个不举之人，如何强迫许美人啊？太子殿下是冤枉的。我的老天爷呀！这话一出，简直是平地惊雷，众人忍不住发出惊讶的喟叹。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没胡说啊，我是陛下送来给太子殿下留种的，刚刚所言全都是亲身经历。皇后娘娘若是不信，要不您自己瞧瞧。荒唐！燕卫迟撇撇嘴，转头看向康武帝。陛下，臣女所言非虚，皇后不好意思看，要不您让太医看看。一旁皇后所出的二皇子上官离忍不住白了燕卫迟一眼。人都已经死了，看那些还有什么用？话不能这么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太子就算是死了，那只要证明他是清白的，他也可以以太子之礼厚葬。我好歹跟他风流了一半，也婚个太子妃不是？你是谁家的小姐，简直不知羞耻！来人，给本宫拖出去！皇后立刻下令，试图阻止喋喋不休的燕卫迟。燕卫迟连忙后退几步，拉开和皇后的距离。皇后娘娘，您别岔开话题啊！我是不知羞耻，可您懂规矩啊。既然案情查出了重大疑点，不得发还重审吗？陛下，您说对吗？康武帝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上官熙的脸，一直听到发还重审这4个字，才声音有些哽咽的开口。没错，此案发还大理寺。陛下，人都死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了，当日他手持凶刀，双手染血，那是所有人都看见的，岂会有错？接着，什么玩意儿？燕卫迟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众人弄得一愣，而与此同时，一个荷包咻就朝皇后扔过去。你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敢打本宫！皇后娘娘，现在我的荷包也在您手上了，难道你就是偷我荷包的小贼吗？你在胡说什么？分明是你把荷包扔给我母后的。哦，有道理哦。我可以把荷包扔给皇后娘娘，真正的凶手就不能把凶刀塞进太子殿下的手中吗？你们只看到了案发之后的现场，可有谁看到了案发过程？有谁看到太子持刀行凶？燕卫迟的话让众人哑口无言。沉默许久的康武帝当即开口：没错，此案疑点重重，传朕旨意，发还重审。陛下！
皇后还要阻止，可是太医先一步开口了。陛下节哀，太子殿下他红事了。啥？这话一出，皇后和二皇子上官离都露出得意的神色，而康武帝则是脸色瞬间煞白，险些站不住了。查，就算楚景死了，这也要还他一个清白。谁敢再多说一个字，就下去陪楚景一同上路。皇后和二皇子对视一眼，俩人都不敢再开口。果然，只有真正失去了，才知道什么叫追悔莫及，才会不遗余力的弥补。就在燕卫迟得意自己的计划成功一小步的时候，皇后恶狠狠地说：“案件可以发还重审，可这个口无遮拦的贱人，立刻给本宫拖出去杖毙！”得嘞，引火烧身了。虽然情况有些危急，可是一切尚可拿捏。不行，你不能杀我！啊，不能！皇后震惊地看着燕卫迟，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说什么？不能？他以为他谁啊？居然敢和六宫之主的你我的，还说不能！就在皇后愣神的时候，燕卫迟急忙看向康武帝：“陛下，我可是唯一能证明太子殿下不举的人，那我就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证啊！案子发还重审，这还没审呢就杀人证，不合适吧？”康武帝皱着眉看向燕卫迟，一时间思绪混乱的不知道她是哪家的姑娘。不过这姑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皇后娘娘说不行，还真让他有些刮目相看呢。越过燕卫迟娇小的身影，看到他身后那毫无生气、全身是伤的上官熙，康武帝心中是悲愤到达了顶点。来人，带他去协助调查这个案子，朕一定要还楚景一个公道。燕卫迟一挑眉，觉得这事儿成了一半了。陛下可说了，要还太子一个公道，听见没？这就不是发还重审那么简单了啊，而是一定要审出一个陛下满意的结果。侍卫立刻上前，一左一右压着燕卫迟离去。临行前，燕卫迟回头看了一眼上官熙，心中暗道：一个时辰后你自然会醒，到时候我送你一份大礼。就这样，燕卫迟跟着侍卫去了大理寺。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后脚上官熙那眼睛就睁开了。上官熙不着痕迹的看了一眼燕卫迟离去的方向，心中也说了一句：笨蛋，都说了孤身中寒骨之毒，有机会被区区假死药之蛊。燕卫迟的毒药虽然没有对上官熙作用太久，可燕卫迟争取来的好局面却对上官熙非常的受用，所以他屏气凝息，不动声色的任由小太监们将他抬走。九龙殿，从这牢房离开之后，燕卫迟并没有被带到大理寺，而是一路被带到了九龙殿。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上朝的地方，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临时的公堂。大理寺卿庞和玉应召而来，他看着跪在一旁的燕卫迟，忍不住有些迟疑。微臣参见陛下，参见皇后娘娘。平身吧。庞和玉站起身，忍不住又瞄了一眼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燕卫迟。燕卫迟见状，皮笑肉不笑，勾勾嘴角，笑得庞和玉打了个哆嗦。不知怎么，他总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妙。果不其然，康武帝的下一句就是：庞和玉，你可知罪？庞和玉吓得身子一抖，忙又哭嚓一下跪下。陛下息怒，微臣惶恐，不知所犯何罪呀？太子谋害庶母、谋杀胞弟一案是你亲自督办的，可如今太子的……康武帝不知道该如何说燕卫迟的身份，燕卫迟倒是不客气，他自己接话：发妻，陛下，臣女可是太子殿下的第一个女人。康武帝想了想，反正这上官熙已经死了，你总不能让他独自上路吧？所以康武帝直接开口定下燕卫迟的身份。如今太子妃亲口承认太子身有隐疾，不能人道。住口！陛下说话，你岂敢三番五次的打断，太没规矩了。皇后娘娘，陛下是体面人，有些话不好说出口。可臣女死了夫君，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些话自然要臣女来说。那你来说。庞大人，简单的说就是太子殿下不举，他不具备侵犯徐美人的能力，所以这个案子有问题。现在我要求案件重启调查，先给徐美人跟小皇子验尸。什么验尸？没错，验尸。你不会啊？没关系，我来。你这是疯了吗？徐美人和小皇子已经故去数日，眼下尸体已经封棺等待安葬，
你又何故去打扰此人安宁？大人此话差矣，在我看来，只有查明死因，给死者一个公道，才能让死者得到真正的安宁。再说了，按照宫中规矩，有过此事的妃嫔需要在寝宫里停灵7日方可下葬。眼下算算，今天刚好第7日。换言之，现在正是验尸的好时候。高座上的皇后娘娘与自己的儿子上官离对视了一眼，上官离微微点头，表示燕卫迟说的没错，眼下徐美人的尸体尚未安葬。皇后眉头紧锁，正想着要如何阻拦一下，那边康武帝却已厉声道：“那就去验。”话音刚落，康武帝就站起来，看样子打算亲自去观望验尸。燕卫迟上前艰难地去推那半开的棺材盖，却怎么都推不动。来人，去帮帮他。清河宫的宫女太监齐刷刷看向皇后娘娘，很显然，在众人的眼里，似乎皇后的命令比皇帝的更重要。燕卫迟觉得很奇怪，但是眼下不是深究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聋了吗？没听见陛下说什么？还是说你们想抗旨，想跟随徐美人一起去啊？众人身子一凛，面露畏惧。皇后恶狠狠地白了一眼燕卫迟，她就奇怪了，这死丫头从哪儿冒出来的？看不清现在的局面吗？就在皇后还想阻止时，二皇子上官离上前凑近。母后，让他验吧，上官熙已经死了，别为了一个死人跟父皇产生积郁。皇后微微一怔，随即明白了上官离的意思。太子已经死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册封新的太子。皇帝子嗣繁茂，换言之，能和上官离竞争的人很多呀。眼下确实不能得罪陛下。皇后白了一眼燕卫迟，随后没好气道：“哼，来人，开棺。”宫里的太监立刻上前将棺材盖彻底打开。燕卫迟站在棺木边，一眼就看到徐美人脖颈上的伤口，伤口很深，入肉3分，从表面看确实是致命伤。不过这伤口却……燕卫迟伸手去拉扯徐美人的领口，试图再仔细看看伤口的周围。如此举动不仅仅让在场众人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让暗处的2个公子忍不住挑起了眉。哟，这是哪家姑娘啊？怎么一点也不怕死人呐？也不嫌脏啊？另外一个身穿金色长袍、一脸英气的男子皱眉回应：“鲁莽的丫头，害得大师兄的计划功败垂成，我真想掐死他。”掐死他？就凭你？他可是会用毒的。粉衣男子舔舔自己的唇，看起来对燕卫迟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就在二人讨论燕卫迟的时候，燕卫迟那边已经有了结论：启禀陛下，这徐美人不是死于割喉。什么？你说什么？康武帝疾步走向燕卫迟，燕卫迟指向徐美人脖颈上的伤口。这人身体上的伤口分为生前伤和死后伤。这生前造成的伤口，皮肤会有明显的收缩现象，伤口周围会有紫黑色凝血块，出血量大的时候还会有血肿，此为生活反应。而死后造成的伤口，则伤口处皮肤平滑且无血凝现象，也不会出现血块和血肿，就如眼下这般。康武帝和大理寺卿庞和玉都凑近观看，果不其然，正如燕卫迟所言一样。如此浅显的道理，稍微有点经验的仵作都应该能看出端倪，怎的就没有一个人说出来呢？庞和玉微微一怔，随后眼神回避的低下头。燕卫迟嗤笑一声，没理会他。陛下，既然徐美人身上的伤口是死后伤，而她真正的死因是中毒而亡。中毒？有人在朕的后宫下毒？康武帝冷眼看向皇后，皇后身子一僵，故作镇定的回应：“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就中毒了？仵作验尸早已经银针入腹，他根本就没有中毒的迹象啊！有些东西，假之蜜饯，乙之砒霜。陛下请看，虽然眼下尸体已经完全呈现灰白色，可还是不难看出在皮肤表面有些暗红色的斑痕。”众人伸头观望，果不其然，确实有些肤色不匀的状态。这是为何？过敏现象。过敏？就是癣症，吃某些特定的东西会爆发癣症。啊，朕想起来了，徐美人不能触碰桃花，否则就会有风寒的症状，身上还会起红疹。太医似乎说过，就是叫做癣症。这就是对桃花过敏。可即便是过敏，也不至于让人暴毙吧？过敏一事可大可小，倘若轻微过敏，自然就像陛下说的那般，只会流鼻涕、打喷嚏，或者身上瘙痒起红疹。若是严重过敏，就会呼吸困难、气管痉挛、昏厥、虚脱，最后窒息而亡。你的意思是，有人利用桃花害死了徐美人，
然后栽赃给楚景，是不是？出警是上官熙的表字，燕卫迟看得出来，康武帝急于给案件定性，还上官熙清白。没错。不可能！陛下，您别忘了，发现徐美人尸体的时候，她全身赤裸，其体内有痕迹。整个后宫除了陛下，那都是太监，唯有这位能自由进出后宫的太子殿下，才能办得到此事啊！是啊，父皇，花朝节那日，只有大哥进入后宫了，其他所有人都在百花园赏花，除了他，还能有谁？皇后娘娘，稍安勿躁嘛。就算从徐美人体内发现了什么东西，那也未必是太子的呀。若是有人在宫外取出，然后带回后宫，在徐美人死后放入她体内，也不是不可能。暗处的粉衣男子没绷住，险些笑出声来。哎呀，这小丫头真是口无遮拦，有趣，太有趣了。她虽言辞无状，却不无道理。她到底是谁？怎么懂得这么多？在场的其他人心里也有这个疑惑呀。不是，这么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死丫头，她到底是谁呀？她咋懂那么多呢？胡说八道！你一个未出阁的丫头，你懂什么？不要无端揣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不是破案基本法吗？再说了，你们只发现徐美人体内有，也没有人看见那些东西是太子弄出来的呀。这话一出，在场男子的脸色都僵住了，女子都忍不住低下头。哎呀，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这燕卫迟说话真是毫无顾忌啊！眼看着皇后还要争辩，燕卫迟忽然继续道：没有定论的事儿，咱们争来争去也没有意义。眼下知道徐美人是因何而亡的，那我只要找到真正的凶手，不就可以还太子殿下清白了吗？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是的，陛下。让一个人严重过敏，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点桃花，而是需要很多，亦或是浓度很高的桃花制品，比如桃花精油、桃花纯酿，亦或是桃花点心。康武帝看向房间里一个守灵的叫芬儿的宫女，厉声质问：你们宫里可有这些东西？回陛下话，徐娘娘不喜桃花，房间里没有任何桃花做的东西，就连院子里本来栽种的桃花树都被挪去百花园了。听见了没有？这院子里没有桃花。皇后恶狠狠地白了一眼燕卫迟，燕卫迟不以为然。陛下，这徐美人已经死了，那么凶手得手之后，自然会消除所有关于桃花的痕迹。如此说来，那就是查不到了。康武帝皱着眉看向燕卫迟，面露失望。非也非也，俗话说雁过留痕，凡有接触必留痕迹。说到这儿，燕卫迟开始在灵堂里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看向那些跪在地上的宫女太监。这桃花本无毒，所以我猜想下毒之人在倒腾桃花或者桃花制品的时候，一定没有戴手套，所以此人双手必然会留下桃花的痕迹。一旁的庞和玉不禁皱眉，事情已经过去了7日之久，就算双手染了桃花香，眼下早已经洗干净了呀。庞大人说的没错，所以我说的痕迹并非指花香，在桃花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花玉素，此物先遇白醋，再遇碱水，就会变成蓝色，而这种东西却不溶于清水之中。换言之，哪怕过去了10天半个月，想要用洗手来除掉，那是除不掉的。你的意思是，只要让徐美人宫里的人先用白醋洗手，再用碱水洗手，谁的手变成蓝色，谁就是凶手了？回陛下话，正是如此。徐美人对桃花过敏，那么必然责令宫中的人不许接触桃花。倘若有谁敢违背主子的命令，刻意接触了桃花相关的东西，那自然就是凶手无疑了。来人，拿白醋和碱水。然而一群宫女太监依次过去之后，居然没有一个人的手掌变色。暗处的粉衣男子皱着眉，哎，他这法子不灵啊。哼，我还当他有多聪明，坏了师兄的计划不说，眼下自己的性命也要搭进去了。果不其然，暗处金衣男子话音刚落，那边皇后就对燕卫迟发难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愚弄陛下和本宫！你自己看看，他们何人的手掌变色了？你简直一派胡言！来人，把他给本宫拖下去！不等皇后把话说完，燕卫迟挖了挖耳朵，有些不胜其烦道：皇后娘娘，咱们站得这么近，你不必这么大声，这女又不是聋子。说到这儿，他也没有给皇后继续骂他的机会，而是指向站在一众下人最边缘的芬儿。陛下，他就是凶手。什么？芬儿瞪大眼睛看向燕卫迟，然后急急跪下开口：不是，陛下明鉴，陛下明鉴，奴婢的手没有变色。芬儿双手向前伸，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没错，他的手根本没有变颜色，你在胡说些什么？他的手没有变颜色，可是他的袖口却变了颜色。众人望过去，果然发现芬儿那淡蓝色的袖口有一块变成了灰蓝色，就像衣服褪色一样。但
大家发现其他人的袖口都没变色，就只有浸湿的状态。在这么多人里，居然只有芬儿左手的袖口褪了色，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话说清楚。回陛下话，宫女和太监的衣服用的都是靛蓝帛，此面料都是用松兰草染色，而松兰草遇到碱水就会迅速褪色，而碱水又会被白醋中和碱性。简单的说，这些没有做亏心事的人，他们都会乖乖的先浸泡白醋，再浸泡碱水，那么袖子上就会先浸染白醋，再浸染碱水，如此一来，袖子只会变湿，不会褪色。芬儿的袖子褪色了，就说明她的左手不曾触碰白醋，只触碰了碱水。没错。试问，如果他不是心虚，那为何不敢如旁人一般，先用白醋再用碱水，而是要右手触碰白醋，左手触碰碱水呢？混账，还真是你！芬儿两腿一软，扑嚓一下就摔坐在地上。陛下饶命啊！奴婢不是故意的，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花朝节那日，众位宾客都是饮用桃花酿，我有徐美人和梅子酿，可不知哪个下人将2种酒的酒封贴错了，奴婢也是一时失手拿错了。拿错了？哼，徐美人刚刚产下小皇子不久，尚且正在哺乳，她岂会饮酒？陛下，既然她不愿意说实话，那不如送她去慎刑司吧。臣女听闻慎刑司有108道刑罚，这一路走下来，总能撬开她的嘴。这话一出，芬儿脸色是惨白如纸啊！她惊恐的几度昏厥，她转头看向皇后娘娘，惊慌失措的大喊：“皇后娘娘，你救救奴婢啊！皇后娘娘！”你自己犯下的滔天大错，本宫如何能救得了？你若乖乖承认，也不过就是一人受罪；倘若执迷不悟，小心陛下诛你9族。康武帝皱眉，燕尾池挑眉，他们俩可都听出这言语之间威胁的意思。可果不其然，听完皇后的话后，芬儿双眼中瞬间没了生气。她还有家人，她不能连累自己的家人呐！芬儿趴跪在地上，泣不成声。陛下饶命！求陛下饶命！奴婢只是在徐美人身边受了气，所以一时糊涂。一时糊涂？不见得吧。你先是制作了桃花纯度很高的桃花酿，随后又用特殊手法去除了桃花香，然后还要准备一个野男人的精元放入徐美人体内，最后还要引太子来到后宫。这一环又一环，足见你心思缜密，怎么可能是一时糊涂？除非你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不，没有，都是奴婢一人所为，是奴婢杀了徐美人，是奴婢陷害太子，都是奴婢一人所为。芬儿看向皇后，口中却喊着陛下。还望陛下放过奴婢的家眷，奴婢愿以死谢罪，奴婢愿以死谢罪。芬儿话音刚落，扑的一个起身，向着徐美人的棺木就撞了过去。燕卫池微微一怔，下意识要上前阻拦，却忽然袖子被谁拽了一下，让他没能成事儿。燕卫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身后是木然的侍卫，也分不清刚才是谁拉他一把。然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芬儿已是壮观身亡了。天哪！众人一声惊呼啊，有些不忍心看到脑浆迸裂的场面。皇后也有些紧张，她攥了攥手心。陛下，既然凶手已经伏法，那这案子也算查清楚了。没错，父皇，终于可以还大哥清白了，真是太好了。哼！康武帝冷眼看着这母子二人，看来皇后也同意楚景是清白的了。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皇后一脸的假笑，那笑得比哭还难看呢。传朕旨意，徐美人遇害一案已经查明真相，与太子上官熙毫无关系，即日起复其太子位。陛下。这时一个声如洪钟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燕卫池循声望去，就见一浓眉大眼、虎目圆睁的中年男子阔步当当当走了过来。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当今皇后的亲哥哥安国公，也是如今朝堂内外最有话语权的当朝首辅。康武帝看到安国公，脸色愈发的难看。安爱卿，你觉得给太子复位有问题？回陛下话，太子殿下是被冤枉的，给他复位当然没有问题。老臣进宫是想提醒陛下，按照本朝律法，太子妃膝下无所出，理应给太子殿下陪葬。老臣特意进宫来送他一程。安国公攥紧腰间的伏虎刀，目光狠厉地看向一旁的燕卫池。暗处的粉衣男子用手肘推了推金衣男子。喂，你还不去救人啊？你这逍遥王世子多少能说上2句话吧？原来这金衣男子不是旁人，正是那逍遥王世子于飞檐，而他身边这个粉色的娘娘腔公子呢，
是他二师兄叶天书，这二人都是上官溪同门的师弟。只见那于飞檐双臂环胸抱于胸前，师兄让我们进来看看情况，又没有让我救人，何必管他的闲事？哎呀，可是他看起来真的很有趣呢，而且也不像个短命的人。既然不是短命鬼，那就更无需你我出手了。好了，出宫复命了。于飞檐脚尖一点，咻，飞身离去。叶天书回头看了一眼燕卫池，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然后他也咻跟上于飞檐的脚步。然而他们刚走，就生生错过了一出好戏呀！眼见那安国公攥着伏虎刀是步步逼近，燕卫池当即叉腰怒斥：“你好大的胆子！”众人齐刷刷看向燕卫池，都觉得他的胆子好像更大了一些。这朝堂内外，谁敢对安国公这么说话呀？燕卫池丝毫不在意旁人的脸色。宫里有规矩，任何人不得携兵刃入宫。你竟然公然带着一把刀，你想干什么？寻死陛下吗？这话一出，康武帝叹了口气，一旁的皇后则是一声嗤笑。哼，也不知道是哪儿跑出来的黄毛丫头，竟然连伏虎刀都不认识。二皇子上官离也接话：这伏虎刀乃是我九黎国开国之君御赐给安家的，伏虎撼江山，明君御群臣，人人都知道伏虎刀可进入皇宫。你这死丫头还真是毫无见识。燕卫池微微一怔，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哎呀，怪只怪他一直被他爹扔在庄子上，所以京城的事儿吧，他也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啊，吵架的时候输人都不能输阵。那又如何？皇家赐你伏虎刀，是让你耀武扬威的，是让你目无尊卑的，是让你杀当朝太子妃的。就算我要殉葬，那也得等太子下葬之日，我锦衣华服高高兴兴地躺在太子身边，几时轮得到你对我下杀手？说到这儿，燕卫池望向大理寺卿庞和玉：庞大人，你来告诉他，谋害太子妃，当以何罪论处？这……你好歹也是大理寺卿，九卿之首，既然连本朝律法都背不下来，那你还当什么官啊？回家去种地啊！上官离刚要训斥燕卫池，你什么你？我好歹也是你长嫂吧？你跟我说话竟是毫无规矩，你我，你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都学狗肚子里去了！你大胆！安国公气的那是吹胡子瞪眼，那气不轻啊！真的，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么不服软的人了。你才大胆！我是太子妃，你见面不行礼就算了，还敢与我争辩？安国公，你一把年纪了，人已经不发育了，胆子还在发育啊！来人啊，给我拿九黎律法，我倒要亲自翻翻看，给你定个什么罪，才能解我心头之恨。牙尖嘴利的贱丫头，今日本官就要送你立刻去陪太子。话音未落，人已持刀刺向燕卫池的胸口。燕卫池知道安国公嚣张，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大臣居然能嚣张到这种程度。不是，那好歹陛下还活着呢，他真敢当众杀人呐！燕卫池手心一翻，两枚银针出现在指尖。然而就在他准备反击的时候，一道残破的身影从天而降，猝不及防的将燕卫池护在身后。随后是众人的惊呼声：太子！没错，这替燕卫池挡不是旁人，正是那遍体鳞伤的太子上官溪。安国公行刺太子，你好大的胆子！安国公倒抽一口凉气，急急拔出佩刀拱手道：老臣不敢。楚景，你还活着？你竟然还活着！儿臣不好，让父皇担忧了。儿臣确实快死了，七夕有礼，才被太医误诊。来人，快来人呐！传太医呀！父皇，案件都调查清楚了吗？清楚了，都调查清楚了。花儿是冤枉的。国公大人不必紧张，本太子知你无心之过，自然不会计较。只是望国公大人以后莫要再带伏虎刀入宫，伤了本太子事小，若是伤了父皇，你可就追悔莫及了。没错，以后不要再带出来招摇了。来人，送太子去陶清院。康武帝想送上官溪去治疗伤口，可上官溪却知道他们不能留下了。后宫危机重重，他眼下的体力只能自保，不足以保护燕卫池，所以他强撑着精神道：父皇，儿臣没事，儿臣想带……上官溪看向燕卫池，这才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记住他的名字。殿下叫我爱妃就好。儿臣要带他回太子府。好，朕派人送你回太子府。皇帝派来的侍卫也未必都是忠心于皇帝的，所以上官溪再一次婉拒。父皇只需要给儿臣备一辆马车即可。唉，康武帝见上官溪如此的小心谨慎，心中不免满是酸楚。好，回去养好伤，朕等着你。
这句等着意味深长啊。这没走错吗？上官熙没有理会他，只是语气有些虚弱的回应：看不上此处，可以不必跟进来。我也没说看不上啊，我觉得这里蛮好的嘛，一片原生态的景象。你瞧瞧这草长得多高呀，你瞧这花开得多艳呢，你瞧瞧这房子破得多有岁月感呢。不愧是太子府，烂都烂得这么特别，所以也特别的烂。后半句燕卫迟只敢腹诽，不敢吭声。上官熙皱着眉看向胡儿燕卫迟，他很想把自己的手臂抽回来，可是他眼下实在是没有力气。这也不知道这燕卫迟是吃什么长大的，竟是抱得他无力反抗。那两团丰满的柔软在他手臂上被挤出各种形状，让上官熙的心比那脑子还乱。这个女人真是胆大妄为，不知羞耻，满口胡言，令人发指。上官熙迫不及待地想甩开燕卫迟，可是当他看到暗处的于飞檐和叶天书的时候，又改了主意。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他面前，又阴差阳错地帮他洗刷冤屈，眼下定然是不能贸然赶他走的。那既然不能赶他走，那总得试试他到底是何居心吧，到底是敌是友吧。想到这儿，上官熙不着痕迹地向着暗处的两人微微摇头，二人心领神会，谁也没有露面。眼看着上官熙和燕卫迟互相搀扶着走进卧房，暗处的叶天书眉眼弯弯的一脸坏笑。这拜堂册封都免了，直接就奔着洞房去了。大师兄可真是猴急，师兄才不是你这种人。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我这种人？我是什么人？哼，心腹，不知羞耻。哼，人不风流枉少年，谁像你呢？假正经。燕卫迟，你适可而止，放开姑的血库。太子殿下，你瞧瞧自己这一身的伤，再不处理你真的会死的。那也不用你管。我不管谁管，你要是死了，那我怎么狐假虎威啊？燕卫迟倒是丝毫不隐藏自己的心思。上官熙有些无奈，大量的失血和伤口的炎症让他渐渐开始发热，他确实需要处理一下伤口，可是宫里的人都无法信任，你就更别提什么太医院的大夫了。上官熙看向燕卫迟，这女人会用毒，说不定也真的会医术。想到这儿，他开口：你只需要帮本太子处理一下上半身的伤，下半身的不用理会。大哥，要不我帮你找个铜镜，你自己看看你的屁股，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忍得住疼，还能坐马车的。无论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伤口都要处理，不然这继续拖下去，伤口腐烂生蛆，你全身都爬满了虫子，到时候可……闭嘴！哎呀，上官熙觉得眼下头痛欲裂呀。他生性洁癖，听燕卫迟这么形容，那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好了好了，不吓唬你了，有我在，岂会让你被蛆虫占据身子？你的身子那可是我的。燕卫迟朝上官熙挑眉，那副登徒浪子的样子，让上官熙觉得自己像个被人调戏的姑娘。燕卫迟见他一直别扭着，眼珠子一转，开口了：哎呀，这样好了，我转过身去，你自己脱光衣服，趴在那榻上，这样你把小西西压在身下，我也就看不到了。等我把你的背后以及屁股上的伤口处理好了，我就出去，你再穿上裤子。小西西，不是。上官熙震惊地看着燕卫迟，你怎么如此口不择言？这女人到底哪来的？不是平邑侯府的小姐吗？怎么如此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说？燕卫迟见上官熙一副满脸抗拒、大受震撼的样子，有些无奈。你们男人也真是的，那么计较大小干什么？行吧行吧，大西西可以了吗？滚出去！上官熙忍无可忍，他计较的是大小吗？是大小吗？他是不想和别人讨论大小。西西大不大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倒是挺大的。不过姐姐我呢？上官熙看向他，疑惑他还想说什么，只见燕卫迟眉眼弯弯的一笑，随后素手一挥，一股子香甜瞬间充斥着上官熙的口鼻。姐姐我专治各种不服。一个豪门小姐，哪里学的医术、毒术？对，她还会验尸。等下她若是妄动杀念，姑一定要先发制人。然而上官熙的确是过虑了，燕卫迟怎么会对他动杀念呢？那顶多就是当他一丝不挂的时候，动那么一丢丢色念罢了。哇哦，白皙的皮肤，健硕而不突兀的肌肉，线条感十足的腰腹，还有身体上的斑驳的伤口，真是哪哪都透着一股子凌虐的美。燕卫迟咽了咽口水，那咕咚一声让上官熙愈发的恼火。看什么看？
再看弯了你眼珠子，不许看！燕尾池收回眼神，摸了摸鼻子，略显尴尬的开口：“这男人跟男色果然不一样，老夫的道心都被你搞乱了。哎呀，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啊！这男人跟男色果然不一样，老夫的道心都被你搞乱了。哎呀，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啊！不要碰，宫里的东西都不能用。”燕卫池拿着一块药膏，扭头看向上官熙：“为何不能用？我看过了，都是上好的药材，外面可买不到的。哦，就算能买到，我也没有银子。时间长了，伤口自然就会愈合。不就是一点让伤口永不愈合的腐肉散吗？不就是一点见血封喉的鹤顶红吗？不就是一点会让人流血不止的西红草吗？这点东西搁旁人眼里那是毒药，搁本小姐眼里那就是个乐子。”燕卫池向上官熙挑挑眉，然后当着他的面开始将各种草药混合调配。都是本小姐玩剩下的，他们还当自己多聪明呢，真没意思。冰凉的药膏涂抹在伤口上，带来一丝丝的凉意和一阵阵的刺痛。上官熙努力的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可是他心里越是不要，那些感官却无限的扩大，就像是有人越是不想去做什么事儿，就越是会想起一般。燕卫池正要给上官熙翻个身，给他后背上药，忽然就看到这让人尴尬的一幕。哦，上官熙紧紧闭着双眼，恨不能自己真的晕死过去。然而燕卫池却很淡定：“你到底还是不是女子？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大哥，咱俩谁不知羞耻啊？”“你别碰过，你若不碰，岂会……”上官熙有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受。什么咕咕咕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鸽子呢。那我给你翻身了啊！燕卫池不理会上官熙抗拒的眼神，用力将他翻个身。忽然感觉腰间一紧，居然被上官熙抱住了。燕卫池呼吸一滞，一抬头就看到上官熙那双烈焰灼灼的双眸。你这嗑药性也太强了吧？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我怕什么？我又没害你。燕卫池努力地别开脸，心虚的不敢和上官熙对视。上官熙看向一旁的瓶瓶罐罐，又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屋顶缺失的瓦片，心中暗道：他今日已经暴露太多，不能让他继续治疗了。倘若他会解函谷之毒，那必然就会成为安国公的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儿，上官熙开了口：我已经没事了，不需要你治疗了。你现在离开这个房间，自己找个地方待着。药还没上完呢。你若不想自己休息，那我们就一起休息。好，我出去还不行吗？燕卫池看着明明很虚弱却一脸抗拒的上官熙，无奈的摇头，转身离开了房间。上官熙不知道燕卫池去做什么，只是在他关上房门的那一刻，他听到燕卫池嘟囔：我以为侯府小姐睡猪圈就够惨了，没想到当朝太子居然还睡牢房，同是天涯沦落人，还内讧了什么劲儿啊？他刚刚说什么？侯府小姐睡猪圈？说的是他自己吗？不等上官熙想清楚，强烈的睡意就渐渐袭来。你确定只有他们两个？上官熙此番回京，竟是没有带一个心腹。回皇后娘娘的话，确实没有其他人。太子府一片萧条，属下离开的时候，那女子正在打扫庭院。一旁的安国公急忙追问：可有查清那女子的身份？回大人的话已经查清了，是平邑侯庶长女燕卫池。燕卫池，陛下确实曾有意将平邑侯的女儿指婚给太子，可老夫记得指婚的是平邑侯的嫡女，叫燕青书，京城第一美人燕青书。一旁的二皇子出声提醒，因为有第一美人的称号，所以当初这个消息传出的时候，二皇子还嫉妒了很久。可那时候燕青书尚且年幼，所以这事儿一直拖延着，没想到今日竟是被他姐姐抢了先。想到这儿，安国公双眸微眯。我知道了，一定是平邑侯燕寒山那个老狐狸舍不得自己嫡出的女儿去给太子留种，所以才偷梁换柱。好啊，我正愁没理由弄死那个死丫头呢。安国公说风就是雨，当即带人离去，就连身后呼唤他的皇后娘娘都不理会。皇后叫了几声也没能叫住安国公，很显然他正在气头上，迫不及待想弄死燕卫池，因为还从来没有人敢指着他的鼻子骂。看着安国公愤愤离去的背影，皇后娘娘有些无奈。你舅舅还是那个臭脾气。母后不必担忧，那平邑侯眼下手上已经没有兵权了，舅舅惩治他，还不就跟捏死蚂蚁一样？怕只怕那蚂蚁捏不死，反而被蚂蚁蛰一口。母后的意思是担心那燕卫池会反扑？我是担心你舅舅杀人泄愤的目的未必会达到。
怎么会？舅舅贵为国公，那燕卫池不过就是个侯府庶女，还能治不了她？燕卫池被送去给太子刘种，那是他父亲的决定。他一个小小庶女如何能忤逆父命？这件事要追究起来，那也是追究平义侯燕寒山的过失，追不到燕卫池头上。再说了，太子显然是要维护那个贱丫头的。上官离想了想，觉得是这么个道理。那我跟过去看看，别让舅舅过于冒失。不必着急，你舅舅虽然是个暴脾气，但是他从不打无准备之战。本宫猜他至少要先摸清事情来龙去脉，才会去发难。且等明日吧。是，母后。一整天阳光都这么好，太适合种菜了吧？东边种青菜，西边种草药，以后自给自足，也不怕饿肚子了，完美。暗处的叶天书忍不住笑道：“还真是个乐观的丫头，居然还要在大师兄的院子里种菜。”她确实有点奇怪。你在这盯着，我去打探一下她的背景。幸好幸好，虽然院子破败了一些，这房子里的东西倒还算干净整洁，不然今晚睡哪儿都不知道。见过混得惨的，还没见过一国太子混得这么惨的。我这是什么命啊！燕卫池碎碎念一字不落落入叶天书的耳中，叶天书勾唇浅笑，继续窥视他的一举一动。直到燕卫池沐浴更衣的时候，叶天书才摸摸鼻子，闪身离去。既来之则安之，姐姐我活人生意死人生意都能做，还怕活不下去吗？哼！哎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还不等他展示自己的无双才华时，他的五脏庙就闹翻天了。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这太子真的混得太惨了，偌大的太子府竟然没有半颗米粮。不行，明天得出门弄点小钱钱。然而燕卫池不知道的是，他在这边饿肚子的时候，上官溪那边是好酒好菜炫上了。于飞檐跑出去一趟，打听清楚了燕卫池的底细，回来的时候还不忘带了10里香的6菜一汤。眼下师兄弟3人那正推杯换盏呢。哎，大师兄，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不能饮酒。那丫头也不知给我用了什么药，竟有奇效，身上的伤口好的七七八八，就连锁骨沟留下的洞都没有那么疼了。啊，竟是如此神奇。上官溪点点头，向一旁宫里送来的草药努努嘴。那些东西都是父皇命人送来的，几乎每一样都被人动了手脚，可经过他的手之后，毒药却变成了良药。叶天书和于飞檐对视一眼，两个人都惊讶不已。上官溪看向于飞檐：“你出去打探了一圈，有何收获？”说来也奇怪，这丫头的背景其实平平无奇，甚至还是罪臣之后。罪臣？没错，她爹是平义侯燕寒山，她的生母是当年镇守北定城的归德将军岳从刚的亲妹妹，叫岳从容。啊，不对呀，她不是庶出吗？倘若母亲是边疆大将的亲妹妹，又怎么会沦为妾室呢？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她6岁那年师母就死了，之后嫡母不待见她，就将她送去了庄子上。自打那以后，这丫头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那是自然，庄把头都是看人下菜碟的，当家主母不喜欢的庶女，他们自然就会苛待。她一直都睡猪圈吗？大师兄怎么知道？上官溪抿了抿嘴，没想到燕卫池那不着调的样子，竟然是没有说谎。身世坎坷，多灾多难，他倒是长成了一个乐观的性子，也是不容易啊。那他的医术、毒术，还有验尸的技法，都是跟何人学的？这就不知道了。那丫头一直睡在庄子上的猪圈里，平日里就是喂猪、放羊、割草、换洗。夏天猪圈臭气熏天，冬天猪圈四面透风。别说侯府小姐了，就算是平头百姓家的丫鬟，过得都比她好。看得出来，于飞檐动了恻隐之心。哟，还心疼上了？怎么，你想跟大师兄抢啊？放屁！我只是觉得平义侯燕寒山太不是人，好歹也是自己闺女，简直当牲口养。上官溪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努力地回想平义侯夫人是谁。我知道了。师兄知道什么了？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燕寒山在年轻之时曾经随军北伐，许是那时与岳家小姐结缘，生下了燕卫池。照你这么说，那燕卫池应该是嫡长女。没错，但是燕寒山回京述职之后，又迎娶了长信王的亲妹妹名扬郡主。试想想，郡主低价岂会做妾？所以那燕寒山必定是贬妻为妾，琵琶别抱。真是个不要脸的老王八蛋！越是高门子弟，越是薄情寡义。胡说八道什么呢？我父王一生只娶了我母妃一人，至今后院连个伺候起居的丫头都没有。于飞檐为自己的父亲逍遥王鸣不平，叶天书也没有跟他吵，而是继续说燕卫池。
大师兄，那你父皇给你赐婚的应该是燕未迟还是燕青书啊？大师兄，那你父皇给你赐婚的应该是燕未迟还是燕青书啊？那自然是嫡出的燕青书。看来是明阳郡主舍不得自己亲闺女，所以拉来燕未迟顶替。这件事儿有些麻烦。麻烦？大师兄眼下已经沉冤昭雪了，还有何麻烦？不，我说的麻烦不是说我自己，是说燕未迟。他今日得罪了安国公，你们能查到的事情，安国公也能查到。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安国公一定会以李代桃僵为由，对燕未迟发难。老不死的，对一个小丫头都这么计较。哼，她可不是个普通的丫头，大师兄，你得帮帮她呀。依我看，她医术、毒术都不错，说不定能帮你解开寒骨之毒呢。她若真能帮大师兄解开寒骨之毒，那她破坏我们计划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计较了。上官熙沉默不语，不知道在想什么。许久之后，他开口：飞燕，明日你正大光明的进京，把动静闹大一点，就说因我而进京的。我需要你在明处给安国公府施压。这于飞檐是逍遥王世子，而逍遥王一家的封地是在姑苏城。按照律法，逍遥王一家无诏不得入京，所以于飞檐跟随上官熙进京之后，就一直隐藏在暗处。如今上官熙让他走到明处来，他自是高兴，当即应下。随后上官熙又看向叶天书：天书，你回红袖楼去，明面上不要与我有牵扯，暗中保护一下燕未迟。红袖楼是京城最负盛名的青楼，因为朝堂之上都被安国公和长信王把持着权力，所以上官熙只能在江湖上下一点功夫。这个红袖楼就是他用来收集消息的情报机构，红袖楼楼主便是他二师弟叶天书。叶天书听到上官熙的吩咐，娇俏的一笑：哎呀，大师兄的心思人家自然明白，你放心，绝对不让你的小爱妃有半点闪失。谁家小姐像你睡相这般差，竟是爱打呼噜。上官熙在房间里寻觅了片刻，他想知道燕未迟那些毒药银针什么的都藏在哪儿，可是找了一圈，除了一身晾晒在房中的旧衣服，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重新回到床榻边，皱着眉打量他。难道藏在身上，贴身所放？想到这儿，上官熙隔空一点，直接让本就沉睡的燕未迟彻底昏迷。然后他拉起被子的一角，唰，将他身上的棉被直接掀开。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棉被居然一丝不挂。许是受了冷风的侵袭，本来奄奄红果居然也俏丽地挺立起来。似乎他们也想看看是谁这么放肆，居然敢窥视他的主人。上官熙彻底僵住了。他虽然贵为太子，可是因为皇后和安国公的迫害，导致他幼年便已从军。10年来，他都在征战沙场，身边全是男子，他何曾见识过这般的女儿香啊！上官熙双拳紧握，喉咙发紧。在牢房里，他试图吓唬燕未迟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找借口，说这是权宜之计。可如今他看着燕未迟挪不开眼，明知这不是君子所为，却竟是难以自控。色令智昏呐，这果然是色令智昏呐！他来到院子里，大口大口的呼吸，忍不住抱怨：这该死的丫头，怎么睡觉不穿衣服？险些破了他多年的童子功。上官熙捂着胸口，哎呦，努力的压下凌乱的心跳，可是那全身燥热发痒的感觉却怎么也压不下去。本太子虽然看了你的身子，可你也占了本太子的便宜，你也不算吃亏。上官熙阔步离去，人是走了，但是那心思却留在那棉被之下。次日清晨，燕未迟觉得自己这一觉睡得特别的香，也许是因为过去一直睡猪圈的原因，现在难得有一张大床，没有猪粪臭，也没有猪叫声。虽然吃喝不济，身材瘦小，可是该胖的地方却一点都没耽误发育啊！看来我得搞个内衣穿穿。可怜我连一身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要不也不至于裸睡。幸亏这院子里也没有旁人。这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面前桌上的食盒。是昨天晚上可没有啊！什么鬼？有人进来过？燕未迟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他是真的饿了。不过，这是谁送的呀？上官熙吗？可是他昨晚裸睡呀，上官熙该不会……燕未迟瞪大了眼睛，也顾不得吃东西了，他急急走出房门，向着上官熙的卧房走去。上官熙，你……燕未迟啪推门而入，却发现上官熙依旧平静地躺在床榻上，他呼吸绵长，像是压根就没醒过来过。燕未迟质问的话卡在嗓子眼儿，愣是说不出了。他缓步走到上官熙的身边，发现他脸色有些异样的红，唇却干裂的厉害。
燕卫迟心中一咯噔，急忙伸手去试探上官熙的额温。入手的温度滚烫吓人，果不其然，他发热了。怎么会这样？燕卫迟觉得有些奇怪，他昨日明明已经将他的伤口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即便是有些地方没来得及上药就被上官熙打断，可他也都做了清创处理，没道理会发炎发热呀。燕卫迟拉住上官熙的手腕，替他诊脉。还好，情况不是很严重。太子殿下，醒醒，喝点水。上官熙迷迷糊糊，并未睁眼。燕卫迟一边处理伤口，一边没好气地骂：安国公那个死老头，真讨厌，刀也特别脏，你最好别落在我手里，否则我非用你的那把破刀砍个你180刀的泄愤不可。哼！处理好上官熙的伤口，燕卫迟站起身。外伤好办，可你发热还是要喝一些药的。我出去看看，能不能用皇上赏的东西换点有用的草药。你一个人待在家里，可千万不要有事啊。上官熙昏迷不醒，没法给他回应。燕卫迟，你好大的胆子！安国公一声怒喝，带着一众侍卫站在燕卫迟的面前。燕卫迟眨眨眼，疑惑地看着众人，又看了看外面大门的方向。你这老头儿真是蛮不讲理，你带着人乌泱泱的硬闯我太子府，还说我好大的胆子，我看你的胆子更大。燕卫迟，你冒名顶替你妹妹燕青书的太子妃之位，眼下事迹败露，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冒名顶替？啊，燕卫迟明白安国公的来意了。谁会冒名顶替旁人去牢里给人留种啊？这事根本就非他所愿，好吗？安国公，冒名顶替首先得有冒名二字吧？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燕青书。少跟本官胡搅蛮缠！今日这冒充太子妃的罪名，你是逃不掉了。来人，把他给本官拿下，押入大牢。这护国公也太难缠了，难道连陛下都要让他三分？眼看侍卫已经向燕卫迟扑了过去，燕卫迟下意识攥住自己右手手腕，而这个小举动却没有引起侍卫们的注意，却也没有逃脱叶天书的眼睛。哎，小菲菲啊，你看他的动作，怎么了？傻愣愣的，要被抓了也不知道跑。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从昨日他出现在大牢里开始，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拿出一些东西，银针、毒药，还有芬儿洗手水里的药粉。你是说芬儿是被他设计了，他是冤枉的？也就你这种傻子会相信7日前接触的东西能留到7日后。那芬儿不是被冤枉的，看他第一次洗手时候心虚的样子就知道，但是他确实是被设计。说到这儿，叶天书摩挲着下巴，目光灼灼地盯着燕卫迟的手腕。那丫头手里肯定有奇怪的东西。哎，你们别过来，别过来啊！人家好怕怕呀！侍卫不明所以，继续靠近，却忽视了燕卫迟手心里挥出的细碎粉末。一个侍卫忍不住打了个喷嚏，随后其他侍卫是接二连三的打喷嚏。一眨眼的功夫，靠近燕卫迟的侍卫全部涕泪横流，那喷嚏打的是停都停不下来。燕卫迟捂着口鼻，一边后退一边说道：哎呀，这生病了就好好去治病嘛，还要跑出来抓人。我说安国公，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你就是早期的资本家呀。安国公哪听得懂什么叫资本家呀，但是他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好话。一群没用的废物，还愣着做什么？还不把他押走！其他侍卫见状也赶紧上前。燕卫迟扫了一眼人数，忍不住犯了难。穿过来的时间太短了，虽然有这个奇怪的手镯帮忙，可我并没有准备那么多毒药啊。该死的上官熙，你真的不打算出来救一下你的爱妃吗？可我还要出去给你买药呢。安国公知道上官熙就在房间里，可是上官熙没有出现，想来对燕卫迟也不甚在意，亦或是上官熙眼下听到他不是燕青书，所以也对他厌弃了。哼！想到这儿，安国公嗤笑一声，阔步向燕卫迟走去，看那样子打算亲自擒拿。暗处的叶天书翻了个大白眼儿，这老头真是睚眦必报，为了出口气，一张老脸都不要了，还真要对人家娇滴滴的小姑娘动手啊！师兄不出来，也不知是个什么态度，我们怎么办？叶天书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然而还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这太子府又来人了。爷，我不去，我不去！舒儿，听话，咱们只是去认个错，道个歉。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太子不会再纠缠你了。说话的是个中年男子，二人似乎以为太子府里没人，说话也没个顾忌，没想到一转弯进入院内，满院子都是侍卫。燕卫迟见到来人，眉心一跳，哟，这不是他那个便宜爹吗？哎呀，下官参见国公大人，不知国公大人怎么会在此处？安国公冷眼打量燕寒山，又瞥了一眼怯怯的燕青书。怎么，知道太子将死，就用庶女换嫡女？
知道太子翻身了，又想用嫡女换回来。燕寒山呐，燕寒山，你的算盘珠子都要崩本官的脸上了。安国公误会了，这其中有些缘由。哦，缘由？那你倒是说说是何缘由啊？你这2个闺女长得也不像，你总不能说是出门时候搞错了人吧？你这分明是故意欺君。没错，他就是欺君。国公大人，快把他抓起来吧。燕卫迟笑眯眯地火上浇油，他才不管燕寒山那脸色有多难看。燕寒山恶狠狠地瞪着燕卫迟：死丫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欺君之罪，那可是要诛9族的。大姐姐，休得胡言！侯府若是被扣上欺君之罪，你又如何能独善其身？谁说我要独善其身了？反正都是要死的，那就大家一起死好了。杀全家这种好事儿，简直可遇不可求嘛！你说的这是什么胡话？拜托，不是我说胡话，而是这位安国公不依不饶啊！不是本官不依不饶，是你们父女2人不可饶恕。来人，一并带走。且慢！一个夫人的声音在众人背后响起。娘亲，你可算来了！他们说爹爹罪犯欺君呢。国公大人，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要不请家兄来与国公大人详谈一番。安国公冷哼一声，这名扬郡主搬出他大哥长信王，那不就是在给他施压吗？哼，如今这朝堂内外谁不知道，文臣都听安国公的，武将都以长信王马首是瞻。2个人一文一武，在朝堂上是分庭抗礼，几乎架空了当今陛下。这也是为什么燕寒山有这个胆子让庶女顶替嫡女，那不就是因为他背靠着长信王府吗？这件事长信王怎么可能知道？最了解内情的应当是当今陛下。既然你们不服气，那我们进宫面圣好了，听听陛下怎么说。好，我们一道进宫。哎呀，这燕卫迟一阵无语啊！你说他穿过来都没咋吃过好东西呢，这怎么又要去死了呀？这古代人吃饱撑的呀！哎呀，燕卫迟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想怨上关系，他也怨不起来。那毕竟人家还发着烧呢，眼下怕是昏迷不醒，神志不清。罢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还是靠自己吧。小菲菲，你还不赶紧进宫？忘了昨日师兄的吩咐了？我本想着今日一早先来看看师兄的情况，再去觐见陛下，没想到竟然看到这么一出大戏。你说那燕卫迟能脱身吗？不好说。不过师兄没出面帮忙，多半也是有自己的考量。你先进宫去，以你逍遥王世子的身份走了明面，总能在众人面前护他一二。于飞檐点头认同，当即飞身离去。然而2人不知道的是，那上官熙不是不想帮忙，他是真的昏睡不醒。因为他昨夜在院子里淋了雨，雨水浸透了纱布，刚好让伤口发了炎。怪只怪他看了不该看的人间美景，选了不该选的降火方式。就这样，众人很快到了宫门口，一边传消息进去，一边等候陛下的召见。爹，借一步说话。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爹，今日之事怕是有些麻烦。那还不是因为你在胡说八道？自己死就算了，今时还要拉整个侯府做垫背，你小小年纪怎么心思如此歹毒？燕寒山咬牙切齿的模样，恨不得掐死燕卫迟。不是这燕卫迟就搞不懂了，自己的亲爹哪来这么大的仇恨呐？可是现在他也没有兴趣修复这毫无价值的父女关系，他另有目的。哎呀，气大伤身，爹您别着急嘛，我有办法可以让整个侯府全身而退。不仅如此，我还能顺利成为太子妃，让爹爹以后的仕途不仅可以依靠长信王府，还可以依靠太子府，这里里外外都是一个转子。爹你不会不愿意吧？燕寒山微微一愣，心中也泛起了嘀咕。这名杨郡主背靠长信王府，可是这么多年也就只让他做了个平邑侯啊，空有爵位，在6部中的权力却小得可怜。太子他毕竟是太子，虽然现在看着眼下无权无势，但是谁能保证他以后不会成帝王呢？如今攀附一二倒也无伤大雅，多个朋友多条路吗？多个敌人多堵墙噻。想到这里，燕寒山向着远处走了几步。燕卫迟见状，那像个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就跟了上去，2个人和人群拉开了距离。燕寒山这才质问道：你有何办法？不败脸，你跟我谈银子？不然呢？咱父女俩不谈银子还谈感情吗？你也不像对我有感情的样子啊。你，哼！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人死不如全家亡。爹，你要是不愿意，那我可就胡说了啊。我住那个庄子上千亩良田，你好像没缴粮税吧？这么多年下来，这些银子去哪儿了？哎呦，该
该不会是给长信王豢养私兵了吧？燕卫迟只是随口胡诌，那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但是燕寒山的反应却无比强烈。住口！哎呦，燕卫迟吓一哆嗦，那不是怕他，是他声音太大。周围人也立即看向他们父女。燕寒山环视众人，深深吸了口气，平复心情之后，对着众人笑笑，表示他没事儿，他只是在训女儿。见众人不再盯着他看，才走回燕卫迟的身边。死丫头，若是不能顺利脱身，那你就将所有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否则的话，我非但不会给你银子，我还要扒你一层皮，记住了吗？那你这是答应了？燕寒山冷哼一声，没再回应，那看起来是默认了。恰巧这时传话的小公公出来，说是陛下宣众人觐见。康武帝摆弄着手上的玉佛珠，心中想着要如何应对。要不要顺了安国公的心意，弃族保居，平息这场风波呢？这族当然就是燕卫迟了。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国公府、平邑侯府，就连明阳郡主都来了。明阳郡主上前一步，语气撒娇地开口道：小妹参见陛下。这康武帝和长信王曾在年少时义结金兰，明阳郡主身为长信王的亲妹妹，自称一句小妹，倒也不算僭越。明阳啊，你啊，有些日子没进宫了。太后她老人家，陛下，叙旧的事儿不妨等下再说。老臣今日进宫是要揭穿平邑侯偷龙转凤的罪行。陛下给太子选定的佳人，分明是身份贵重的二小姐燕青书，可平邑侯燕寒山竟然敢用身份低贱的庶女燕卫迟来以次充好，罪犯欺君，其心可诛啊！燕寒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陛下恕罪，陛下恕罪呀！微臣绝对没有以次充好的心思，实在是小女卫迟不服管教，嫉妒她妹妹的好姻缘，趁微臣不备，顶替了亲叔去的牢房啊！你胡说！本官已经调查清楚了，这燕卫迟自打6岁就住在城外的庄子上，从未回过京城。他如何知道这个消息？又如何知道该何时出面顶替？你若不接他回来，怕是他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燕卫迟满意的点点头，这安国公还真是啊，难得说一句人话。燕寒山眉头紧锁，却也无力反驳，他立刻又将矛头对准燕卫迟。混账东西，你自己说，你是如何得知你二妹要去见太子的？又是如何冒名顶替的？燕寒山向燕卫迟眨眨眼，示意燕卫迟你快点的把罪名都揽自己身上。一旁的明阳郡主见状也开口道：是啊，卫迟，你就招了吧，陛下念你年幼无知，定会从轻发落的。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让他认罪啊？燕卫迟翻了个白眼儿。启禀陛下，安国公所言不虚，我就是被我爹强行拉回来，送去天牢给太子的。这话一出，所有人呆住了。安国公像是没有想到燕卫迟这么痛快就认了罪。燕寒山是惊讶于燕卫迟你怎么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呢？那不说好了把罪名揽自己身上呢？你胡说八道什么？可即便如此，我爹也没有犯罪欺君啊，这不是按照陛下旨意来的吗？朕的旨意？你胡说！陛下赐婚的从来就是平邑侯的嫡女，什么时候轮到你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燕卫迟丝毫没有因为安国公的恶劣态度而恼火，而是睁大眼睛看向他。安国公，你说什么？陛下赐婚的是何人？是平邑侯嫡女。怎么了？我还说错了不成？哪能啊？您可是国公大人，怎么可能记错呢？自然就是平邑侯的嫡女。那你还不速速跪下认罪，冒名顶替，其罪当诛？陛下说的是嫡女，可平邑侯府并不是只有一个嫡女啊，我也是平邑侯的嫡女。一旁的明阳郡主听到这话，他不乐意了，他白了燕卫迟一眼。我可生不出你这样忤逆不孝的丫头。那燕卫迟压根就不搭理他，而是看向了康武帝。请问陛下，您是何时赐婚的？康武帝皱眉思考，一时间有些想不起来。一旁的安国公开了口：此事老夫记得，是太子殿下即官旨。那时候燕青书年纪尚小，尚未及笄，所以便只提了一嘴便罢。错了。错了？哪儿错了？启禀陛下，若是臣女没记错的话，您在几年前只是提及此事，可真正赐婚的时候并不是几年前，而是在15年前，明阳郡主嫁入平邑侯府的时候。康武帝微微一怔，仔细回想一下，瞬间想起了原委。当年明阳郡主也不知道看中了燕寒山什么，死缠烂打，非要嫁给燕寒山，把他哥哥长信王的气得不轻。毕竟这平邑侯没有实权呐，
这明阳郡主嫁过去是实打实的下嫁，而且当时的平邑侯可不是单身，还有一个结发妻子。哎呦，这事儿当年在民间闹得挺不好听的。后来康武帝为了安抚长信王，就下了一道赐婚的圣旨，将这平邑侯的嫡女赐婚给自己最喜欢的儿子上官熙。对，没错，赐婚不是几年前，而是15年前。你说的没错，此事应该有记载。那就对了呀，15年前二妹妹在哪儿还不知道呢。当时的平邑侯府可就只有我一个嫡女，那陛下赐婚的不是我，还能是谁呢？你真要这么说，好像也不犯毛病。那毕竟当日赐婚的圣旨上没有言明那嫡女的名字，毕竟明阳郡主那时候还没有生嘛。陛下当年的意思是，若是明阳生了女儿，那就是太子妃；若是生了儿子，那就等下一胎。总之这个恩典是给明阳郡主的。但是你这圣旨上不会写的那么详尽，就只是写着赐婚嫡女。一旁的明阳郡主听到燕卫迟这话，当即就不乐意了。小贱人，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陛下那是看在我大哥的面上才下这道圣旨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明阳郡主，您当年嫁入侯府的时候，我娘还是当家主母，你后进门的就算是平妻，那在民间也叫妾。我不是嫡女，难道你那个还没有受孕的肚子是嫡女吗？明阳郡主猛地怔住，像是没想到燕卫迟居然敢如此当面驳斥他。他正要继续斥骂，燕卫迟却开口了：你们母女二人还真像，旁人不要的你们不要，旁人要了你们就非要争。行吧，不就是太子妃吗？左右太子也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女人。如果二妹妹喜欢，那就一起嫁过来喽。二女共侍一夫，各凭本事吧。对，没错，当年明阳都没有受孕，这陛下赐婚，微臣受宠若惊，自然以为是赐婚小女尉迟，所以昨日才将她送去天牢，给太子留下血脉。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哎呀，安国公，老夫年事已高，这又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实在是有些糊涂了呀。哎呀，幸好小女还记得。这赐婚一事，相信定有记载，只要翻阅一下陛下的起居注，定能查到当日圣旨写的是什么。那安国公气得直喘粗气，这还用翻吗？啊，当年明阳郡主那孩子都没生呢，那圣旨上哪来的名字啊？那不就只能是嫡女二字吗？眼看着安国公也不吭声了，哎呦，康武帝长长吁了口气，他向燕卫迟满意的点点头。燕卫迟俏皮的眨眨眼，看得康武帝微微一怔，而后无奈的笑了。这丫头出身乡野，与楚景配婚，确实身份低微了一些。可也正因如此，她与安国公和长信王都没有半点纠葛。放在楚景身边，朕也安心些。而且，她确实有些小聪明。燕卫迟，既然你已经跟太子有了夫妻之名和夫妻之实，那明日早朝，朕就会宣告百官，册封你为太子妃。至于你们的婚事，等太子身体好一些，择个吉日再。陛下，安国公，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总打断人说话。你混账！你不是也打断了本官说话？哦，那我本来就没礼貌啊？怎么了？毕竟我有爹生没爹养嘛。哎呀，那燕卫迟一脸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样子，那把个安国公气的是吹胡子瞪眼，也气得一旁的燕寒山说不出话来。好了，您老人家怎么气性这么大呢？这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可咱们可怜的太子殿下呢，眼下只能形形不能色色了。一个不能色色的人，你老揪着不放干嘛呀？没来由的给自己添堵嘛。这话一出，众人又是愣在原地。虽然燕卫迟这话很奇怪，但是众人感觉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了。只能行刑，不能色色，是那个色色吗？康武帝无奈的浅笑摇头，燕寒山厌恶的白了一眼燕卫迟，安国公倒是若有所思。这死丫头说的倒也没错，既然太子不能人道，那他就没有子嗣了。一个没有子嗣的太子，日后如何能继承皇位？为了这个废人，跟陛下闹出局域，实在不划算。说不定还会影响陛下对二皇子的好感。陛下，老臣身体不适，先行告辞。这位小公子，你是逍遥王世子于飞檐。原来是世子爷，失敬，请说，快来参见世子爷。燕青书有些不情愿地走过来，虽然这于飞檐也是一表人才，可他只是一个闲散王爷的世子，跟这整个大黎江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他自然不是燕青书的目标。燕青书敷衍的行礼，小女青书参见世子爷。
于飞檐微微点头，没有多说，而是再一次看向燕卫驰，确认他没事之后，才开口说道：“我还要进宫觐见陛下，就不打扰燕大人了，告辞。”于飞檐阔步离去。这时明阳郡主走过来，白了一眼燕卫驰，冷声讽刺道：“还真是看不出来，才几年的光景就这么会勾引男人了。勾引一个太子还不算，眼下刚刚进城的逍遥王世子，竟是也被你勾了半个魂魄去，你还真是厉害啊！”燕卫驰都无语了，就一面之缘谈何勾引呢？这明阳郡主站在宫门前说这种话，不就是想败坏他名声？郡主过奖了，都是您教育有方，关我什么事儿？您可是平邑侯府的当家主母，是我的嫡母啊，那我有什么出息都离不开您的教导啊，您就别客气了。燕卫驰笑眯眯的阔步离去，向着燕寒山走去。他伸出手：“爹，银子。”“什么银子？每个月没有给你份例吗？”“您这是要赖账了。”“哼，进宫之前我跟你说，让你把所有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如此这般我才给你银子，可你并没有照做。既然你没有照做，那银子的事儿自然就不算数了。”“果然是树老皮多，人老皮厚啊！”“你放肆！”“爹，我这人呢，脾气古怪的很。简单的说，你是什么货色，我就是什么脸色。既然您跟我在这耍无赖，那咱们就走着瞧了。”燕卫驰说完，便阔步离去，没有半点纠缠。可是他留下的那句话，竟是让燕寒山心里有些不安。“老奴参见太子妃娘娘。”“你是何人？昨日这府上并没有下人。”“回太子妃话，老奴是逍遥王府的下人，跟随世子爷进京的。世子爷听闻太子爷已经回府了，身边没有个人照应，便让老奴带着几个下人过来帮衬一二。啊，您叫老奴张嬷嬷就行。”“逍遥王世子，就是宫门口见到的那个一身戎装的小将军啊，那还真是个好人。那可真是太好了，昨天我自己打扫庭院累得不行。你带了多少人来？”“哦，加上老奴的夫君，一共2个。”燕卫驰的笑容僵在脸上，不是，合着来了2个老人家呀？那这是来帮忙的还是来养老的啊？许是看出燕卫驰脸上质疑的神色，张嬷嬷笑着开口：“啊，娘娘您一定饿了吧？啊，老奴已经张罗好饭菜了，您先吃点儿。”“不说还好，这一说，燕卫驰感觉自己饿的都眼冒金星了。他连忙跟着张嬷嬷来到正厅，发现这里果然被清理得很干净，虽然说还有些残破，但是好歹有地方落脚了。然而最让燕卫驰满意的可不是这环境哦，而是那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哇，四菜一汤，有荤有素，白米晶莹剔透，鱼汤浓稠香甜。天哪，这是天堂吧？燕卫驰急忙坐下，大快朵颐。吃到半饱的时候，才想起询问：“对了，太子吃了吗？”“太子殿下还睡着。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发热呢，不知道现在如何了。我先去看看他。”燕卫驰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急忙来到上官熙的卧房。燕卫驰推门而入，发现房间里静悄悄的，绕过屏风来到床前，果不其然，上官熙还是没有醒。燕卫驰走到他边上，先是试了一下他的额温，然后捏住他手腕，确认没什么大碍，才开口道：“都已经不热了，怎么还这么贪睡？你要起来吃点东西啊。”上官熙没有回应。行吧，看你长得好看的份上，让你再睡1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要还不醒，我就要叫醒你了。话音落下，燕卫驰轻佻地摸了一把上官熙俊秀的脸庞，然后笑眯眯地转身离去。燕卫驰回到前厅继续吃饭，一旁的张嬷嬷一边端茶倒水，一边开口说道：“太子殿下前半生辛苦，能娶到娘娘这么人美心善的姑娘，后半生呢一定享福了。”燕卫驰一边嘎嘎啃着排骨，一边转头好奇地看向张嬷嬷：“辛苦，他不是太子吗？还辛苦。”“娘娘有所不知，太子8岁就失去了母亲，14岁便被陛下送去了从军。当时陛下还不允许他暴露自己的身份，硬生生从一个大头兵熬成了3军主帅。10年过去了，其他皇子都是锦衣玉食，太子殿下却没有安寝过1日。”“我好像听说过这回事儿。”“嬷嬷，你坐下来说。”“不，老奴不敢。”“哎呀，怕什么？这府上就你我2人，你坐下来，我们慢慢聊。你站在那儿，我还得仰着头，岂不是辛苦？”“娘娘想知道什么，老奴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听说太子身中寒骨之毒，是怎么回事？”“没错，
确有此事。太子8岁那年，随着先皇后出宫，在路上遇到了山匪。那场劫难之后，先皇后被杀，小公主不知去向，太子殿下也被暗器刺中，身中寒骨之毒。原来她还有个妹妹啊！那小公主后来找到了吗？并未找到，只在河道里发现了公主的襁褓，襁褓上都是血渍，小公主10有8九。这后头的话张嬷嬷没有说，燕卫迟也明白了，看来是凶多吉少。寒骨之毒我没见过，倒是有所听闻。此毒无起，毒发之时全身血液都会被冻住，应是当场暴毙。为何太子还能活这么久啊？当年出现一个得道高人，名唤拂衣道长，正是此人救了太子殿下，用独门内功帮他压制了毒性。原来如此，嬷嬷怎么知道的如此多啊？燕卫迟有一些疑惑，他不只是一个逍遥王府的下人吗？不等张嬷嬷回话，门外传来于飞檐的声音。因为张嬷嬷是本世子的奶娘，而拂衣道长是我和太子殿下的师傅。世子爷，老奴先退下了。于飞檐点点头，示意他离去。燕卫迟看着张嬷嬷的背影，又看向坐在他对面的于飞檐。是你让他跟我说这些的？也不是，老人家多嘴。行了，我还看不出这点猫腻。看来你跟上官熙关系很好啊，这么怕我虐待他。把这些悲惨的往事告诉他，不就是想让他对上官熙同情心泛滥吗？张嬷嬷说的可都是真的。大师兄身边危机四伏，你若留下，自然应该了解情况。你若要走，现在也还来得及。哎呀，走是走不了喽。如今他不光得罪了安国公，还得罪了他亲爹。他现在空有一身本事，却无权无势无银子，就在这个世界，你说他能走哪儿去啊？只怕是没有太子妃的身份护着，他前脚刚走出太子府，后脚安国公那伏虎刀就向他劈过来，所以说他是不会走的。哎呀，别搞得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不就是争权夺利吗？小事一桩。你们太子娶了我，已经是赢了一半了。你可真是大言不惭是不是？于飞檐抿了抿嘴，默认了。空有嘴皮子没有真本事，那叫大言不惭。像我这种实力和口才并存的，那叫你懂的。于飞檐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丫头别的优点没看出来，为人乐观倒是真的。于飞檐想了想，打算考考燕卫迟。既然你这么有本事，那这破败的太子府你也能修缮一二吧？我修？没错，你是太子妃，这里是太子府，太子殿下重病未愈，那自然是你来张罗修缮太子府。张罗是没关系啊，可我没有银子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我师兄身边可从来不留无用之人。他是太子，你是世子，合着你们俩都不给我银子，还让我修缮太子府？这件事我要解释一下，师兄他是被骗回来的，所以离开时我匆忙，800里快骑不眠不休地跑了半个月才回到京城。他平日俸禄不多，此番也没带回来，确实没有多少银子。那你呢？你不是什么逍遥王世子吗？不是，燕卫迟看着这个人穿的珠光宝气的，不会也没有银子吧？于飞檐搓了搓眉心，语气尴尬地回答：逍遥王府呢，确实富甲一方，可我呢是背着我爹跑出来的，虽然带了不少银票，但是我爹为了逼我回去，把银票都作废了。实不相瞒，今日若不是来太子府，我连晚饭都没有着落。燕卫迟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不是说好的皇亲贵胄呢？说好的高门大户呢？这怎么一个两个全是穷光蛋呢？我以为我只需要貌美如花，没想到还需要赚钱养家呀！这太子妃当的太心酸了。你说话倒是有趣，不过提起貌美如花，我师兄乃是4国双城第一美男，他可以当如花，你可否养家？要不是看他长得好看，我早就跑了。你说什么？我说不就是修缮太子府吗？交给我好了。那真是太好了，不知小嫂嫂能否先给在下安排一个住处？这个容易啊，这偌大太子府到处都是空院子。安顿好于飞檐之后，燕卫迟就着陛下那些赏赐，选了一些能用的，煮了一副药，端到了上官熙的房间里。这个时候上官熙正好醒了，只是听到燕卫迟推门而入的声音，他又本能地闭上眼睛假寐。他像是不想面对这个把他从头到脚看光光的女人。装睡啊？那就别怪我上下其手了。上官熙一阵无语，他睁开眼。你怎么如此口不择言？我说什么了就口不择言？真是好心没好报。既然你不领情，我也懒得理你。药在那儿，自己喝。上官熙看了一眼那黑乎乎的汤药，眉头皱得更紧了。很显然他不想喝。我昨天明明把你的伤口处理得好好的，一晚上你就给折腾发炎了。
现在给你熬了药，你又摆出一副死人脸不愿意喝，你到底要干嘛？不想活直说，也省得我进宫去给你翻案了。放肆！你竟然敢这样对本太子说话！是啊，我说了，刚说的，你怎么着吧？以你现在的体力，也就只够凶一凶了，你还能拿我怎么样？上官熙一阵眩晕，也不知道是被燕卫池气的，还是确实病得严重。燕卫池见他那副脸色惨白，眼眶却泛红的模样，忍不住有些上头。真是美色误人呐！这家伙但凡长得难看点，他都能更狠心一些。眼下这副凌乱孱弱的美，太让人有保护欲了。你确定不喝是吧？上官熙别开脸，全身都在抗拒。哼，那我可喂你了。话音落下，燕卫池端起汤药碗，毫不犹豫就喝了一口，然后鼓着嘴，扣着上官熙的肩，忽然俯身而下。上官熙都吓傻了，他从未见过哪家姑娘如此不成体统，毫无规矩，行为放荡，言语粗鄙。你的身体还没好利索，尤其是身上的伤口，万万不能再沾水了。你好好歇着，我先出去了。你要去哪儿？燕卫池头都不回，只是挥挥手，赚钱养家。话音未落，人已经开门离去了。什么？赚钱养家？本太子还用得着他赚银子？安国公那条老狐狸不是容易对付的。既然我不能由明转暗，那就继续跟他斗法便是。飞燕，你留下来帮我。天硕，你还是努力找晴儿的下落。上官熙口中的晴儿不是旁人，正是那10几年前就已经不见的上官晴。虽然大家都认为上官晴一定死了，毕竟一个刚满月的孩子掉进了冰冷的河道里，几乎不可能生还。但是没有见到上官晴的尸体，上官熙的心里还是存着一丝希望的。当年的事儿，若不是因为他，也许一切就不会发生。上官熙面露哀伤，显然又陷入了自责。于飞檐和叶天书对视了一眼，二人都不知道要如何安慰。燕卫之那丫头应该快回来了，她10有8九会去找我先回院子等她。天书，你也赶紧回你的红酒楼去。叶天书没有拒绝，叮嘱上官熙好好养伤之后，就离开了太子府。他前脚刚走，后脚燕卫池就带着1马车的物资回来了。他先是吩咐伙计把东西安置好，而后拿着银票来到了于飞檐的院子。于世子，于世子你在吗？于飞檐急忙打开房门，故作困倦地打了个哈欠。是小嫂嫂啊？怎么了？开饭了？于飞檐抬头看天色，一副好吃懒做的模样。燕卫池也不介意，直接进入房间，从怀中掏出1万两白银的银票，啪拍到于飞檐的面前。那这里是1万两，我估摸着应该够修缮太子府了。要是不够，你就先修缮一些常用的地方。这京城我实在不熟，这事儿只能委托你了。你哪来的这么多银子？街头卖艺。卖艺？于飞檐就瞪着眼看着他胡扯。燕卫池想了想，他怎么不算卖艺啊？那不是忽悠人也是一种才艺吗？一般人至少没他这么好的演技吧？对，就是卖艺。哦，对了，我去钱庄打听过了，这些银票都是通用的，不会存在被停用的风险，你放心揣着。这丫头还想得挺周到。我说自己银票被停用了，她就记得去查一下这些银票会不会被停用。其实我都是胡扯呀。想到这儿，于飞檐笑呵呵的点头。行了，交给我吧，一定收拾妥当。那就多谢了。燕卫池说完，转身离去。于飞檐看着面前这1万两的银票，又想了想今日燕卫池的收获，他真觉得好笑。小丫头还藏了私房钱，难道说你还想跑不成？于飞檐猜的没有错，燕卫池确实是在替自己做打算，但是他不会傻乎乎现在就跑。你要知道这是古代啊，在古代世界，一个女人独立支撑门户有多困难，不用想都知道的。所以燕卫池打算乖乖地留在上官熙的身边，除非上官熙彻底失败了，那他才会给自己找后路，否则当太子妃不香吗？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儿需要上官熙帮忙。燕卫池笑眯眯地回到上官熙的院子，从今儿个买的一堆东西里挑出一些拿到小厨房去。半个时辰之后，一碗浓黑的汤药被他端到了上官熙的面前。哟，你醒了。燕卫池进入房间的时候，看到上官熙坐在书桌边，像在写什么。见到来人，上官熙放下笔，毫无规矩，进门为何不敲门？其实他已经听见燕卫池的脚步声了，但就是想训他2句。燕卫池白他一眼，我怎么知道你醒了呀？再说了，你全身上下我什么没见过，你有什么可怕的？上官熙被他说的又忍不住红了脸，许是他本来皮肤白皙，一副病娇的模样，所以那脸红就显得特别明显。燕卫池歪着头看他，还是忍不住心中感慨，长得真好看，这要是放在我那个世界，那不得是9亿少女的梦想啊。看什么看？上官熙不喜欢燕卫池那种就色眯眯的目光。
到时辰了，喝药。上官熙厌恶地别开脸，他不要喝。然而燕卫驰却绕到他另一边，摊开手心示意他看。上官熙看到燕卫驰那柔弱无骨的小手里躺着几颗白白胖胖的莲子糖，上官熙疑惑地看向燕卫驰，吃了糖就不怕苦了？姑不是小孩子。废什么话呢？燕卫驰捏住上官熙的脸颊，直接塞了一颗莲子糖在他嘴里。上官熙愣在原地，不是，好歹他也是一国太子啊，在边城那是三军主帅，何尝有人敢如此放肆？就在上官熙发愣的时候，燕卫驰将那碗药端起来递到他面前，快喝，趁热喝，喝完再给你吃糖。上官熙眉头紧锁，明明应该生气，可是口中香甜软糯的滋味却四下散开，居然让他发不出火来。这种软软甜甜的感觉让他不自觉地想到昨晚看到的画面，那个燕卫驰一丝不挂的画面，那个莹润丰满可爱诱人的画面。血液开始向上下两头涌动，吓得上官熙赶紧端起药碗一饮而尽，他需要喝点药冷静冷静。一旁的燕卫驰见状愣了愣，喝得这么痛快，原来你喜欢吃糖啊，早说呀，改天再给你买点。说到这儿，燕卫驰把怀中一整包莲子糖拿出来放在上官熙的面前，那这些都给你，不过一会儿就要吃饭了，你可不能贪嘴哦。燕卫驰拿着空药碗欢快地离去，一直到燕卫驰离开房间，紧绷的上官熙才彻底松了口气。他低头看向自己的长裤，忍不住懊恼地捏了捏眉心。哎呦，他这是怎么了？过去20几年从未这般失态过。军中也有将士侠妓，可他根本就不感兴趣，怎么会对一个疯丫头总是想入非非呢？好呀，要了命了！上官熙催动了一下体内真气，总算是将那不该了下去。上官熙无奈地摇头。师父教我千秋血来压制寒骨之毒，我却用来压制内心妄念。若是让师父知道了，非要打折我的腿不可。张嬷嬷可真有本事啊，烧的一手好菜啊！那是，张嬷嬷可是本世子的奶嬷嬷，洗衣做饭、针织女工，无一不通，无一不精。燕卫驰撇撇嘴，心中腹诽。所以就把你这大少爷养得跟废物似的，没了银子还得来太子府蹭饭。于飞檐看向上官熙，询问道：“大师兄，你身体好些了吗？”虽然嘴上不想承认，可是上官熙依旧不得不点点头，因为他发现燕卫驰那2碗苦药还真是利于病啊。不用担心，一点风寒而已，有我在还治不好他。哎，说来我有些好奇了，你是从何处学的医术？师承何门何派何许人也啊？于飞檐在打探燕卫驰的底细，燕卫驰像是早有所料，一边不紧不慢地吃着，一边敷衍地回应着：“我啊，自学成才。”自学？是啊，我打小住在城外平阴侯的庄子上，那庄把头瞧不上我，让我住在猪圈里。那我闲来没事就学点有用的东西嘛。咋，跟猪学的？这你就不懂了。这猪是杂食性动物，跟人的结构差不多。这小猪会生病，我就学会了治病；母猪会生崽，我就学会了接生；老猪会翘辫子，那我就学会了验尸嘛。猪不会教我，可我会用猪练手啊。这凡事不就是一个熟能生巧吗？嘿嘿。哎呦，还嘿嘿！于飞檐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了，他瞥向一旁冷若冰霜的上官熙，忍不住问：“所以你是拿我师兄当猪在治啊？”哎呦，别计较细节。啪的一声，上官熙把筷子拍在桌上。食不言，寝不语。于飞檐急忙端起碗，哗啦哗啦哗啦扒饭。燕卫驰看了一眼凶巴巴的上官熙，又看了看紧张兮兮的于飞檐，忍不住摇头叹息。好端端一个美男，总是绷着个脸，真是暴殄天物啊！上官熙听到燕卫驰叹气，又转头看他：“燕卫驰，不要以为你胡诌八扯，本太子就会相信你。你的事情，本太子自然会派人去查，但凡有所出入，本太子必扒你一层皮。”上官熙说完之后起身离去，看样子都不想多看燕卫驰一眼。于飞檐见状连忙安抚：“小嫂嫂，你别介意，我师兄那人吧，就那样，外冷内热，这跟他修炼的内功心法也有关系。”燕卫驰可不懂什么内功心法，不过他认同外冷内热这句话。他看着上官熙笔挺伟岸的背影，喃喃念叨着：“没错没错，再冰冷的男人，职场也是温暖的。”何意？于飞檐一脸的茫然。燕卫驰回过神，发现自己又色心大起，他眉眼弯弯的一笑：“没什么呀，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休息了，跑了一天快累死我了。”废，都是废人呢？人在哪里？殿下息怒，殿下息怒啊！手下人还在街上打探呢，
不过那人实在狡猾，竟然知道男扮女装逃走，他最后的踪迹就留在当铺了。一群蠢货，找不到踪迹，你还不能去查他当了什么东西吗？知道当了什么东西，不就能顺藤摸瓜了吗？这还要我来教你？是，还是二殿下英明睿智，奴才这就派人追查。滚！紧接着，四皇子上官爵背着手，咯咯笑着走进来。哟，让我瞧瞧，是谁惹二哥发这么大火气？这天都黑了，你怎么来了？怎么，二哥不欢迎我？我可是来给你送好东西的。少卖关子，什么东西？喏，此物名唤醉生梦死，又是一些助兴的东西。我说你一天天的，能不能不要总是在女人裙子底下转？哎，你别着急训我嘛，你听我说完呀。我听说太子死番回京，单枪匹马一个人都没带。如今太子府百废待兴，父皇一定会给他拨一批下人，而选人这件事儿，肯定是落在皇后娘娘手上。你什么意思？外面都在传太子是个废物，不能人道，我倒是不怎么相信，所以想给他送点好料，试试他是不是真的不能人道。无聊。哎，二哥，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没耐心啊！这醉生梦死涂在女子身上，就算是得道高人都得动凡心。可是他也有个缺点，那就是令人毫无节制。上官爵虽然在笑，可是眼里却分明迸发出杀意。这一下，上官离明白了。你是所说，此物可以让上官熙马上疯？什么叫马上疯呢？就是脱阳而死。没错，正是如此。我倒要看看，当朝太子死在床子之间，父皇还会不会对他念念不忘了？还真是个好东西，我这就进宫见母后。哎，二哥，这都什么时辰了？明日再说吧。哎，来，咱兄弟俩喝两杯。次日一早，刚下朝，上官离就迫不及待来到皇后的宫里，正好看到安国公也在此处。舅舅也在这儿，这么早是有什么事吗？二殿下也这么早啊？看来我们舅甥二人应该想的是同一件事。哦，舅舅是想往太子府上安插自己人？没错，那个燕卫池说上官熙不能人道，可未经证实，我的心里总是不踏实，所以决定送几个美人给他。若是他依旧雄风不倒，那美人可以是暗装，也可以是刺客。若是他真的不能人道，那他便也不足为惧，老夫就带领群臣劝谏陛下更换太子。那对吧？一个不能人道的男子，又怎么能做当朝太子呢？不孝有三呐，无后为大呀。舅舅想的果然周到，只是我还是想让他死。舅舅何尝不想让他死啊？把太子的位置给你腾出来。可你也知道，你父皇对他的感情不一般呢。提到这件事儿，皇后娘娘忍不住拍桌子。那个贱人都死了这么多年了，陛下还对她念念不忘，不就是因为她是圣一族的圣女吗？说什么得圣女者得天下，她跟在陛下身边快10年，也没见四国双城都过顺我大礼啊。要我看，这不过就是个噱头。当年那先皇后以此噱头糊弄陛下，娶她一个乡野村妇为妻。后来陛下又以此为噱头，一次次保住太子的性命。这一次太子的死刑都已经板上钉钉了，陛下还非要送一个人进去给他留种，没想到送进去一个麻烦。大哥，那个死丫头厉害得很，她真是平邑侯的庶女吗？没错，确实是她。不过她的出身也不简单呢。不简单？有何不简单？她的母亲叫岳从容，舅舅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归德将军岳从刚。岳从刚就是后来大破北英国数座主城，被父皇册封为定北侯的岳从刚。没错，就是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猛将啊！安国公的语气里不乏欣赏之意。本宫记得岳家是罪臣，被满门抄斩了。就算外家的女儿不受株连，可燕卫池也是罪臣之后，这种出身有什么不简单的？皇后娘娘，罪臣只是一个身份，血脉才是一个家族的传承。岳家人都能征善战，当年的岳从刚能在千军万马之中直取敌将人头，这般胆识，这般心智，这般武艺，那都非常人所能比拟的。这燕卫池有一半岳家血脉，自然比其他娇娇小姐多出几分血性，不然他怎么敢跟老夫对着干？看到伏虎刀都浑然不怕。哼，一个睡猪圈的贱丫头罢了，不必理会。眼下试试那上官熙到底能不能人道，才是要紧事。说到这，皇后看向上官离，嘉荣，这件事就交给你和舅舅去操办了，母后就不掺和了。是，母后。太子府，燕卫池那乌漆麻黑苦得要人命的汤药已经被上官熙喝了第3碗了，
3碗药下去，今日的上官溪感觉自己身体真的好得七七八八了。他微微回这么一运气，发现体力和内力都在恢复当中。上官溪自言自语：医术不凡，怎么可能是自学成才？燕未迟，你嘴里没一句真话。大师兄，张嬷嬷说你找我。于飞言笑呵呵地从外头走进来。既然我们第一个计划失败了，那只能顺势而为了。大师兄的意思是留在京城做太子？没错，不过不能虚有其名。我需要在京城中站住脚，就得想办法进入6部，把这封信送去军中，传青州、崇山和秦香如进京。大师兄，这青州和崇山都好办，这都是你的贴身隐卫，他们自然会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可秦香如他只是一个江湖游医啊。当年他与顾打赌输了，立下誓约，要在孤军中为军医3年，至今才过去2年而已，还差1年。如今既然决定留在京城争权，那么孤的战场就在京城，他身为军医，自当随行。没错，有个信得过的大夫在身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就去传信。派去平邑侯庄子上的人回来了吗？上官溪对燕未迟的事儿也很关注。还没有，那庄子距离不近呢。上官溪点点头。启禀太子殿下，2殿下带了一批下人来到太子府，说是陛下赏赐给您的。奸细来了，说不定还有刺客。师兄，我帮你退了他们。没用的，退1次还有第2次，若是强行拒绝，定然会被安国公扣上抗旨不尊的帽子。也罢，让他们进来吧。那老奴带他们进来给殿下看看。不必，本太子没空理会他们，带他们去给太子妃看看。这燕未迟不是一门心思要做他太子妃吗？既然是太子妃，那自然是要持家有道啊。上官溪想看看燕未迟有没有这个本事应对这些飞禽走兽。张嬷嬷连忙领命离去，而于飞言也兴致勃勃跟了出去。等等，你去做什么？看戏啊，师兄。那燕未迟的戏从来就没有让人失望过，我要看看他怎么安排这些牛鬼蛇神。于飞言一脸的跃跃欲试，那兴奋的模样让上官溪也忍不住产生了好奇。那丫头到底有什么本事，竟引得我这2个师弟都对她另眼相看？我也想去看看了。再说这燕未迟一觉醒过来，才知道上官溪从这个院子里搬走了。这里名唤若出院，留给他住。太子呢，就搬到更里头的双寒院，毗邻他的书房。呵，燕未迟翻了个大白眼儿，没好气的嘟囔：贤妻之意还真的是不言而喻啊！亏本小姐还把正房给他收拾出来，小没良心的。这时张嬷嬷笑呵呵的从院子外头进来。娘娘您起身了呀，真是太好了。开饭了回娘娘话，这早膳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午膳呢还在准备着。娘娘若是饿了，等一下老奴去给您做些小点心吧。原来是他贪睡，错过饭点了。燕未迟乃然一笑。无妨，午饭一起吃吧。我先去看看那神憎鬼厌的太子殿下身体好了没。神憎鬼厌？张嬷嬷嘴角抽了抽，她可不敢接这话，她急忙岔开话题。娘娘放心，太子殿下正在书房跟世子爷叙话呢，他吩咐老奴来找娘娘，去看看宫里赏赐的下人。宫里赏赐的？没错，是2殿下亲自送来的，好多人呢。现在还在外院等着呢。为什么要我去看？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啊。您是太子妃呢，是太子府的当家主母呀。行吧，那就去看看吧。燕未迟来到外院时，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燕未迟疑惑地看向张嬷嬷，张嬷嬷也是一脸的茫然。许是2殿下等的不耐烦了，所以离去了。走得更好，他带来的能有什么好人啊？太子殿下搬去哪个院子了？我去瞧瞧他的病情。张嬷嬷正要回应，忽然远处传来于飞言的斥骂声：上官离，你不要太过分了。哼，过分？本王来看看自己的好大哥，哪里过分了？上官离话音刚落，一脚就踹翻了书房里的圈椅。于飞言愤怒的想阻拦，却被上官溪拉住了手臂。师兄，你……于飞言咽不下这口气呀，可是上官溪却只是对他摇了摇头。上官离见状，勾唇冷笑：真没想到，如此破败的太子府，竟然还有这么一间规整的书房。看来我勤勉好学的好皇兄，真是走到哪儿都笔耕不辍啊！来人呐，给我砸！上官离的侍卫立刻冲上前去，毫不留情将书房是一番大砸。于飞言护着上官溪站在角落，只能任由他们放肆。
住手！就在这时，一声女子的高喝从院子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就见那燕卫迟怒气冲冲走了进来。这丫头原来长成这个模样，那日从牢里出来，蓬头垢面，也看不出个容貌。如今洗干净了，倒是真的有些倾城之姿。都说那燕青书是京城第一美人，我看这燕卫迟倒也不差，难怪上官熙对她另眼相看了。上官离舔了一下嘴角，一脸狞笑的开口：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威风八面的太子妃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狗仗人势的二殿下呀！放肆！你说什么？放肆？再放肆还能有你放肆吗？这里是太子府，你进门不给皇兄皇嫂请安便罢了，竟然还敢随意打杂。上官离，你是从小到大没吃过亏吗？你燕卫迟，竟敢对本殿下直呼其名！哼，多新鲜啊！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吗？我还是你长辈呢，你不也连名带姓的叫我？你还敢以长辈自居？燕卫迟，你疯了吧？长嫂如母，你没听说过吗？有空多看看书吧，省得出门丢人现眼。哎呀，上官离何曾尝试过被人这般数落，整个人是怒火冲天，是压都压不下去。今日不打你，你都不知道这京城到底谁说的算。话音未落，他已经向着燕卫迟的脸就抽了下去。一旁的于飞檐瞪大了眼睛，上官熙也皱紧了眉，眼瞅着那个嘴巴子就要呼在燕卫迟脸上，可谁知燕卫迟非但不畏惧，反倒是上前一步，大喝一声：你打！你敢碰我一根指头，我立刻喊非礼！堂堂嫡出的二皇子，竟然公然觊觎长嫂美貌，行侮辱之事！我看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满朝文武，去见大理百姓！这话一出，众人眼睛瞪得更大了，上官离一脸的难以置信。你胡说！是啊，我是胡说，可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你猜猜，众人是愿意听你的真话，还是愿意听我口中香艳无比的绯闻啊？那对呗，这还用问吗？自古以来，这种花边新闻那是最受欢迎的。上官离愤愤地收回手。燕卫迟，你可真是不知羞耻！你可知这番话传出去，你自己也名声扫地。勾引小叔，你就不怕进猪笼？笑话，名声在外，有好有坏。以前是以前，现在是变态。我燕卫迟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名声扫地？一句话说的于飞檐险些笑出声来。然而这才到哪儿啊？燕卫迟还没说完呢。说我勾引小叔，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哪点值得我勾引？是你这可憎的面目，还是你无耻的品行啊？你放肆！上官离被气得语塞呀，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牙尖嘴利的女人呐！滚！立刻从太子府滚出去，否则我现在就去接上海。燕卫迟话音落下，忽然伸手扯自己裙带。哎呀妈呀，这下别说上官离了，就连于飞檐和上官熙都愣住了。于飞檐一句小嫂嫂还没叫出口，那上官离竟是退怯了。走，燕卫迟，你给我等着！你不怕死，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哼，等你做到再说，做不到就少放屁。哼！上官离拂袖而去。你们两个大男人为什么不反抗啊？于飞檐尴尬地咧开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他回头看了一眼上官熙，显然是自己解释不清楚。上官熙没有理会燕卫迟，而是默默地将散落在地上的笔墨纸砚一个个地捡起来。于飞檐和张嬷嬷见状，连忙也帮着收拾。上官熙，你不是很厉害吗？你对我不是挺凶的吗？为什么别人都骑到你脸上欺负你了，连个屁都不放啊？你身份贵重，武功高强，手握重兵，你怕他什么？上官熙平静地看向燕卫迟，许久之后淡淡道：我怕父皇为难。一句话说的燕卫迟愣在原地。上官熙抽回自己的手，继续收拾残局。从小到大，以上官离为首的那些皇子都没少欺负师兄，可他们从来不会受到责罚，尤其是上官离，他有皇后和安国公给他撑腰，就算师兄去找陛下说理，陛下也只能安抚劝慰，根本做不到公道二字。飞檐，住口！上官熙阻拦于飞檐继续说下去，但是燕卫迟明白了，这康武帝自己都被大臣压制着，他又如何能给上官熙一个公道呢？而上官熙也不是没有反抗过，他也曾反抗过，可是孤立无援，根本就没用，久而久之也就放弃了。我燕卫迟这辈子什么都吃得下，就是不吃亏；我什么都受得了，就是不受气。话音落下，燕卫迟便向着门外走。哎，小嫂嫂，你要干嘛去啊？你可别真去大街上坏自己的名声啊！燕卫迟不予理会，快速离开。于飞檐转头看向上官熙：师兄，咱们得去看看，他可不像闹着玩的。
有掀起风浪的本事，就得有平息风波的能力。哎呀，你不去，那我去看看，可别真闹出什么乱子来。说完，于飞檐紧张地追了出去，而上官熙则是若有所思，看着二人消失的方向，脑海中回想起刚才燕卫池的最后一句：我燕卫池这辈子什么都吃得下，就是不吃亏；我什么都受得了，就是不受气。奇怪，他为何会这样说？他分明已经吃亏受气了16载，不是吗？是啊，燕卫池在猪圈睡了16年呢，什么亏没吃饱啊，什么气没受够啊，这怎么眼下会有这般的情绪和态度？这里交给嬷嬷了。是，殿下您去休息吧。小嫂嫂，你这是要去哪儿？不去哪儿啊，随便逛逛。你不会去找二殿下麻烦吧？不会啊，我有什么本事找人家麻烦？哎，你刚刚可不是这样说的，你说从来不吃亏，从来不受气的。啊，这变化也太快了吧！于飞檐有些看不懂，燕卫直瞥他一眼，吃亏受气的又不是我，是你那位好师兄，皇上都不起，我一个太监跟着瞎操什么心？嘘，不可乱说，不可乱说，这话让旁人听去，还当我师兄要师父夺位呢。切，燕卫直翻个白眼儿，感觉自己在对牛弹琴。小嫂嫂，你真的决定就这么算了？他怎么有点不信呢？毕竟刚才燕卫直那是信誓旦旦。燕卫直不搭理他，在路边买了一袋糖炒栗子，嘎嘣嘎嘣炫起来。不是，这于飞檐真是摸不透燕卫直的心思啊！他就这么亦步亦趋的跟着，发现燕卫直还真没有去二皇子府的打算，就只是在街上随便买东西，然后都让他提着，很好嘛，好好一世子爷成小跟班了。一直到傍晚时分，燕卫直终于逛够了，满载而归，回到了太子府。于飞檐把这些东西给他送回去之后，又捂着肚子步履蹒跚到了正厅。这时张嬷嬷正在往饭桌上端菜。哎呦，这于飞檐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见状哀哀的嚎叫：哎，快给我点吃的，我真是要饿死啊！上官熙端坐于前，看着于飞檐不等菜上齐，就开始嗷嗷大口炫。他忍不住问：你们出去一整日，什么都没吃？哎呀，不对，逛了一整日的是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吃的只有我自己，他的嘴可没悬着。糖炒栗子、八宝甜糕、糯米红枣团、琥珀核桃仁，一路上嘴都没闲着。你看看，他这不是回自己院子，晚饭都不吃了吗？都是甜食。对啊，小姑娘家的就喜欢吃一下零嘴。那也不能不吃饭。张嬷嬷，你……这话到嘴边，上官熙停住了。他发现自己居然会关心燕卫池的身体，这可不像他呀。他今日出门，真的就只是买东西，旁的什么也没做。于飞檐点点头，把自己能记住的对话都告诉了上官熙。上官熙听完之后，非但没有放下心来，反倒是愈发的担忧。是夜3更，上官熙辗转难眠。他想了想，来到了若出院，想看看燕卫池的情况。但是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已经3更了，燕卫池却没有休息，房间里灯火通明。他在写什么？上官熙满目狐疑，却因为角度和距离，他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内容。索性燕卫池写了片刻，伸着懒腰离开了。他拿起换洗的衣服，转身去了耳房，看样子打算沐浴睡觉了。上官熙见状，轻轻推门，走入了燕卫池的房间。上官熙来到桌前，拿起燕卫池写画画的纸，一张纸上满满都是文字。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何况伤神又费力。不入流的打油诗，气势还有些朗朗上口。看来今日老二是真的把他气着了。可是好巧不巧，一回头居然撞见燕卫池从耳房里出来。燕卫池抱住自己，下意识惊呼：你怎么在这儿？上官熙也尴尬呀，主要是燕卫池那个表情就像看到色狼一样。上官熙微微皱眉，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儿，索性把心一横，冷声道：姑不该在这儿吗？你说呢？这是我房间。这里是太子府，姑是太子，你是太子妃，夫妻同寝，有何不对？这不是燕卫池被说的有些还不上嘴，可这家伙不是躲着他吗？燕卫池表情纠结，想开口赶人走，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上官熙有些玩味地打量他，他发现这个燕卫池好像是个纸老虎，他好像只对不能动的男人特别感兴趣。想到这儿，上官熙一挑眉，径自走到床榻边，他双臂横展，开口道：宽衣。傻呀！燕卫池瞪大眼看着他，以为自己听错了。这家伙要在这留宿，还要我伺候宽衣，是这个意思吗？上官熙，你没事吧？姑说宽衣。你让我给你宽衣？不然呢？姑可没有穿衣睡觉的习惯。你要睡这儿？有何不妥？当然不妥。
燕卫池一边拉开彼此的距离，一边说：“上官熙，你搞清楚啊，我们之间只是互相帮助，还没有熟悉到可以睡到一起的程度。”哦，是吗？你脱本太子衣服的时候，为何不这般说？那能一样吗？上不必天地，下不必大夫，我那是为了救你。总之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对你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你也不许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许久之后，上官熙忽然阔步离去，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这是生气了吗？可我也没做错什么呀，一没拜堂，二没成亲，三也没有感情交流，上来就滚床单，这谁受得了啊？而且他一脸嫌弃，好像他吃了多大亏一样。燕卫池没好气的白了一眼门口的方向，同样困惑的还有回到自己院子里的上官熙。他看着桌面上一封封密函，却是怎么都看不进去，脑海中不停闪现一个问题：是他非要做太子妃的，是他总是对姑手脚不老实的，眼下姑愿意成全他，他怎么还如此抗拒？这女人到底想要什么？不是荣华富贵吗？刚想到这儿，上官熙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他下意识捂住胸口，手掌表面却泛起一层冰霜，寒骨之毒又发作了。上官熙一边提气运功，一边心中暗道：毒发的时间越来越频繁，难道真如师父所言，没有9阳金尊，我就活不过25岁吗？启禀太子殿下，宫里又来人了。昨日上官离来送下人没送成，看来皇后娘娘不死心，今日又来了。天叔，你先回去。飞燕，你随我去看看吧。二人点头应下。上官熙来到前院时，正好听到乔公公在念叨名单：一等丫鬟4人，二等丫鬟16人，三等丫鬟若干，一等侍卫8人，二等侍卫12人，护院长工若干。哦呦，洋洋洒洒，拉拉杂杂，夯不啷腾，居然有近100人。虽然相对于一个皇子的府邸来说，这样的配置并不算太多，可是这样的人数却给了上官熙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人越多，那奸细和刺客就会越多呀，好坏掺杂难辨中间嘛。上官熙走出来：多谢父皇，皇后娘娘赏赐。老奴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皇后娘娘说了，这些丫头啊，您先用着，要是不喜欢，来日再帮您挑新的。乔公公暧昧的笑容让上官熙明白，送来的那些丫鬟看来不仅仅是下人，而是要做他通房的。让我看看有多少丫头啊？燕卫池的声音忽然响起，吸引众人的注意力。只见燕卫池一边啃着苹果，一边阔步走来，那一脸的不屑，带着一身来者不善的气息。上官熙见状，不知怎么心情居然有些好。老奴参见太子妃娘娘。不必多礼，你们来的正好，我这太子府要修缮，正缺人手呢。你们呢，都听张管家指挥，拔草修园，扛砖砌瓦，把这些粗活都干了。工期嘛，10日好了。事情做好了，到时候本太子妃有赏。啊！一众下人面面相觑，都觉得自己好像听错了。那些长工也就罢了，一等丫鬟和侍卫怎么能做粗活呢？那4个年轻貌美的丫鬟对视一眼，随后其中一人上前半步，缓缓行礼：奴婢舒克，参见太子妃娘娘。你有话要说？是，回娘娘话，奴婢姐妹4人是皇后娘娘亲自选拔出来，在内院侍奉太子殿下的，实在不会做什么粗活。不会就学啊，你也不是一出生就会说话的吧？现在不是也叭叭叭说的挺利索的吗？舒克微微一怔，眉头紧锁，面露不悦。太子妃娘娘这是何意？我们是皇后选出来侍奉太子殿下的，太子妃将我们赶去干粗活，是不给皇后娘娘面子吗？住口！哟，听你这话头，你们都是皇后的人了？那是自然。进了我太子府，那就是我太子府的人。觉得自己是皇后的人，那你就滚回后宫去。你们也是，太子府不养闲人，更不养心有二主之人。要么乖乖听话，咱们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谁敢跟我耍心机动心思，我有的是手段，让你们有苦难言。太子妃，你未免太善妒了吧？太子身边岂能只有你一人伺候？燕卫池走向川红，川红略显紧张的眼神乱飘，不敢与之对视。然而燕卫池没说话，却忽然抬起了手，毫不犹豫给他个屁脸呼，一声脆响，竟是将这川红打翻在地。众人愕然地看着燕卫池，满脸的难以置信。这好歹是皇后亲自选的人呢，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燕卫池却是看着满脸泪痕的川红，冷冷道：我不仅善妒，我还擅长打人，打腻歪了，我还擅长杀人。
杀够了，我还擅长让人生不如死。你大可以继续挑衅我的底线，看看我能不能让你后悔莫及。奴婢可是皇后娘娘的人，你这般欺辱奴婢，就不怕皇后娘娘责罚吗？笑话，就算我不欺辱你，皇后娘娘也不会放过我。既然我注定不能痛快了，那我为什么要让你痛快？放心，在皇后娘娘弄死我之前，我一定先弄死你。说到这儿，燕未迟看向张管家，开口道：“张管家，今日就让他去刷茅房，把里面的污秽之物都掏干净了，将茅房重新建造。明天这个时辰我要去看，但凡有一点破旧脏污，就让他给我舔干净。”川红瞪大眼睛看向燕未迟，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在后宫是皇后的近侍，什么时候做过粗活？现在要干什么啊？让他洗茅房？不，我不去。不去可以啊，立刻从太子府滚出去，永远不得再进我太子府的大门。说到这儿，燕未迟看向其他下人，你们也是，不服从命令就立刻滚蛋。大家纷纷看向乔公公，乔公公却只是皱着眉撇撇嘴，他的任务就是把人送过来，务必让太子府留下，那至于其他的他可管不了。乔公公向上官熙和燕未迟行礼之后，就带着自己人走了，剩下的众人就只能留下了。有了燕未迟的下马威，大家显然老实多了，都乖乖地跟着张管家去协助工匠们修缮太子府。启禀太子殿下，太子妃她出门了。张管家面色带着担忧，显然有些担心。上官熙微微蹙眉，抬头看看天色，虽然只是傍晚，可是眼下一副大雨将至的模样，不光天色黑透了，那远处还电闪雷鸣。这个时候他出去干什么呀？可有说去往何处？不曾说。电闪雷鸣的愈发厉害了。于飞檐见状，开口道：“这也太危险了，师兄，我去看看吧。”不必，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放在他身上，把这封信交给天书，他知道该怎么做。上官熙拿出一封信递给于飞檐，而后转身回到桌前继续忙碌。于飞檐也觉得正事要紧，就没有再去想燕未迟。然而上官熙嘴上说不理会，可是重新坐下之后，却已经静不下心继续谋划了。他转头看了看燕未迟之前塞给他的那包莲子糖，又看了看外面阴郁的天空，终究是没有忍住，换了一身夜行衣，悄悄离开了太子府。他倒要看看那个女人鬼鬼祟祟到底干什么去了。京城大呀，想找一个不知踪迹的人可不是什么易事，但是你想找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上官熙刚刚来到玄武大街上，就听到一对母子在对话：“娘亲，我也要纸鸢，我也要纸鸢。”小男孩纠缠着母亲要东西，那母亲拉着他的手，一边快步走，一边开口道：“乖，别闹，快下雨了，不能玩纸鸢。明日天晴了，娘亲再给你买。”那刚刚那个姐姐为什么可以玩？她大概是个傻子吧。好了，别闹了，快回家。这场雨一看就是个傻子。上官熙微微挑眉，竟是觉得这个形容和燕未迟很配。他顺着那母子走来的方向逆向寻找过去，果不其然，没走多久就看到空中飞着一个方形的纸鸢，纯白的颜色毫无美感。眼下狂风阵阵，所以纸鸢飞得非常的高。这丫头干嘛呢？如此恶劣的天气，竟出来玩纸鸢。上官熙有些看不懂他的行为，但是却看懂了燕未迟的行动轨迹。你看他一步步走的方向，不正是二皇子上官离的府邸吗？上官熙脸色一凛，虽然他猜不透燕未迟的心思，但是他总觉得燕未迟不想要干什么好事儿。上官熙耐着性子继续跟着他，发现他悄悄绕到二皇子府邸的后巷，来到一棵大树边，然后将他那纸鸢的线轴别在腰间，手脚并用开始爬树。虽然动作不算灵活，但是不难看出，他对这棵树很熟悉，居然是3两下就歘到了树干中间。这丫头到底要干嘛？此时此刻，不仅仅上官熙觉得疑惑，还有一个神秘的紫衣男子，他也觉得疑惑。那男的正躺树上睡觉呢，睡的就是燕未迟爬的这棵树，只是树冠很大，遮住了他的身形，所以无论是近处的燕未迟，还是远处的上官熙，都没发现他的存在。他垂眸看向下面的燕未迟，好奇的挑挑眉，心道一声：“咦，好生奇怪的小丫头啊，怎么爬到树上来放纸鸢？”然后还有更奇怪的事在等着他们呢。只见燕未迟站稳之后，扯了一下线轴，确认纸鸢还好好的飞着，然后他手心这么一翻，咻，一个弹弓出现在掌心。暗处的上官熙距离较远，当然看不出燕未迟的动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掏出的东西。但是头顶上那个紫衣男子看得真切呀，他分明见到燕未迟是无中生有。这一下那男的来兴趣了，侧过身专注地盯着燕未迟，
只见燕卫池拿出弹弓之后，又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个有婴儿拳头大小的软球，那软球看起来像是用羊肚做的。他将这软球放在弹弓上，然后瞄准上官离的府邸。暗处的上官熙嘴角直抽抽，喃喃自语：这又是要干嘛？他莫不是想用弹弓砸上官离的窗户？真是无聊至极。上官熙显然是猜错了，只见燕卫池将那一个个软球射在了上官离府邸的屋顶上，而且他非常会掐算时机啊，看到闪电才射出一颗球，球落在屋顶上的时候正好打雷，轰嘛了一得哟，巨响声遮盖了软球落下的砰砰声，而软球落在屋顶，啪嚓一下，瞬间摔碎，流出一些看不清颜色的液体。他到底在干嘛？上官熙和紫衣男子有些想不通，俩人默默地观察着燕卫池的一举一动。眼看燕卫池将所有的球都射出去之后，他掏出一把小刀，将纸鸢的线切断了，然后他又将断线的尾端绑住一块小石头，又将那小石头用弹弓，嘣，也射上了上官离的屋顶。咔嚓一声之后，小石头带着纸鸢线落在了屋顶上，纸鸢扯着长线在那空中飞舞，飞不走也落不下，几乎就被固定在上官离的屋顶上。燕卫池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确认无误之后，手脚并用地爬下来。这就完了？他在干什么？就在上官熙和紫衣男子完全看不懂眼前这一幕的时候，空中电闪雷鸣愈发的厉害。燕卫池一路小跑，冲到二皇子府邸对面的暗巷中，抬头望着那纸鸢。既然他没走，那上官熙和紫衣男子也是不打算走的。三个人各自猫在暗处，就盯着空中那纸鸢。不多时，空中被一道紫白相间的闪电劈成两半，一瞬间巨大的光亮照得京城是黑夜如白昼啊！暗处的燕卫池激动的双手攥在一起，伸长脖子望着自己的纸鸢。只见那道闪电竟是不偏不倚，就劈在纸鸢上，滋啦啦的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呐，就顺着纸鸢的线噼里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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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劈向上官离的屋顶，咔嚓一声巨响，哦呦，那整个屋顶给它掀喽！哎，我跟你讲，这还不是最终的效果哦。只见那屋顶轰的一下燃起熊熊烈火，场面壮观啊，不是骇人呐！天哪，快来人呐！房子被雷劈了！来人呐，来人呐！着火了，着火了！快去通知殿下，快救火呀！二皇子的府邸瞬间乱成一锅粥了。一旁的燕卫池啪打了个响指，笑眯眯地说道：“成了，天降正义，这样上官熙就不怕老皇帝为难了吧？”暗处的上官熙听到这一句自言自语，不知怎的，居然心头一阵悸动。原来他大费周章，还是要为国出这口恶气。原来他这几日的忙碌，都是在设计引雷劈上官离的屋顶。原来他竟是如此将顾的话放在心里。上官熙微微皱眉，也不知道要怎么描述心中的感觉。眼瞅着燕卫池欢天喜地、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的离开，上官熙勾了勾嘴角，竟是忍不住浅浅一笑。夫妻俩离开之后，刚才树上那紫衣男子也从树上飞身而下，可是他点儿背呀，那好死不死让二皇子府救火的人瞧见了。是你放火？紫衣男子弹了弹头上的土，没好气儿道：“哎呀，我看是你放屁才对，小爷我又不是雷公电母，哪来的本事劈你家屋顶啊？”紫衣男子不搭理他，脚尖一点，咻，飞身离去，一边走一边不忘嘟囔：“哼，好厉害的丫头，桐油消食银线，竟是会如此巧妙的纵火方式。小爷我倒要看看你是何许人也。”太子府，燕卫池走到太子府的门口，空中落下大雨点。燕卫池抬头望天，嗤笑一声：“下得太迟了，那场火少说也得烧掉他一整个偏院吧。”燕卫池很满意呀，上官离砸他一个书房，他就烧上官离一个院子，礼尚往来吗？燕卫池欢欢喜喜回到自己的房间，一推门，就见上官熙坐在书桌前。燕卫池愣在原地。太子殿下。上官熙放下手里的图纸，抬头望向有些局促的他，语气平淡地询问：“去哪了？”“我出去散步啊。”“电闪雷鸣，狂风骤雨，你出去散步？”上官熙没有拆穿燕卫池的谎话，却也明显在试探。燕卫池故作镇定地回道：“是啊，这不散步到一半发现下雨了，我就回来了嘛。”上官熙起身，一步一步靠近燕卫池，也许是做了那么一丢丢亏心事儿，燕卫池居然有些心虚，一步向后退，这眼瞅着要退到门板上了。燕卫池下意识举起双手，掌心向外摆出一个抗拒的姿势。殿下，你想说什么就说，别靠这么近。上官熙本来还想逼他说两句实话，可是当他垂眸看到燕卫池双手上那些细碎的划痕时，竟是有些说不出口了。这些伤痕都是爬树造成的吗？
上官熙背在身后的手攥成了拳，心情特别复杂。两个人对视许久，谁也猜不透对方在想什么。就在燕卫迟有些受不住这种尴尬的气氛时，上官熙忽然开了口：燕卫迟，姑送你离开可好？啊？离开？上官熙的身边并不安全呢。皇后、安国公、长信王，还有他那些兄弟，每一个人都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远在军营的时候遭遇了无数的暗杀，如今回到京城更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尤其是他体内的寒骨之毒，现在发作的越来越没有规律了。上官熙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他现在只想尽快地完成未完成的使命，而这所有的使命中没有燕卫迟的这一环。既然他的规划中没有燕卫迟，那他就不能连累燕卫迟，所以将把他送走。燕卫迟定定地看着上官熙，忽然间有几分委屈。他刚才去帮上官熙出了一口恶气，这事儿得不到上官熙的感激和笑容也就罢了，现在还要赶他走。燕卫迟沉默少许之后，忍不住问：为什么？你我并无夫妻之事，只是情势所迫。姑可以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姑的身边不需要女人。我这是被他讨厌了。燕卫迟看向上官熙，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油然而生。然而下一刻，他却莞尔一笑：好啊，那既然太子殿下放我自由，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明天天亮我就走，不用你送。现在，太子殿下请回吧。燕卫迟觉得自己已经答应得够痛快的了，没想到上官熙竟是咄咄逼人，又来一句：现在收拾，即刻离京。话音落下，上官熙绕过燕卫迟，直接阔步而去。燕卫迟愣在原地，听到上官熙在院子里吩咐张管家准备马车，燕卫迟真的有些搞不懂状况了。明明白天好端端的，他只是出去转了一圈，这怎么回来之后上官熙翻脸不认人了？难道是因为我挡了他的美事，没有让那4个女婢对他接身伺候？想到这儿，燕卫迟不免有些生气。走就走，谁稀罕？燕卫迟转身要去拿衣服，可是一回头，看到一个湿哒哒的紫衣男子就坐在他窗台上，那男的还笑眯眯向他挥手。嗨，你好呀，小姑娘。呀，这人什么时候进来的？燕卫迟刚要惊呼，那人隔空一点，竟是直接点了他的穴道。嘿嘿嘿，用银线引雷，用硝石打火，用桐油助燃。小姑娘，你好厉害呀！可你知不知道，刚刚那场火把哥哥我的衣裳都给烧了。他是上官离的人。燕卫迟的脸色更紧张了，可是眼下他也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呀，就只能盼着上官熙能快点发现他这边的异常。我看你那个小郎君也不怎么喜欢你啊，不如你跟我走，以身相许，算是你赔了我这件衣裳。紫衣男子话音落下，便直接上前将燕卫迟扛在肩上，然后在燕卫迟震惊的目光下夺门而出，飞身而去。再说上官熙这边，他吩咐完备车之后就回到书房写信，他还没有想好要如何安顿燕卫迟，可是他必须将燕卫迟送走。燕卫迟自以为手段高明，却不知是漏洞百出，就连路上那母子2人都看到他放纸鸢了。上官离若是有心查，他岂能跑得掉啊？一个谋害皇子的罪名扣下来，上官熙这个太子未必能护得住他呀。上官熙提笔疾书，正好信写完的时候，于飞岩顶着大雨回来了。哇，这大雨来得也太急了！哎，师兄，我跟你说，刚刚回来路上可听见一个大好消息。哎，你猜是什么？上官熙不用猜也知道，一定是二皇子府被雷劈的消息。他没兴趣啰嗦，赶紧把信递给于飞岩。再去一趟红袖楼，让天书派人将此信送去风铃关，给乌天成。乌天成是风铃关守将，也是上官熙在军中时的副将。听到上官熙提到这个人，于飞岩紧张起来。南天过来犯了，风铃关有战事？不是，我要送燕卫迟去风铃关。啊？为什么呀？然而还不等上官熙解释，门外传来张管家的呼喊声。不好了，不好了！太子殿下，太子妃不见了！他就这么跑出去了？这么大的风雨，为什么呀？师兄，你跟他吵架了？上官熙没有回答，而是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后看向敞开的窗户和窗台下的水脚印。他不是跑出去的，他是被人掳走了。什么？掳走了？老奴一直在前院备车，确实没看到太子妃出门。刚刚打算过来请人，就发现人已经不见了。备车又是为什么啊？这也太高了！燕卫迟看向脚下的万丈深渊，他这才意识到，这个山洞不是在地面上的，而是在峭壁上的。难怪昨晚下那么大的雨，这山洞里依旧干燥呢。燕卫迟小心地看着洞外，想知道是不是有路可以走。啊，不能再退了啊！再退你可就要翘辫子了。从这儿掉下去啊，再好看的人都摔得没眼看了哟。你抓我做什么？
小姑娘，你好健忘啊！哥哥我的衣裳被你烧毁了呀！我就是一件衣服嘛，我赔给你便是。你放我离开。哟，说得轻巧，这可不是普通的衣服，这是我娘亲手给我缝的，意义重大，这可不是银子能解决的。那你说怎么办？哼，简单，以身相许啊！神经病啊！燕卫直翻他大白眼儿，显然不乐意。紫衣男子望向他，摇头叹气：“你那个小郎君分明不喜欢你，姑娘又何必痴心错付呢？倒不如与哥哥我双宿双栖，做一对神仙眷侣，岂不美哉？”上官熙喜不喜欢我，我才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又不是因为互相喜欢，只是当时互相需要罢了。一想到这儿，燕卫直就没来由的生气。好歹我也是上官熙的救命恩人吧，这家伙竟然对我用完就丢。眼下身体康复了，竟然这么急着赶我走，狗都比他有良心。燕卫直愤怒地踹了一块石头下去，然而这石头许久都没有落地声，这愈发证明此处真的是非常的高啊！看什么看？别以为我是好欺负的。燕卫直下意识攥住自己的手环，里面还有他用来防身的毒药。这个小动作当然没能逃过那男人的眼睛。既然你不愿嫁给我，那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交易？什么交易？燕卫直戒备地看着他，紫衣男子向他的手腕处努努嘴。你告诉我，你手上那个奇形怪状的镯子是从何而来？然后我就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神经，谁稀罕你叫什么名字？这话就不对了啊！你若知道了我的名字，那我们就是朋友了。既然是朋友，我自然不会伤害你，兴许还会帮助你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镯子，我娘留给我的，不值钱。切，普通的镯子？那你告诉我，什么普通的镯子能从小戴到大，竟是还没有勒断你的手腕啊？叶卫直微微一愣，而后有些惊讶地看着紫衣男子。是啊，他说的没错呀。你说这镯子他从小戴到大，可似乎一直保持着一个合适的尺寸，这就很怪异了。镯子也会长大吗？哎呀，别费劲了，要是能拿下来，我昨晚上就拿下来了。合着这家伙还想窃取我财物，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哥哥我可没有窃取财物的习惯啊，我只喜欢偷香窃玉。紫衣男子瞬间猜透了燕卫直的心思，一句话说的燕卫直有些发愣。看他模样呆呆的，紫衣男子轻笑一声：“看你傻乎乎的，估摸着你也是真的不知道此为何物了。哼，也罢，不为难你了。你要送我回去？在下花鱼，姑娘有礼了。”燕卫直撇撇嘴，昨儿晚上掳走他的时候，也没见他这么客气啊。我叫燕卫迟。我知道。花鱼勾唇一笑，忽然猝不及防扑向燕卫直。燕卫直瞪大眼，惊恐地看着他，而下一秒，他便被花鱼扣住腰身，两个人一纵身，跳入了万丈深渊。哎呀，别喊了，落地了！燕卫直睁眼一看，呀，果然落地了，只不过他是手脚并用，挂在花鱼的身上。小胳膊小腿的，还挺有劲儿啊，抱的哥哥我都痛了。这家伙说话怎么这么肉麻？只不过抱一下哪里能痛啊？他不是纸糊的。切！燕卫直没好气白他一眼。这是哪儿？我要回去了。头，他昨晚真的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快走，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跑了。伴随着两个男人的对话声，树林深处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花鱼脸色一沉，忍不住骂了一句：“麻烦。”随后他直接扣住燕卫直的腰身，再一次带着他飞掠而起。燕卫直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惊呼了一声：“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闭嘴！燕卫直赶紧捂住嘴，他还没见过花鱼这么凶的样子。然而即便是他捂住了嘴，还是为时已晚。身后那些追逐花鱼的人已然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头，人在那儿，追！不消片刻，一群黑衣人就将花鱼和燕卫直团团围住。黑衣人当中有一个戴着半边面具的男子阔步走了出来，显然是这些人领头的。中了穿心透骨钉，你还能跑这么远，果然是条汉子。哼，什么小孩的破玩具也想伤小爷，做你的春秋大梦？哦，是吗？没有伤到你。既然没有伤到你，你又如何会被我们追上呢？当初你逃出北印皇陵的时候，轻功可比眼下好多了。燕卫直愣在原地。北印皇陵，这家伙是个盗墓贼，还去偷皇陵。哎，不对啊，等等，北印国，那眼前这些人都是北印人了？是渗透到离国的奸细吗？完蛋了完蛋了，我不会被灭口吧？想到这儿，燕卫直面露惧色。花鱼瞥他一眼，想了想道：“小爷我不就是顺手拿了个陪葬品吗？大不了我还给你喽。等，你们放他走，然后我就带你们去拿东西，如何呀？”是你蠢，还是你觉得我们蠢？东西交出来，他可以走，你也可以有个全尸。若是不交出来，你们就做一对亡命鸳鸯吧。啊，关我什么事啊？我也是被他抓来的呀。
面具男根本就不搭理他，只是拔出佩刀指向花鱼。在人家小姑娘面前打打杀杀的，真是粗鲁，太不体面了。话音落下，花鱼从怀中扯出一条淡紫色的帕子，不由分说地系在了燕卫驰的脸上。燕卫驰伸手要挡，你别动。小时候玩过捉迷藏吗？燕卫驰觉得他这个话题转得莫名其妙，一时间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花鱼似乎也并不在乎他的答案，只是轻笑一声。站在原地数到100，然后来抓我。你赢了，我就送你回家；你输了，你就跟我浪迹天涯。若是摘下帕子，也算你输。花鱼话音落下，也不等燕卫驰回应，转身看向一众黑衣人。不许拿下蒙面剑，继续朝前走，100个数之后再取下，你就能看到官道了。立刻走！燕卫驰也不敢有违，立刻缓缓地向前走。只是他刚走了没几步，身后传来“咕”一声，是重物落地的声音。燕卫驰脚步一顿，他不知道该不该回头看。他可是被这个花鱼绑出来的，这来历不明的花鱼又和北印的杀手有纠纷，他若去看他，那不自找麻烦吗？燕卫驰继续向前走，然而走了几步，他又忍不住停下。那男人好像也没有什么恶意，刚刚他杀人还特意遮住我的眼睛，事情虽小，却也足以证明他不想伤害我。而且他好像认识我手上那个奇怪的镯子。哎呀，混蛋！我这该死的逆者人心啊！哎呀，他终究是做不到见死不救啊！燕卫驰跑回花鱼身边，却见花鱼并未完全昏迷，只是一开口全是血渍。你不是挺厉害的吗？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他一边数了花鱼，一边急忙拉他的手诊脉，片刻后惊讶道：“伤得如此严重，你还跑跑跳跳的，你是不知道疼吗？”花鱼想露出一个笑容，却是两眼一黑，彻底昏迷不醒了。就在燕卫驰忙着救人的时候，上官熙带着于飞檐和叶天书正忙着找他。叶天书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皱着眉道：“昨晚下了一场大雨，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有踪迹，会不会方向搞错了？”“不会，只有这北城门的守卫说天黑之后看到一个黑影飞出去了，那个时辰恰巧与燕卫驰失踪的时辰差不多，他们一定是走的这个方向。”哎，于飞檐忽然不说话了，上官熙急忙看向他：“怎么？”于飞檐指向官道边的草丛：“好像有血迹。”众人走近，果然看到有血渍，不仅有血，还有拖拽的痕迹。上官熙心中一紧，他不敢去想这血是不是燕卫驰的。他屏气凝息，小心地沿着拖拽痕迹向着不远处走去。可是当他绕过巨石后面的时候，却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只见一个容貌不俗的男子赤裸着上半身，虚弱无力地靠在石头上，而燕卫驰则覆盖在他身上，正面相拥。岂有此理！燕卫驰！上官熙一声怒喝，吓了燕卫驰一跳。他急忙转头看向来人，当他看清是上官熙和于飞檐时，瞬间松了口气。吓死我了！原来是你们啊！上官熙双唇紧抿，一时间如鲠在喉，不知道该说什么。亏我还担心了他一整夜，原来他竟然另有相好，与人私奔，居然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苟且之事。上官熙只觉得一阵脑充血，瞬间眼前的景物变得天旋地转。一旁的于飞檐和叶天书见状，急忙上前扶住他。燕卫驰愣在原地，这怎么回事啊？这边这个还没好呢，那边又晕一个。哎呀妈呀，合着这古代美男主打一个病态美呗。燕卫驰，你到底在干什么？这很难理解吗？哎呀，大师兄肯定是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什么了？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过来看看大师兄的情况？哎呦，燕卫驰无奈的撇撇嘴，就没见过求人看病还这么凶神恶煞的。可是他到底也没有拒绝，他走到上官熙身边给他诊脉。他发热了，明明吃药已经好了，怎么还反复发热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大半夜的跑出去，害得我们师兄弟3人找了你整整1夜。我跟天书也就算了，大师兄本就旧伤未愈，昨晚还淋了1夜的雨，你说不怪你怪谁？燕卫驰微微一怔，有些诧异的看向上官熙。他要是没有记错的话，昨儿个上官熙赶他走来着，既然让他走，又为什么要找他呀？还冒雨找。哎呀，好了，别吵了，我们先回去再说。你好啊，小美人，我叫叶天书，是太子殿下的二师弟。哎，等等，他怎么办？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你的野男人？你这话说的未免太难听了。首先他不是我男人，其次他也不是野人，最后我跟你们太子殿下有名无实，昨晚还是他赶我走的。就算我此时此刻跟旁人私奔，那也是拜他所赐啊。赶你走？于飞檐微微一怔，他没有想到还有这个环节。
燕未迟白了他一眼。我们遇到了北印的杀手，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如此严重，于情于理，我都不能丢下他。你们要么带上他，要么自己走吧。你说什么？北印杀手？真的假的？他都快死了，你说真的假的？听说带着他一起回去，此人身份不明，十分可疑。哎呀，他那么人高马大的，人家哪里背得动吗？那你背，师兄。叶天书翻了个白眼，无奈地向花雨走过去。所以，这丫头是诊脉诊到一半，睡着了。你既心系他人，又何必在姑面前屡献殷勤？太子妃之位，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太子殿下，你可算行了，我看看你还发热吗？放肆！上官熙厌恶地推开他的手，燕未迟微微一怔，随后双手叉腰，皱着眉道：“你昨晚昏迷不醒，我给你泡了热水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你不想我放肆？你高热不退，我用烈酒给你搓五心，伺候了你一整夜，你不想我放肆？哦，眼下人醒了，有力气了，又想我放肆了？这女人怎么会如此没规矩？竟然敢给姑洗澡！你行，我知道了，我毫无规矩，不成体统，行为放荡，你不用几次三番的重复。可若是没有我这个让你讨厌的人在伺候你，你早就不知道死几次了。哎，你别动！”上官熙向后闪躲，他似乎很讨厌燕未迟的触碰。大哥，你肩膀上的刀伤又裂开了，那个位置在关节处，你若一直活动，它就会一直不愈合，它一直不愈合，你自然屡屡发热。别以为发热是小事，若是烧坏了脑子，那你以后就成傻子了。与你何干？你既然离去，就不该再回来。本太子的死活，与你毫无关系。上官熙用最虚弱的语气说着最硬气的话：“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可走了。”上官熙别开脸，不理：“我真的走了，这次走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上官熙依旧不理，只是藏在袖子里的左手下意识攥成拳。好，告辞。我没有能力在京城保护他，我连自己能不能活过25岁都不知道。既然他另有良缘，我当然应该放他走。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一场荒唐的意外。上官熙重重地叹了口气呀，他的心情很压抑，仿若大雨将至。他僵坐在原地许久，脑子里一片混乱。他今日要做什么？去打探一下二皇子府的消息吗？去调查一下他目标人物的动向，还是说先肃清内院，把府上的下人都分门别类吗？或许他就应该躺在床上，先把身体养好，还是调查一下那燕未迟到底跟谁走了，那个人可否是他良配呀？哎呀，上官熙头疼，向来条理清晰的他，此时却思绪混乱的不知该如何自处。他叹了口气，垂眸看到地上的帕子，那是燕未迟刚刚丢下的。他莫名觉得燕未迟丢下的好像不仅仅是帕子，还有他就跟那帕子一样的可怜。上官熙走下床榻，来到帕子前，他缓缓弯腰，伸手将帕子捡起来。只是还不等他站直身子，一条沾满污渍的裙摆出现在他面前。这是……你怎么回来了？因为我看到某些人一见到我就两眼放光，根本不想我走啊。你胡说！哟，太子殿下对号入座了呀，我可没说是你啊。燕未迟笑眯眯地看着上官熙，笑得上官熙有些羞恼。哎，好了，别闹了，你根本就不想我走。你若是真想赶我走，那你前天夜里怎么又会找我一整夜？都说好看的女人口是心非，我看俊俏的太子也不遑多让，全身上下嘴最硬。你说什么？我知道太子殿下在担心什么。上官熙微微一怔，诧异地看着燕未迟。给你诊过几次脉了，早就发现你体内寒毒深入脏腑，所以太子殿下是担心，倘若你死了，我会无人庇护，对不对？我虽然对寒蛊之毒并不了解，过去也从未接触过，可我相信万变不离其宗。这世界上呢，有男人就有女人，有好人就有坏人，有毒药就一定有解药。在找到解药之前呢，我是不会让你死的。好。他要把燕未迟留下。燕未迟歪着头看向他。啊？什么？你很吵。上官熙别开脸，燕未迟眼珠子转了转，而后开口道：我是很吵，但是你很好，是个嘴硬心软人美心善的好人呢。燕未迟伸手勾了一下上官熙的下巴，像个调戏姑娘的轻浮公子，随后他摸完就跑，不给上官熙再训斥他的机会。看着燕未迟逃命似的离开房间，上官熙无奈地摇头浅笑。这疯丫头还真是让人束手无策。然而上官熙的好心情就停留了片刻，因为他忽然想起了燕未迟那个姘头。对啊，那男的谁啊？他还没问呢。想到这儿，他急忙拿起一件大氅披上，向于飞檐的院子走去。
启禀太子殿下，京兆府来人了。何人？所谓何事？回殿下的话，是京兆府的捕头江墨，他说是前来调查二皇子府上纵火案一事的。把人请到正厅吧。上官熙在应付江墨的时候，燕卫池刚刚沐浴更衣结束。前天夜里被掳走，昨天夜里一整夜都在照顾上官熙，所以眼下燕卫池打算好好补个觉。然而还不等他躺下，院子外面传来下人的对话：“哎，你听说了吗？前天二殿下府着火，不是天灾，是人祸啊！我今日出门买菜的时候，倒是听他们说起了。不过明明是雷劈上去的，这人如何能控制雷电啊？是雷劈的没错，可我听闻那场大火可不是雷劈的那么简单。二殿下府邸2/3的院子都化作焦土了，差一点就把正院给点燃了，倾盆大雨都浇不灭的火，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快说快说，为什么呀？因为桐油浮于水面，把火带的到处都是，真是危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别在这影响太子妃休息，扫完了赶紧出去。房间里的燕卫池愣在原地，雷是他引的没有错，桐油也是他放的没有错，可是不至于这么大的火吧？啥玩意儿？2/3的府邸烧没啦？燕卫池忽然没了睡意，他急忙穿好衣服，打算出去打听打听。这刚出房门，就见张管家走过来。哎呦，太子妃娘娘，您没睡可真是太好了。府衙来人了，说是要请您过去问几句话。府衙？燕卫池也有些惊讶，难道说他做的事儿被发现了？哦，娘娘放心，太子殿下也在前头呢，不会让您吃亏的。不过太子殿下叮嘱了，娘娘您说话一定要小心，概不承认。上官熙也在前面呢。听到这话，燕卫池立刻加快脚步，他才不在乎二皇子有没有发现是他动的手脚，那就算发现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他现在在乎的是上官熙的身体。这家伙怎么又跑出去了？就闲不住吗？前厅，燕卫池刚刚走入，就见3个身穿官衙服饰的男子为首一人上前一步，恭敬地开口：“下官京兆府捕头江墨参见太子妃娘娘。”燕卫池没有接话，而是快步走向上官熙。上官熙坐在那儿，不知为何被燕卫池看得有些紧张。燕卫池看着上官熙已经放下的手臂，皱着眉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不方便穿衣服。他总得衣服得体才能离开房间吧？燕卫池眉头紧锁，想开口训2句，又觉得在外人面前好像不合适。你不要乱动手臂。上官熙点点头，竟是难得的乖顺。一旁的江墨看得有些迷糊，不是这太子不是统领3军的主帅吗？他怎么看着这好像有点惧内呀？咦，江墨摸摸鼻子，不知太子妃可曾听闻前天傍晚二皇子府失火一事？听说了呀，被雷劈的嘛。哎呀，真是得做了多少亏心事儿啊，让老天爷都看不下眼了。是这样的，起火的原因确实是因为雷电，可雷电之后便是倾盆大雨，照常来说是不会让火势蔓延的那么快的。经事后调查，是发现有人在二皇子府衙撒了助燃的桐油，才造成如此惨烈的场面。啊！天哪，真的呀？谁这么坏啊？快点抓住他呀！二皇子的意思是怀疑此事与太子妃有关。啊？我？正是。二皇子说前些日子与您产生一些矛盾，然后事发之前还有人曾看到您出现在二皇子府附近，所以就怀疑我。是的。江大人，您刚刚也说了，那助燃的可是桐油啊，桐油在咱们大理国可是严禁私下买卖的，百姓私自囤积一升，那都是重罪。我哪来的本事买到桐油啊？再说了，有人说在街上看到我，那他亲眼看到我提着桐油了？就是，他说看见了就看见了，这人有相似，物有相同，说不定看错了呢。太子妃所言也有道理，那不知太子妃那日可否去过二殿下府邸附近？去没去过二皇子府邸附近，这个问题需要谨慎。如果说没去过，那么当日看到燕卫池的人证不止一个，最后证明他故意撒谎，那岂不是有心虚之嫌呢？如果说去过，那大晚上你去干啥呀？一旁的上官熙见他不回话，便决定替他说：“我去过。”上官熙皱着眉看向燕卫池，不是让张管家叮嘱他概不承认吗？他怎么回事？江墨也有些意外：“你去过？”“是啊，不行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有谁规定我不能去那附近转转的？”“可当时天色已晚，风雨将至，你为何去那边？”“因为吵架。”“吵架？”“因为太子殿下跟我吵架，我一时生气就跑出去了。那我在气头上呢，也没有注意自己朝哪儿跑了，跑累了我就回来了呗。”“这丫头还在记我的仇，确有此事。”江墨看向燕卫池，眼中流露出7分惊讶，3分赞许。燕卫池看懂了那个表情，他是在说：“我敬你是条汉子，你敢跟太子吵架呀？”燕卫池挠挠头，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此处距离二殿下府邸确实很近，出门散心路过也属实正常。好了，
下官已经了解情况，就不多叨扰了。下官告辞。送江捕头出去。小嫂嫂，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说点什么？说什么？你们不是都猜到了吗？猜到归猜到，你不说清楚，让师兄如何能护你周全？好，我说，是我做的，只是我也不知道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太子殿下，我觉得上官离那个混球有问题。此时燕卫持双手撑在圈椅的扶手上，将上官熙困在双臂之间，这么暧昧的姿势，这么亲密的距离，让上官熙聪慧的大脑都要罢工了。你说话就说话，别靠得这么近。燕卫持站直身子，没有理会上官熙的话，而是一边踱步一边道：我当日确实带了桐油，可我的桐油是我自己用桐树果来压榨的，因为实在太费劲了，所以我就弄了一点点，大概也就7、8个鸡蛋大小的容量。那些分量确实可以助燃，但是顶多烧他1间房，算是不错了，根本不可能烧2/3的府邸。你的意思是，他自己将火势蔓延开，贼喊捉贼？不是，他的意思是，二皇子府可能本就囤积了大量的桐油。聪明，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于飞檐被燕卫持的话呛着了。桐油乃是军中之物，上官离私藏桐油，不知意于何为。此事要暗中调查一二。没问题，我等下就去找天硕。小嫂嫂你可真不错呀，拔出萝卜带出泥，说不定这一次能把上官离扳倒呢。燕卫持可没那么乐观，上官离身后站着的是谁？那可是皇后娘娘和权倾朝野的安国公，想要扳倒她何其困难。扳倒上官离还有些困难，不过可以趁机折他羽翼。此话一出，于飞檐和上官熙下意识对视一眼，两个人都觉得燕卫持确实有些不寻常。难道说这权谋之事他也懂？于飞檐试探着询问：折他羽翼是何意？你这人长个聪明相怎么这么笨呢？眼下的安国公跟上官离一党，那在京城是树大根深，无法撼动。可这世界上有句话叫做孤木难支，我们既然不能一下扳倒他，那就一点一点砍断他的枝桠，直到他们变得孤木难支，那这京城的权力就要重新洗牌了，不是吗？这到底是何人？燕卫持的笑容瞬间凝固，这是不是表现得太聪明，惹人戒备了？一个从小不曾接受过教育的庶女，一个自幼与猪为伴的孤女，你是如何习得一身本事，又懂得诸多道理的？燕卫持，你可否愿意与本太子说一句实话？我没说谎话呀，我真的是自学成才。至于道理，外面说书的不都是这么讲的吗？我说错了？上官熙定定地看着他，实在是觉得自己看不透这眼前人，他摆明了就是在敷衍。等你想好了，再来找顾回答吧。哎，别动动，好不容易伤口愈合了，塞都裂开。你关心我呀？别胡说八道了，你现在是阶下囚，你知道吗？太子府的阶下囚？是啊。唉，太子自己都自顾不暇，还有功夫管我一个江湖浪客？自顾不暇？是啊，这四国双城何人不知，上官熙的太子就是个名头而已。要不是老皇帝死命护着他，要不是他血脉特殊，他早就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眼下回到京城，不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吗？你倒是颇为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人？哼，有些事稍作打听便知道了，也不是什么秘密。那个上官熙的生母是圣衣族人，而且是当时圣衣族的圣女。在四国双城之中，一直有个传言，那就是得圣女者可得天下。所以康武帝才娶了上官熙的母亲？多半是如此吧，不然皇子结亲自然要选能给自己助力的，至少也得是门当户对的，岂会选一个全族覆灭的孤女？哦，难怪了，难怪上官熙已经被判了死刑，陛下还要送一个女人进去给他留下血脉，原来是希望将圣衣族的血脉传承下去。没错，时至今日，四国双城还都做着得圣女者可得天下的美梦呢。美梦？你倒是不认同这个说法？自然不认同。你想想，如果此话当真，那你们离国的康武帝不早就应该一统天下了？可眼下不仍旧是四国双城的割据模式吗？据我所知，自从先皇后去世之后，你们这位太子就屡屡遭遇各方暗杀，老皇帝无奈之下将他送去军中，如此这般才保住他的性命。谁知道他怎么忽然回京，这才差点死了吧？毕竟他在京城无依无靠，连个信任的人都没有。他这般自顾不暇，还想困住我？少得意了，现在躺在这儿不能动的是你，要不是太子收留，你早就扑食荒野了。哟，你还为他鸣不平了？
你跟我说这些到底要干嘛？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是何人。我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能留在太子身边。啊！花鱼伸出手指向燕卫池的手腕。你认得那个镯子吗？燕卫池下意识按住自己的手腕，随后有些紧张道：你是因为这个镯子才路接我的？不然呢？真为了一件衣服啊？你认得这个镯子？那是岳家的传家之宝。你难道也是岳家人？别胡思乱想了，岳家当年并无幸存者，所有人都被斩杀殆尽，我不是岳家人。那你是何人？又为何来找我？这是花岳两家的定亲信物，名唤天赐良缘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比翼双飞的比翼镯。你可真能胡扯，哪有这么长的名字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的未婚妻。啊！啥呀？叶卫之下了一个激灵，忙从床榻上蹦起来。你胡说八道呢？我可没胡说八道啊！我尚未出生的时候，花岳两家就定下姻亲。这比翼镯是你舅舅亲手送给我娘亲的，敲定了两家姻缘。只可惜你舅舅膝下无女，只有3个儿子，那这亲事自然就落在你头上了呀。我可是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奔赴你而来啊！虽然这个花鱼摆出一副十分情真意切的模样，但是燕卫池就是不相信他那个鬼话。也许是他的长相太过妖媚惑人，那看着跟拿狐狸精似的。少胡扯了，我又不姓岳。哎，你可以不认账，可双飞镯是物证，带上此物，你我注定是夫妻。若不能阴阳相合，你这辈子都拿不掉这手镯。你还说不是胡扯？刚刚还比翼镯呢，现在又双飞镯，你当我傻是不是？哎呀，别计较细节，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拿不掉手镯？我不相信你的鬼话。你伤势痊愈之后，最好立刻离开。若是等太子殿下回来，你想走也走不了了。那么有趣的小丫头，我怎么能让给上官熙那个病秧子呢？燕卫池嘴上说着不信花鱼的鬼话，可是这些话终究在他心里掀起了波澜。在想什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敲过了，是你没有听见。燕卫池的嘴角抽搐，许是他自己刚刚走神了。你去看过那个叫做花鱼的男子了？是，我去给他送了一副药，他毕竟救了我一命。他不是救了你一命，他是在连累你，差点丧命。你真的不认识他？初次相见真不认识，不过听他和那些北印人的谈话，他似乎是个土夫子，去北印挖了人家的祖坟，偷了什么东西。偷东西？于飞言说过，没有在花鱼身上搜到任何东西。看来那东西他多半是藏起来了，此人来历不明，以后不要与之接触。燕卫池也觉得这个花鱼不太靠谱，也就没有反驳上官熙的话，只乖巧的点点头。太子殿下还有事儿？上官熙嘴唇翕动，有几分难以启齿。燕卫池歪头打量他，睡觉。哦，啊？姑来找你，一起睡觉。一起睡觉？太子殿下，你要不要这么直白啊？燕卫池双臂环抱于身前，脸上是满满的紧张和尴尬。上官熙平静地看着他，语气淡淡道：姑的贴身侍卫尚未抵达京城，眼下身边没有可信之人，为了避免你再次被劫走，只能让你待在姑的身边，最为安全。原来是为了保护我呀？那不然呢？这丫头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没事，我觉得我可以保护自己。太子殿下，还是回去睡吧。上官熙不理会他的拒绝，而是展开双臂，开口道：宽衣。还要我伺候宽衣？还愣着做什么？燕卫池无奈，缓缓地走上前，伸手去扯上官熙的腰封。他的动作极其的缓慢，就像故意磨蹭时间。那一双小手在上官熙胸前、腰侧摸过来摸过去，摸过来摸过去，摸过来摸过去。这上官熙的心跳都快了几分。我去给太子殿下准备热水沐浴。上官熙继续宽衣，不再理会燕卫池。迢迢星河鹊桥，一生一盏心悄悄，是明月。太子，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我放了些草药，有利于外伤愈合，你慢慢想。真是高冷，要不是看你长得帅，我才懒得伺候你呢。谁让你长了一张荣冠四海八方的脸呢？上官熙听到了燕卫池的碎碎念，他垂眸看向水面上的自己，忍不住念叨一句：好色之徒。嘴上虽然对他诸多嫌弃，可是上官熙终究还是不想燕卫池再出事儿了，所以他今儿晚上要和燕卫池一起睡，这可不是说说而已。
只是他没想到，等他沐浴出来之后，他发现燕卫直睡着了。他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还装模作样拿了个枕头放在床榻的中间。你看那样子，还是有些在乎男女之别的。呵西，哎呀，上官熙无奈的摇头。心怎么这么大？你对姑就一点戒备都没有吗？还是说，你对任何男人都没有戒备？想到后一种可能，上官熙的心情瞬间有些不好。上官熙，你别赶我走，别赶我走，我不想回猪圈了。上官熙拿被子的手微微一僵，竟是觉得自己被这话刺痛了。是啊，他不该没有一句解释就让燕卫直离开。或许姑应该给他多一点信任。次日一早，上官熙是在一阵温暖而柔软的触感中醒过来的。常年被寒骨之毒困扰，又修炼千秋雪那种至阴至寒的内功，他总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温暖2个字了。哪怕仲夏的烈日炎炎，也没有眼下这种暖意融融的感觉。奇怪，怎么这么暖？怎么这么软？这是……上官熙猛地睁眼，记忆刷刷刷开始回笼。他昨天晚上是和燕卫直一起睡的，那这是燕卫直的手臂。可是他怎么没穿衣服？睡觉之前不是穿得好好的吗？看到眼前的景色，直觉的大脑嗡，那种眩晕感就和那日掀开燕卫直被子的时候一模一样。真是该死，心思又乱了。上官熙知道他现在应该立刻抽身离去，可是他的身体有些不听使唤。哦，我的天哪，为什么一个人能这么分裂呀？大脑是理智而清醒的，身体却是贪婪失控的。能不能碰一下？哦 no， 不行，非君子所为。可是他们不是夫妻吗？啊不，那也不行啊，尚未行拜堂之礼。可是他们已经坦诚相见啦，他只要能负责任，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啊不行就是不行。碰1下就像第2下，碰2下就像衣衫进退，碰3下就像抵死缠绵。人只会得寸进尺，绝不会适可而止，他不能这么做。上官熙觉得自己快被燕卫直逼疯了，他急忙抽身而出，抱起衣服逃也似的离开了燕卫直的卧房，一股脑咻跑回他的双寒院。哎，大师兄，这么早起来练功啊？是啊，你也这么早？你怎么不穿好再出来？别又染了风寒。对啊，那我先进去穿衣服。上官熙开门走进卧房，那神色慌张的模样让于飞檐忍不住挠头。大师兄怎么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模样？他昨晚干嘛了？燕卫直没有看到上官熙留下的任何痕迹，这床子之间也没有他的温度，所以燕卫直固执地认为上官熙一定是昨儿晚上就走了。我这裸睡的习惯到底什么时候能改掉啊？睡觉之前明明穿得好好的，睡着就脱了。这古代人都会武功，悄咪咪进入别人房间蹂躏平地，万一被人看到了，那我可真是晚节不保了。殊不知他那副模样早让人家上官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啦。正听于飞檐伸出手在上官熙脸前晃了晃，上官熙皱着眉推开他。你这是做什么？师兄，你今日一早有些不对劲儿啊，魂不守舍的，怎么了？昨晚没睡好？想到昨儿晚上，上官熙略显紧张的抿了抿嘴，随口胡扯。没什么，有些担心桐油的事。我昨天调查了一下，二皇子府邸最初屋顶着火的范围确实不大，但是有火星飞进到隔壁院子，点燃了窗棂，然后窗棂又引燃了房间里的物品。就是那个房间燃烧之后，大量的桐油顺着雨水飘向四方，险些让整个二皇子府都付之一炬。看来那个房间就是用来存放桐油的。桐油是重要的军中物资，怎么会被囤放在他私人府邸？不清楚，这就要看他准备谋划什么了。不过不管谋划什么，现在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这燕卫直啊，还真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做了什么好事了？上官熙看到燕卫直，瞬间呼吸一紧，竟是略显心虚的低下头。燕卫直还在那傻乐呢，想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儿。于飞檐也没有瞒着，忙将桐油的事儿详细告知。燕卫直梆拍了一下桌子：“我说嘛，我才那么点油，怎么可能烧了他那么大个府邸啊？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太子殿下，你说对吧？”上官熙故作镇定，燕卫直观察他，就总觉得他好像在回避视线。想到自己今天一早的情况，燕卫直有些紧张了。太子殿下，你昨晚……昨晚姑见你睡着了，不想打扰，便离去了。你睡得可还好？上官熙故作镇定的胡扯，燕卫直暗自松了口气。好着呢。然而这边燕卫直刚说完，张管家就走了进来。太子殿下，
双寒院的床已经换好一张大的了，您今晚可以跟太子妃搬回去了，不必挤在若出院了。咕嚓一声，上官熙居然下意识掐断了手上的筷子，众人僵在原地，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无比尴尬。于飞檐的眼神在燕卫迟和上官熙的身上瞄过来瞄过去，瞄过来瞄过去，瞄过来瞄过去，脸上的笑容逐渐放肆。哦，你们昨晚什么都没干。俩人默契的回答：“你这不打自招的吗？”上官熙瞥向燕卫迟，发现那丫头脸红的呀，要滴出血了，两只小手搅过来搅过去，搅过来搅过去，攥得指节发白。上官熙的心思一团乱，当即拉起于飞檐的手腕：“吃饱了吧？吃饱就跟我出门。”大师兄，饭菜还没上呢，我吃什么了呀？上官熙不理会于飞檐的抱怨，直接把人拖拽着离开了前厅，而僵在原地的燕卫迟则无限尴尬地捂着自己的脸。苍天啊，我都干了什么呀？哎呀，师兄，你都20好几了，那燕卫迟又是陛下宣告百官的太子妃，就算做了什么也实属正常，不必这副心虚的模样。你再说呢？好好好，我不说，这男女之事啊，我也不太懂。师兄若是有什么困惑，还得去问天书。上官熙背在身后的手微微攥成拳，这男女之事他可以无师自通的好不好？还用问吗？他现在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他若不碰燕卫迟，那燕卫迟以后或可另寻良配；他若碰了他，那等他死了以后，燕卫迟要如何自处啊？就算是有了孩子，也未必能母凭子贵；若是没有孩子，那也无法另嫁他人，到时候岂不连累人家一辈子吗？想到这儿，上官熙叹了口气，一脸烦躁。哎，你们听说了吗？刚刚回京不久的太子殿下其实是个病秧子。掌柜的，上一壶好茶。好嘞，客官，您随便坐。听说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还记得很多年前，陛下就发出告示，向4国双城求解寒苦之毒的解药，说是愿意倾尽所有救太子一命呢。我说的呀，可不是这个事儿。那个寒什么毒，不是已经被一个世外高人给化解了吗？我说的是太子的隐疾。隐疾？什么隐疾？你们没听说过吗？最近京城都流行一句话，说是这世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可咱们的太子殿下只能形形，不能色色了。不能色色？其他人先是一愣，然后忍不住窃笑起来。那看来瞬间秒懂啊！你这都是听谁说的？靠不靠谱啊？绝对靠谱，这可是太子妃亲口说的。这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可咱们可怜的太子殿下呢，眼下只能形形不能色色了。有他以身试法，还能有假？哎呦，这可不好办了。一国储君不能人道，膝下无子，那咱们大离国岂不是要断了血脉了？所以说呀，这太子虽然回京了，可回京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做太子，说不好呀。嘘，闲谈勿论皇室，喝茶喝茶。哎呀，师兄，你别生气啊。当日那种情况，燕卫迟也迫不得已。上官熙啪一甩袖子，满脸写着无语二字。我没有生气，什么只能形形不能色色，这种话也是能说出口的，毫无规矩，不成体统。是，燕卫迟是有些与众不同，不过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师兄，燕卫迟这番话只在宫里说过，照理来说不会传得这么快，尤其此事还关乎一国储君的隐疾，如今消息传出来，这背后多半有人推波助澜。是安国公。安国公，他想以此消息逼迫父皇易出。师兄，这么说来，你就更不能放着燕卫迟只看不吃了呀！赶紧跟他生个小皇孙，才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众口啊！什么？生个小皇孙？胡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若是与他行夫妻之礼，那岂不是证明了他之前在御前说谎？这可是欺君之罪。哎，这倒也是，那可怎么办好啊？总不能让这谣言越传越离谱啊！最好的防御就是进宫。本太子要让他们无暇再肆意造谣。娘娘，这下他们去客院了。去看花云了。想到这儿，燕卫迟也向客院走去，却正好看到上官熙和于飞檐走过来。于飞檐一边走一边皱着眉道：“这家伙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逃了，真是不简单。”啊，你们说花雨走了？怎么？你舍不得？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只是觉得奇怪，他的伤还没好，跑出去做什么？这里好吃好喝的不好吗？他走了也好，身份不明，还惹上北印的杀手，留在此处只会招惹麻烦。殿下，我想到办法，给安……先用膳。上官熙拉起燕卫迟的手腕，向着前厅走。燕卫迟瞬间心领神会，没有再多言语，乖乖地跟随上官熙前往前厅。而他们一行3人还没离开多久，暗处就走出2个婢女，一个是舒克，另一个是川红。你打听清楚客房里是什么人了吗？没有，他们说话的时候我都不敢靠近，毕竟太子殿下武功不俗，稍微靠近几分便被他发现了。你呢？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我也无法接近太子，眼下只能看晚晴的了。哼，还真是便宜他了。太子殿下天人之姿，纵贯九州，能爬上他的床，真是这辈子都值了。瞧你说话一点不害臊，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哼，任务归任务，享受归享受，我这身子只有太子殿下才能碰得。前庭三人落座之后，于飞檐一边吃一边抱怨：小嫂嫂，你是不知道，你不起床，师兄都不让我吃饭，这把我饿的都眼冒金星了。刚刚练完功，不能立刻进食。我说了你多少次了？是，你不是为了等着他，你就是为了折磨我。上官熙白他一眼，没有接这话，而是转头看向燕未迟。你刚才说你想到办法了，什么办法？太子殿下会下棋吗？师兄可是太子，什么不会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4书5经6艺样样精通。那这下棋最讲究的是什么？下棋贪不得胜，入界已缓，攻彼故我，弃子争先。不，没那么复杂。在我看来，下棋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此消彼长，将棋盘上所有的黑子都变成我的白子。你说的也没错，是我把燕未迟这肤浅的丫头想得复杂了。所以我觉得权谋一事也当如此。权谋？他还懂权谋？把话说清楚些。殿下，二皇子囤积了那么多桐油，肯定不会是为了炒菜吧？他一定另有所用。如今桐油没有了，想必会耽误他的大事。我们不妨借此机会，以兜售桐油为名，引蛇出洞。想来他势必会派人出来购买。这跟此消彼长有什么关系？买卖桐油可是大罪，无论是何人出面，只要我们证据确凿，并且直接宣之于众，那么就算二皇子想保住他，只怕也是不成事的。据我所知，二皇子眼下掌管兵部，那他派出来的人多半也是兵部的人。此人被我们除掉，兵部上就会空出一个缺口，到时候安插上我们的人，这不就是此消彼长吗？有道理。师兄，我们安插何人去兵部好呢？眼下八字还没一撇，你现在思考人选，未免太早了。上官熙又看向燕未迟，而且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推测，上官离未必会再买桐油，就算再买，也未必会选兵部的人。嗨，这怕什么？左右太子殿下只是想用桐油的消息掩盖自己的绯闻嘛。我们假意兜售桐油的时候，就散布二皇子买桐油的消息，管他买还是不买，谣言总是会有的。万一他来买了，就算不是兵部的人，那也是他信任的人吧？我们除掉了一个他信任的人，也算是折其羽翼啊。殿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想要扳倒安国公和长信王，咱们得慢慢来。你还要扳倒安国公和长信王？是啊，都是太子的敌人嘛，那就一个一个除掉喽。你当这是园子里拔草呢？说的倒是轻巧，真是大言不惭。哼，持影降龙，讲究的就是一个以弱博强。安国公府，安国公焦急地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舅舅，您就别走来走去了，我这头都晕了。哎呀，老夫的头才晕呢！殿下呀，你糊涂啊！你怎么能把桐油囤放在自己府邸呀？还不是因为老四。此事跟四殿下有关。这批桐油原计划是10日前就让老四送出城，可这不是恰巧赶上太子回京出事了吗？我和老四都想亲眼看着太子倒霉，这事儿就耽搁了。没想到也就多放了这么几日，竟是出事了。不过舅舅你放心，我已经放出消息说有人泼油纵火，眼下京兆府已经在追查了。不管结果如何，反正说有人泼油，那这件事父皇就不会怀疑我。此事要做2个打算。舅舅您说，我都听您的。第一，那边的事儿不能耽搁，这个窟窿要想办法尽快补上，该送去的桐油要送去，该拿回来的银子要拿回来。舅舅，我虽然掌管兵部，可兵部上下也并非完全一心，这些桐油都是牙缝里挤出来的，短时间内实在是再也拿不出桐油了。那你就在民间想想办法。总之这件事不能出纰漏，这个生意若是断了，以后你二皇子府的进项可就要少了30%了。第二，陛下一定会问起这些桐油的来历，泼油纵火这种鬼话糊弄外人就罢了，不能去糊弄陛下。你要找一个人出来背这个锅，还要给这些桐油想一个合理的用途。啊，这还请舅舅明示。上官离觉得自己想不出，安国公气得不轻了。那要不是安皇后就生了这么一个崽，他真想换一个人栽培，就不至于在这个蠢货身上犯愁。哎，安国公思来想去，开口道：“实在不行，就只能往4殿下身上推了。”啊，
上官离显然不想，不是他和四皇子上官爵的感情多好，而是朝中诸多皇子中，就只有上官爵对他唯命是从，其他人说不到一块去。这事儿我自己解决。你要如何解决？上官离也不理会，一边向外走，一边说道：舅舅不必挂怀，我不会让父皇抓住我把柄的。玄武大街，用过午饭之后，燕卫池带着上官熙和于飞檐到了热闹繁华的玄武大街上。小嫂嫂，你不是说想到办法了，这怎么跑出来逛街了？哼哼，我的办法就在街上啊！王爷，可知这一把纸伞为何可以防雨吗？桐油。没错，桐油可不仅仅用来杀人放火，它的用处可多了，而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油纸伞。上官熙略作思忖，还不等他想清楚燕卫池在算计些什么，于飞檐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哎呀，小嫂嫂，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燕卫池歪着脑袋看向上官熙，笑眯眯地说：太子殿下荣冠四国双城，聪慧过人，一定明白卫池的心意，是不是？上官熙定定地望着他，思忖片刻，算你有几分小聪明。什么荣冠四国，什么有点小聪明？这油纸伞跟师兄的容貌和智慧有啥关系啊？一旁的于飞檐忍不住挠头，燕卫池勾唇一笑，紧紧抱着上官熙的手臂，略显得意地笑着说道：当然有关系，因为殿下长得好看，所以我才愿意帮殿下，又因为殿下聪慧，所以有些事心照不宣。你说对不对啊，太子殿下？有我在你身边，你不吃亏吧？疏远一些。哦，那回府之后，殿下就可以让我为所欲为了。燕卫池开口调戏他，于飞檐忍不住低头嗤嗤嗤地笑。荒唐，毫无规矩，不成体统。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把伞我要了，你们付钱。燕卫池转着小雨伞，蹦蹦跳跳向着远处走去。师兄，师兄！于飞檐在眼前晃动着手，唤醒了上官熙的注意力。做甚？让我瞧瞧，让我瞧瞧。师兄双颊绯红，目含秋波，整个一副春心荡漾的模样啊！师兄，你惨了，你动心了。胡说！上官熙疾言厉色，可是脸更红了。肯定是让我说中了，不行，我得找天硕，让他给你补上一卦，看看这到底是桃花运呢，还是桃花劫呢？话音落下，于飞檐也向着燕卫池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姑娘，您是好了吗？这两个镯子都不错，您要是两个都拿着，我给您打个折啊。燕卫池低头一看，哎呦，发现自己手上捏着俩镯子，他抱歉地笑了笑，正要解释他不想买了，忽然听到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这两个镯子我要了，给我包起来。平邑侯府的大小姐也能看得上这种街边货？哼，本小姐自然是看不上街边货，可既然你看得上，那看来我拿他们赏赐下人也不算失了体面。不管他出多少银子，本小姐都给双倍。这……哟，真的呀？那你今日怕是要荷包大出血了。我刚刚已经跟他商量好了价格，这两个镯子我出1000两。啥呀？1000两？小贩瞪大眼睛，整个人呆若木鸡。我的妈，就这俩镯子，那10两银子都用不上。胡说八道！这两个镯子怎么就值1000两了？值或不值，不在于物品本身，而在于我的心情。我看着他们顺眼，那他们就物有所值。哼，少在那儿打肿脸充胖子了，你根本身无分文。啊，说来也是巧了，今日出门，太子殿下刚好给了我1000两，不多不少，正好购买这两个镯子。燕卫池把银票递到小贩的面前，那小贩哪敢接呀？他不敢。他听见什么了？太子殿下！那眼前这个姑娘，难道是太子妃呀？哎呦，上不来气儿了！小贩咕咚一声跪在地上。草民不敢，草民不敢。买卖自由，有何不敢？你且收着便是。哎呀，瞧我怎么忘了，这平邑侯府的小姐是要出2倍的银子跟我争的。燕青说，你的银票呢？哟，不会吧，不会吧？堂堂平邑侯府嫡出的小姐，不会连这点银子都拿不出来吧？燕卫池声音很大，瞬间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围观，自然也将身后尾随的上官熙和于飞檐吸引了过来。怎么了？发生何事？没事没事，我就是买了2个镯子，然后他非要跟我争，刚刚夸下海口，眼下又囊中羞涩。哎呦，这不糊涂多一个笑话吗？你胡说，谁说本小姐拿不出？本小姐只是不屑将银票带在身上。程儿，回府取银票，
本小姐就在这等。婢女陈儿苦着脸看了一眼燕青书，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去？陈儿身子一抖，急忙小跑离去。众人顺着陈儿离去的方向看过去，燕青书也下意识转身，只是这一看啊，瞬间被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吸引住了目光。那人身形修长，风神俊朗，一身银色华服衬着他清冷中透着金贵。燕青书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好看的男子，比那皇宫里的几位皇子都遥遥领先。他是谁？燕青书看呆了，人群里的少女们也看呆了，只有燕卫驰向那人莞尔一笑。那人面无表情向着姐妹俩走过去，燕青书的心呐都快了几分，眼瞅着他走到跟前，燕青书连忙要行个平背礼。然而那公子直接越过他，来到燕卫驰的面前，他伸手从燕卫驰手上拿走那俩镯子，微微蹙眉。你的品味真是差强人意啊。燕卫驰脸上笑容僵住了，其他人则是呆住了。随后燕卫驰撅撅嘴，是，我品味不好，可我从小也没见过好东西啊，这不能怪我啊。原来这位英俊的男子可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的太子殿下上官熙。你喜欢镯子，改日姑帮你挑。姑？围观众人听到这话，先是惊讶，又是难以置信。小民参见太子殿下，参见太子妃。不必多礼，都起来吧。姑只是带着太子妃随意转转。太子？你是太子？难道说燕青书没见过太子？殿下，人无完人嘛，人家选手镯的眼光确实不好，可人家选夫君的眼光可当属天下第一啊。谎话惑人，情话动听，果然不假。他怎么可能是太子啊？太子怎么可能长得如此玉树临风？他不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吗？他不是真正剧毒宁不久矣的病秧子吗？太子从容10年，不是个粗鄙之人吗？怎么会如此风度翩翩，风神俊朗？这也太好看了！喂，燕儿小姐，这可是我的夫君，你不开口叫一声姐夫也就罢了，也不能让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下来吧？收敛一点哈。殿下，告辞。哎，又是一只狂风浪蝶啊！是夜，平邑侯府。平邑侯府的后院传出一阵打杂声。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娘亲，爹爹骗我，爹爹坑苦了我。啊，舒儿，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呀？啥呀？燕寒山愣在原地，一脸茫然。燕青书却不理会燕寒山呢，趴在明阳郡主怀中，那是一味的嗷嗷的诉苦。明阳郡主见状，皱着眉看着燕寒山：“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瞧你把舒儿气的！”夫人啊，我今日一整天都在兵部，哪里得空回来呀？舒儿，到底发生何事？你说清楚。若是你爹委屈你了，娘亲一定替你做主。娘亲真能替我做主？一定，娘亲一定替你做主。那女儿先把太子抢回来，娘亲也能做主吗？这什么啊？舒儿，你说什么呢？把太子抢回来？燕青书看向燕寒山，生气的一跺脚：“有何不可？那太子本就是陛下指婚给我的夫婿，可爹爹你就跟我说太子其貌不扬，粗鄙不堪，所以我才让那个燕卫驰替我。可今日我在街上见到太子了，他玉树临风，风采过人，简直荣冠4国双城。燕卫驰凭什么抢我的夫君啊？娘亲！明白了，懂了。那看来燕青书是见过上官熙的容貌了。哎呀，这也难怪啊！上官熙得到其生母的真传，生得一副好容貌。可是容貌再好，他有个屁用啊！哎呀，舒儿，别哭了，瞧你小脸都哭花了。舒儿，你爹怎么会害你呢？那太子殿下说起来身份贵重，可他没有母族，在京城啊孤木难支，他那个位置啊做不了多久的。燕青书撅着嘴，哼，似乎并不在意上官熙是不是太子，他就只是在意上官熙的容貌。可他明明看起来很好啊，不止容貌状态很好，就连对燕卫驰也那么温柔小意。哼！燕青书揪着帕子，满脸都是妒色。太子对燕卫驰很好？这我哪知道啊？不过太子身边也没有个知心人，眼下娶了太子妃，走得近也正常。他算哪门子的太子妃？我才是！她一个庶女，凭她也配？好了，舒儿，不许乱说话。
这朝中哪一个皇子的身家背景都比那上官熙有过之无不及。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太子妃，你是打算以后都不嫁给旁人了吗？哪能这么败坏自己的名声呢？可我就是喜欢太子啊！喜欢也没用，他是个短命的。是啊，淑儿，你娘说的没错，太子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这二殿下才是你的良配呀。没错，你可是我长信王府的表小姐，自然要匹配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好了，淑儿，别任性了。燕青书还是心里不痛快。太子府，坐在书房的燕卫迟打了个喷嚏，打断了正在办公的上官熙，也吸引了一旁斟茶倒水的婉晴。婉晴走上前，关切地说道：“太子妃娘娘是不是染了风寒？奴婢去吩咐厨房给您煮一碗姜茶吧。”“没有啊，我只是闻不得你味儿罢了，一闻到我就想打喷嚏。”这，婉晴瞬间红了眼眶。“你先退下吧。”“是，奴婢告退。”婉晴委屈巴巴地走了。书房只剩下夫妻俩的时候，不是说要将他们几个都留在身边，将计就计，那你又何必总是刁难他？殿下啊，殿下，你一看就是没玩弄过人心的人。上官熙皱着眉，不是怎么个意思？他听不懂燕卫迟说什么。一味的纵容才会让他们不敢冒进，哪怕收到消息，也会担心消息的可靠性。可我若是处处给他们使绊子，让他们千辛万苦的拿到消息，那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主子才会更加相信消息的真实性。上官熙沉默不语，心里却颇为赞同。他只是不明白，你说为什么燕卫迟一个养猪女会懂这么多吗？想到这儿，他忽然问：“之前顾问你的问题，想好答案了吗？”“什么问题啊？”“什么？他竟把顾的问题给忘了？”“回房睡觉。”“睡觉？回房？回哪个房？各回各的。睡觉睡什么觉啊？名词还是动词啊？”燕卫迟的脑海中想一些有的没的。“你不能回去睡，一来是你一个人不安全，二来我们夫妻分开惹人怀疑，三来你在房中，外面那4个丫鬟才不敢贸然爬床。”理由还挺多。那好吧，我就勉为其难委屈自己一下。上官熙见燕卫迟乖巧，便不再理会，拿起衣服径自到耳房沐浴更衣。等他洗完出来的时候，正要叫人换水，却发现燕卫迟不在房里。上官熙心里咯噔一下，难道燕卫迟又被人掳走了？不对啊，刚刚沐浴之时，我并没听见任何异响。上官熙急忙开门，却忽然和燕卫迟撞了个满怀。“你干什么去了？”燕卫迟揉着自己泛红的鼻头，声音闷闷道：“我去拿药啊！太子殿下，你的胸肌练得也太好了，疼死我了！”“胸肌？”上官熙垂眸一看，这才发现自己衣襟大敞，身材毕露。系什么系啊？反正还得脱。你这叫什么话？什么还得脱？太子殿下洗澡的时候把脑子落在浴桶里了，我不是说了吗？我去拿药啊！拿药当然是要给你上药了，上药自然要脱衣服啊！放肆！好啦，我也不是放肆第一天了，太子殿下应该习惯了。来吧，外伤都已经好了，何故再上药？之前是止血消炎的，现在是祛疤美颜的。祛疤？姑不需要。上官熙常年征战沙场，身上刀疤无数，堂堂一个男子怎么会怕留疤呢？这可由不得你，我负责的病人必须要负责到底才行。你看这里，如果不祛疤，这里就会产生增生，这个位置又会时常拉扯活动，这个增生时间长了就会总是瘙痒，如果严重了，说不定还会扯到里面的神经线，最后影响你手臂的灵活程度。哎呀，说多了你也不懂，总之能祛疤的地方都要祛疤。怎么疼啊？顾自己来。来什么来？前面的伤你姑且看得到，难不成你会不会长眼睛吗？燕卫迟抽回手，继续给上官熙上药。你就不能重一点啊？旁人上药都要轻一点，怎么太子殿下要重一点？因为我不怕疼。啊？燕卫迟迷惑的眨眼，然后稍稍用力戳了一下上官熙的腰间。这样够重吗？哦，要了命了！上官熙只觉得一阵大脑充血。以后不许随便给男人上药。啊？为什么？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懂吗？不是，燕卫迟尴尬的咧嘴，他懂，可他是大夫噻，那大夫救人还得先看性别哦。3更鼓后，本来安分睡觉的婉晴拿着一把草纸到了后院，看样子打算如厕，只是他没有去茅房，而是到了后院稻叶箱的后门。有何发现？太子殿下每日都在写军报，大致都是安排军饷分布和训练计划，并无异常。放火之事是否与太子有关？不曾听府上众人提及此事，
不过今日有一件事颇为奇怪。说。太子今日写信给郡主，让他的贴身侍卫回京，并且带上他这些年的军饷，说是要盘下一个宫房，送给太子妃作为私产。宫房？可有说是什么宫房？似乎是个做油纸伞的宫房。今日太子妃回府，就带了一柄漂亮的油纸伞，许是太子为了讨她欢心吧。二人之间关系有些复杂。何意？太子殿下对我颇为维护，太子妃屡屡发难，太子都会帮我解围。可是太子也从未冷落太子妃，几乎是夜夜春宵。那是自然。太子对你另眼相看，也不是觊觎你的身子，那是因为你的名字里有一个情字，与太子亲妹妹相同，所以你也规矩收敛些，不要试图做出爬床的举动。你若逾越雷池半步，太子必然不再将你视作妹妹。至于太子和太子妃，继续盯着。哼，他果然并非不屈之人。好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我先回去了。婉晴应声离去。次日清晨，太子府的消息天没亮就传到了二皇子上官离的耳中。春困秋乏，一点儿也不假。二哥找我有何要事？若是没事，我要回去。上官熙要买个宫房，你与我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宫房？什么宫房？太子府传来消息，说上官熙要给燕卫池买个做油纸伞的宫房，当做他的私产。这消息听着怪怪的，可我一时间又想不出哪里有问题。哼，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个燕卫池我打听过了，是平邑侯的庶女，一直养在庄子上，手上肯定是半个铜子儿都没有。眼下既然成了太子妃，那太子给她置办一点私产也实属正常。只是我没想到啊，太子还真是不挑食，一个睡猪圈的女人竟然也下得去嘴。好你个上官熙，我以为你真的不争不抢，没想到你跟老子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二哥，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我在府上囤积桐油的事已经被父皇知道了，眼下闹得满城风雨的，我正愁找不到合适的说辞。如今看来，这做油纸伞的宫房不就是最好的说辞吗？二哥的意思是，你要跟父皇解释，说那些桐油是你用来开宫房的？没错，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解释。可是上官熙比我先一步想到，所以他才在京城买油纸伞的宫房。他想断我后路。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只怕他要买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宫房，而是京城周围所有的油纸伞宫房。那可不能让他得逞啊！哼，若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或许还真让他断了我的后路。可如今知道了，他的计划就要落空了。只要我先一步，把所有的宫房都买下来，不仅仅可以解释桐油的用途，还可以在宫房里收获大量的桐油。如此一来，那边的空缺也能弥补了。那边……二哥，你一直说的那边究竟是哪边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哪边，都是安国公联络的。我们不过就是赚银子，打听多了显得自己没城府。也是。太子府，张管家给上官熙收拾床榻，发现他被子上有一块污渍。张管家先是微微一愣，然后意味深长地笑了。一旁同样打扫房间的张嬷嬷疑惑地问：“老头子，你笑什么呢？”“太子殿下长大了。”“长大了？你说什么傻话呢？太子殿下都20出头了，能没长大吗？”张嬷嬷不明白张管家的意思，张管家笑了笑，也没有多做解释。“哦，世子爷，您找太子殿下呀？殿下他去前院了。”于飞檐点点头，随后向那张被子努努嘴。“怎么了？还要洗被子？我大师兄不会尿床了吧？”“月盈则亏，精满自溢。”“你们昨晚吵架了？”叶卫池微微一愣，下意识看向上官熙，随后又连忙低下头。“没有，别瞎打听。”“哦，我知道了。我今天看到张管家把被子抱出去了。大师兄，你是不是昨晚尿床了，把小嫂子吓跑了吧？”“尿床？”叶卫池震惊地看着上官熙，上官熙无奈的眉头紧锁，你这一个两个的，要么就是没脑子，要么就是个二傻子。你再口不择言，送你回姑苏城。”“啊，不要啊，回去就没有自由了，我爹一定会打断我的腿的。”“那就闭嘴。”“又不是我说的，是张管家说你什么月盈则亏，精满自溢啊，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是不是月圆之夜尿床尿的肾亏？”杠铃般的笑声响彻整个房间。上官熙深深地吸了口气，恨不得一脚把这个于飞檐给他踹出去。于飞檐挠挠头：“我猜错了。”上官熙不搭理他，而是看向燕卫池：“很好笑吗？”燕卫池连忙摇头：“不好笑，不好笑，好笑也不敢笑。”于飞檐不懂，但我还是懂的。什么月盈则亏，精满自溢，分明就是上官熙做了羞羞的事。
燕卫池双唇紧抿，他还是有点想笑，因为他知道上官熙之所以做了那样的事儿，那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上药的缘故。想不到这个一国储君还真是有些君子之风啊，哪怕自己难受也不强迫他配合。更重要的是，上官熙也不曾饥不择食，没对那4个美婢有过任何的非分之想，竟然如此的洁身自好。燕卫池抿嘴一笑，心情有点好哦。你做得很好，等飞檐走马上任之后，姑带你去吃望江楼。望江楼什么地方？很好吃吗？哎，这个我知道。京城最贵的酒楼呢，那是十里香，但是意境最好的便是望江楼了。临水而建，举杯望江，风景独美啊。就是有点远。举杯望江，京城周围只有一条浣纱江，似乎并不经过城内。难道我们要出城吗？你不愿出城吗？如果燕卫池不愿舟车劳顿，他可以选择其他地方庆祝。当然不是，我最喜欢到处去玩了。3日之后，今儿个于飞檐走马上任。第一天只是报个到，不会有什么事儿，所以上官熙决定带着于飞檐和燕卫池午时过后就去望江楼，傍晚时分吃晚膳，正好可以看临江夕照的美景。小嫂嫂，我回来了，我们可以出发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瞬间变成了一个带着几分书卷气的文官。这身衣服不太适合你啊。我也这么觉得，怎么也得换成安国公那一套，才能符合本世子爷这独一无二的气质。那可是1品大员的官服啊。上官熙略显无奈地看着二人，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养了2个孩子一样。好了，别胡说了，启程吧。马车上，3人上了马车，缓缓向着城外咯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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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卫池时不时掀开车帘子看向外面，不知不觉把燕卫池都看困了。他靠在车厢上，脑袋有一搭没一搭，就这么磕在车板上。上官熙见状，长臂一捞，将人抱在腿上。同样昏昏欲睡的于飞檐见状，瞬间惊醒了。他的眼神在上官熙和燕卫池身上看过来看过去，看过来看过去。师兄，你也抱抱我呗，我也想睡觉。滚出去，坐在车沿上清醒一下。哎呀，跟你开个玩笑嘛。我知道你心疼小嫂嫂，真是百炼钢也抵不过绕指柔啊。咱们师兄弟10几年，我就没见过你还有这么温柔小意的一面。上官熙都不接他的话，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明知道燕卫池对他有所保留，明知道燕卫池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假的，明知道燕卫池隐藏了很多的秘密，可他就是不想让燕卫池受罪，哪怕只是磕碰头这样的小罪，他这心里居然也舍不得。他是动心了吗？望江楼，马车咯啦哒了半个多时辰，总算是到了风景秀丽的浣纱江畔。看着一桌子美味佳肴，燕卫池和于飞檐都没有了聊天的兴趣，纷纷大快朵颐。天叔啊？谁？天叔来了。咱们来吃香的喝辣的没带的，他一定是恼火了，不远千里的追过来。天叔知道明面上不能与我们走得太近，他没道理光天化日特地来寻我们。叶公子难道有重要的事儿？只怕不仅仅是重要，而是很紧急。哎呀，大师兄，白玉戒指有消息了，找到了，在何处？哎呀，白杨驿西北5里的杏花村。哎呀，上官熙想也不想，直接抬步离去。这3兄弟像着了魔，瞬间把燕卫池这么个大活人给忘了。而此时的燕卫池手上拿着筷子，另一只手攥着吃了一半的鸡腿。不是吧，上官熙你这混蛋，居然吃饱餐，至于这么穷吗？哎呦，他开始心疼自己的荷包了。也罢，点都点了，不能浪费。想到这儿，燕卫池开始风卷残云，毫不犹豫地将桌面上的美味佳肴一扫而空。吃饱喝足之后，燕卫池打算打道回府，所幸上官熙将马车留给了他。他上了马车，吩咐车夫回京城。车夫顺从地驾车，沿着官道离去。可是刚走了1/5的路，天就黑了。然而马车走了没多久，忽然被一个黑影拦住了去路。这位兄弟啊，劳驾让个路啊！燕卫池想也不想，抢过车夫手上的马鞭，啪一声，用力地抽在马屁股上。马儿吃痛，立刻向前咯哒咯哒咯哒咯。迅速跑，快跑！好，马儿的蹄子被大树绊倒，整个马车瞬间被掀翻了。燕卫池和车夫也被甩了出去，摔得不轻。车夫当场昏迷，燕卫池只觉得手肘一阵剧痛。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没等燕卫池从地上爬起来，一个黑衣人突然闪身而出，二话不说就将手中长剑刺向燕卫池。忽然一柄大刀横在燕卫池的面前，一声巨响，刀剑相交。燕卫池侧头一看，愕然发现救了他一条命的居然是明刀。那要杀他那黑衣人又谁啊？不等燕卫池想清楚，那2人已然缠斗起来，刀光剑影，嘁咔嚓，打的是不可开交。这个时候不跑还等什么呢？燕卫池从那车板下挣脱开，然后拔腿就向着官道旁的树林跑了进去。
那2个正在打斗的人看到燕卫池跑了，竟是默契的不再敌对，纷纷的冲向燕卫池。然而等来到燕卫池身边时，黑衣人再一次下杀手，明刀再一次出手相阻，2个人又打斗在一起。这个时候，燕卫池算是看明白了，黑衣人要杀他，明刀要抓他。他若原地不动，2个人就会一直死吧；他若逃走，2人就目标一致。想到这儿，燕卫池大喊：“明刀，我认识你，你不就是想抓我吗？只要你帮我杀了他，我立刻跟你走，绝不反抗。”老实待着。话音落下，明刀的招式愈发凌厉，每一招都是奔着要命去的。然而那个黑衣人也不怂啊，不落下风，2个人你来我往，过了几10招，居然难分伯仲，2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彼此身上。燕卫池把握时机，再一次飞奔离去。然而他这一跑，就惊动了黑衣人，黑衣人当即从袖口射出一枚暗器，不偏不倚射在燕卫池的身上。黑衣人见已经得手，当即勾唇一笑，不再恋战，飞身离去。迟来一步的明刀见状，急忙追向燕卫池的身影。然而有一群人比他先一步找到了燕卫池。什么人？一个侍卫看到一个人从山坡上叽里咕噜滚下来，摔在他们马车前，戒备的举剑相向。马车的车帘被掀开，里面坐的不是旁人，正是上官熙苦等的军医秦香如。而坐在车辕上的2个侍卫也不是外人，是上官熙的贴身侍卫青州和重山。秦大夫，被指过去看一下。小心些。青州点点头，跳下马车跑到燕卫池身边。片刻后，青州惊呼：“天哪，是个姑娘！秦大夫，是个姑娘，她好像受伤了。”山坡上的明刀见状，眉头紧锁。他刚刚中了一掌，眼下内力不济，以一敌多，他没有胜算。也罢，改日再说。明刀当即飞身离去。看样子没有伤及要害。重山侍卫，去拿剪刀来。倘若箭头留在体内，那眼下必然是药石无灵。可他也算幸运，箭头贯穿肩膀，从体内穿过的瞬间，留下的毒药并不多，所以才只是昏迷。谁这么残忍？这么漂亮的姑娘，竟也下得去手？秦香如没有捡箭头，箭头上有毒，一个不小心自己也会搭进去，所以他剪断了箭尾，最后撕开燕卫池的衣服，让他露出右侧的肩。秦大夫，你这是做什么？这不成体统啊！我要给他施针，岂能隔着衣服？命都快没了，还想着什么体统不体统的？与此同时，急匆匆奔赴白杨驿的师兄弟3人突然停下脚步。大师兄，怎么了？快走啊！天亮之前，咱们就能抵达杏花村了。天叔，白玉接着的消息是从何传来的？我在九幽阁挂了悬赏的榜文，有人接榜，九幽阁的人送来的消息。消息直接送去了红袖楼吗？没错。上官熙脸色陡然一变，糟了，我们中计了。上官熙话音落下，也不多做解释，直接转身折返。大师兄，到底怎么了？我们怎么就中计了？是啊，师兄，这消息是九幽阁传来的，有九幽阁的印记，不可能伪造啊。你在九幽阁挂出榜文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回京，就算有人接榜，那消息也应该是送往枫林关，怎么可能直接送去红袖楼？可是九幽阁从不参与任何争斗，他们怎么可能帮旁人欺骗我们呢？九幽阁没有人欺骗我们，只是有人用你的身份自导自演，挂了新的榜文。说到这儿，上官熙脸色凝重。大师兄，有人将我们引开，目的是什么呢？糟了，小嫂子！于飞檐一声惊呼，2人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燕卫池。上官熙脸色凝重，真是万分后悔自己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居然没有考虑清楚直接跑了，甚至都来不及安顿一下燕卫池。师兄，太子府的马车不见了，小嫂嫂一定已经回京了。对，他一定是回去了。上官熙不停地往好处想，却又控制不住的去担忧。立刻回京。秦大夫，他怎么样了？我只能用银针封锁他的经脉，让毒素不要这么快的扩散到他体内。可这只能稳定他的情况，无法改善。那咱们上车回京吧，回京去医馆，至少可以买些草药。不行，他现在的情况根本不能随意挪动，稍有不慎，毒素就会侵入肺腑。青州垂眸看向燕卫池露在外头的右边肩膀，有些担忧道：刚刚这皮肤还白皙如玉，眼下都变成紫黑色了。秦大夫，你想想办法。你们2个可有娶妻？娶妻？这是什么问题啊？青州和重山对视一眼，纷纷摇头，表示自己不曾娶亲。秦香如当即松了口气。那太好了，我看这姑娘年轻貌美的，配你们也是绰绰有余。你们身为太子的贴身侍卫，这姑娘跟了你们也不算低价。秦大夫，你说什么呢？什么婚嫁？我们在救人啊！我说的就是救人。眼下想要救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伤口里的毒血都吸出来。伤在右边的锁骨下面，这个位置，有些尴尬。说到这儿，秦香如有些语塞，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尴尬，再往下1寸就是女儿。总之，你们想要救她，就要帮她把毒血吸出来。再这么熬下去，
我的银针也阻挡不了毒素蔓延了。不行，绝对不行！人家好端端一个黄花闺女，我岂能如此冒犯？重山也摇头，不行，坚决不行！若是让太子殿下知道，那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秦大夫，还是你来吧。闻言，青州眼睛一亮。是啊，秦大夫，你也没有娶妻啊。这姑娘如此貌美，跟你也颇为般配，还是你来吧。胡闹！秦香如面露尴尬，就你说那个位置，他怎么下得去口啊？刚刚撕开这姑娘的衣服，已实属情非得已，如今要给她吸血，这就是肌肤之亲。哎呀，做不到，他根本做不到。秦大夫，刚刚不是你说的吗？命都快没了，还在乎什么体统？大不了你吸毒，我兄弟二人全当没看见。你说的轻巧，但你怎么不吸啊？还有你怎么不吸？哎呦，秦大夫，上不避天地，下不避大夫，您就好人做到底吧。我看这姑娘啊，快不行了。冒犯人家姑娘，秦香如做不到。可你让她见死不救，秦香如更做不到。思来想去，秦香如开了口：此事绝不能外传。青州和重山连连点头：是，我们绝对不说。对，绝对不说。就算跟太子殿下，也不能说。青州、重山对视一眼，这下有几分为难了。毕竟他们对自家主子从来是毫无隐瞒的。秦香如见两人犹豫，当即皱眉：你们不答应，我就不管他了。好，只要殿下不询问，我们就一定不说。秦香如想了想，这倒也行，毕竟上官熙没有见到这一幕，不可能莫名其妙地问。秦香如看向平躺在地的燕卫池，把心一横，俯下身去。有了这关键的第一口，第二口就从容多了。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第二口下去，燕卫池居然痛醒了。燕卫池惨叫一声，缓缓睁眼。秦香如急忙吐掉口中的毒血，略显紧张地安抚：姑娘，你别惊慌，在下只是……燕卫池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就觉得浑身上下哪里都疼。他看了秦香如一眼，还不等秦香如把解释的话说出来，他又晕了。哎呦！秦香如无奈地叹了口气，再一次俯身准备继续帮他吸毒血。然而就在这时，一个男子呵斥声响起：住手！你在干什么？太子殿下！上官熙也很意外会遇见自己的人。上官熙三步并作两步，冲到秦香如的面前：秦香如，你找死！这太子殿下，你怎么会在这儿？上官熙不理会秦香如，而是急忙脱下衣服盖在燕卫池身上。好你个秦香如，还真是人面兽心，连我大师兄的太子妃都敢染指，我砍了你！于世子，冷静！于世子，你误会了，秦大夫是在救人，不是在欺负这位姑娘。是啊，这姑娘中毒了。闻言，上官熙看向秦香如：什么？尉迟中毒了？太子妃，我这是什么狗屎运啊！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中毒，第一次见你的太子妃她也中毒，你们还真是一家人啊！很显然，秦香如有些不高兴了，她是被强迫来京城的。她中了什么毒？青藤香，现在该怎么做？秦香如见她满脸急切，就知道这姑娘在上官熙心中定然地位不同寻常。她呢，便也没有计较上官熙误会她的事儿，直接道：眼下不能随意挪动她，不然只会让我封锁经脉的银针失效。想要救她，就得帮她把毒血吸出来。等伤口流出鲜红的血液之后，我们就可以启程回京了。不过，上官熙想也不想，直接俯身吸住燕卫池的伤口。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所以连秦香如后头的一句“不过”也没有听完。不过什么？我想说，不过太子殿下不能吸，但是他已经吸了，这个不过也没有用了。为什么大师兄不能吸毒？是啊，秦大夫，你把话说清楚啊！哎呀，师兄，你先别吸了，你听他把话说完啊。上官熙不理会旁人，自顾自的吸，满眼紧张的模样，这分明就已经心无旁骛了。吸毒疗伤，哪怕是没有将毒血咽下去，也多多少少会吸收一点毒素的。不过你们放心，微弱的毒性不会致命，只会短时间内封锁人的内功罢了。封锁内功？那师兄如果……于飞檐后头的话没有说，可是众人都明白他的意思。上官熙体内的寒毒时不时就发作一下，而压制寒毒的方法就是他修炼的千秋血内功。所以我说他不行啊，谁知道他速度怎么如此快，我都来不及解释。嗨，他刚刚给燕卫池吸毒的时候，燕卫池忽然醒了，那一瞬间他还真想，要不就干脆负起责任，把这姑娘娶了呗。可是没想到这燕卫池居然是上官熙的太子妃。哎呀，秦香如松了口气之余，难免有几分羡慕。这上官熙还真是艳福不浅啊，太子妃竟然生得如此貌美。秦香如笑了笑，继续喝茶漱口。次日清晨，太子府，姑娘，你醒了？
这人是谁？燕卫池皱眉，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经历，他好像记得自己滚下了山坡，再然后好像有人在咬他肩膀。不是，你等会儿，咬他！燕卫池猛地睁大眼，紧张地喊：“你别过来！”小七姐，你的手臂骨裂了，不过所幸骨头没有折断，也没有错位，好生养着便是，可万万不能再乱动了。难道是眼前这位公子救了我？在下秦香如，是太子殿下的军医，这里是太子府，燕姑娘不认得了吗？太子府？你中了青藤香的毒，虽然昨夜已经将大部分毒血吸出来了，可你体内仍有少许残毒，需要喝3天的药才能彻底清除。喏，多谢你帮我吸毒。秦香如忽然尴尬起来，她以为燕卫池不记得，没想到他竟然记得。秦香如想了想，开口辩解：“姑娘要谢就谢太子殿下吧，是他帮你吸的毒。”啊？上官溪？没错，就是太子殿下帮你吸毒疗伤的。殿下昨夜一直守在姑娘床前，今日天色没亮就前去上朝了，估摸着等下就会回来了。姑娘有什么疑惑，问殿下便是。在下告辞。上官溪不是跑去找什么白玉戒指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救我呢？就在燕卫池困惑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上官溪和秦香如的对话。你怎么出来了？卫池怎么样了？殿下放心，燕姑娘已经醒了。你一夜没睡，也不让在下睡，在下可不是铁打的，实在是撑不住了。别乱动！燕卫池一愣，有些迷惑地看着上官溪。怎么了？你身上有很多伤，尤其是手臂。秦大夫说了，3个月内都不能提重物，所以你现在不能乱动，一定要好好休息，知道吗？小嫂子，昨天的事儿实在是我们不好，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你们追杀我。都是我不好，将他卷入是非，却没有护他周全。夫妻之间何必言谢？你刚刚起来，吃点东西再继续休息吧。燕卫池没有拒绝，上官溪吩咐张嬷嬷准备一些鸡丝粥，然而还不等端过来，燕卫池又再一次陷入了沉睡。因为秦香如在早上的汤药里放了安神的东西，睡着了，手臂和肩膀就没那么痛了。上官溪见状，吩咐张嬷嬷守在身边，而他则带着于飞檐到了红袖楼。我要知道是谁用弩箭射了卫池，本太子要活剐了他。你想，渴了还是饿了？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殿下，你想说道歉的话就说吧，不用一直这么陪着我。虽然不知道昨日那什么白玉戒指为何让殿下如此失控，但是我明白，那一定是对殿下十分重要的消息。所以我不怪你把我丢下，只是下一次是不是考虑带我一起去呢？我没有怪殿下，可我在怪自己。那殿下跟我说说，你为何那般着急？武后生前赠予皇妹一枚白玉戒指，那戒指一直戴在皇妹身上。她在白杨驿失踪的时候，戒指也在她襁褓之中。这么多年来，那枚戒指就是我寻找皇妹的唯一线索。而昨日，第一次有人说见过那枚戒指，原来是跟失踪的小公主有关。消息是假的？没错，是假的，就是要调虎离山，伺机对你下手。是姑太笨了，竟是落入如此粗陋的圈套。殿下才不笨，殿下只是关心则乱吧。所以你不生姑的气？我干嘛生殿下的气啊？生气也是生了杀手的气。最好别让我逮住他，否则我服用的弩箭在他身上戳7七49个窟窿不可。好，就戳他49个窟窿。次日，殿尉迟遇刺的事儿是不是舅舅做的？二殿下，这是来跟老臣兴师问罪吗？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那燕尉迟还不能杀。不能杀？为何？安国公不明白，可是跟随上官离一起造访的四皇子上官爵却是心中有数。那燕尉迟的容貌他也见过了，的确倾国倾城，美艳无双。上官离向来喜欢美人，见到燕尉迟那好容貌，自然会怜香惜玉。哼，上官爵笑了笑，开口替上官离解围。安国公，燕尉迟确实不能杀，因为他极有可能成为太子唯一的弱点。弱点？安国公想了想，而后睁大眼睛。四殿下的意思是，太子会对燕尉迟真心以待，而燕尉迟就会成为太子的软肋？不是我的意思，是二哥的意思。上官离听到这话，急忙射击而上。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燕尉迟一个小淑女，也不至于劳动舅舅亲自出手。
倘若燕未迟真的能成为太子的弱点，那么暂且留着他，以后定然还能派上大用场。不过这一次真的不是老臣要杀他。什么？不是舅舅？那是谁？不清楚，我只是觉得那丫头有些奇怪，所以派明刀去抓她回来审问一二。没想到明刀竟是遇到旁人对他下手，细细说起来，还是明刀救了他一命。燕未迟这丫头，一口气瓦解了母后送去的3个美婢，剩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不中用的，可见其心智手段都非比寻常。以后他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处理吧，舅舅还是想办法把于飞檐那小子赶出兵部。姑知道你不怕死也不怕疼，就是不知道你怕不怕麻烦。明刀戒备地看着上官熙，想知道他要干什么。不等上官熙开口，一旁的叶天书便说道：江湖上大多人都认为你死了，所以你那些仇家也不再追杀你。倘若我将你没死的消息散布出去，那恐怕今晚是你最后一个好觉喽。哼，没错，不仅仅会有数不尽的人来找你，相信你身后的主子也不敢再重用你。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滋味可不好受。是我救了那女人，你们就这么忘恩负义？你想抓她，黑衣人想杀她，你们的目的都是伤害她，并无甚区别。你只是运气好，并没有成事，否则本太子要杀的人就不是他，而是你了。剑法凌厉，常见薄如蝉翼，步伐灵巧鬼魅。若是我没有看错，应该是浮光。浮光？九幽阁无心榜排行第1的杀手浮光？没错，好歹我也排行第3，若不是第1的浮光，何人能伤到我？上官熙听到这话，没再理会明刀，转身向着破庙外走去。蠢货，说什么都信，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杀得了浮光。太子府，3人回到太子府时，已经过了4更天了，可是没什么睡意。叶天书有些担忧：大师兄，这件事不好办啊！我们就算能找到浮光，也未必能杀得了他。能不能杀得掉暂且不说，我就怕万一激怒了他，他死咬着小嫂嫂不放，那岂不是更加麻烦？是啊，无心榜排行第1的杀手，我至今都不曾与他交过手，也不知是何等厉害。叶天书摩挲着下巴，看起来对浮光很感兴趣的样子。上官熙正要开口回应，忽然燕未迟从门外走进来。杀我的人不可能是他。你怎么过来了？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睡？殿下，我都睡了好几日了，今日没喝秦大夫的药，实在是不困了。嘿，小美人儿，你说杀你的人不是浮光，何以见得？难不成他与你说话了？我也是猜的。猜的就瞎猜呀？怎么能叫瞎猜呢？这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推测。我在庄子上养出是没得罪过什么人，回到京城之后得罪最狠的人无非就是安国公和上官离，可他们2人是一伙的，没道理找2个杀手来找我麻烦。明刀是安国公的人，那显然另一个黑衣人就与他们2人无关了。然后呢？然后我仔细想了想，除了安国公一脉之外，还与我有仇的，那就只有我那个郡主嫡母和他的好女儿燕青书了。说到这儿，燕未迟看向上官熙：殿下可还记得我与燕青书在街上抢镯子那件事？记得。当日他看你那个眼神，简直就像野狗看到了肉骨头一样，简直想把殿下拆骨入腹啊！不夸张的说，太子殿下掉根毛，他都得拿回去好好珍藏，一日3炷香的供起来。又开始胡说八道。本太子看你是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哎呀，我就是形容一下，他当日真的很倾慕太子，他对你有多喜欢，那自然对我就有多嫉恨了。再说他那个娘，明阳郡主，仗着自己哥哥是长信王，他在京城向来是蛮不讲理，横行霸道。如果他的女儿想要除掉我，明阳郡主只会递刀子，绝对不会阻拦。小嫂嫂的意思是，派来杀手的就是明阳郡主和燕青书？10有8九就是他们。可这跟不是浮光有什么关系啊？权力之大如安国公，尚且只能请到明刀，像明阳郡主那样的后宅夫人，我不觉得她能请得动你们口中排行第1的杀手。这话一出，于飞檐和叶天书都纷纷点头，也觉得不太可能。上官熙更是直接认同。没错，杀手不是浮光。众人看向上官熙。浮光行走江湖，有一句座右铭：浮光掠影无活口，柔肠剑下无冤魂。哦，对，这句话我记得，说的是浮光出手从不会失手，但是浮光杀人有他自己的原则，不杀无辜之人，只杀该死之人。这就对了。小嫂嫂怎么看也不像该死之人，那杀手一定不是浮光。殿下放心，这个杀手我一定亲自给他揪出来。
你要怎么做？山人自有妙计，等我抓到他，就给他身上钉上8864个窟窿。哼！前任还是49个，那这么多天不得算点利息啊？瞧瞧我这胳膊，都还没好利索。你知道自己没好利索，还不去休息？这几日我都是睡在若出院的，怎么上官熙今日带我来双寒院了？莫不是要一起睡？愣在那做什么？还不上床休息？你伤势未愈，不方便睡软榻，故允许你上床。殿下，其实我可以回若出院的。不行。上官熙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姑已经问过秦大夫了，你可以与姑同榻而眠了。啊！燕卫迟震惊地看着上官熙，这家伙怎么什么都去问别人啊？他这么问，秦香如一定会误会的，以为同榻而眠是对羞羞的事啊。怎么这么失惊做什么？殿下，你怎么什么都问旁人啊？这会让人误会的。误会什么？上官熙不懂，他只是询问燕卫迟的手臂是不是怕挤压了吗？这有什么可误会的？就是误会我耐不住寂寞，误会我情伤不下火线，误会我缠殿下身子，哪怕受伤了也要大战800回合。燕卫迟眉头紧锁，眼神控诉。上官熙定定地看着他，哎呀，片刻之后扶额。这丫头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轻伤不下火线是这么用的吗？大战800回合是这个意思吗？还缠姑的身子，姑怕他缠吗？燕卫迟见上官熙一脸的无奈且无语的样子，也忍不住挠头。难道是他想多了？燕卫迟，你再胡说八道，姑可就不客气了。燕卫迟向后撤了撤身子，茫然的眨眼。我猜错了。上官熙的呼吸逐渐粗重起来，就因为燕卫迟那几句胡说八道的话，他居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欲念。大战800回合，莫不是太小看姑了？倘若他愿意，倘若姑已解毒，完全可以让他3天3夜下不了床。不行，再想下去，身体又要失控。平邑侯府的后巷，站住！这数量好像不大对。事成了是一个价，失败了自然是另一个价。当初明阳郡主可不是这么说的。当初你还说绝不会失手呢。哼！燕卫迟还没死，所以你我之间的交易依旧有效。现在先给你一半，什么时候事成了，自然会给你另外一半。本郡主不给你现实，可你也不能对我强取豪夺，你说对吗？我可以再试一次，可是无论事成与否，那另外的500两你都必须如数给我，否则的话，我的目标随时可以换成你。我想你的身边应该没有明刀那样的高手时刻维护吧。夫人，这人自称为无形榜排行第4的杀手，怎么还如此没用啊？咱们这银子花得不值啊。哼，不是他没用，是那保护燕卫迟的人太过厉害。原来这个杀手不是无形榜第1的浮光，是排名第4的陆无。太子府，二人刚刚踏入太子府，就见到脸色铁青的上官熙站在院子里。去哪儿了？天下，我们去。本太子没再问你。上官熙冷着脸看向燕卫迟，满脸都写满了不高兴这3个字儿。秦香如摸摸鼻子，转头看向燕卫迟，给了他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然后提着鱼篓走向张管家。张管家，今晚加菜吧。喏，都是大鱼。殿下，今日上朝辛苦了。上朝只需要1个时辰，可本太子找了你1整日。燕卫迟，你是将我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吗？竟然敢自己偷跑出去！没有啊，殿下不让我一个人出去，我就没有一个人出去啊。我这不是跟秦大夫一起出去的吗？跟他出去和你自己出去有何分别？他一点武功也不会，若是遇到危险，是你保护他，还是他保护你？殿下，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抓不住流氓啊！荒唐！你这口不择言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哎呀，上官熙真是无奈至极呀！像他堂堂大离国的太子，还需要舍出自己的太子妃才能抓到凶手吗？那他岂不是太没有用啦？是我口不择言，可我话糙理不糙啊！殿下，你想想，我一直躲在这太子府，那杀手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跑来太子府杀我呢？所以我必须要走出去，给他动手的机会，才能给自己机会抓他呀！就凭你怎么抓？虽然那人不是浮光，可他能够让明刀受伤，也说明他武功不凡。你来告诉过，你凭什么抓他？殿下别瞧不起人啊！谁说不会武功的就抓不到武功高强的？要不咱俩打个赌？赌？燕卫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不是一场游戏，本太子输了，
也不过就是输面子。可你若是输了，输的是性命。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运，刚好让你遇到明刀，又刚好让你遇见秦香如。殿下担心我啊？本太子公务繁忙，没空担心你。你若非要一意孤行，那就生死无由，莫怨他人。上官熙的话音落下，便拂袖离去，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生气了。燕卫迟无奈地追上去：“哎呀，好了好了，殿下你听我解释嘛。”糟了，师兄毒发了！别碰我！秦香如不会武功，很有可能被寒气侵体，轻则受伤，重则丧命。一旁的于飞檐一脸的焦急：“师兄，快用千秋雪的内功把寒毒逼出体外啊！”经脉封锁，无法调动真气。无法调动真气？于飞檐震惊地看着上官熙，片刻之后，他想起了什么，忙看向秦香如：“秦大夫，你之前说青藤香会让师兄无法动内力，可你不是已经给他喝了解药了吗？”青藤香毒性特殊，喝了解药只是化解毒性，但是无法化解药性。它的药性就是让人无法调动内力，不过也就5日左右，药性会随着人的大小解排出体外。谁知殿下竟然如此不走运，连5日都没有撑过。那现在怎么办啊？殿下就得结冰了。对了，泡热水行不行啊？燕姑娘，寒谷之毒由内而发，外热只会让散发出来的毒性逼回体内，愈发危险。没错，千秋雪内功至阴至寒，师兄修炼千秋雪就是为了将体内爆发的寒毒引出体外，而千秋雪则可以保护自身不被这寒毒冻伤。如今没有内功加持，师兄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要被冻成冰雕了呀，这可怎么办？殿下，能否尝试一下调动千秋雪的内功，哪怕只是一点点，于世子加上青州和冲山，也可以传递真气给你，用来操控千秋雪啊！没错，大师兄，你且试试。不行，他根本就做不到呀，他刚才就试过了。走开！叶姑娘，别过去，你一点武功也不会，根本承受不住寒毒，顷刻就会被冻死。就在所有人焦急不已却无计可施的时候，秦香如无奈地叹了口气：“为今之计，只能用最后的法子了。你还有办法？那你快说呀！磨磨唧唧、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这最后的法子，只怕有些不体面。体面？命都快没了，要什么体面？哎呀，你别啰嗦，你快说呀！好，于世子，你先放开在下，在下总得去拿药啊！哎，去，快点去！片刻后，秦香如空手而归，看得大家一脸的茫然。药呢？秦大夫，你的药呢？这寒谷之毒从殿下体内散发，所以不能用外热来化解。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缓解寒毒，或许可以撑到毒性散去。哎呀，别啰嗦了，你倒是说重点呀！哎呀，于飞檐快要急死了。秦香如尴尬地扯嘴角，继续道：“那就是激发太子殿下的内热。内热？什么是内热？”啊，哇哦！燕卫迟微微一愣，有些惊讶地看向秦香如。秦香如见他这个表情就知道，他猜到了。秦香如摸摸鼻子，从怀中咻掏出一本书，放到上官熙的腿上。他说道：“殿下，慢慢看，此物或可让殿下激发内热。”什么书啊？内功心法吗？现在修炼会不会太晚了？哎呀，让殿下自己看吧。你拦着我做什么？大师兄都快变成冰雕了，他自己也没办法翻书啊，我去帮他。哎呀，用不着你啊，这不还有燕姑娘吗？走，我们出去，青州、冲山都出去。此时此刻，上官熙已经看清了腿上那本书的封面，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闺房秘录。上官熙瞳孔一缩，尴尬的想伸手把书藏起来。别看，你也出去。我出去你怎么看书啊？你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这古代的毒已经够稀奇了，解药竟然也这么奇葩，真是学无止境啊！上官熙的意识开始模糊，已经听不清燕卫迟说什么了。眼看着上官熙要闭上眼，燕卫迟急忙跑到他面前，翻开第1页给他看。上官熙羞愤欲死，他根本看不进去。他平日里洁身自好，从不沾染这些俗物。今日你让他当着燕卫迟的面看这种春宫图，他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呀？燕卫迟见他闭着眼，有些急。殿下，你倒是看啊！没有内热你会死的。丢脸都丢尽了，简直生不如死。燕卫迟见他倔强，开口道：“那你不看，我给你解释啊。”解释？什么解释？上官熙艰难地抬眼看看燕卫迟，燕卫迟把心一横，开口道：“上官熙听着燕卫迟银铃一般的声音说出那些令人羞愧的床围之事，他整个人都不好了。然而燕卫迟却惊喜地发现，殿下，你脸红了，你热了是不是？是不是有感觉热了？哎呦，上官熙不想承认，可是他确实听着这些话有些燥热。燕卫迟尝到了甜头，开始滔滔不绝了，那是绘声绘色描述书里的内容啊，就有一些姿势比较难以形容的，他就把身体就这样那样摆个造型出来。得亏他衣衫完整，
不至于视觉冲击太大。可即便是这样呢，也架不住人的脑海是会自行脑补的吗？该死！上官熙暗骂自己，却又无法在燕卫驰的循循善诱下冷静自持。竟是没过多久，他浑身燥热，血脉喷张，简直像燃烧了一样。燕卫驰就眼睁睁看着上官熙身上的薄冰渐渐滴成水，他欣喜不已，赶紧继续绘声绘色的描述。而此时在外头院子里还焦急站着的于飞檐和青州重山，小嫂嫂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清啊？哎呀，听清就麻烦了。总之你别管了，你看门上都没有上霜，说明殿下的情况已经被控制住了。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秦香如，你怎么神秘兮兮的？你到底给我大师兄看了什么内功心法？我不能学？秦香如摸摸鼻子，略显尴尬。那本书，确实难得，在下也是花了重金才从番外商人的手中买到。至于你能不能学，那得问太子殿下。那等师兄好了，我就问他要来。除了千秋雪内功师父严厉禁止我们学之外，其他武学大师兄从来不对我们藏着掖着。秦香如不置可否地挑挑眉，心想：那你就跟着你的师兄学吧，说不定能学出个百子千孙呢。看来这燕卫驰和上官熙的关系比我想象中更为亲密。那为何燕卫驰一直都是少女打扮？他们到底有没有成亲呢？就在秦香如有些好奇的时候，忽然房间里传出燕卫驰一声惊叫：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于飞檐急忙跑向门口，二话不说就想推门进去。你别进去！秦香如伸手去抓于飞檐，却只抓到他半片衣角，根本就拦不住啊。然后就见到于飞檐焦急地推开房门，咣当一声巨响，让床榻上的一双男女瞬间僵在原地。于飞檐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看到上官熙将燕卫驰压在那儿的模样。就这两个人虽然衣衫完整，但是那姿势让人无限遐想。上官熙回头看向于飞檐，眼中是熊熊大火，也不知道是被打扰的怒火，还是欲求不满的怒火。于飞檐僵在原地，半晌之后，他语塞道：大师兄，你融化了呀？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呀？这叫什么问题啊？燕卫驰羞愤欲死，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上官熙，头也不回冲出房间。秦香如见他跑出来，有些幸灾乐祸的摇头。原来上官熙依旧守身如玉啊！此时上官熙也坐起身，他看向僵在那儿的于飞檐：给本太子滚出圈！好嘞！于飞檐赶紧关上房门，头也不回地跑出双寒院。中气十足，看来我的医术更上一层楼了。所有人离开之后，上官熙无奈地枯坐在原地，他垂眸看着自己的右手。倘若男女之事可以压制毒性，那我岂不是可以不用担心我快死了？只要我跟卫驰正常亲近，行夫妻之礼，就能化解寒毒，那是不是也不需要九阳金尊了？想到这儿，他眼睛一亮，忍不住想去找秦香如问个究竟。与此同时，燕卫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也是尴尬了一脸。刚才的上官熙太可怕了，捏得他好痛。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缠上官熙的身子吗？这简直太令人羞愧了！燕卫驰，你搞清楚啊！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如果不喜欢，你就是纯纯女色狼啊！次日一早，天还没有亮，秦香如起身准备去小解，刚开门就见上官熙站在院子里。因为天色还没有亮透，所以秦香如一时间也没看出这人是谁。他下一个机灵，险些原地弹跳起来。就是我说太子殿下，人吓人吓死人啊！在下只是输了3年的时间给你，不想把命也交代在这儿啊！我有话要问。秦香如看了看上官熙靴子上的水渍，就知道他已经在院子里站了很久，身上都染了露水。殿下不用上朝吗？事情没搞清楚，没心思上朝。那太子殿下请进吧。不必捧场，顾问清水就走。殿下想问什么？所谓内热的方法，你早就知道。殿下是在怪我没有早些告诉你？不是，我是想知道。话到嘴边，他又说不出了。他想知道和燕卫驰共赴巫山，是不是可以每一次都逢凶化吉？你可是这种话，你让他怎么说得出口啊？好像在为自己的欲壑难填找一个正当理由一般。再说了，那是他们夫妻床围之间的事儿，让他如何开口向旁人询问呢？上官熙一脸纠结，难以启齿。秦香如见状笑了笑，原来秦香如早就猜到他的来意。秦香如是想告诉他，他这一次对燕卫驰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激发内热，化解寒毒，未必下一次还有这样的感觉。就算下一次有，那下次也未必有。说到底，都是因为没有得手，所以才愈发想要。
可若得手之后，谁又能知道会不会激情退散，感觉乏味呢？想到这儿，上官熙脱口而出：“我不会。”殿下不会什么？上官熙嘴唇翕动，说不出口。他想说他对燕卫迟的兴趣不会减少，可是这种事儿又何必对秦香如说呢？要说也该对燕卫迟说噻。秦香如见状，想了想：“殿下，就算你不会，你也要考虑一下燕姑娘的感受。殿下所中的是寒蛊之毒，简单的来说，殿下体内有蛊虫，并非只是普通的毒性。万一，在下是说万一你与燕姑娘共赴巫山之际，蛊虫从你体内转移到燕姑娘体内，那该如何是好？”什么？上官熙噌的一下站起来，震惊地望向秦香如。还会这样？他觉得难以置信。秦香如则是微微摇头。在下不知，在下只是揣测。跟随殿下这2年时间里，在下一直在寻找为殿下解毒的办法。至今为止，也只知道九阳金樽和调取九阳金樽的清虚狼尾草。至于去何处调、何时调、如何调，尚不知晓。你既然不知道，就不要瞎猜。是在下不好，只是谨慎起见。殿下还是继续守身如玉吧。上官熙翻了个大白眼儿，愤懑地拂袖而去。哼，秦香如看他那副欲求不满的样子，好心情地挑眉笑道：“上官熙啊，上官熙，让你禁锢我3年，我没有恢复自由之前，你别想一亲芳泽了。”哼，确定这画上的发钗是魏迟的？我怎么看着有几分眼熟？大师兄见过？那你一定是见过萧嫂手上的另外一只，这东西啊是一对儿。这张图纸是今日早朝时安国公呈上给康武帝的，康武帝没有对群臣隐瞒，反倒将此图纸拓印出来，让众人一起找。因为安国公说这个发簪是从北印杀手身边找到的东西，还言明此物为一对，眼下只找到一个，而另外的一个多半就在离国某个人的手上，这应该就是内外勾结的信物。哎，这哪里有什么内外勾结的信物？这就是燕卫迟在当铺里随便赎回的一对发钗。当日他不是去赌坊骗银子吗？骗了银子之后，为了金山脱孝，就在当铺买了这对发钗，换作女儿装扮，躲开了赌坊的捉拿。这怎么就成了内外勾结的信物了？此物是安国公拿出来的，目的也很容易猜，就是为了分散父皇和群臣的注意力，让大家不再去纠结上官离私藏桐油的事。毕竟北印杀手可要比上官离危险多了。可是这发钗既然是魏迟买的，又怎么会与北印人在一起？是安国公说谎栽赃吗？前些日子府衙不是找到了一些北印杀手的尸体吗？我猜想多半就是那个时候得到的，而且小嫂她也跟那些北印杀手有过交集。上官熙想起来了，燕卫迟曾被那花鱼掳走了一夜，那一次他们遇到北印杀手，那些杀手正是花鱼杀的。难道说就是那一次燕卫迟不小心遗落了发钗中的一个吗？飞燕，换衣服，随我出门。殿下去当铺有什么收获吗？当铺失火，掌柜的和伙计都死了。死了？是意外还是人为啊？府衙调查的结果是意外，不过姑还是想让你去看看。姑记得你说过，你的验尸技术4国双成，无出其右。好，什么时候去？现在。殿下，是他，是那个北印人。我们快去看看。属下千务参见三殿下，参见云锦公主。人找到了吗？戴着面具的千务低着头，语气惭愧地回话：殿下恕罪，上次在城郊树林一战之后，再无那人踪迹，他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蠢货，属下知罪。好了，三哥，那人中了透骨钉，还能千里迢迢从北印跑到离国来，可见其武功非凡。他们这些三脚猫抓不到，也实属正常。人没抓到也就罢了，他的身份你们总该打听清楚了吧？回公主殿下话，属下只打探到他叫花鱼，可京城姓花的没几家，都没有这号人物。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栖身之所，这人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人抓不到，身份也打探不出，那这几个月你们到底在瞎忙活些什么呢？还折了印城司那么多隐卫。破军，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树上的上官熙和院子里的千务都猛地一怔。公主饶命，属下并非完全没有收获。前几日交战的时候，花鱼为了保护一个女子，连命都不要了。那个女子一定对他十分重要，属下最近就在找此人。那个女子当日在打斗场地落下一只金钗，那个金钗已经被京城的官府拿回去了。不过他们离国的官员似乎误会了我们与那女子的关系，他们以为那个女子是与我们里应外合的内奸，所以眼下整个京城都在寻找那人。只要我们稍作等候，定然能坐收渔利。等离国的官员将那个女子揪出来，我们便可以捷足先登，抓了他去找花鱼。这里毕竟是离国的京城，他们自己人办事总比我们要顺畅。也好，那就让他们找，我们先等等便是。 7日之后，
本宫会与三哥正大光明的进京，届时你可以去行宫禀报消息。是，属下遵命。话音落下，他忙不迭地离去。本以为千雾离开之后，尉迟云昭和尉迟云锦也会离开，没想到两个人竟然是将所有的侍卫都遣散到院子外头等着。而好巧不巧，那个叫破军的侍卫来到了上官熙和燕卫迟所在的树下。上官熙抱紧燕卫迟的腰身，一动不动地僵在原地。三哥，你听见没有啊？他竟然说这东离国有世上最好看的女子，这怎么行啊？敬而不依嘛。那你想怎么样了？一闻到血腥味就忍不住了，连去客栈都等不及了，非要在这儿沐天席地。我们星夜兼程，好几日都没。他们不是都姓尉迟吗？怎么还可以这样？燕卫迟转头看向上官熙，用八卦眼神询问。上官熙眉头紧锁，示意燕卫迟非礼勿视。还非礼勿视，这种好戏怎么能错过？燕卫迟压根就不搭理上官熙，那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呐。只可惜这夜色太浓，院子里只有2、3个火把，有些看不清楚。可即便是看不清，依旧能听清下面两个人的攀谈。有些事儿还是不能做到最后一步。那就用老办法。我靠！燕卫迟心中一声惊呼，他简直以为自己穿越回去了。这么会玩的吗？燕卫迟只觉得无比震惊啊，而上官熙就觉得很难受了。他最近本来就被燕卫迟闹得有些心绪不宁，眼下小姑娘就在他怀里，那下面又是酱酱酿酿的一副场景，这可比那什么春闺蜜露要简单粗暴的多。上官熙呼吸一沉，手脚用了几分力，刺啦，一声树叶摇晃的声音惊动了下头的破军。有刺客！幸亏上官熙反应灵敏，抱着燕卫迟当即飞。人呢？杀了吗？属下无能，让他们跑了。看身形是一男一女，男人轻功极好，那女子身上有暗器，暗器可成烟雾，让人无法视物。一男一女，难道是花鱼和那个女子？大师兄，于世子还没睡啊？你们大半夜的不睡觉，穿成这样在干嘛呀？要出去？刚回来。刚回来？你们两个去干什么好事了？怎么一个比一个脸红啊？脸红？他下意识看向上官熙，就正好与他撞了个四目相对。撕啦一声，在燕卫迟脑海中响起，他感觉自己被上官熙那个眼神给电到了。我先回去了。燕卫迟忙不迭地向着若出院跑去。大师兄，他怎么了？哎呀，上官熙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他总不能说刚才他们俩看到另外一对男女就这样式，又那样式啊！姐，得有辱斯文。不行，不能再回想了。原来那春闺蜜路上还是保守了，远不及现实中，这般令人瞠目。我累了，明日再说。上官熙也阔步离去，看那方向是回自己的双寒院。今晚怎么不一起睡了呢？别说一起睡了，就算分开睡，俩人也睡不着啊。原来男女之间还可以这样，不做到最后一步，也能令人愉悦。不行，我怎么能这么想？龌龊至极！哎呦，他只想给自己一嘴巴，他怎么能忍心燕卫迟帮他做这样的事儿？不能再想了。上官熙噌的一下坐起，心浮气躁，跑去洗冷水澡。次日一早，上官熙下朝之后，迫不及待叫来于飞言。大师兄，你找我啥事儿？我正要去兵部喝茶呢。3件事。第一，昨天夜里看到了北印的3皇子尉迟云昭和北印5公主尉迟云锦，你去查一下，他们2人此番来我大理京城，真正目的是什么？北印皇子和公主，他们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京城了？怎么进来的？咱们一点消息都没有吗？大内行场也没收到消息？大内行场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国公和长信王共同管理。北印人如此堂而皇之的进入我们京城，
内行厂不可能没有收到一点消息。师兄的意思是，大内行厂将消息按住了？没错。至于他们为什么将消息隐藏，那必然是受命于人。我让你查的第二件事，就是查他们受命于何人，是长信王，还是安国公？没问题。那第3件呢？北印那个戴面具的杀手，对于尉迟来说是一个威胁。大师兄是怕他认出燕尉迟？没错，他是北印印城司的影卫，是跟尉迟云昭一起来的。倘若他认出了尉迟，那尉迟云昭和尉迟云锦必然会纠缠于他。跟北印人有纠缠，就会落人口实，给安国公和长信王留下泼脏水的机会。我们不出手，那面具杀手一时片刻也找不到尉迟；可我们贸然出手，万一留下痕迹，就会弄巧成拙。你先去办前面2件事吧，斩草除根的事，我另想办法。于飞檐应声离去，他前脚刚走，后脚张嬷嬷带着来小丫头进来。启禀殿下，您让老奴买的丫头，老奴买回来了。殿下您看看还顺眼吗？带去给太子妃看看。是，老奴这就去。殿下，您给这俩丫头赐个名吧。这进了府的丫头是要主子重新赐名的。上官熙没什么兴趣，淡淡道：都可以，听着吉利就好。上官熙话音刚落，便低下头继续处理公务。张嬷嬷见状也不再打扰，急忙带着丫头去找燕尉迟。走在路上，张嬷嬷脑海中寻思着上官熙的话，听着吉利就好，那叫什么名字吉利呢？招财进宝？不行不行，太子府又不缺银子，花好月圆，也不行，听着跟皇后赏妾室似的，那叫什么呢？张嬷嬷走着走着，忽然看到院子里的合欢树开花了，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张嬷嬷带着俩丫头从若出院找到后花园，看到正在忙碌的燕尉迟。燕尉迟拿着秦香如的药碾在磨一些草药，秦香如则在不远处晒她的草药，远远看去画面竟是有些和谐。老奴参见太子妃娘娘。参见太子妃娘娘，他们是谁？娘娘，这2个丫头是太子殿下从牙行刚买回来的，以后伺候娘娘起居饮食。她叫开枝，她叫散叶。开枝散叶。燕尉迟看着张嬷嬷笑得跟朵花似的，忍不住嘴角直抽抽。上官熙没事儿吧？买2个丫头给我也就算了，还起名叫开枝散叶，他是有多欲求不满，都不掩饰一样的。燕尉迟下意识去看不远处的秦香如。太子殿下，真乃是当今世上第一坦荡之人啊！你们多大了？奴婢15了，家住李家屯。早年间母亲生病，爹爹就将奴婢卖给了牙行。现在娘亲不在了，爹爹已经续弦，跟着继母去南边讨生活了。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京城附近没有亲人了。燕尉迟微微点头，看向散叶。散叶年纪小一些，怯懦地开口：奴婢14了，是孤儿，是从南边跟着牙行管事一起来京城的，家里没有亲人。张嬷嬷凑近燕尉迟：娘娘放心，这2个丫头老奴都摸过底了，都是穷苦人家，跟上头没有关系。好，那就留下吧。张嬷嬷离开花园的时候，看到了上官熙过来。太子妃在花园吗？回殿下话，没错，太子妃在后面倒腾草药呢。如何？他对这2个丫头可还满意？满意。开枝散叶，进了太子府要懂规矩，还不赶紧给太子请安呢？奴婢参见太子殿下。开枝散叶。上官熙对这俩名字也有些意外，张嬷嬷眉眼弯弯的一笑。殿下是不是挺吉利的？上官熙抿了抿嘴，不知道怎么回应。他是万万没想到燕尉迟会给这俩婢女起这么个名字。难道说燕尉迟想和他开枝散叶？我就说太子和太子妃都会喜欢吧。你在忙什么？殿下怎么过来了？这开枝散叶刚走，太子殿下就过来了。莫不是身后还跟着开花结果、瓜熟蒂落和硕果累累啊？一句玩笑话让2个人都面露尴尬。燕尉迟忍不住腹诽：堂堂一国储君，总是惦记床上那点事，还如此不知避讳，看看让人捡笑话了吧？上官熙也无奈啊，好好一个姑娘，怎么总是口无遮拦？起的这都叫什么名字？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缠本太子的身子，不怕他缠吗？2人对视了一眼，就瞬间别开脸，脸上半是尴尬，半是羞怯。看似梁上寻常燕，秋风乍起比翼飞。哎呀，在下先告辞了。这狗粮谁爱吃谁吃，他不想吃。上官熙回神，急忙开口：秦大夫留步，顾氏来找你的。那你们聊，我还有事。
那个北印杀手认了我的长相，可他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所以他不会在太子府附近蹲守的。而那个要刺杀我的人，显然是既知道我的长相，也知道我的身份。这几日我没出门，他一定会在太子府附近打探情况。那么今晚我出去，他如果在，就必然会跟上。今朝有酒今朝醉，夜夜美男陪我睡。我醉欲眠清莫走，今夜继续搞一宿。狂歌起舞君勿吵，翻云覆雨大声笑。暗处的陆无忍不住嘴角抽抽呀，真是从未见过如此放荡淫乱的女子。娶了这样的女子，上官溪头顶的绿草怕是要长到3尺高的。眼下就算是没有人买凶，我都想要为您除害了。就在燕卫石被刺杀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在遭遇刺杀。这个人是谁呢？不是旁人，正是燕卫池心有忌惮的那个戴着面具的北印杀手千雾。此时千雾捂着胸口倒在地上。柔长剑，你是杀手浮光！国君大人，救我！救我！他要杀我！小小一个印城司影卫，竟能惊动浮光重出江湖，真是令人惊讶。多年不见，你还是这般没用，你找死！谨慎的陆无没有近身杀人，而是再一次拿出袖里剑，瞄准燕卫池的心脏，射过去。陆无亲眼看到燕卫池摔在地上，他长长的吁了口气。这一回总应该死透了。当他落在燕卫池身边时，发现燕卫池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用脚踢了踢燕卫池的腿，燕卫池也没有反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燕卫池趁着陆无向他吐出了一口白烟。这口浓郁的白烟让陆无吸了个干净。等他回过神来想出招，已是全身僵硬，眨眼间就陷入了昏迷。城北荒宅，谁？燕卫池将水桶扔到一边，叉着腰看着他。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跟着我的时候跟狗一样，现在变成瞎狗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说大哥，这做人呢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能没有常识。胸前中箭，人是要向后倒的。我直接趴下，你竟然也信呐？你说你今日若是死了，算不算蠢死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的弩箭在我眼里就跟牙签没什么区别，毫无杀伤力。不过用在你身上，应该会有点乐子的，你说对吧？这不可能！你徒手接住了我的弩箭，这绝不可能！陆无瞪大眼睛望着燕卫池，这确实不可能。燕卫池又不会武功，哪来这种本事？他只是反应够快罢了。手镯吗？有手镯在身上，所以任何他接触的东西都能瞬间纳入手镯里。上一次中箭，那是因为陆无攻其不备，射他后背，他没有反应过来。这一次他时刻警惕，当弩箭射中他的一瞬间，咻，被他收了。一声惨叫划破黑夜的寂静。你上次伤了我这个人呢小心眼，睚眦必报，所以你猜猜我要做什么？我也是受人所托，冤有头债有主，你报仇就应该去找明阳郡主。这么容易就说了，一点乐趣都没有。我跟你无冤无仇，不过只是为了求财，今日落在你手中，算我倒霉。你放我一条生路，我可以免费为你杀一个人，杀明阳郡主都行。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作为杀手，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出卖金主。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就竹筒倒豆子一般都说了。这般言而无信的小人，你觉得我会信你吗？杀他比杀你容易多了。我燕卫池万事不求人。不要，饶了我，求你饶我一命！你要什么我都答应啊！陆无疼得直抽抽满头的冷汗。燕卫池歪着头看他，甜美的笑容中是让陆无恐惧的冷静。这一声声惨叫虽然没有惊动远处的居民，却是吸引了暗夜中游走的杀手。比如说正要回安国公府的明刀，你我同为九幽阁效力，也算是同道中人，你怎能见死不救？或者你不需要帮我，你把他带走也行，立刻带走。九幽阁只是给所有杀手提供一个集中接单的地方而已，什么同道中人？你用腐肉伞打伤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同道中人了？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他说的没错，九幽阁众人各为其主，互不干涉，没有同道之说。浮光破军啊！站在一旁的燕卫池傻眼了。要命啊！这九幽阁的杀手怎么都来了？
大晚上凑在一起干嘛？打麻将吗？我只是随便选了一个荒宅，该不会是九幽阁的分舵吧？真是奇怪了，多年不见的人，今儿个倒是聚齐了。你们在干什么？破军，救我！救我！那个女人要杀我！你也是九幽阁的杀手，过去从未见过。我不是杀手，是他要杀我。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原来是你失手了，真是废物。换个地方打。别走啊，就在这打。人多热闹嘛。他是太子妃，他是离国太子上官熙的太子妃呀！太子妃，眼前这4位面不和，心也不和，只要他周旋得好，一定能脱身。有趣，真有趣！不愧是上官熙看中的女人，有股子狠劲儿。就冲你那放倒陆无，今日我给你这个机会，你报你的仇，报完了仇跟我走一趟。你这是何意？他是我的猎物，你这是要截胡吗？老子就是要截胡，你能如何？你打得过我吗？打不打得过，那就要试试才知道了。你别走啊！有事？那个，你要不要带我走啊？我为何要带你走？我是太子妃啊，与我何干？大哥，你做杀手不过是为了求财，现在你可以绑票啊！我可是太子妃，太子殿下穷的就剩下银子了，你绑了我，让太子拿银子说，绝对比你杀人赚得多啊！好主意，是吧？大家都是爱银子的，你我才是同道中人。人我要带走，你们谁想拦？还是一起上？我的天哪，这霸气！燕尾池快变成布灵布灵星星眼了。不光你太瞧不起人了，你在第1的位置上也坐得够久了，不如今日就让你下来看看老子的鞋底。怎么？奇怪我为什么不逃命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左右他们3个没有一个能带走我的，你信不信？点个香炉，去血腥味。你说堂堂7尺男儿，还说什么无心榜排行第4的杀手？你这么一哭，我倒是有些于心不忍了呢。这样好了，我给你2个选择。这第一呢，我把解药喂给明阳郡主，你自己想办法去泻火解毒。第二，我把解药擦在这箭头上，你每隔7日来我府上一趟，让我戳上你2个窟窿。什么时候戳满了9981个，什么时候咱们的账就算清了。怎么样？这到底是惹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妖孽呀？他怎么会中箭不死，又怎么会如此毒术过人？他真是太子妃吗？你不吭声，我就当你默认了啊。对了，我还得提醒你一句，我的毒世上无人能解，你不要试图再挑衅我的耐心，否则的话，我有的是办法。绝不会，在下绝不会再冒犯太子妃。乖了。燕尾池转头看向那个香烟冉冉升起的香炉，我在太子府等你哦，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走正门，当然你也可以在此之前去睡那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明阳郡主，去共赴巫山，看你的本事喽。告辞。燕尾池说完就径自向着门外走。站住！燕尾池要跑！我怎么无法提气？我们怎么了？都不能动了，还问怎么了？中毒了呗，蠢货！烛光瞥向刚刚燕尾池点燃的香炉，好手段。过奖啦。你们放心，此物虽然有毒，但是并不致命。3、4时辰之后呢，你们就能动了。到时候各回各家，各找各娘吧。告辞。他像个江湖中人，拱手行礼，转身大步离去。枉费他们4个号称九幽阁4大杀手，居然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丫头片子一锅端了。现在你们知道他的厉害了，我栽在他手上也不算太亏。次日晨，康武帝拿着国书，眉头紧锁，拿去给他们看看。和亲。闻言，众人纷纷地望向安国公。康武帝点了点头。安爱卿怎么看？近年来，离国和北印并未开战，边境虽有摩擦，最终都和平解决。北印忽然前来和亲，应该是想促进2国继续和平共处，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好事？哼，我看不见的吧。若真是有心交好，进入我离国之前，国书就应该提前3个月到了。如今人都在京城大门口了，才递交国书，这分明是心存不轨。好了，不要吵了。既然北印是来和亲的，不是来下战书的，那我们以礼相待便是。楚景安，这朝堂上其他事你也插不上手，那这接待北营来使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吧。儿臣遵旨。北城门口，外国来使按照规矩，须得陛下钦点之人，率领清兵66人在城外迎接。燕尾池看不懂这些礼节，就觉得新鲜，
他东瞧瞧西望望，却不知他在看风景，有人看他呢。那上官离忍不住感慨：四弟，你看看那燕卫池，哪里还有半分养猪女的样子？这太子妃的正装穿上，真是比燕青书也毫不逊色。是啊，我记得那平邑侯燕寒山年轻的时候就荣冠四方，素有儒将一称。他生了2个女儿，自然都风华绝代了。谁说不是呢？要不是那燕寒山长得好，那明阳郡主怎么可能放着皇妃的位置都不要，非要嫁给他一个没有实权的侯爷？想到这儿，上官离微微挑眉，觉得自己很幸运。兄弟俩窃窃私语的功夫，北印三皇子尉迟云昭和北印五公主尉迟云锦已是到了近前。北印三皇子尉迟云昭参见离国太子殿下。三殿下不必多礼，你我本是同辈，何必行此大礼呢？你就是燕卫迟，见过五公主。云锦，不得无礼。参见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素闻太子殿下身中剧毒，本公主本次出访离国，父皇命我带来许多解毒的良药，希望能对太子殿下有所帮助。多谢贵国陛下厚爱，不过孤身上的毒已经没有大碍了。殿下这话说的，云锦有些听不懂了。没有大碍是解了还是没解呢？多谢云锦公主关怀，我家殿下身上的毒没有解，却也不必解了。太子妃此话何意？公主殿下有所不知，这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俗话说，小毛病不断，大毛病不犯。这人啊，本就有许多治不好的小毛病，要相伴终身，比如脚气啊，比如脱发呀，又比如迎风流泪啊。这些毛病大多都是无法完全治愈，却也并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和寿命。依你所言，太子殿下的毒就是解与不解都没事了，那本公主带来的解毒良药岂不是毫无用处了？公主殿下这是哪里话？但凡是有良药，皆有用处。太子殿下用不到，可以给有需要的人来用。我离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总有能承接贵国陛下好意的人，而这份好意，我们太子府就只能心领了，总不能抢占了别人的良药，满足一己私欲，你说对吧？太子妃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一点都不像养猪女出身。公主殿下有所不知，我这伶牙俐齿都是养猪练出来的。猪不怎么聪明，总要我多说几句，他们才能明白我的意思。一来二去说的多了，自然就伶牙俐齿了。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若是不明白，我就再说一次。言外之意，那猪都能明白，你不明白，那你不是比猪还蠢吗？你放肆！尉迟，不要胡闹。三殿下和五公主都是聪明人，怎么可能不明白呢？殿下说的极是，是我多虑了。哦，太子妃真是妙语连珠，真是个有趣的人呐。太子殿下，时辰不早了，咱们进城吧。上官熙点点头，众人纷纷上马。次日，九龙殿。我不人间惊鸿颜，唯独盛世也。度岁岁年年逍遥四方。今儿个宴请北印来使，整个朝堂上下有头有脸的，有一个算一个，全到了。上官熙听到身旁的燕卫迟发出奇怪的声音，扭头看他。怎么？没什么，我只是之前没见过银当县主，没想到他跟长信王长得这么像啊。小嫂子形容人还挺委婉的，他们父女二人何止是像啊，这银当县主贴个胡子，简直就跟长信王如出一辙，都是身高8尺，腰如巨桶。哎，说到这儿，我怎么觉得银当县主又胖了，看着比长信王还大2圈。上官熙也瞥了一眼韩宇飞，点点头。确实胖了，不过莫要以外貌论长短。而且他是又黑又胖，让人一看到他就想起张飞、李逵那样的造型。那贱兮兮的笑容引得上官熙侧目看向他。笑什么？没什么，我在想他为什么要叫银当县主啊？他不是没出嫁的吗？怎么就淫荡啊？而且淫荡也不是什么好称呼啊。不是淫荡，是淫当。你莫要胡说八道。
要等10指进剑之后才能传山。你先吃点点心，垫垫肚子。燕未迟眉眼弯弯一笑，哼，他已经盯着那个点心很久了。爹，那个女人就是平义豪的闺女。没错，她是你姑父的庶女，细细算下来，她也算是你表妹。哼，一个养猪的庶女，她连我一招半式都接不住。别理会她。爹让你回来，是想让你看看能不能跟燕青书争一争，嫁给二殿下。我不喜欢上官离，想阻拦国公。说到这儿，韩宇飞看向上官熙，黝黑的皮肤泛出一丝潮红。我喜欢太子那样的翩翩公子。长信王忍不住嘴角抽抽，开口劝：闺女啊，咱们选夫婿不能只看别人的长相啊，看内涵我也看不出来啊，也得看看自己的长相。爹，你什么意思？你嫌我长得丑啊？我长得丑怪谁？还不是因为你。我倒是想好看了，我要是好看了，那你就戴绿帽子了。嘘，哎呀，小点声。长信王赶紧安抚自己暴躁的闺女。陛下，长信王看起来有点怕自己的闺女呢。不是怕，是珍惜。长信王年过半百，妻妾成群，可膝下唯有这一女，他自然疼得跟眼珠子一样。原来如此，这银当县主的容貌倒是敦厚，可是他的眼神太猥琐，一直往殿下身上瞟，好像一个野狗看到了肉包子。胡说八道，姑怎么可能像包子？殿下不像包子，殿下像我的眼珠子。谁敢觊觎我的殿下，我的眼珠子。我的殿下。远处的韩宇飞看到这一幕，不悦的皱眉。不知羞耻的女人。人家是夫妻，再不知廉耻也没越界。你听爹的啊，不要去惦记上官熙，那是个短命的。要嫁人呐，就嫁给上官离，再不济上官爵也行啊。表姐说的一点也没错，她就是不知羞耻，跟猪一起长大的，没有半点礼数。若不是当初殿下快死了，哪里还能轮到她占尽便宜啊？论家世，论地位，论才学，论本事，表姐才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她就是鸠占鹊巢。没错，就是鸠占鹊巢。爹，我就要嫁给上官熙。嘘，小点声。北印三皇子尉迟云昭携北印五公主尉迟云锦进宫觐见。好，至此，今日的主角终于粉墨登场。众人齐刷刷看向门口，就见尉迟云昭一身玄色正装，昂首阔步走在最前，身后半步之遥跟着的是同样一身玄色裙褂的尉迟云锦。燕未迟疑惑，这不是来赴宴吗？他们兄妹二人怎么穿得跟奔丧似的？休要胡说，北印与我们离国不一样，他们以黑为尊。原来如此。师兄，我还记得北印人不穿鞋裤，是不是？北印人不穿内裤啊？那尉迟云锦这裙子下面……不仅是尉迟云锦，尉迟云昭也是。风吹屁屁凉。于飞檐一个没忍住，笑出声了。众人不约而同，视线歘着向他。于飞檐被歘的连忙坐好，低着头，不敢和任何人对视。燕未迟也佯装喝茶，夹在他们俩中间的上官熙真是无奈的扶额，觉得自己好像带着俩皮猴。平身吧，二位远道而来，乃是我离国贵客，不必如此多礼。好，谢陛下。自从北印和离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后，两国再无龃龉，百姓安居乐业，各处四海升平。为延续这样的良好邦交，父皇特意命外臣携皇妹一同来离国联姻，希望能与贵国结下秦晋之好，让两国百姓永享太平。三皇子说笑了，这和亲一事乃是两国之间的大事，从未有过一次和亲办两件喜事的呀。好，皇后娘娘，外臣听闻贵国有句俗话叫做礼尚往来，既然我们北印拿出诚意送来我们最美丽的一位公主，那贵国当然也不能让外臣空手而归，您说是不是？婚姻大事也不能一两句话就敲定的，既然三殿下和五公主要住下来，我们不妨慢慢商量。今日就先入席吧，本宫特意准备了我们离国美食，让二位好好品尝一下离国的风土人情。皇后娘娘所言极是，此事还可以慢慢商议。在入席之前，外臣还带来了父皇赠与离国的几样礼物，因为三生三世，还请陛下和皇后娘娘笑纳。礼物还三生三世，这什么东西啊？众人都好奇。所谓三生三世，就是3件有生命的人间至宝和3件无生命的稀世珍宝。哦，那就是一共6件宝贝了。这第1件有生命的礼物，就是我们北印的傲雪良驹。启禀陛下，傲雪良驹有些水土不服，犯了一点小毛病。今日外臣进宫并未带进来，此刻在行宫圈养，过几日再带进宫来给陛下观赏。无妨，
这第2件礼物是一对雪箫。一旁的上官爵忍不住插话：雪箫，传闻北印雪箫美丽且勇猛，可日飞千里，传递书信。四殿下此话没错，此乃北印雪鸮所产的卵，只要加以孵化，将它们养大，来日便可得到一对忠心不二的雪鸮。雪鸮送信日行千里，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书信。北印陛下有心了，不知这第3件有生命的东西是何物啊？启禀陛下，这第3件有生命的至宝是一条鱼，名唤九阳金尊。说到这里的时候，尉迟云锦转头看了看上官熙，那一眼意味深长啊。九阳金尊，这鱼有何名贵之处呢？回陛下话，九阳金尊产自火山口附近的泉水中，常年以名贵草药为食，其身体至阳至热，可化解所有寒毒。若是简单的风寒，只需饮用一盅他身旁的水，便可以瞬间祛风散寒，恢复健康。没错，早在18年前，陛下就发下天下英雄榜，为太子殿下寻求可以解寒毒的东西。父皇他得知此事之后，便一直命人留意，经过多方打探，才寻到了此鱼，希望可解陛下心中困苦，可解太子殿下体内寒毒。朱景，你不妨去试试。父皇，儿臣。殿下，陛下所言极是，你快去摸摸吧，别让陛下为你担心了。去吧去吧，我也想见识见识这厉害的鱼呢。上官熙见燕未迟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知道他去摸一下鱼应该无妨，于是他起身道：父皇，儿臣这就去试一试。康武帝点点头，眼神追随着上官熙，其他人呢也都不错眼地盯着上官熙。那于飞檐更是紧张的双手紧握，掌心都出汗了。然而还不等上官熙的手伸进鱼缸，意外发生了，哇一声，那条鱼不知为何破水而出，一口缩住了上官熙的手指。上官熙本能地收回手，那条鱼啪叽一声摔在地上。哎呀，怎么跑出来了？快抓回去啊！尉迟云昭和尉迟云锦呆住了，这鱼怎么自己跳出来了？哎呀，这北印的鱼就是不一般啊！陛下您看看，那条鱼居然会仰泳啊！康武帝好奇地看过去，那可不对吗？那条鱼在鱼缸里翻肚皮了，这死了！是你，一定是你动了手脚！五公主这是说的哪里话？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动都没有动过一下，他要自杀与我何干？看来顾氏没有这个运气，承蒙2位的好意了。好，看过3生，该看3世了。父皇听闻陛下十分喜欢奇异，特命人寻了南阳暖玉和北山寒玉，打造了一副冷暖玉棋子。父皇曾言：闻评论道，乐在其中，不战为战，不争为争，以其会友，乃是君子之交。所以父皇特意摆下一盘残局，希望能够得到陛下的指教。倘若陛下可以破局，那这副冷暖玉棋子才算是寻得明主，不算珍珠蒙尘。五公主这话，老夫就听不懂了。世人皆知，许多残局无解，拿一个无解之局来离国寻求解答，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哼，就是，不想送就别送，小气巴拉的看着碍眼。依我看，太子妃笑得如此阳光明媚，定然是对此棋局胸有成竹，不妨就让太子妃先来试试。怎么样啊，太子妃，上来试试啊！你该不会是不敢吧？我不是不敢啊。那请吧。我是不会啊。不会就不去。燕未迟很满意上官熙这个态度，当即眉眼弯弯一笑。我听殿下的。尉迟云锦看不惯上官熙对燕未迟宠溺的态度，当即冷声讽刺道：堂堂离国太子妃竟然不通其意，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太子妃，你这不是丢了皇家脸面吗？不会就是不会，有何丢脸面的？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会的我不会，我会的你也未必会哦。没有什么是本公主不会的。哟，别吹牛了，你就不会养鱼啊？那不都让你给养死了吗？我什么我就很会养鱼啊！不然你去我们太子府的锦鲤池看看，每一个都膘肥体健，游得可开心了。远处的银当县主韩雨飞也见不得燕未迟这得意的模样，轻哼一声：哼，头一次见到拿无能当本事的人。
银当县主不必客气。我什么时候跟你客气了？刚刚县主说头一次见到我这样的人，那我给县主开了眼。县主这么有家教的人，自然要感谢我呀。所以我说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宣伟池，你到底能不能听懂人话？本县主就说你无能，有能无能，端看个人如何去想了。在我看来，有能之人豁达谦逊，大智若愚，世故而不市侩，风流而不下流；而无能之人，就只能狂怒了，无能狂怒。你放肆！到底是谁在放肆？使臣面前大呼小叫，看来银当县主有能力破此棋局了。那就请银当县主试一试吧，莫要被旁人忽视了你的能力。哎呀，是啊，你能你上嘛。太子哥哥，你就知道帮他，上就上，我才不怕呢。哎呀！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200斤的黑胖子呀，撒娇扭捏，我的妈，这画面真是让人无法直视，所有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可是九龙戏珠，国公大人好眼力啊，正是九龙戏珠。三殿下，五公主，你们莫不是开玩笑啊？精通棋艺之人都知道这九龙戏珠是无解之局啊！国公大人有所不知，这过去无解不代表现在无解。父皇已经破解了此局，倘若离国的众位能人异士都无法破解此局，甘愿认输的话，那在下自然将破局之法如实相告。换言之，让你们先试，然后打你们所有人的脸。九龙戏珠已经失传多年，如今有人能摆出来，实乃天下爱棋之人的幸事。不妨将此棋局勾勒成图，宣告天下，让天下百姓一同参与。刚刚从后宫回来的上官离一边走近一边接话：父皇所言极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此事就交给儿臣去办吧。康武帝自然没有意见。长兴王见状，赶紧把他那傻闺女拖回去，生怕他丢人现眼。随后上官离又看向北印兄妹：刚刚我错过了3生，眼下可不能再错过3世了。不知还有2件是何物啊？实不相瞒，这第2件稀世珍宝乃是我北印传国之宝——无字天机书。什么？无字天机书？就是那本能知晓过去未来的无字天机书？正是此物。那这本书在哪儿呢？这无字天机书本来一直安稳地存放在北印皇陵，正因为我们要将此物进献给离国陛下，所以打开了皇陵机关，不料却被一个宵小之徒钻了空子。他潜入皇陵，先我们一步盗走了无字天机书。被偷了？可有抓到贼人？我们一路追逐那贼人的踪迹，恰巧追到了离国境内。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觉得我们盗走了你们的无字天机书吗？安国公误会了，这天机书本就是要敬献给离国陛下的，我们又怎么会怀疑你们盗窃呢？皇妹的意思是怀疑有心存不轨之人故意去盗窃北印皇陵，然后逃到离国嫁祸于人，勾起2国的嫌隙呀。那不知你们一路追踪，可有查到什么线索呀？目前为止，只查到那个男人的名字，他叫做花鱼。既然贼人逃入我离国境内，朕必然助2位捉拿。这件事就交给京兆府去办。禀景公主，你刚刚说这第2件和第3件礼物有所关联，难道这第3件也被盗走了？非也，这第3件稀世珍宝，细细说来只能算是我们借花献佛，因为此物并不属于北印。康武帝和上官熙齐声道：金丝凤羽。金丝凤羽，这是先皇后心爱之物吧？果然是你母后的东西。此物为何在你们手上？这金丝凤羽并不是我们盗取皇陵所得，相反，此物是我们在追逐那花鱼的时候从他身上落下的。从他身上落下的？你的意思是，花鱼先在离国盗走了金丝凤羽，随后又去北印盗走了无字天机书，他将金丝凤羽遗落在北印，又将无字天机书带来离国京城，这一切都是他在搞鬼，他要挑拨2国关系。于世子所言与在下猜测一样，这个花鱼绝对没安好心，而这金丝凤羽也绝对不是我们盗走。混账！来人，立刻派人去皇陵查看。陛下息怒，让朕如何息怒？一个皇陵都看不好，把所有看管皇陵的侍卫都给朕砍了！啊，陛下，其实遗落在外的金丝凤羽并非只有这一个顶簪。应承司的影卫在追逐花鱼的时候，发现跟在他身边的女子头上还戴了金丝凤羽中的一对发钗。那一对发钗在京城郊外打斗过程中遗落在我们应承司影卫身上一只，据说已经被离国府衙的人搜走了。还有一只在花鱼的同党身上。安知远，发钗在何处？就在微臣府上，微臣这就命人取来。上官熙见康武帝有些失态的样子，心中既酸楚也安慰。既然那么爱他的母后，又何必要为了权势娶那安国公的妹妹？上官熙叹了口气，心中五味杂陈。你们刚刚说还有一只发钗
在华玉的同党身上。没错，当日2只钗都戴在他头上，打斗过程中才遗落了1只。坏这个东西，先皇后的遗物也是他们配使用的。一旁的燕卫迟喉咙发紧，他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上官熙轻轻抬起食指，在燕卫迟手背上点了3下。燕卫迟愣了愣，随后忍不住抿唇一笑，因为他觉得那3下的意思是有我在。表姐，你看那个养猪女真是不知礼数，众目睽睽之下迎接使臣这么严肃的场合，她竟然还要勾引太子殿下，简直不知羞耻为何物。若不是她当日宽衣解带去牢里现身，太子殿下根本就不会娶她，太子一点也不喜欢她。你说太子哥哥不喜欢她？当然不喜欢啊，她算什么东西啊？论身份，她与表姐你相差10万8千里，太子娶了她，等于放弃了妻族的助力，若不是迫不得已，她岂会就范？这个太子妃啊，名不正言不顺，只有表姐这样身份尊贵的高门贵女才配得上太子啊。那是自然，我不仅仅身份配得上，战场之上我也能帮他。倘若我们成亲了，我大可以随他去枫林关，打虎亲兄弟，上阵复骑兵。燕青书抽抽嘴角，心中不屑，却也没有反驳，只是暗搓搓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表姐，其实燕卫迟的太子妃之位一直都没有正式册封，太子妃的亲册金印也不曾落入他手，他们甚至连3拜之礼都没有，一切都还有机会可以拨乱反正啊。你什么意思啊？把话说清楚些。表姐可以让舅舅求陛下赐婚啊！当年我爹也是有了正妻，可舅舅一样可以把我娘嫁给我爹，然后让我爹贬妻为妻。如今表姐完全可以效仿当年之事，对燕卫迟取而代之。好主意啊！韩宇飞一声惊呼，瞬间吸引众人的注意力。燕青书身子一僵，他恨不得原地消失，躲避众人的注目礼。哼，这个表姐怎么能蠢成这样？这种事情私底下说就好了，搞得这么大声做什么？怎么了？什么好主意？爹，我想嫁给太子哥哥，求爹爹向陛下求个赐婚恩典。韩宇飞说话呀，那不经过大脑，也没有丝毫的避讳，也没有压低声音。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这个匪夷所思的要求。众人瞠目结舌，以为自己听错了，哪有女儿家的当众大喊我要嫁给谁？而且他喊的还是个有妇之夫。长信王呆呆看着自家闺女儿，哼，他眨眨眼，又看一眼。没错啊，这孩子挺正常啊，怎么说出的话这么匪夷所思呢？应当县主，这是怎么了？回皇后娘娘话，臣女想向陛下和皇后娘娘求个恩典。那燕卫迟乃是庶出之身，还是个养猪的，他根本德不配位，担不起太子妃的责任。臣女想取而代之，做太子哥哥的正妃。菲儿，不得胡闹！我没有胡闹，我行得端，坐得正，谈道于休，直言不讳。我就是喜欢太子哥哥，太子哥哥与我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太子妃了，还望陛下和皇后娘娘成全。陛下，这不合适吧？毕竟燕卫迟是陛下亲口赐婚的。应当县主，你先坐下。菲儿，你是不是非君不嫁？没错，爹，我打小就喜欢太子哥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定要嫁给他。韩宇飞转头看向上官熙，好像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些许支持。众人也纷纷望着太子殿下，想知道殿下会不会把握住攀附长信王的好机会。毕竟长信王手握重兵，那都是京城的驻军呐。太子哥哥，我们在说你的婚事呢，你有没有听见啊？我已经为了你，不顾父母的反对，不顾女儿家的矜持，主动向陛下求恩典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孤已经成亲许久，与太子妃恩爱无双，情比金坚。应当县主的一番美意，恕孤无力承受，还请另谋佳婿吧。你这是拒绝我吗？他哪里比我好？就因为他长得好看点，比我瘦一点，身无2两肉，一看就不是有福气的人，他根本配不上你。哎呀，我说应当县主，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干嘛非得盯着太子殿下不放啊？你不妨转头看看2殿下和4殿下，他们可没有正妃呢。于飞言幸灾乐祸地推荐着上官离和上官爵，两人听到这话，赶紧别开脸，恨不得原地消失。虽然长信王府势力雄厚，可这个应当县主这真吃不消啊，那过于油腻难以消化。娶妻娶贤，太子妃更应该德才兼备。既然太子哥哥觉得他好，那就让他跟我比一比。若是我输了，我便不再纠缠；若是他输了，我要你贬他为妾，娶我为妻。不比，在孤心中，唯他最好。好什么好？他哪里比我好了？一旁看戏的尉迟云锦也笑着开口：“哪里好？那还真是要比一比才知道了。身为太子正妃，不会连接受挑战的勇气都没有吧？倘若不战而退，那就真是不如银当县主了。”这个银当县主虽然丑是丑的嘞，都能去捉鬼，但是说一句文武双全也是不为过的。人家毕竟是长信王府唯一的继承人，长信王又岂会不用心栽培啊？换句话来说，燕卫迟和银当县主比试几乎没有胜算。既然铃当县主这么有兴致，那若是不奉陪，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啊。你不必如此，孤不想娶，谁也奈何不了孤。
殿下对我的心意，我自然明白。可我对殿下的心意，也得让殿下明白才好。心意？什么心意？银当县主刚刚说，倘若你赢了，你为正妻，我为妾；倘若我赢了，你就退出，是不是？哼，没错。那不行，你赢了有好处，我赢了也不过是保持现状，没有任何好处。那我又何必跟你比呢？赢了也不高兴啊。好处？你想要什么？黄金万两，还是想要自由之身？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想要银当县主手中的兵符，既是自保，也可让我们太子府为长信王府分担一些保卫京城的重任。什么？你想要神策军的兵权？做梦！菲儿，不跟他比。是啊，银当县主，还是不要比了。万一输了，可就失去了兵权，长信王会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的。谁说我会输了？菲儿，不得胡闹！谁说我会输？我会输给你一个养猪的女人。哼，比就比。不过丑话说在前面，既然你要了我这么大的赌注，那我也要加注。本来我还想给你一个妾室的身份，可既然你如此挑衅于我，那么你若是输了，就立刻滚出太子府，回到你的庄子上，一辈子养猪，不得嫁给任何人，不要让你孤独终老。这小嫂嫂，要不要先问问比什么？于世子，你少在那里多管闲事，这是我跟他的比试。我刚刚答应他条件的时候，可没问过要比什么，因为无论比什么，我都不会输。好，既然银当县主这么有信心，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喽。别说本县主欺负你，咱们比3场，3酒2胜，1场文斗，1场武斗，1场文武相济，你可有意见？好了，别闹了，比试3场要未尝不可。这文斗就由朕来出题，武斗长信王出题好了。至于文武相济，就请云昭殿下来出题，如此可好啊？臣妾一切听从陛下安排。臣女也听陛下的。康武帝点点头。如此甚好，那比试题目明日再说，先入席吧，不要再闹了。上官熙见燕卫迟打了个哈欠，说道：“我们也走吧。”啊，可以吗？为何不可？北印兄妹的目标不是我，不会有人阻拦我们离去的。这样不会很失礼吗？不必在意旁人的看法，你只需要在意本太子一人足矣。他们走到宫门时，被德顺公公拦住了。父皇有事，殿下请随老奴来。你们先回去，不必等我。于飞檐点点头。太子府，燕卫迟一行人回到太子府之后，都没有去休息的意思，大家都在等着上官熙。还好上官熙没有耽搁太久，就回到了府里。大师兄，陛下找你做什么？父皇让我想办法把银当县主嫁给尉迟云章。啊！哎呦，陛下真是好心思！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如今这京城贵女，除了银当县主之外，还真就没有人可以代替公主和亲的。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可那银当县主一颗少女芳心全都扑在咱们殿下身上，他怎么可能乖乖就范呢？就算他能乖乖就范，那长信王也不可能同意啊！那可是他的独生女。我看长信王那个外强中干的模样，估摸着这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了，他怎么舍得将她送去北印那种苦寒之地？陛下这不是给你出难题呢？确实难，可除了我之外，父皇应该也找不到其他人能为他做这件事了。难的不仅仅是让长信王和银当县主接受和亲，还有那尉迟云昭也未必愿意娶她吧？这尉迟云锦虽然手段毒辣了一些，心思歹毒了一些，但是不可否认，她容貌美艳，姿容绝色，如此这般才能入得了尉迟云昭的眼。反观那银当县主韩玉飞，简直是贴门上辟邪，贴床头避孕呢。小嫂嫂，你说话可太逗了。又开始胡说八道。今日你贸然应下赌约之事，姑还没找你算账呢。有什么账？等比试之后，殿下再跟我算吧。到时候算出来的定然是收获颇丰4个字。你就这么有信心？别怪姑没告诉你，那银当县主除了容貌不尽人意之外，她可是文武双全的女子。长信王一生心血全部投注在这独女身上，她可不是燕青书那样的草包。殿下这话就不对了，是不是草包要看跟谁比？跟燕青书比，她文武双全；跟我燕卫迟比，她是大号草包。哎呦，你看他笑的，于飞燕又捡着笑话了。他可真太喜欢听燕卫迟说话了。上官熙瞥了一眼笑得眼泪都流出来的于飞燕，无奈道：“好了好了，你先去休息。飞燕，你跟我去书房。”次日一早，燕卫迟醒过来，身边已经没有了上官熙的踪迹。他下意识查看自己的衣服，发现穿得板板正正，没有丝毫凌乱。燕卫迟重重地松了口气，忍不住夸自己：“看来我识相越来越好了，都不脱衣服了。”开枝，三叶，太子妃，你醒了呀？这是什么？
太子殿下上朝之前吩咐过，等娘娘您起身之后，换好衣服跟荆州侍卫一同进宫。说是早朝之后，陛下会宣布娘娘和银当县主比试的题目。对了，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燕卫迟连忙梳洗更衣，早膳都来不及吃，急急忙忙离开了太子府。哎，秦大夫，你也进宫啊？是啊，殿下让在下进宫，给陛下把个脉。秦香如无奈地叹了口气，不知道那上官熙是不是故意整他。上官熙上朝的时候，命人去叫他，等他出来的时候，上官熙已经走了，就只留下这辆马车。于是他就坐在马车里，等了燕卫迟足足2个时辰。哼，秦香如摇摇头，觉得自己肯定是哪里得罪上官熙了，可到底是哪儿呢？这个人简直混蛋！混蛋？谁混蛋？燕卫迟好奇地看向秦香如，秦香如尴尬地咧嘴笑了笑，这竟然一个不小心把最后的一句话脱口而出了。哦，没什么，在下是说给姑娘家下迷情药这种行为实在是有些混蛋。燕姑娘，你觉得呢？秦香如笑眯眯地看着燕卫迟，燕卫迟眨眨眼，很是疑惑。给姑娘下这种药，这也太混蛋了！这人是谁啊？我也觉得他太混蛋了，简直丧心病狂啊！令人发指，其心可诛，穷凶极恶，丧尽天良。驾车的荆州忍不住竖起耳朵，想知道自家太子妃和秦大夫到底在骂谁。骂了半天，燕卫迟也没有搞清楚，他问：这么混蛋的人是谁啊？这个人啊，你得去问殿下呀，在下不敢说啊。不敢说？他还能打你不成？无恶不作之人，动手打都是轻的。啊，反了他了，给别人姑娘下药他有理了。别让我知道是谁，不然我下个10倍药量的东西给他，把他送去军营，犒赏3军。犒赏3军？可他是个男人啊。谁说男人不能用来犒赏3军啊？秦大夫，你太单纯了。秦香如嘴角抽了抽，感觉聊不下去了。不是他太单纯，是燕卫迟太豪放吧。不过仔细想想，若是让上官熙去犒赏3军，好像也不错，这样就没有人扣着自己不放了。秦香如勾了勾嘴角，很想看到上官熙听见燕卫迟这番话时是何种脸色。二人说话的功夫，马车到了宫门口。臣妾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不必多礼了。关于你和银当县主的比试，朕想了许久，这琴棋书画未免单调，诗词歌赋又各花入各眼，难以评判。见你们2人赌注与兵权相关，所以朕思来想去，出了一道题目，也与领兵相关。2位请听题。今有赤兔同笼，上有35头，下有94足。问赤兔各几何？啊，什么鸡鸭兔呀？这是什么题目？银当县主，这是一道算术题。算术题？这跟兵权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正所谓3军未动，粮草先行。这统筹粮草乃是军中重事，若是不会术数，那要如何统筹粮草呢？哎呀，银当县主是不是不会啊？不会就算了嘛，投降输一半怎么样啊？谁说我不会？我看是他不会，连个屁都没放。妃儿，陛下面前休得胡言。韩宇飞不以为意，众人也纷纷看向燕卫迟，觉得他过于安静，他该不会连题目都没有听懂吧？康武帝也不免露出几分担忧。燕卫迟当然不是听不懂题目，他是觉得这个题目就很惊喜啊，那不鸡兔同笼吗？小学生的数学题啊。德顺公公看向燕卫迟，关切地问：太子妃，这题目你可有听懂？听懂了，不知比试规则是怎样的？一炷香为限，谁先说出答案且正确者为胜，后者或错者为负。2位准备好了吗？启禀陛下，这算术之题也需要一些笔墨呀，算盘呐，用来推算呐。来人，给他们准备。我算出来了。什么？这么快？韩宇飞看向燕卫迟，怒斥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怎么可能？为何不可能？银当县主，不要以己夺人嘛，你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啊。启禀陛下，鸡有23只，兔有12只。康武帝和德顺公公齐齐一怔。德顺公公，我小嫂子说的对不对啊？你快说呀。对，正确无误。这也太快了。这不可能，一定是你们串通好的，早就告诉他答案了。你这是何意？是觉得朕在作弊？臣女不敢，只是这不合情理，他连算盘都没碰一下，岂会算得这么快？一旁的长信王也帮腔。没错，算盘都没碰，怎么能算出准确的数字啊？莫不是蒙的？蒙的？王爷也太看得起我的运气了吧？我若是句句都能一语中的，那我不如去摆摊算卦了。哼，你说你不是蒙的，那你再算一次，把过程说给我们听听。
好啊，那你们可听好了，题目是今有赤兔同笼，上有35头，下有94足，问赤兔各几何？假如我让鸡和兔子都抬起2只脚，一共35个头，那么35乘以2就是抬起了70只脚，便是94只脚减去70只脚，余下24只脚。此时呢，鸡是屁股坐在地上，地上只有兔子的脚，而且每只兔子还有2只脚在地上，所以有24只脚除以2，便可得知有兔子12只。再用35个头减去这12个兔头，剩下的就是23只鸡头了。这有何难？这丫头的计算方法怎么跟常人完全不一样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抬起脚？鸡为什么要抬起脚？哦，鸡为什么要抬起脚？那你去问鸡啊。小嫂嫂，你说话可太逗了。哎呦，你看他笑的，于飞燕又捡着笑话了。他可真太喜欢听燕尾池说话了。上官熙瞥了一眼笑得眼泪都流出来的于飞燕，银当县主金尊玉贵的，自然是对鸡和兔子都不了解了。我养的鸡和兔子就是这么听话的呀。一个连民生都不了解的人，你要如何体谅手下将士的疾苦啊？鸡都不听你的话，还想让手下人听你的话，简直可笑。你不行，我不服。陛下，这加减之术他算得快也就罢了，乘除之术怎么可能算得这么快？微臣怀疑他作弊。你是怀疑他作弊，还是怀疑朕作弊？这道题目是朕昨晚刚刚写出来的。微臣不敢。启禀陛下，王爷这话我听明白了，就是不明白乘除为何算得如此快。其实此事很简单啊，因为有规则可循。哦，规则？什么规则？99乘法表。何为99乘法表？安系做99之术，以应天道。先辈很早就提起此法了。99做81，77做49，22如4。其实除了这些数字，其他数字也可以此类推。只要熟悉这99乘法表，任何简单的乘除之术都可以瞬间了然于心。父皇，这第1场比试，尉迟胜了。没错，第1场比试燕尉迟胜出。这第2场比试，长信王你来出题。启禀陛下，微臣要回去好好想一想，免得出题之后被人说不公平。唐武帝自然不会拒绝，当即点头。好，那今日就此下朝，你们2个明日再来。恭喜殿下了，父子依旧情深啊。上官熙没好气瞥他一眼，淡淡的回应：秦大夫在马车里等了几个时辰，姑的马车可还舒服？秦香如忍不住嘴角抽抽，他就知道这上官熙是故意的。既然如此，那在下这里还有一个烦恼，不知道能不能帮上殿下。既然是烦恼，还能帮上忙？能不能帮上，还得看殿下用不用了。说来听听。是关于破解9龙戏珠的方法。残局无解，难道你会解？这世上有一个法子，可以解开任何残局，也可以让任何人解开任何棋局，只是不是所有人都敢用而已。不要卖关子。秦香如凑近上官熙，附耳哝哝哝哝。上官熙听得眉头直皱，听到最后似乎觉得也有道理，无奈的摇摇头。这真是个老狐狸。秦香如眉眼弯弯一笑，殿下过奖了。2个人一边说一边走向马车。刚刚那耳语的几句动作，正好落在燕尉迟的眼里。本来还在和于飞燕闲聊的他，瞬间瞪大了亮晶晶的眼睛。殿下跟秦大夫走在一起，好养眼，好般配啊！燕尉迟忍不住开始感慨，一旁的于飞燕有些听不懂。这养眼也就罢了，那对吧？2人都是人中龙凤，确实容貌养眼。可这般配啥意思呀？小嫂嫂，般配可不是这么用的。你跟师兄可以用般配2字，秦大夫跟师兄岂能用般配呀？哎，燕尉迟满不在乎的挥挥手。哎，你别管我，什么都可，只会让我营养均衡。啊？他又听不懂了。不等于飞燕再追问，上官熙已经和秦香如走了过来。在聊什么？上官熙看向眼睛亮晶晶的燕尉迟，他很喜欢他这个眼神，充满了倾慕和喜爱。虽然他还不确定这喜爱是不是男女之情，可是他不曾见过燕尉迟这般看向别人，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对燕尉迟来说是独特的存在。上官熙刚想到这儿，就发现燕尉迟又转头看向秦香如，好像也是这个眼神。秦大夫，你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燕尉迟后半句话没有说，这衣服不仅好看，还和上官熙的朝服特别有 CP 感哦，特别搭哟。秦香如听到这话，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太子妃呀，你这么夸我，我没得罪你吧？那太子上官熙明儿会不会把他衣服都烧了呀？
燕姑娘，谬赞了。你喜欢？姑让她脱下来，送给你穿。这个问题带着明显的不悦。啊，秦大夫穿的男装我怎么穿啊？改日做一套女装倒是可以穿穿看。上官熙脸色一沉，合着燕卫迟不仅仅觉得秦香如好看，还想跟她穿一样的衣服是吧？上官熙白了燕卫迟一眼，直接上了马车。太子府，燕卫迟睡得正香呢，一个翻身，哎呦，那整个衣襟都扯开，露出里头水红色的小衣。还没入睡的上官熙侧眸看着他白皙如玉的肌肤，忍不住叹了口气。哎呀，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执意让燕卫迟睡在他的房间里，明明不能碰，却又不愿远离，你不自我折磨吗？上官熙无奈伸手给燕卫迟整理散开的衣襟，想要遮挡一下这惹眼的春光。就在这时，外头传来青州的声音：殿下，殿下你快醒醒，出事了，出大事了！这一喊不要紧，把燕卫迟喊醒了。于是燕卫迟一睁眼，就看到上官熙的手捏着他的衣襟。这燕卫迟的眼神从上官熙的脸上移到他手上，然后有些尴尬而疑惑的质问：殿下，你怎么趁我睡着脱我衣服啊？我上官熙僵在原地，没有，他有几分手足无措。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可是那个表情那个眼神，那分明就是在看他登徒浪子。哎呀，上官熙恼羞成怒，皱着眉：姑没有脱，是你自己脱的。胡说，得了便宜还卖乖。既然你非要我得了便宜，那我索性就将此事做实了，也免得承受这不白之冤。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门口的青州有些尴尬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殿下，出事了，你要不要先出来，等会儿再继续继续。哎呀，青州觉得自己来的真不是时候，那里头正脱衣服呢，他这不是坏了主子好事吗？他打开门，没好气儿白了一眼青州。嘿嘿，青州尴尬的一笑。上官熙皱着眉：傻笑什么？到底何事？青州的笑容僵在脸上。果不其然，他打断了主子的好事，他是真该喜呀。殿下，九幽阁的那个陆无一直在咱们后巷转悠，已经转悠1整日了。陆无，他来做什么？上一次就是他伺机暗杀尉迟，难不成还想再来一次？把人抓进来审问。是。前厅，一个上官熙已经不好糊弄，再来一个聪明绝顶的秦香如，燕卫迟只觉得一谎说出口是白谎也难圆呐。哎，要是都像于世子那么好糊弄就好。小嫂嫂，你叫我？没有。你胆子可真不小，刺杀太子妃未遂，现在整个太子府的侍卫都在抓你，你竟然敢自己送上门来！我是跟太子妃约。子曰：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你有心登门道歉，我也不是不能给你这个机会。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吧？哼，秦香如忍不住笑，这于世子真是一辈子也抓不住个重点。这不重要，不要在意细节。燕卫迟走到陆武的面前，生动唇不动的威胁：你给我小心说话，否则81个窟窿翻1倍。陆武打了个哆嗦，急忙顺着燕卫迟的话说：我是来道歉的。哦，对，道歉的。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你逗我玩呢？弩箭藏毒，命都快没了，你跟我说误会？那我也误会一个给你看看行不行？来人，拿剑！太子妃救我！陆武急忙躲到燕卫迟身后求庇护。不是，这个画面可太诡异了。你想想啊，一个是杀人如麻的杀手，一个是身娇体弱的太子妃，一个不久之前刚刚对另一个下了杀手，说二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是不为过的。现在呢，这个杀手居然要求被杀者的庇护。我的天哪！于飞言表示他看不懂。太子妃为什么要救你？给我一个理由。因为什么？因为姑再问你，你看太子妃做什么？因为他想让我做媒。我去，干得漂亮！燕卫迟啊，燕卫迟，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于飞言瞪大眼睛望向燕卫迟。什么？秦香如也愣住了，手上的茶杯险些没拿住。上官熙更是眉头紧锁，冷眼看着燕卫迟胡说八道。还不快说，是不是？做媒？做什么媒？小嫂嫂，你都把我说糊涂了。哎，这件事啊，那真的是小孩没娘，他说来话长啊。上官熙将茶杯啪拍在桌上。长话短说，我长话短说。上官熙白他一眼，满脸都是无可奈何。事情是这样的，我那个便宜爹的田房啊，也就是名扬郡主，他看我不顺眼，花银子买凶杀我。就是他。是我。秦香如看着陆无那怂包样，忍不住想笑。他真的太好奇了，燕卫迟到底对陆无做了什么啊？这跟做媒有什么关系？关
系可大了。他来杀我却失败了，然后回去复命的时候，明阳郡主就生气了呀。这一生气就开始嘤嘤啜泣，整个人都气哭了，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那叫一个我见犹怜，那叫一个楚楚动人，那叫一个风韵犹存。于是他便被明阳郡主的姿容所倾倒，难以自控的芳心暗许。停，你让我捋一捋，谁的芳心？哎，你怎么这么笨呢？简单的说，就是陆无看上了我爹的田房了，他来找我，希望我给他做个媒，帮我爹戴个绿帽子。我寻思这事好玩啊，就答应了。大师兄，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怎么连在一起？我好像听不明白了。太子妃心思玲珑，异于常人，于世子听不懂也是人之常情。您，给我过来。他实在受不了燕卫池胡说八道，这明摆着呢，揣着明白装糊涂，当他们是猴随便耍是吧？他说的都是真的，我确实是看上明阳郡主了。虽然他人老了点儿，皮皱了点儿，性格彪悍了点儿，腰粗腿短了点儿，可是我口味独特呀，我就是喜欢他这种半老徐娘，有母爱。于飞扬狂笑出声，他好像听见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燕卫池也呆住了，他咂巴咂巴嘴，点点头。人是笨了点，但贵在悟性不错，如此可教。秦香如看向面黑如炭的上官熙，浅浅一笑。殿下身边真是有趣极了，比军营乐事多啊。上官熙长长叹了口气，觉得整顿燕卫池一个人就比整顿三军都让他头疼。得了，索性他啥也不说了，直接起身走向燕卫池。上官熙将燕卫池带回自己的卧房，即便他什么都没说，燕卫池都感觉到他生气了。刚进房间，燕卫池开始撒娇。殿下，你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想说，可以不说，但是不要跟姑说谎。信任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信任的摧毁往往只需要一瞬间。还疼吗？燕卫池知道他在问他的伤，这是上一次燕卫池被陆无用弩箭所伤留下的，如今伤口愈合，只有浅浅的疤。不疼了？你是不疼了，可姑还……这句暧昧的话，上官熙没有说出口。燕卫池都傻了，这什么人呢？刚刚还凶巴巴的，这会儿又柔情似水，什么情况？上官熙抱着他，以后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有一个条件，不可以说谎，更不可以擅自行动。换句话来说，无论他要做什么，都得提前报备。眼下被一个好看的男人抱在怀里，这个好看的男人还是他夫君。燕卫池觉得自己如果拒绝，那么下一刻可能彼此的近距离就要变成负距离。燕卫池靠在上官熙怀中点头，像小猫一样乖巧。我知道了，我以后都不说谎了。上官熙无奈的笑笑，哼，我信你个鬼啊！前厅，上官熙带着燕卫池再一次回来。于飞岩看向上官熙和燕卫池，发现这俩神情古怪。上官熙好像不生气了，表情平静，可是燕卫池怎么脸和耳朵那么红啊？难道说让上官熙扇嘴巴子了？师兄下手太狠了。上官熙听不懂于飞岩这个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心思去猜想其他男人的想法，他径直走向陆无。我错了，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求太子殿下、太子妃饶我一命吧。解药就在此弩箭上，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本太子派人帮你？太子妃啊，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跟你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那都是为了银子。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就不能去找那明阳郡主吗？好主意啊！你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明阳郡主来化解你的毒呢？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喉咙发紧，身体发热，心底发痒啊？已经开始毒发了，不过距离3更还有几个时辰，足够你去想办法解毒了。明阳郡主呢是个纸老虎，不会武功的。以你的本事，跟他共赴巫山应该是不难的，是不是？他可是你的嫡母呀！陆无忍不住端出伦理道德，想要说服燕卫池，谁知燕卫池脸色一沉，没有半点笑容，冷声回应：他是我的杀母仇人，燕寒山也是。他们夫妻2人，一个贪图名利，一个鸠占鹊巢，没一个好东西。让你去找他泄火，对你来说是解毒的方法，对我来说只是游戏的开始而已。你不如好好留着自己的性命，看看我燕卫池的手段是不是高人一等。陆无倒吸一口冷气，竟是双腿发软，站都站不住了。
他匆忙后退，他看着燕卫池手上泛着寒光的箭头，终究还是没有勇气扎自己俩窟窿，只好转身仓皇离去。次日，九龙殿依旧是早朝之后，燕卫池和银当县主韩雨飞都到了九龙殿。康武帝饶有兴致地看向长信王：“爱卿可有想到合适的题目？”回陛下话，微臣回去仔细琢磨了一番，这燕卫池不会武功，有技巧的武笔实在难以出题。思来想去啊，不如就不比技巧，只比蛮力。说到这儿，长信王指向殿外广场用来承接雨水的青铜鼎。老臣出的题目就是让他们2人每人去搬一个青铜鼎，看谁能将青铜鼎挪动的距离更远，谁便胜出。条件嘛，就是只需1人完成，不可旁人相助。长信王，你这题目未免太有失公允了吧？看身材也知道银当县主力大无穷了，这还没比不住输了吗？哼，话可不能这么说。本王出的题目可不是他燕卫池不会的吧？他只是不能而已。既然不能，也可以直接认输啊。好，王爷出的题目甚好，就比这个吧。呵着，长信王翻他个白眼儿。哼，既然同意，那你们2人现在就去搬吧。一旁的于飞檐低声道：“师兄，院子里那蓄水的青铜鼎，少说有100-200斤，萧索道如何搬得动啊？这一场岂不是要输了？”王爷这比试只比挪动的距离，可有时间限制？长信王仔细想了想，开口道：“当然有，一炷香为限，谁挪得远，谁就胜出。”他相信自家闺女一炷香的功夫，一定能将这青铜鼎挪到宫门口。至于燕卫池嘛，肯定是纹丝不动啦。好，那就依王爷所言，不过今日比不了，得明日。为何要明日？因为我昨晚上没睡好，今天早饭也没吃，这人都没精神，哪来的力气呢？只是拖延1日而已。王爷不会跟我这个小女子计较吧？不等长信王回应，一旁看热闹的尉迟云昭开口了：“不妨就明日吧，正好在下也可以今晚回去想一想第3场的试题。”行吧，麻烦，那就明日。太子府开枝3夜，让你们买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吗？回娘娘话都买齐了，就放在若出院。干得漂亮！明日我就让那些老头开开眼。次日，九龙殿的广场上，众人纷纷跪地行礼：“陛下万岁万岁！”好了，都平身吧。康武帝的目光在众人眼中扫视，看到了上官熙和燕卫池，明显笑了笑，而后又去寻找其他皇子。看到3皇子上官锦，急忙问道：“家寒也来了，你身子好些了？”上官锦急忙起身：“回父皇话，多谢父皇关怀。开春之后，儿臣觉得身子轻便多了，今日便没有缺席。”“好啊，很好。对了，你大哥带回来一个神医，改日让他给你瞧瞧。”草民秦香如参见陛下。陛下过奖了，草民不过就是一个江湖游医而已，论医术定然不及太医院的众位太医。草民不过是周游4国双城，走过的路多一些，见过的疑难杂症多一些而已。希望能帮到3殿下，能得到大皇兄青睐，秦大夫的医术定然有过人之处，阁下不必过谦呐。秦香如笑了笑，2个人你来我往，倒是客气。众人站在两边，看着面前2个已经腾空的青铜鼎，忍不住开始讨论。上官离道：“这蓄水的青铜鼎，少说也有100-200斤吧？”上官爵点点头：“是188斤。”3皇子上官锦咳嗽几声：“这么重的东西，就算是男子，也要2-3人合力才能抬得动，他们如何能搬动啊？”上官爵瞥了一眼上官锦，沈笑一声讽刺道：“三哥这身子骨，就别惦记青铜鼎了，怕是尿壶都拿不稳吧？”哟，3殿下就算不用上朝，这也不能老盯着一件长服穿呐。瞧瞧，都毛边了。站在青铜鼎边上的燕卫池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上官离之前去太子府打砸书房这事儿了，这让他非常的不爽。想到这儿，他忽然开口：“等一下，长信王，我要加注。”“加注？加什么？”“燕卫池，就你还加注？你推得动这铜鼎吗？”“能不能推得动，等一下你不就看见了吗？怎么不敢加呀？怕说？我会怕你？说加什么？”“我要2殿下的朝服。”“什么？什么玩意儿？”韩宇飞以为他听错了，上官离也瞪大了眼睛：“燕卫池，你脑子关我什么事？”“是不关你的事儿啊，可我就是喜欢你身上的这身朝服。如果我赢了，我要你原地立刻马上脱下来给我；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就把我的裙子脱给你啊，公平合理吧？”“胡闹！燕卫池，你是女儿家，怎好做如此赌注？莫要失了分寸，丢了太子府的脸面。”“陛下所言极是，可那要是输了才会失礼。臣妾有信心不会输。”“大言不惭！”
我是大言不惭，可是他们都信我呀。你看看，陛下也劝我，二殿下也不敢赌，明显都是觉得你会输嘛。我可没那个意思。没这个意思就赌喽。燕卫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应当县主跟你比，你赌我的衣服做什么？去赌长信王的呀。长信王都老成啥样了，有什么好看的？哪比得上二殿下身姿挺拔，玉树临风呢？是不是？上官熙瞥了一眼笑得眼泪都流出来的于飞檐，燕卫迟挑挑眉，一副登徒浪子的模样，竟是让上官离有些接不上话。一旁的韩宇飞见状，催促道：“比就比，二殿下，你放心，我今日就让他在此颜面扫地，绝不会让你丢却朝服。爹，点香吧。”比赛规则很简单，一炷香内，谁能将青铜鼎推得更远，谁就赢了。那一炷香点燃之后，韩宇飞走到其中的一个鼎前，文武百官下意识向后撤，众人不约而同地觉得，谁娶了淫荡县主，那怕是连洞房之夜都熬不过去。就这大体格子，那四肢像大象，腰身像水桶，那长得像夜叉，那真的能一屁股坐死新郎，哪还能什么情意绵绵共赴巫山呢？对，去不了一点。不过这话又说回来，身大力不亏呀，那重达188斤的青铜鼎，居然真的让韩宇飞给推倒了。燕卫迟，你还在磨蹭什么？没看见那应当县主已经推出去10步开外了吗？燕卫迟一边接着忙活，一边笑呵呵地解释：“陛下放心，我这个呀叫后来者居上。等会儿我把铜鼎搬起来之后，这一炷香啊都能够我把它搬出皇宫的了。”长信王忍不住开口训斥：“大言不惭！你可真是大言不惭！”燕卫迟转头嘿嘿嘿看向上官离，那个狐狸一样狡黠的表情，看得上官离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二殿下，您瞧好了。燕卫迟把握时机上前一步，单手揪住青铜鼎的一个耳朵，嘿，轻轻一抬，只见这巨大的青铜鼎就离地而起了，全场哗然。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太子妃天生神力！哎呀，你们是不是傻呀？这不就是一个大号的孔明灯吗？哎，还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就是大孔明灯啊！众人争相讨论，谁都搞不清楚状况。而这时的青铜鼎离地有1尺的距离了。妙啊！此法甚妙啊！这常人用孔明灯只知道祈求神明，可是太子妃居然可用孔明灯来提起重物，果然是心思巧妙啊！倘若在战场之上用此法运送粮草，岂不是事半功倍呀？这死丫头到底哪里学来的本事？怎么看着不像一个养猪女呢？师兄，你看啊，小嫂嫂已经超过淫荡县主了。没错，燕卫迟就拿平日走路的速度，不急不徐，超过了韩宇飞。我不服，你耍赖！哟，输不起啊？什么输不起？说好了各自搬动青铜鼎，可你用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法子，根本就不公平。陛下，若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日长信王的题目是让他们2人每人去搬一个青铜鼎，看谁能将青铜鼎挪动的距离更远，谁便胜出。条件嘛，就是只需1人完成，不可旁人相助，是不是？康武帝看向德顺公公，德顺公公连忙点头。启禀陛下，正是如此，一字不差。这就对了嘛。长信王都说了，要求就是1人完成，不可旁人相助。敢问淫当县主，我可曾让旁人相助啊？我不是1个人完成的吗？王爷出题也没说不让用道具啊。今日你就算用个马车把鼎拉走，我也不会跟你计较的呀。韩宇飞愣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向他亲爹。爹，你是这么说的吗？好像是。长信王苦着脸，他哪知道这个燕卫迟鬼主意这么多呀？还有什么道具？反正不行，我不认输，大不了再比一次，我也用道具。这一轮若是输了，那就彻底输了。不仅仅长信王输了脸面，还输了兵权呐！想到兵权，长信王厚着脸皮开口：“启禀陛下，妃儿所言极是。这燕卫迟虽然赢了，可他投机取巧，未免有些胜之不武。”长信王看了一眼安国公，示意安国公帮他说话。启奏陛下，老臣觉得长信王此话有理。能不能用道具，虽然事先没说清楚，可王爷也说过要他们2人去搬动青铜鼎。但是今日大家都看见了，燕卫迟那哪叫搬呢？那分明就是推着走。这一场比试不能作数。文臣以安国公为首，武将以长信王马首是瞻。2人都这么说，那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纷纷开口迎合。太子府孤立无援的局面瞬间暴露无遗。北印3皇子尉迟云昭侧头看向妹妹，低声道：“看见了吗？上官熙空有个太子的名分，旁的什么都没有。你还是要想办法嫁给上官离才好。”三哥说的没错，只可惜那上官离空有色心却没有色胆，他看起来并不敢娶我。娶一个外族女子做正妃，这个风险太大了。
稍有不慎就会落得个通敌卖国的嫌疑。放心，三哥会帮你的。哎呀，好了好了，不就是一场比试吗？大不了双方各退一步。各退一步？如何退？我要他的朝服，然后我认输。这怎么行？说好了赢了才给你，你既然认输，就没道理要我的朝服。事实上我是赢了，只是有些人不认账而已啊。你说谁不认账呢？分明是你投机取巧。银当县主，好歹你也是领兵之人，竟是不知兵不厌诈这4个字吗？输了就是输了，愿赌就要服输。不过我这个人呢，向来好说话。既然银当县主不愿认输，那要么打和，这局算平局，咱们继续比第3场；要么呢，你让他把朝服给我，我认输，咱们仍旧可比第3场。要是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不比了。什么嘛，一群人欺负我一个还要赖账，你们1个2个的羞不羞啊？殿下，我不比了不比了。好了，不比就不比，姑早就说过了，不与他们纠缠。话音落下，上官熙就向康武帝拱手，看样子是要告退了。一旁的韩宇飞情急之下急忙说道：好，就选第2种，你认输。有了二殿下将朝服赠予我，改日我并且能工巧匠做10套新衣赠予二殿下。这不是多少件新衣的问题，这是面子问题。志远兄啊，不能让菲儿输了呀，不然太子就要掌管神策军了，这可是京城驻军呐。安国公气得鼻翼翕动，咬牙切齿。你也知道不能输，那你还由着他去赌？哎呀，菲儿那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让他赌，他就会闹出更大的乱子。你放心，第3场我们绝对不会输。说到这儿，长信王压低声音继续道：我已经知道第3场的比试题目了。安国公看向长信王，面露诧异。长信王点点头，表示自己十拿9稳，拿捏。安国公没法子，只好走到上官离面前。那上官离都快气得翻白眼了。这都什么事儿啊？果然3殿下和2殿下身高相似，唯有身材略微消瘦些。这身朝服拿回去，让宫女改2阵，必然可以让3殿下穿着合身。给我的？是啊，怎么？殿下宫中的宫女不会改衣服吗？那不如我拿回太子府，让张嬷嬷改好了，再给殿下送来。啊，不必如此麻烦。上官锦深深吸了口气，缓缓伸手。可是还没等他碰到衣服，一旁的上官离哼一声，拿好了，回去洗洗再穿。话音落下，上官熙拉着燕卫迟的手阔步离开了。燕卫迟抬头看向上官熙，抿嘴一笑，这家伙还真是知道怎么去欺人，洗洗再穿，可不就是嫌弃上官离脏吗？殿下真好。上官熙垂眸看向他，语气无奈又宠溺。你真是多事。确实多事儿，那自己的比试还没有结果呢，还替别人打抱不平。哼，可是这种多事儿啊，却并不让上官熙觉得讨厌，相反的，他觉得燕卫迟嫉恶如仇，侠骨柔肠，是个可爱的姑娘。输赢不重要，达到最终效果才重要。啊，这是何意？啊？于飞言又听不懂了。这件事我昨晚就想跟殿下说的，谁知道殿下睡个觉还那么猴急，根本不给人开口的机会。睡觉？猴急？妈妈咪呀！于飞言微微一怔，然后尴尬地撇开脸。休要胡说八道，你想说什么？直接说重点。我是想问问殿下，你觉得银当县主喜欢你什么呀？非要死乞白赖的嫁给你，连兵权都不顾了。不知。我知道，一定是看上我大师兄的容貌了呗。没错，太子殿下荣冠4国双城，人人皆知啊。非也，我觉得银当县主倒不像是那么肤浅的人。3个人齐刷刷看向他，就等着他解释。像燕青书那样的花痴才会一眼被太子殿下的容貌吸引，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又觉得长得好看不能当饭吃，所以他想一边勾搭殿下，一边还放不下上官离。他看殿下的那个眼神啊，就好像减肥的人看到了红烧蹄膀一样馋，但是不吃也不会死。上官熙别开脸，不想看燕卫迟眉飞色舞胡说八道那样。什么红烧蹄膀？他长得像红烧蹄膀吗？那银当县主不是吗？没错，我发现银当县主看太子的眼神不是痴恋，而是眷恋。他是真的喜欢太子这个人，而不是被太子的容貌吸引，所以他可以忤逆他爹，也可以随便用兵权做赌注。总之就是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执着，也有一种不权衡利弊的坚持。哦，你的意思是银当县主是真心喜欢我大师兄的？这就奇怪了，大师兄才回京没多久，与他就见了1-2次，这还不是因为容貌？殿下，
您跟银当县主有多久没见了？孤从容10年，从不曾回京。殿下和银当县主至少有10年没见过面了。10年前的银当县主也就6、7岁吧，那个年纪怎么可能生出男女之情呢？还不等燕卫迟解释，一旁的秦香如开口了：“县姑娘的意思是，银当县主是真心喜欢太子殿下，但是这份喜欢不是从太子回京之后开始的，而是因为儿时的某事让他印象深刻。换而言之，是儿时的某种情感在心中渐渐演变成了男女之情。”冰宫，燕卫迟打了个响指。没错，有句话说得好呀，年少时不能遇到太惊艳的人。太子殿下就是那惊才绝艳之人啊。上官熙无奈地翻他一白眼儿，明知道他在调侃，却也不免心生喜悦。不要东拉西扯，这件事跟你的比试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你们想啊，银当县主为什么要跟我比？那是因为喜欢太子呀。我只要想办法让他喜欢旁人，那这场比试胜负输赢不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当然，能赢是最好，我还能帮殿下拿到神策军的兵权。实在赢不了，那我也不能把殿下输给他呀。你的意思是说，你有办法让银当县主喜欢别人？如果真有这样的办法，那他就不用给银当县主下药了。这种令人不齿的手段，他的心里也非常抗拒。可是圣命难违呀。燕卫迟看向上官熙，有没有办法，那就要看殿下的了。何意？殿下要跟我说说，你年幼的时候到底跟银当县主之间发生过什么刻骨铭心的事，让他10年如一日的惦记着。年幼的时候，那不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这让过如何记得？确实不容易回忆。不过这银当县主对殿下如此执着，定然是有原因的。倘若能找到这个原因，我就可以想办法让他转移目标。毕竟他和你也没有朝夕相处过呀，哪来的情深意笃啊？哟，小嫂子的意思是你跟我师兄情深意笃了？那是，我跟殿下那是郎才配女貌，豺狼配虎豹。是夜，太子府。4日，九龙殿。这第3场比试需要北印3皇子来出题，不知3皇子昨夜可有想好题目？回陛下的话，外臣已经想到题目了。几日前的九龙殿宴席上，外臣曾禀报陛下，那个叫做花鱼的盗墓贼盗走了北印的无字天机书和离国的金丝凤羽，而金丝凤羽乃是圣医族用特殊手法炮制的饰品，但凡与其接触过的人都不能再接触雷公藤，否则便会起满红疹，苦不堪言。你出的题目跟金丝凤羽有关？外臣的题目便是希望太子妃和银当县主各自出谋划策，想办法让京城百姓都接触雷公藤。说到这儿，尉迟云昭看向2人，每让一个人接触到雷公藤，那么便记录下他的名字和身份，为期10日。到期之后，看看你们2人谁测试过的百姓多，谁便胜出。当然，谁若是在期限之内找到了花鱼或者他身边的那个女子，那么也算胜出。明日是端阳佳节，便从明日开始算，为期10日。5月15月圆之日，便是比试结果揭晓之日。你们2个都要努力一些哦。是。太子府，你说什么？城里没有雷公藤了？是啊，娘娘，老奴已经命人走了20几家医馆和药炉了，一丁点雷公藤都没有了。现在青州和崇山侍卫还在外面寻找。原来如此，难怪今日长信王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看来他日前就知道尉迟云昭要出此题目，所以早就先一步买走了京城各处的雷公藤。于飞檐拍案而起，真使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雷公藤，我们比都不用比了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啊？要不去邻近的村镇采买？坐在一边的秦香如摇摇头，依我看，不必去了。雷公藤本来就不生在离国境内，而且此药草有弱毒，用处又极少。若不是京城的医馆药炉规模够大，根本不会有雷公藤的存货。至于那些村镇，
更是不可能买到此物了。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岂不是没办法了？真是鸡贼，竟然跟我玩釜底抽薪。这样一来，我还真得动动脑子了。殿下怕我输啊？输了你就回去继续养猪，本太子有何可惧？我输了，你就要被韩宇酱酱酿啊！殿下真的不怕？上官熙瞥了一眼笑得眼泪都流出来的于飞言，你……上官熙皱着眉看他，真是拿这个口无遮拦的丫头一点辙没有。关键是为何从他口中听到那些奇怪的词汇，居然毫无障碍，瞬间理解酱酱酿酿。他想酱酱酿酿的人，从来不是什么营当县主啊。时辰不早了，跟我回双寒院。啊！燕卫迟被他看得莫名有些紧张。双寒院，哎，殿下，你洗好了？你也洗好了？是啊，我怕等下耽误殿下睡觉嘛，所以就跟你一起洗了。上官熙呼吸一紧，鬼使神差的反驳：“这样不算一起洗。”哦，啊？殿下说什么？燕卫迟眨眨眼，他觉得自己好像听错了。不说，这样不算一起洗。这家伙明明全身上下都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可是为什么还是让人感觉他会随时扑过来？这是药方？不是药方，只是一些药性跟雷公藤相似的草药。买不到雷公藤，我们可以买其他的草药代替。只是我不知道用其他的草药能否产生同样的效果。你别忘了，第3场比试胜出的方法并不是只有一个。殿下的意思是让我不要在百姓身上消耗时间和精力，而是让我趁着这10天去找花鱼。殿下说的有道理，我明日就试着去找找他。次日晨，操心容易老得快啊，我还是别胡思乱想了。哼！燕卫迟一转身，被身后一袭白衣的男子吓了一大跳。是我，竟然是杀手浮光。你又来找我干嘛？你该不会是银子花完了又来敲竹杠吧？九幽阁收到新的挂单，说是太子府在找一个叫做花鱼的人，是不是？上官熙他真的帮我去找人了？我在问你话，是还是不是？啊，是。怎么？你找到了？1000两。你还真是来要银子的。不过还好，比起上次的1万两，你算是手下留情了。1000两，一个线索。线索？合着你没找到人啊？只有一个线索啊？你可以不买，那我告辞了。哎，等等，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银子都给你了，你的线索呢？那，你可不能原地涨价啊！红袖楼对面新开的那一家奇怪的铺子，春深不知处，你去那里自会有收获。浮光话音落下，忽地飞身离去。春深不知处，不就是那个鸭店吗？难道花鱼是个鸭？难怪他长得妖里妖气，跟狐狸似的，还真是天生做鸭的好材料。燕卫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回房休息了，打算和上官熙沟通一下。毕竟没有上官熙的命令，他自己是离不开太子府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浮光没有走，就坐在他屋顶上。银票从怀中拿来，为何没有一点体温？这很不寻常。看来这丫头身上或有至宝，可凭空取物。燕卫迟成功地引起了浮光的兴趣。是夜，太子府。殿下，我们去春深不知处吧。去换一身男装。这春深不知处啊，不是什么正经地方。燕卫迟容貌出众，若是在那儿被旁人识破身份，对他的名声和太子府的名声都会有损。半个时辰之后，一行4人来到了春深不知处。大师兄，小美人，戴上吧。原来是从红袖楼出来的叶天书。上官熙没有迟疑，将这面具戴上。你们这些古人啊，就喜欢欲盖弥彰，不戴面具也没人看你，戴上面具反而显得特立独行，引来诸多的目光。什么叫你们这些古代人？就是略显古板的一代人。上官熙侧眸看他，觉得他又在胡扯。上官熙无奈地摇头，不戴就不许进去。戴，我戴还不行吗？只要殿下让我进去，我戴10个。而后一行5人昂首阔步走进了春深不知处。在下是这春深不知处的管事，姓龙，名杨。龙阳？朔风笑阳远，春水上龙池。这位公子莫要误会了。好名字。龙掌柜，不知你这儿都有什么节目啊？咱们这春深不知处分为梅兰竹菊4大场地。梅花簇簇开，看来这1楼是个热闹地方。不知这2楼的兰字又是何意啊？寻得幽兰报知己，一枝聊赠梦潇湘。2楼自然是红袖添香，有美相伴了。
哦，众人明白了，2楼有姑娘。那这第3层的竹又是何意？瞻彼奇玉，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第3层是用来招待女客的。接待女客？于飞檐瞪大了眼睛，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他难以自控地问：女客？是我想的那样吗？龙阳浅浅一笑，非常平静地回应：正如公子所想，俗话说食色性也，天地伦常，阴阳相合，乃是人之常情。既是常情，那自然男客和女客都应同等对待。那最后一层呢？那个局又是何意？龙阳抿嘴一笑，他没有正面回答。可怜龙凤如玉人，不恋红颜四郎君。这第4层啊，不适合我们。于飞檐皱着眉，什么意思呀？他怎么听不懂啊？说你蠢，你还不承认？这第4层摆明是来接待男客，不然他为什么叫龙阳啊？于飞檐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还真有这样的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什么样的人没有啊？就连红袖楼都时不时有男客想要找小官去。啊，红袖楼也有这种生意？于飞檐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叶天书没好气道：我那叫红袖楼，不叫断袖楼，别大呼小叫的，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世面我确实没见过。叶天书指指秦香如：我们2个要去2楼体验一下寻得幽兰报知己的乐趣。又指了指于飞檐：这位小公子呢，要去4楼感受一下你们这里的独特服务。4楼？那不是难的地方吗？于飞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正要反驳，叶天书赶紧补充：至于这2位嘛，就是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心。叶天书摸摸自己的耳垂，笑得意味深长。这龙阳是什么人呢？每日里迎来送往，简直就是人精中的人精。他看到叶天书这个小动作，就赶紧去看上官熙和燕卫迟的耳朵。原来这是个姑娘啊，难怪身材如此娇小。想要找个地方谈谈心，那不就是要找地方偷情了？好，在下明白。你们2位去2楼，这2位公子去3楼，这位俊秀无双、英姿挺拔的公子独自去4楼。龙阳眼唇一笑，那副暧昧的模样，仿佛恨不得自己去伺候上4楼的于飞檐。就这么安排。于飞檐瞪大眼睛看着上官熙，满脸的欲哭无泪。没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自己保重就是。保重这个词怎么这么不吉利啊？片刻之后，来了几个小官，分别领着几人去走不同的楼梯。小公子有什么问题吗？燕卫迟回过神，干笑一声：没什么，我是觉得你这里的味道特别好闻，是什么香料吗？龙阳指了指周围墙面上的油灯台，还有吊在半空中那巨大的吊灯，开口解释：不是香料，是这种特制的灯油，里面混合了梅兰竹菊的香料，所以味道清新宜人，沁人心脾。燕卫迟深深吸了口气，果然好香啊！小公子若是喜欢，您离开的时候，在下送您一些灯油。客气了。门外落了锁，把我们关起来了。这地方果然不寻常。这座楼盖的处处机关，处处暗道。刚刚我们上来拐了6次，可从外面看，却根本没有这么复杂。浮光给的线索是这里，难道说花鱼被困在这里接客啊？那我们应该上4楼啊。他身中透骨钉，还能杀了印承嗣那么多隐卫，放眼京城谁还能困住他？他若真是在此处，10成10是自愿的。燕卫迟嘴角抽了抽，这上官熙就差直接说花鱼自甘堕落了。燕卫迟走到桌边，弯下腰闻了闻，酒菜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咱们被困在这儿，怎么去找花鱼呢？我把人叫上来，弄晕他，咱们就能出去了。这倒是个法子，以他的武功放倒一个小官，那不成问题。上官熙点点头，也好。燕卫迟得到准许，当即拉扯红绳，一盏茶的功夫就上来一个小官，他站在门口也不急着敲门，客气地询问：不知2位客人有何吩咐？进来把酒菜撤了吧，我们要用这张桌子。哦，要用桌子啊？有床上，要在桌子上玩。门外的小官眼垂一笑：是，小人这就进来吃席面。不等上官熙动手，燕卫迟向他脸上抛出一个帕子。就在上官熙疑惑的一瞬间，那原本满脸堆笑的小官瞬间神情呆滞了。他怎么了？中了我的噬魂香。噬魂香？何物？迷药？这可是好东西啊！要不是在我的意思是，要不是有秦大夫帮忙，我还配不出这噬魂香呢。
闻了摄魂香，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志不清，对旁人的话听之任之。具体能持续多久，我还没有验证过。不过眼下足够我们离开了。解释完之后，燕卫池走到那小官面前，开口道：“你现在下楼去，悄悄将这瓶东西加到你们1楼大堂的灯油里，加完就找个地方睡觉，一切保密。”那小官呆呆地点点头，拿着燕卫池的小瓷瓶转身离开了。上官熙略显震惊地看着燕卫池，他越发觉得这个女人是真的不简单呐。殿下，走啊，咱们去探险啦！哎呦，上官熙见他那尾巴翘上天的模样，真是想笑，可是一想到他诸多的隐瞒，就笑不出来了。上官熙无奈地摇摇头，跟着燕卫池离开了这个房间。不是说好7日一次吗？你怎么今日又来了？死鬼，还说什么用我来解毒？我看你根本没中毒，哪个中毒的男人会像你这般威武雄壮啊？不是，你等会儿，这个声音……上官熙和燕卫池对视了一眼，都觉得有几分熟悉。威武？郡主殿下觉得我哪儿威武啊？啊，这里还是这里啊？听到这儿，上官熙和燕卫池哪里还不知道是谁呀？燕卫池忍不住心中感慨：真是冤家路窄啊！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到他们。合着我本来想算计算计二人，倒是给二人保媒拉纤了。听舒儿说，北印兄妹2人要去碧波湖游船，还宴请了进城许多高门子弟、名门贵女，几个皇子都会去。那上官熙也必然带着燕卫池一起去。啥呀？陆无瞪大眼睛，有些紧张地询问：那你想做什么？这尉迟云昭非要娶我们一个嫡出的公主回去，可陛下舍不得年幼的文灵公主，到时候少不了在大臣中选身份相当的。我那个侄女应当县主，虽然容貌差强人意，可身份贵重，我担心陛下会打她的主意，倒不如在陛下下手之前，我先帮她解了这燃眉之急。你该不会想把燕卫池嫁给尉迟云昭吧？她都已经嫁人了，还是太子妃啊！哎呦，我的亲近郡主啊，你想得太好了，那尉迟云昭怎么可能捡别人用剩下的女人呢？陆无觉得这事儿不能成，明阳郡主呵呵一笑：太子妃又如何？我就是要打太子府的脸。那你一定要行事小心，无论事成与否，最好都不要让太子府的人知道是你做的。你这是担心我了？那是当然了，我对你呀可是用了心思的，又岂会不担心呢？别闹了，时辰不早了，我得回去了。7日后你再来寻我吧。好，我去摇铃。2位贵客可是要离开了？这什么味道啊？还有些好闻。小人不知，许是今儿个换了香料。这边陆无刚要应下，这楼梯口传来喊声：快把所有客人都招呼出来，让大家速速离去。怎么了？又着火了吗？哎呀，不是，今儿个来的客人不知怎么了，都在1楼大厅载歌载舞。掌柜的说有些不寻常，让咱们快疏散客人呢。我们快走，不要停留。明阳郡主戴好面纱，连忙跟随那引路的小官下楼去了。上官熙趁着人多混乱之际，拉起燕卫池的手，快速走进楼道中。黄酥手，黄藤酒，妹妹跟哥哥扭一扭。公子，莫要跳舞，莫要在楼梯跳舞，危险呐！哎呀，你别管我，来，大家一起唱啊，一起跳啊！那位公子相当之癫狂啊，就像喝了10斤陈酿酒力上头一样。上官熙侧眸看向燕卫池，却被燕卫池忽然塞入口中一颗糖。上官熙微微一怔，不等他询问是什么，燕卫池笑眯眯低声道：罗汉果枇杷糖，甜吧？我知道殿下怕苦，特意把解药做成糖了。解药？哦，上官熙了然，他就说嘛，这些人怎么突然发癫？原来是燕卫池之前给那小官的香料开始发挥作用了。想到这儿，上官熙拉着燕卫池急忙向1楼走去。他是有解药了，于飞檐和叶天书他们怎么办呢？等到2个人来到1楼大厅时，上官熙整个人呆住了。大厅里伴随着那曲不成曲儿调不成调的高声欢唱，那些个公子哥哦呦群魔乱舞。别说上官熙愣住了，就连那小官也愣住了，因为他看到了自家掌柜阿呀也在那翩翩起舞呢。你这是什么鬼东西？实不相瞒，我也是第一次用。他根本就是第一次做出来。话音落下，燕卫池急忙去搜罗于飞檐他们3人的身影，不消片刻，就看到秦香如带着叶天书站在2楼的栏杆后，2个人拿手帕捂着口鼻，情绪稳定，眼神惊讶地看着楼下。燕卫池指向他们开口：殿下你看，秦大夫和叶公子就没事，二人还看热闹呢。上官熙抬头看向2人的时候，那2个人也发现了他们，
叶天书见楼梯口拥挤，索性带着秦香如直接飞身而下，落在上官熙的身边。燕姑娘，这就是你说的舞会？难看是难看了点，不过他们确实都在跳舞啊。上官熙上下打量一番叶天书和秦香如，把他们俩看得莫名其妙。不等上官熙开口询问，叶天书急忙解释：我们两个可什么都没做啊，楼上那2位姑娘光弹琴唱曲来着，这会儿功夫已经开始跳舞了。上官熙倒不是怀疑2个人嫖妓，而是疑惑：你们怎么没有跳舞？秦香如抖了抖手上的帕子，烈酒可以阻挡香料中的药性。原来那帕子浸泡过酒水。不愧是神医啊，这都能让你想到。我见过你那方子，里面的有些草药是会被酒水化解的，只要化解1、2种，那这香料就失去作用了。合着秦香如不仅仅医术高明，还过目不忘呢。上官熙看着满场群魔乱舞的景象，开口道：照这样下去，整幢楼里的人都会不受控制跑下来跳舞。大家注意点看着，有没有跟花鱼相似的人？众人纷纷点头，然而花鱼还没有看到，众人先看到了一个不太想看到的人。我来了！这拐男高音这一声吸引所有人的注意，众人纷纷抬头望去，就见那于飞檐从4楼咻飞身而下，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透视装的男人。那男的娇嗔地喊着：公子你别跑啊，咱们在床上跳舞还不是一样吗？哎呀，你怎么还跳楼了呀？是奴家做的不好吗？于飞檐落在1楼大堂，张口就唱了一首画风截然不同的小曲儿。羊羊羊，两脚的羊儿跳花墙，墙墙墙，墙坡的里头驴拉磨，磨磨磨，小猪小狗抢馍馍，轰轰轰抢馍馍，汪汪汪抢馍馍。看着于飞檐又学猪叫又学狗叫那样，上官熙、秦香如、叶天书，我的天，齐刷刷的扶额，全都一副没眼看的模样，就只有燕卫迟那笑的呀捧腹大笑。你别说，你们还真别说，于世子真的是童心未泯啊，脑海中一点误会都没有。这孩子也太单纯了吧，人家在那唱18摸，他可倒好，唱抢馍馍。哎呦，他不该叫于飞檐，他叫于3岁啊，于3岁不能再多了，他就是个3岁的孩子。都是你干的好事儿，还好意思笑。天书，带飞檐先回去。叶天书也觉得继续让于飞檐闹下去不是什么好事儿，毕竟他那个画风吧太格格不入了，人家是半解罗衫，香腮带笑，跳的唱的那都是欲把心事说春宵。你再看他呢，他在那干嘛呢？蹦蹦跳跳，鸡鸣狗叫，那简直不要太可笑。哎呦，叶天书叹了口气，飞身上去，一个手刀把他打晕了，那话都不想跟他多说一句，带着人跑了。这边2个人刚离开，那边上官熙就看到一个紫色的身影向着后门去。上官熙脸色一凛，急忙说道：秦香如，带我一起回去。话音刚落，上官熙就闪身向着那紫色的身影追过去，也顾不得过多解释。上官熙离开之后，秦香如四下看了看，发现已经有人在研究灯油了。秦香如低声道：燕姑娘，我们也先离开吧。着什么急啊，殿下还没回来呢。你这药效不知持续多久，等下药效过了，这春申不知处的人怕是会纠察和人动手，到时候想走就不容易了。你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就在2人走出不足100步的时候，春申不知处的大门关上了。多亏了你啊，秦大夫，你好敏锐机警啊！行走江湖，一些看家的本事不足挂齿。他们在那儿，给我抓住他们！一群护院打扮的人追了过来。站住，别跑！快跑！2人是头也不回的向前跑啊！只可惜他俩都不会武功，那跑着跑着就让人围住了。龙阳也气喘吁吁追上来。我看你们往哪儿跑！这龙掌柜的，追我们干什么呀？今日众人跳舞之事，是不是与你们有关？没有啊，这不是你们春申不知处的节目吗？我还觉得甚是精彩呢。倘若与你们无关，你们为何不受影响？龙掌柜的不是也没受影响吗？我这是已经跳完了。哎呀，我知道了，一定是酒的关系。今晚我和这位兄台都不曾饮酒，所以我们无事。带我们来的那位于公子，多喝了几杯，便也是载歌载舞。刚才数他跳得最开心了，你忘了吗？龙阳仔细想了想，瞬间想起刚才站在桌上学狗叫的于飞檐。也是啊，比起丢人现眼来，还真没人比得过他。难道是我多想了？秦香如见他面露迟疑，浅浅一笑，继续道：龙掌柜的，与其来与我们纠缠，倒不如好好回去安抚一下今夜的客人。在下刚好看到丞相府的2公子，把宁远将军府的上将军压在身下，跳什么鲤鱼打挺，画面不堪入目。这要是传出去……闻言，龙阳倒吸了一口凉气，
龙阳也不再和他们纠缠，带着人赶紧往回跑。你刚刚真的看到那个什么二公子了？看到那2个人呢，是真的；鲤鱼打挺呢，是假的。聪慧过人，你太对我胃口了。这……秦香如看着笑容甜美的燕未迟，心跳竟是漏了一拍。只是他见燕未迟满脸天真单纯的样子，没有半点旖旎暧昧，就知道自己漏的那一拍，白漏了。人姑娘心里压根没多想。就在秦香如带着燕未迟回到太子府的时候，上官熙终于追上那紫衣人的脚步。哎呦喂，我说太子殿下，您追了小可5条街了，小可已经收工不接客了，明日清早不好吗？果然是你，跟我回去。上门服务，那可是另外的价钱。你还真沦落风尘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笑贫不笑娼嘛。哎，要不太子殿下帮小可赎身，那我就可以在太子府上日日夜夜伺候你了，不是？本太子没空跟你胡扯。你上次无故劫走燕未迟，给他惹来了不小的麻烦，现在需要你帮他解决这些麻烦。小姑娘有麻烦了？谁找她麻烦？花鱼的表情明显严肃起来。上官熙仔细观察他的神色，片刻后回应：想知道细节，就跟我回府。话音落下，上官熙不再理他，走了。哎，你等等我，你这人真是的，说话说一半，让人家好生心急呢。太子府，众人回府的时候，于飞檐那药劲儿啊，已经过去了。天哪！小爷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让我爹知道，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哎呀，我不活了！于飞檐挠，使劲抓头发，跟脑花都快抠出来了。燕未迟走进前厅，就看到这好笑的一幕。于世子，有个快乐的童年啊！叶天书和秦香如忍不住偷笑。于飞檐看向燕未迟，扁着嘴：小嫂嫂，我自认平日里待你不薄，你怎么如此戏弄我呀？你让我逍遥王府的脸以后往哪儿放啊？其实我也不知道那药材有没有用，所以就没多说。不过你放心啊，此物无毒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哈。秦香如也开口安抚：于世子，今日你前去也并未泄露身份，倒也不必诸多介怀。哼，他是没泄露身份，可他与那些载歌载舞的人格格不入，最为特立独行啊！我不活了！于飞檐当即就向外走。巧了，上官熙带着花鱼走了进来。就算寻死也该体面一些，蓬头垢面像什么样子？于飞檐嘴唇翕动，委屈巴巴地说：大师兄，你好狠的心啊！我都要去死了，你还让我梳头？你花鱼！燕未迟一声惊呼，打断于飞檐夸张的哭喊。花鱼走到燕未迟身边，眉眼弯弯一笑：小姑娘，多日不见，你是不是想本公子了？坐下说话吧。花鱼，你是不是到了北印皇陵啊？你直接问他是不是偷了无字天机书。花鱼看着众人，故作无奈道：无字天机书是什么？那可是人间至宝。我若是偷了无字天机书，那我还用得着去春申不知处卖艺不卖身吗？你的意思是，你没去过北印皇陵了？那他们为什么一路追杀你，还对你用那么狠毒的暗器？错，我不是没去过皇陵，我是没偷无字天机书。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你说清楚好不好？那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啊？不妨你先说清楚，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啊。花鱼笑望着燕未迟，燕未迟撇撇嘴，无奈地将北印兄妹进献礼物和银当县主韩玉飞比试的事儿和盘托出。花鱼听了之后了然道：我明白了，现在你们没有足够的雷公藤，在第3场比试上就无法以人数取胜，所以你们来找我是要把我交给北印人，换取第3场比试的胜利啊。花鱼露出一个受伤的表情：小姑娘，你不会这么没有道义吧？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啊。朋友是不会给对方惹麻烦的。这话就不对了啊，又不是我让他比试的。哎呀，好了，别争论了。花鱼说的也没错，是我自己要跟韩宇飞比试的，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让他去送死。如果你确定不是你偷的，那你跟我去面见圣上，将事情解释清楚。如此这般，也算我先找到你，自然我赢。如果是你偷的，那你把那本破书交给我，我把书进献给陛下。找不到人，找到失物，也一样可以解释一番。听起来好像不错。那如果不是我偷的，书也不在我这儿，而我也不愿意跟你去见什么陛下，那你要怎么办呢？你以为太子府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如果你不愿意帮忙，我当然也不会为难你。来人，送花公子出去。小嫂嫂，你疯了吗？好不容易找到他，就这么放他走，你就真的要输给韩宇飞了？哎呀，你们不要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好吗？俗话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一条嘛。罗马？罗马是什么马？哎，好了，你走吧。北印人看起来短时间不会离开京城，你自己多加小心。嘿，你关心我呀？这话问的，燕未迟竟是有些心虚的看向上官熙。自己走，还是本太子命人赶你走？
无字天机书。什么？这真的是无字天机书？怎么，你看到字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刚刚不是说你没偷吗？那这是怎么回事？长得人模狗样的，你还真是个土夫子。我确实没去偷，这东西啊是我捡的。捡的？这话你自己信不信？真的是我捡的，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夜晚。等等，风和日丽，怎么还夜晚？哼哼，秦香如忍不住笑，这于世子真是一辈子也抓不住个重点。哎呀，反正就是我睡在了一个树洞里，然后北印来了一队人马，在那棵千年古树附近不知在找什么。随后他们触碰了机关，树洞下面就打开了一个暗道，然后我就摔进去了呀。我根本没有想要盗取什么皇陵，是他们发现我就执意说我是盗墓贼。然后呢？你是如何得到天机书的？他们要杀我，我自然要反抗嘛。他们都有兵器，我手上没有趁手的兵器，就随便抓起皇陵里的东西扔过去。混乱之中，我将这木盒子扔出洞口，然后自己也跟着跑出来。他们不讲武德，居然对我用暗器。我看到木盒子精致，心想应该能换点汤药费，便将它拿走了。之后就遇到你了。就这么简单？不然呢？能有多复杂？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无字天机书，都没有字儿，也不知道他们拼死拼活的去偷它干嘛。等一下，你刚刚说偷？没错啊，就是偷啊！他们都是北印印城司的人，可是却打扮成江湖人的衣着去皇陵，那你们说这不是偷还是什么？有道理，印城司是朝廷的人，如果他们想去皇陵，光明正大去就好了，何必要乔装打扮？如今印城司好像正是归着北印三皇子尉迟云昭管辖，看来他并非要将天机书赠送给我们离国陛下，而是他自己想拿到，用来跟兄弟争夺皇位吧。确实不能带花鱼去见陛下和北印人。众人纷纷地看向他。花鱼极有可能不小心撞破了北印三皇子尉迟云昭的秘密，是他命印城司去偷盗无字天机书的，因为失败了，所以将这盆脏水扣在了花鱼头上。他要找花鱼学会天机书只是原因之一，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杀人灭口。众人微微瞪大眼睛，都觉得燕卫持此话有理。既然此物对你来说没用，那就交给我吧。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也可以直接开口。哎呀，能让太子妃欠我一个人情，那我可得好好想想。不是太子妃欠你的，是我太子府欠你的。你欠我的呀？那我更得好好想想了。这个承诺就先放着，等我用到的时候自然来取。次日一早，上完早朝之后，康武帝正要传令退朝，上官熙就从百官中走了出来。启禀父皇，关于太子妃和银当县主的比试，今日可以有个结果了。启禀陛下，臣女已经按照比试规则，让京城所有百姓尝试用雷公藤洗手，至今为止并未发现任何人有异常。这里是记录的姓名和统计的数量，目前有3万余人。我相信燕卫持他绝不可能大于这个数字。太子妃，你统计了多少人呢？回陛下话，这京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炉已经买不到雷公藤了，臣妾只能从秦大夫手中借用一点。只可惜杯水车薪，只测试了1个人。不过可能运气好，竟然测了1个人也测出了猫腻。你找到手上起红疹的人了？启禀陛下，这无字天机书是臣妾和太子殿下一同找到的，找到的方式确实有些巧合。你把话说清楚。是陛下。前几日，银当县主带了许多人来到我太子府，用雷公藤测试众人。我也顺势测试了银当县主带来的人，其中便有平邑侯府2小姐燕青书，实在十分可疑，所以我便要求太子殿下对她暗中调查。可我万万没想到，燕青书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倒是平邑侯夫人，也就是明阳郡主，行迹可疑。明阳？燕卫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事儿怎么扯上明阳了？卫持，不得信口开河。明阳郡主是你的嫡母，你岂能空口无凭就随意构陷？二位别着急啊，听我把话说完。没错，你说清楚，这无字天机书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我们命人守着平邑侯府的前后门，也就是前几日，发现本应该睡觉的明阳郡主竟然趁着黑夜偷偷离开了。她带着一个男人去了京城最近刚刚开的酒楼，名唤春申不知处。众人看向燕寒山的表情瞬间带上了同情。哎呦，这是多么大的一顶绿帽子呀！燕寒山听到这话，怒斥道：“住口！你胡说！”爹，话可以胡说，这东西还能凭空出现吗？燕卫持晃了晃手上的无字天机书。那一日春申不知处附近的杂货铺着火了，引得整个酒楼的人都纷纷逃生。明阳郡主和那个男人也趁乱从后门逃出去了。明阳郡主还在后门摔了一跤，随后就掉出此物，被我们太子府的人捡到了。既然是几日前捡到的，你为何今日才拿出来？云锦公主，我也得认识这东西是什么才行啊！你看这盒子上也没有字，里面的竹简是一片空白。捡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废物呢，不过太子殿下说这木盒上面的雕花
是你们北印特有的一种花卉，所以怀疑此物与北印有关。正是如此，这几日之所以没有将此物拿出来，就是在一直翻阅典籍，确认此物到底是什么。昨天夜里，我们刚刚确认，此物正是你们口中的无字天机书。我虽然没有银当县主统计的人数多，可我找到了大家最关心的东西。那这第3场比试是不是应该我赢了呢？康武帝点头，没错，名扬郡主的事情还需仔细调查，可你能找到无字天机书，自然是你胜出。见状，韩宇飞不乐意了。等一下，陛下不能轻信他，倘若真的是无字天机书，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拿出来？哼，听银当县主这意思，倘若是长信王府找到此物，就会中饱私囊据为己有了。我们太子府是万万不会这样做的，这是北印进献给陛下的礼物，自然要完璧归赵了。你胡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手上的东西未必是真的。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检验这盒中竹简是否为真的无字天机书。启禀陛下，无字天机书在我北印传承1000年，其不腐不坏，水火不侵，只要将它放置于火盆当中，看它是否会被烧毁，便可断其真伪。来人，拿个火盆上来。孤来。就算被当众拆穿，上官熙也不能让燕尾池背锅。燕尾池见状急忙说道：哎，不必，这种粗活还是我自己来。燕尾池毫不犹豫向着火盆丢了出去。是他，果真是他，就是无字天机书。而一旁的于飞檐和上官熙都下意识露出惊讶的表情。这咋就成真的了？于飞檐用眼神询问上官熙，上官熙微微摇头表示 I don't know。那竹简明明是昨儿晚上随便找的，上头那个简单的花纹还是叶天书亲手刻绘的。就这东西，它怎么可能是无字天机书啊？这怎么忽然就成真的了呀？真的天机书昨儿晚上被燕尾池拿去玩了，难道他偷偷调包了？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不是说好了要把真的留在太子府吗？银当县主，愿赌服输。神策军的兵符何在？燕尾池勾唇一笑，承让了。哼！韩宇飞冷哼一声，转头看向燕寒山，怒声道：这件事平邑侯府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于飞檐赶紧唰，火上泼油啊！没错，必须说清楚，这名扬郡主是怎么偷的无字天机书啊？那个跟他去春申不知处的男人到底是谁呀？来人，传名扬郡主。小嫂嫂，怎么回事啊？你该不会真的把那东西交给陛下了吧？嘘，回去再跟你们说。殿下赠我沧海南星，我回殿下青铜虎符。此物不太珍贵，模样也不好看，不知殿下可会嫌弃？上官熙看着伸手接过的虎符，脸上没有笑容，可是眼底尽是温柔。他怎么会嫌弃？他根本就不需要燕尾池有所回报，他对燕尾池好，只是因为他想而已，从来就没有别的奢求。你的心意，我怎会嫌弃？臣妾参见陛下。康武帝点点头。明阳啊，起来说话。明阳，朕来问你，5月初7那日夜里，你身在何处？5月初7，那不就是跟陆无约会的日子？回陛下话，您这么突然询问此事，臣妾倒是有些想不起来了。不过臣妾平日里甚少出门，陛下说的又是夜里，那臣妾必然是在侯府了。你听到了没有？我母亲根本没有离开过侯府，也没有去什么酒楼。燕尾池，你信口雌黄，恶语诬陷嫡母，你该当何罪？什么？去酒楼？你这么着急做什么？让我来问问君主殿下可好？有什么好问的？本郡主说没出去过，就是没出去过。你见到我连一声母亲都不叫，自己毫无规矩，不成体统，还敢智慧我的行踪？燕尾池，谁给你的胆子？本太子给的。先君臣，后父子。名扬郡主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尉迟是太子妃，你见面不行礼也就算了，竟是还如此不客气。你这是没把本太子放在眼里吗？大哥，你看他们呀，一拳压人，非要逼我承认我没做过的事。太子妃，你口口声声指认名扬，你到底有人证还是有物证？只说一句看见了，未免太过于主观臆断了吧？我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众人一惊，什么都没有？那他瞎指认什么？但是我有口供。口供？何人的口供？他的。他叫琛兰，是伺候名扬郡主的贴身婢女。名扬郡主5月初7到底有没有深夜离开侯府，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琛兰，没有，奴婢什么都没说过呀。哎呀，猪队友啊！他不这么说还好，他如此恐惧还说这种话，这一下就让周围的人蹙起眉来。这枚丹药名唤天打雷劈伞。众所周知，许多人承诺自己没有说谎的时候，都会说一句但凡有半句虚言，愿承受天打雷劈之痛。所以这天打雷劈伞呢，就是用来让人说实话的。
不知春兰姑娘敢不敢服下此物，来回答本太子妃几个问题呢？明阳郡主担心燕卫迟再继续逼下去，那不等吃药春兰就要招了。与其让他说，他不如自己说。不必问了，5月初7夜里，我确实出去过。什么？众人哗然。春兰如临大赦，汗如雨下；燕寒山是如遭雷劈，面色青绿；燕青书则是难以置信，目瞪口呆；其余人则是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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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幸灾乐祸。燕寒山这下子是从头绿到脚啦。康武帝怒声质问：明阳，你说什么？你真的出去过？臣妾是去了长信王府，大哥可以给我作证。没错，明阳那天夜里是来找我的。奇怪了，王爷刚刚为何不说？现在忽然承认，莫不是故意包庇？是我不让大哥说的，因为我去找大哥是为了一点难以启齿的私事。哼，再难以启齿，眼下你也得说清楚了，不解释清楚，如何能服众啊？启禀陛下，臣妾深夜造访长信王府，其实是为了捉奸。什么？捉奸？你还真是贼喊捉贼啊！启禀陛下，这本是家丑，臣妾不愿多言。可今日若不说清楚，太子妃就要往臣妾头上扣屎盆子了，臣妾也不得不说了。近日臣妾发现夫君早出晚归，听旁人说他在外面养了一个外室，臣妾郁结于心，又不敢贸然质问，打草惊蛇，所以才深夜前往长信王府寻求兄长的帮忙。什么？捉燕寒山的奸？哇哦！众人齐刷刷又看向燕寒山，只见燕寒山目瞪口呆看着明阳郡主，那震惊的半个字说不出来。明阳郡主见状，哭上了。燕寒山，你这个没良心的，难道你还要否认不成？我贵为郡主，下嫁给你，为你生儿育女，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就不想想舒儿和猴儿吗？家中有妻有妾，儿女双全，你放着好日子不过，竟然出去养外室，你对得起我吗？我燕寒山我了半天也没我出个屁来。一旁的上官熙见状，嗤笑一声，低声道：哼，贵为郡主，提醒燕寒山，他如今的侯爵都是长信王府带来的，生儿育女，提醒燕寒山，就算不考虑自己的名声，也得考虑燕青书的名声。有个红杏出墙的母亲，燕青书恐怕以后都嫁不出去了，就更别提嫁给上官离了。这个明阳郡主还真是会说话。他在威胁燕寒山？没错。哼，我去拆穿他。不要，凡事适可而止，赶狗入穷巷，小心被狗咬。殿下说的有道理，那我就大发慈悲，放他一次好了。哎呀，想想这一家老小的前程，燕寒山是心一横，把这口屎给他咽了下去。他开口道：夫人啊，都是为夫的错，为夫不该朝三暮四，你别哭了，都是为夫的错，害得你让人误会了呀。长信王见燕寒山真的咽下这口窝囊气了，松了口气，看向康武帝：启禀陛下，这件事就是一个误会。当日春申不知处，众人为了躲避大火，匆忙往外跑。许是混乱中，其他人掉落了木匣子，只是容貌与明阳相似，所以才让太子府的人误会了。混乱之中又是深夜，谁能看得清楚呢？明阳那一夜的确在微臣府上啊。那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吧。云昭殿下、云锦公主，二位放心，关于这无字天机书的来历，本王一定会协同太子府彻查清楚的。银霜姑娘，不知主子骑着少前卑职，所谓何事？大人不必担忧，此处不会有人来的。而且咱们说完话，大人刚好可以跟退朝的百官一起离开。皇后娘娘都设想周到了，定然不会让大人为难。让姑娘见笑了，是卑职过于谨慎了，还请姑娘吩咐。皇后娘娘说了，太子殿下与那银当县主完全不同。银当县主是个没脑子的，而太子殿下是会扮猪吃虎的。如今神策军落入殿下手里，他必然会整顿军务，哪怕表面不做，内里也绝不会含糊。所以从下个月起，咱们的孝敬就停了吧。多谢皇后娘娘体谅。皇后娘娘自然是体谅大人的，那么大人也得记得皇后娘娘的好才是。下个月就是观音诞了，按照规矩，皇后娘娘会亲自离宫去观音庙小住，届时还请大人务必随行。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这是皇后赏你的，大人请回吧。神策军，大人孝敬。太子扮猪吃虎。就在燕卫迟还理不清思绪时，下了朝的上官熙是来了。尉迟，尉迟，这个平邑侯燕寒山真是个狠人呐，这种窝囊气都能咽下去，这种绿帽子都能戴得住，佩服佩服。说好听一点，这叫能屈能伸；说难听一点，那便是软弱无能。他可不就是软弱无能，他分明就是欺善怕恶，
而且他目权势，一门心思的想巴结长信王府，自然不敢得罪明阳郡主。哎，话说回来，小嫂嫂，你真的把无字天机书交出去了呀？哎，没有，于世子放心，陛下手上那个是假的，真的还在我这里。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妙手空空，我会偷东西嘛，手速又比较快，所以不容易被发现。真是技多不压身呐，小嫂嫂，你这手法怕是天下第一子也比不过你了。哎，你有空教教我呀？不需要。是夜，太子府，燕卫只有说起今日在明霞阁的见闻。那男人是谁？不知，银霜从头到尾只称呼他为大人，而我躲在角落里看不到他的样子。秦香如放下茶杯，开口道：宫里说的孝敬多半是银两，而给皇后的孝敬一定不是小数。单凭一人的俸禄，定然给不出皇后想要的数目。那么，此人极有可能是动用了神策军的军饷。能动用军饷，还能不为人知，那么此人在神策军中官职不低，哪怕不是统领，也得是掌握内务的副统领。上官熙想到燕卫迟之前对白杨义惨案的推测，当时他就说很有可能是先皇后随行之人做了内奸，而当日随行的众人就只有单明轩一个人活了下来，而这个单明轩正是如今神策军的统领。难道说今天那个男人就是单明轩？是他一直和当今皇后勾结，当今皇后就是他杀母仇人吗？殿下，此事尚未查清，不能心急，急中出错。我听了银霜提及观音诞，说是下个月皇后娘娘会出宫，让那位大人随行，到时候我们跟着看看，不就知道那个大人是何人了吗？哎，这个办法好，都不用费劲去查了。这观音诞每年有3次，每次皇后娘娘都要出宫小住几日，说是每次都要这同一位大人随行，那事情就有点意思了。上官熙微微蹙眉，似乎没有领悟到秦香如的暗示。一旁的燕卫直开口道：秦大夫，你说话不能这么隐晦，我家殿下还是童子之身，有些深闺寂寞红杏出墙的事他听不懂。殿下，我给你解释，这陛下有3宫6院，多的是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那皇后娘娘早已人老珠黄了，陛下本就不爱她，又能有多少宠幸？不过皇后这年纪吧，又是个不甘寂寞的岁数，难保不会做出一些跟明阳郡主一样荒唐的事情来。殿下谨遵在下遗嘱，在下深感欣慰，继续努力。讽刺一句之后，忙不迭就出去了。他可不想承受上官熙的怒火。于飞檐则瞪大了眼睛看向上官熙，随后又顺着上官熙的脸一路下滑到2腿之间，难以置信地问：师兄，你那个寒骨之毒会让人不举吗？滚出去！上官熙知道于飞檐要放什么屁，当即开口怒斥。于飞檐打个激灵，随后跑得比秦香如还快。等燕卫迟回过神，房间里只剩下他和上官熙2个人。燕卫迟眨眨眼，疑惑道：怎么了？于世子说错话了？谁告诉你本太子是童子的？啊，殿下不是？那你看到春闺蜜露那个清纯的样子，我以为你是呢。清纯这个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吗？我现在可以是，1个时辰之后也可以不是。殿下，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第一次就喊出1个时辰，这不可能。至少在燕卫迟的医学领域中，认为这不科学。上官熙真被气着了，索性直接把他大横抱起，冷声道：哼，我现在就让你看看，这可不可能。燕卫迟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点了火了，哎妈呀，他后知后觉的惊呼：哎，关我什么事？殿下你冷静点。看着夫妻俩离去的背影，于飞檐摇头感叹：秦大夫，我大师兄那个毒真的会影响他下半身幸福吗？于飞檐没有得到秦香如的回答，正要开口追问，就看到张嬷嬷走过来。世子爷，你看看谁来了？谁呀？有人来了？属下参见世子。哎，清理，你怎么来了？不等那叫做清理的姑娘回答，于飞檐急忙介绍：秦大夫，这是我爹的侍卫清理，打小与我一同长大的。清理，这是秦香如，她可是个神医。清理见状，朝着秦香如周全了礼数，随后就看向于飞檐，继续道：世子爷，王爷让属下来接世子回姑苏。啊？我爹他病了吗？王爷一切安好，只是思念世子。不行，我不能回去，我已经在兵部当差了，岂能轻易擅离职守？陛下允许世子在京城做官。是啊，所以我不能走。哎呀，总是我不能走便是。你赶了这么多天的路，也累了。张嬷嬷，你快带他去休息休息。清理见状没有拒绝，既然事情有变，他还要和逍遥王再禀报一二，另做决定。双寒院，进来。上官熙撇下一句话之后，阔步走进了双寒院的卧房。殿下，打我也不用撸胳膊挽袖子的吧？你还脱衣服，我很不禁打的。顾何时说要打你，是你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儿，
所以认为姑应该打你一顿？没有啊，绝对没有。我对太子殿下一片忠心，可见日月。一片忠心？你这裙子甚是贴身，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富裕的空间，可以放一片真心，还可以放一卷竹简呢。我这虽然衣服贴身，可我，所以还是有空间的。这叫什么鬼话呀？殿下，你干嘛？殿下，你听我解释，您听我解释。姑知道不是妙手空空，是这裙子宽，是你不是吗？姑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小？是手镯。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将东西都放在这个手镯里？殿下，你先松开我，我慢慢跟你讲好不好？松开你，你又要鬼话连篇。那如果我说谎，你就再捆我一次呗。这么说话好尴尬的。燕尾池动都不敢乱动，生怕自己的身子从那小衣后都跑出来。我说的是真的，这手镯是我娘亲留给我的，我从小就戴在身上。也就是前不久，我不小心把血滴在了上面，它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存放东西的空间，也没多大地方，也就2张床那么大，不过还是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的。滴血认主？对，没错，就是这个。放进去我看看。燕尾池嘴角抽了抽，却也没有拒绝，伸出手触碰枕头，枕头没了。以后不许随便用这个手镯，若是不听话，姑就将此物没收，记住没有？为什么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吗？你可知如此神物，若是暴露于众，你将会承受多少人的觊觎？原来是关心我呀！殿下放心，这手镯只有我能用，别人用不了。记住了，以后都不许用，尤其不许在外人面前用。虽然上官熙样子凶凶的，可燕尾池却觉得心情有些好，因为他之前担心的事儿完全没有发生。上官熙没有对他产生戒备，也没有觉得他是个妖怪，更没有觊觎他的手镯。上官熙只是担心他会引起旁人的注意。殿下，你真好。说好话也不行，姑不让你用，就是不许用。那我不在外人面前用，只在殿下面前用。哼，我还当得多厉害，原来也是个纸老虎，就知道吓我。2日后，你昨日问我，年幼的时候与韩雨飞之间发生过什么？我刚刚想起来一件事。什么事？13岁那年，也就是我从军的前1年，曾经在扶摇宫遇险。我记得那一日是上官离的寿辰，父皇和皇后娘娘在扶摇宫设宴为他庆生，安国公还抓了一只黑熊送他做礼物，说是要现场切了熊掌，为他烹调美食，还要取其熊胆来泡酒，补益身体。活熊取胆还要切手，真是个变态。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熊给放了。当时姑年幼无知，并未意识到单独去释放黑熊会令众人涉险。黑熊离开牢笼之后，也并未离去，而是扑向宴席。他伤人了？伤了银当县主吗？他的目标很明确，是冲着安国公的侍卫去的，只是遭到侍卫驱赶，混乱之中不仅伤了许多人，还将年仅7岁的银当县主推入了荷花池。当时长信王在父皇身边护驾，并未注意到女眷这边有人落水，其他人也被黑熊吸引了注意力，没有人看到被荷叶遮住的韩雨飞。所以殿下救了他？没错，是我救了他。好了，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与他的交集。现在说说你的办法了，要如何让他看上尉迟云昭？尉迟云昭？殿下想让他嫁给尉迟云昭？不是我想，是父皇想。父皇舍不得文陵，其他庶出的公主也不能满足尉迟云昭的要求。思来想去，还是银当县主最为合适。他身后站着手握重兵的长信王，这对于即将争夺皇位的尉迟云昭来说，算是最为有用吧。如此甚好，把他嫁得远远的，省得他跟燕青说狼狈为奸，找我的麻烦。小嫂嫂，那你想到用什么办法了吗？现在还没有，我还得仔细琢磨琢磨。一旁的秦香如开口道：机会，碧波湖游船不就是好机会？这个提议是尉迟云昭提的，看来他也想趁此机会与文陵公主亲近一二。哼，那他的算盘要落空了。文陵的病还没好利索，不会出来见人的。秦香如似笑非笑地说：殿下想要撮合的是银当县主和尉迟云昭，那么文陵公主是否出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银当县主一定会出来。上官熙看向秦香如，忽然想起燕卫池的话，燕卫池曾言那韩雨飞是因为年幼时溺水被他所救，所以才如此痴缠。倘若有虎之日让他再一次溺水，却让尉迟云昭救了他，那是不是能让他改变心意了？老狐狸，什么？殿下叫我什么？没什么，一个美好的赞誉。
5月28这一日，康武帝下旨赐婚了，将银当县主晋封为银当公主。赐婚给北印三皇子尉迟云昭为妃，担起两国联姻的重任。而北印公主尉迟云锦和平邑侯府的二小姐燕青书同时嫁给二皇子上官离，两个人同为侧妃，不分大小，谁先诞下小皇孙，谁晋封为正妃。叶卫迟，你给我出来！都是你做的，是不是？陆是你的人，胡姓明镜台是你弄塌的，银当县主和我舒儿的婚事都是你在操控的，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明阳郡主，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诬陷太子妃，那也是以下犯上之罪啊。我送你2句话吧。第一句，时来天地皆同力，你与其在这诬陷我说是我做的，倒不如说这就是我的运气。我想谁好谁就好，我想你倒霉，你就永远都会倒霉。至于第2句，那就更简单了，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明阳郡主，这就是你的报应。你鸠占鹊巢，夺我母亲嫡妻之位，所以你的女儿要替你还债，一辈子做妾，这很公平，不是吗？你胡说，我的舒儿不会一辈子是侧妃的，就像你也不可能一辈子的都是太子妃。那我们不妨打个赌，就赌不仅燕青书会一辈子做妾，就连你明阳郡主也会走我娘的老路，尝尝贬妻为妾的痛苦。明阳郡主恶狠狠白了一眼燕卫迟，而后拂袖离去。麻烦解决了。能有什么麻烦？不过一只疯狗乱咬，被我赶走罢了，还辛苦秦大夫跑一趟。没看到好戏才算辛苦，说是在下早来一步，看到好戏，那便算不得辛苦了。秦香如笑了笑，正要说什么，忽然觉得后背一凉，她回头一看，只见一抹绿色的裙摆咻闪过去，这是清理的衣服。这姑娘有些奇怪啊，见到他们俩为啥不打招呼？跟她不打招呼也就罢了，可燕卫迟是这府上的女主人，还是太子妃。那个清理只是一个侍卫，怎么如此傲慢无礼？而且刚才她似乎在偷听2个人谈话。不知道为什么，秦香如对这个姑娘的感觉说不上有多坏，但确实不太好，不像看到燕卫迟一眼见就觉得欢喜。傍晚时分，上官熙和于飞檐才回到太子府。今日可有吃亏啊？他在忙碌的时候收到太子府传来的消息，只是刚要回来，太子府又传出消息说事情解决了，所以他就没有急着回来。燕卫迟一笑，开玩笑，除了太子殿下，谁还能让我吃亏啊？于飞檐一口茶还没喝完，全喷了出来。燕卫迟看向他，你激动什么？于飞檐尴尬的咧嘴一笑，他不是激动，他是在想上官熙怎么让燕卫迟吃亏的。没吃亏就好，这几日朝中事忙，顾不上你，你尽量不要出门，尤其不要去平邑侯府，免得那明阳郡主狗急跳墙，再咬你一口。是夜，谁？是我，叶天书。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我们受伤了。快进来！你怎么不走正门，偷偷摸摸的是为何？救他，快！求你先救救他。他破军，伤口暗红，血液黑紫，箭头有毒。他会死吗？现在不好说，我先帮他取箭头，为他解毒。倘若毒没有进五脏，那一切都好。大门被咚咚咚的敲响。开门！里面的人开门！叶天书听到这个声音，急忙道：“是来抓我们的。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得离开这里，不能连累了大师兄。就算你忍着痛先走，他现在万万不可以动，否则伤口的血止不住，毒素也会蔓延得更快。这种丹药可以化解大部分毒性，但是我来不及细细研究他体内的毒，所以也不知道他中的毒有几分疗效。你身上的伤先忍忍，我先去处理外面的事。”燕卫迟给破军喂下丹药后，转身向外走，刚到门口，又忍不住回头叮嘱：“你们在这等着，我不回来，哪儿都不要去。你放心，他们不会搜查这里的。”来抓我们的是御前侍卫。谁？御前侍卫？燕卫迟更惊讶了。御前侍卫，那是在后宫接身侍奉陛下的。叶天书和破军，莫不是去刺王杀驾？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也不要离开。燕卫迟话音落下，快速转身离去。太子府客院，怎么了？你们2人僵持什么呢？秦香如示意燕卫迟看他手上的汤药。叶老板不肯喝药，一定要先见你。见我？我有话要跟你说，能不能？药趁热喝。好，
我会盯着他喝下去。你能不能帮我，在大师兄面前遮掩过去，让他不要深究我和破军的关系？关系？你们什么关系？叶天书看燕卫驰表情古怪，瞬间无语至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没有，我没想什么。破军是我兄长，可我不想让大师兄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又不知如何解释。兄长，你们异母同胞吗？没错，我们是异母同胞，年幼时候失散了，他去了北印，我到了离国。既然是兄长这样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啊，为何不能对太子殿下坦言呢？因为我们的身世隐藏着一些危机，这些危机会影响太子府，也会影响到大师兄。你放心，无论是我还是破军，都不会做任何伤害大师兄的事儿，更加不会危害太子府。破军昨晚进宫也不是做刺客，他只是想去偷无字天机书。偷无字天机书是北印公主命令他去的。没错，他没办法忤逆主子的命令。这就奇怪了，无字天机书在太子府这件事你很清楚，那个假的还是你帮忙做的，你为何不告诉他？我不想出卖大师兄，所以只能隐瞒真相。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兄长去送死，所以只能陪他以身犯险。既然你所言非虚，那告诉太子殿下也无妨啊。那无字天机书说到底无人会用，既然无人会用，那跟废物有何区别？如果你想借用此物去帮你兄长交差，我相信殿下不会不允许的。还有，你说你的身世，我认为无论你身世如何，殿下都不会因此而对你心存芥蒂。你们师兄弟多年，你应该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们师兄弟那么多年，你不信他却信我，这似乎不太合理啊。叶老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说清楚？我姓岳。岳？你说你姓岳？那岳从容是我的姑姑，你的母亲。岳从刚是我和破军的父亲，是你的亲舅舅。见过太子殿下，见过于世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在里面呢。你一定要保密，否则我跟破军都得死。更有甚者，会拿我们的身世大做文章，牵连大师兄的。好，我明白。殿下回来了。听张管家说，天书已经醒了，这怎么又睡了？刚刚醒了一阵子，喝了药又睡了过去。汤药中有安神的成分。那他醒来之后可有说什么？他为何要进宫去行刺啊？他不是去行刺的，他是去阻拦破军盗取无字天机书的。破军去盗取无字天机书，应该是北印公主的命令。可是天书为何去阻拦？他跟破军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关系有点复杂。复杂？何意？就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天书跟破军差脸！于飞檐一声尖叫，都能把屋顶掀了。他表示难以置信、难以接受、难以理解。燕卫驰苦笑一下，也未必是真的。他没说清楚，我也没多问。反正就是生死之交。鸟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也罢，名声不重要，真相才重要。待我为岳家平反昭雪之后，再跟大师兄解释吧。难不成天书真的喜欢男人？可破军是北印人，他们二人又是什么时候相识相知的？我们先回房吧，不要打扰他休息了。他跟破军的事儿，等破军醒来之后再行决断。燕卫驰松了口气，轻道一声：“看来太子殿下相信我的鬼话了。要命！说好彼此坦诚，我又骗他了。”次日晨，你醒了？不必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是相互深依，秦相如。原来你认得我，那倒是省去了许多口舌。是你救了我，在下可不敢居功。救你的人是太子妃燕卫驰。没错，就是他。谢天书呢？他怎么样？他就在你的隔壁厢房，他的情况比你好得多，只是一些皮肉伤。你中了缠魂香的毒，十分凶险，幸亏太子妃毒术高明，才保住了你的性命。至于你体内的另外一种慢性毒药，太子妃说还需要继续研究一二。不必麻烦了，告辞。啊，你就这么走了？不跟主人家打个招呼啊？你好歹也跟叶老板说一声。只见破军已是飞身而起，离开院子。哎呀，救个小猫小狗还会摇摇尾巴喵叫一声，救个大活人怎么连一句谢谢都没有？白费那燕卫驰一番苦心啊！谁白费了我的苦心啊？燕卫驰带着上官熙和于飞檐恰巧走进来，听到这番话，秦香如指向空荡荡的床铺：“喏，他走了。”走了？就这么走了？
于飞言也觉得难以理解。秦香如摊摊手，耸耸肩，表示他也搞不懂状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毁了我家二师兄清白，还想翻脸不认账？这毁了叶天书的清白。别胡说，人家只是发乎情止乎礼，不要乱讲。哼，那也不能说走就走啊，连个招呼也不打，毫无礼数。我们去看看叶老板吧。二师兄，你醒了，你没事了吧？啊，没，我没事了。大师兄。上官熙见叶天书那副丧眉打眼、垂头打脑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知错了。上官熙想到叶天书和破军那微妙的关系，最后决定什么也不问，而是从袖袋中取出一样东西，递到叶天书的面前。无字天机书，你想用此物，直接与我要便是，何必以身犯险？拿去吧。这东西会用的，才把它当做宝；不会用的，那就是一棵杂草。此物对我们来说无甚用处，既然你用得上，拿去便是，客气什么？可是此物是要交给……殿下已经知道了，不就是交给北印公主吗？拿去给她便是。北印人若是真的能用，也不会让此物尘封在皇陵这么久了。大师兄放心，我只借用一段时间，改日我定然将此物再夺回来。不重要，倒是你，如果再为了旁人受伤，我就要送你回师门去清修了。是夜京城荒宅，不要以为我会感谢你，盲目信任燕卫迟是你最愚蠢的决定。我信的不是燕卫迟，我信的是大师兄。大师兄不会看错人。好，上官熙给你的。于他而言，显然我比天机书更重要。叶天书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充满着藏不住的喜悦。破军眉头紧锁，没好气儿道：“那又如何？别忘了，他是你杀父仇人的儿子，岳家的血海深仇挡在你们中间，你们永远不可能做兄弟，你我之间才是亲兄弟。”那燕卫迟呢？他也是我们的亲人。他不配。当年如果不是他娘一意孤行，岳家岂会遭逢横祸？二哥，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当年岳家出事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呢，这件事与他有什么关系？不讲道理的是他们上官家的人。当年送你上山学艺，是希望你有一身好武功，助我复仇，不是让你认贼为兄，敌友不分的。破军话音落下，转身欲走。叶天书见状，急忙道：“等一下！”破军看向叶天书，只见他将手上提着的油纸包递给破军：“你体内余毒未清，还需服几服药。这是燕卫迟让我交给你的。你来见我，就是不瞒着他。我没有刻意隐瞒，他也没有刻意询问，只是将此物给我，让我有机会的时候交给你。不必，这一次的救命之恩我会报的，其他事情我不想与他再有纠葛。”破军，在这儿干嘛呢？卑职参见公主殿下。破军从怀中拿出无字天机书。公主殿下，东西拿到了。你失踪了2日，就是去偷这个？公主有令，卑职不敢不从。不懂风情的蠢货，一个没人会用的破书简，本公主要他做甚？他确实说过让破军去偷无字天机书，可他当时是这样说的：要么你从了本公主，我们共享极乐；要么你去偷天机书给本公主，本公主就饶了你这童子计。原是尉迟云锦耐不住这行宫寂寞，想找一个高大帅气的侍卫来排解一二。他看上了破军，破军却万万不敢觊觎北印的五公主，离国的二皇子侧妃，所以他才宁愿选择去偷东西，也不愿伺候尉迟云锦。破军垂眸看着自己几乎搭上性命才换来的无字天机书，心中满是无奈。若非尉迟云昭对他有恩，他也不会对北印兄妹唯命是从。从哪拿的放回哪儿去？皇兄说了，北印无人会用此物，不如看看离国有没有人会用。若是离国也没人会用，再放出消息去其他2国2城，让他们来抢好了。总归会有人能参透其中奥秘的。卑职明白。是夜，太子府马上就是观音诞了，按照规矩，皇后娘娘要出城去观音庙斋戒7日，明日一早就要启程。父皇命我随行。皇后有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让上官离随行？再不济让上官爵随行也好啊，怎么会选殿下？谁不知道皇后跟太子水火不容？我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所以我决定带上你。带我一起？虽然出行未必安全，可你毕竟在我身边。若是留你单独在太子府，只怕这边出事，我那边鞭长莫及。鞭长莫及，这个词颇有意思啊。笑得稀奇古怪的，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没什么。走走，殿下，我给你把个脉。4日晨，今日便是启程去观音庙的日子。启禀太子殿下，时辰已到，可以出发了。好。皇后娘娘可还有其他吩咐？皇后娘娘并无吩咐。好，启程。
马车忽然急停，燕卫池惯性的向着前面扑了过去。小心！秦大夫，你没事吧？我没压疼你吧？在下没事，你可有摔伤？我没事，怎么忽然就停了？太子妃恕罪，前面不知怎么了，忽然停下，属下就勒停了马车。娘娘可有受伤？我没受伤，秦大夫摔了一下。小嫂嫂，前面的路堵了，估摸着咱们要改道绕行来。你别急哈，很快就会继续前进了。我不急，殿下怎么样了？师兄在皇后车驾旁伺候，放心吧，没事的。于飞言说完，调转马头准备离去。秦香如见状，急忙问了一句：“徐世子留步，你刚刚说要改道，是改哪一条？”于飞言微微蹙眉，面露忧色道：“改道白杨驿。”皇后娘娘，今晚若是不能抵达观音庙，那明日的观音诞祭祀就会耽搁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本宫身体有恙，经不起这舟车劳顿了。若是勉强抵达观音庙，本宫却缠绵病榻，无法祭祀，岂不是本末倒置，还冒犯了仙家？明日一早启程，天黑之前祭祀就好，不会耽搁。可白杨已经荒废很多年了呀。再怎么荒废，那也是官家驿站，好端端的房子，总比那些帐篷要好。怎么，本宫还使唤不动你们了？于飞言还想反驳，上官熙却是微微摇头，示意他不必再说了。皇后是铁了心让他难受，定然不会错过去白杨驿的机会。行，那就去呗，去看看。是夜，白杨驿。殿下，你在做什么？没什么，卑职就是在这儿练练功。这雨还没停呢，赶了一天的路，你不好回去休息，在这淋着小雨练功？不是，太子妃娘娘不是吩咐厨房煮清汤吗？卑职在这儿等着，有些无聊就比划比划。单将军原来喜欢对墙练功，这可苦了红砖墙了，用不了多久就要被单将军砍倒了呀。故地重游啊，单将军有何感受？单明轩听到这话，扑通一声单膝跪地。殿下恕罪，当年都是卑职没用，未能保护好先皇后和小公主，都是卑职的错。错？你也曾舍命相救，何错之有？故听闻你幸免于难，完全是因为五脏六腑生得异于常人。若不是如此，你也成为这白杨驿的冤魂了。故要感谢你，还有当日那些牺牲的神泽军侍卫。若不是你们舍身相护，只怕姑也没有逃走的机会，救不了母后和皇妹。不是你们没尽力，是你们力不能及，这不能算错。卑职不敢当殿下的一句谢，保护先皇后和殿下的安全是卑职的责任。好了，不必多说了。是。单明轩应声之后告退离去。你们觉得如何？他一看就心虚。单将军确实心事重重的模样，不过这是心虚还是心忧，此刻不好说。今日整个行程，我都未见他与皇后身边的任何人有过接触。可是他行为奇怪啊，哪有人用佩刀去砍墙面的？怎么，太子妃也会武功，可以通过痕迹判断人的行为吗？清理，不得无礼。清理微微垂眸，不再言语，可是脸上分明没有半点知错的模样。他依旧觉得自己嘲讽的没有问题。燕卫池再一次感觉到清理对他的敌意，奇了怪了，他俩过去又不认识，这份莫名其妙的恨从哪儿来的呀？我是不会武功，也无法通过什么痕迹来判断人的行为，可我有眼睛会看，有脑子会想。单明轩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砍，而是朝着这个洞口来的。可这洞口有何特别之处？哼，不过就是巧合罢了。经理出言讽刺，是不是巧合，试试就知道了。齐州侍卫，麻烦你去拿些面粉和清水过来。小嫂嫂，你这是要干嘛呢？尉迟应该是想看看这洞口里面的形状。没错，洞口表面已经被单明轩的刀砍得乱七八糟了，无法分辨是什么东西在墙面上留下这样的洞口。可洞口里面的形状尚未被破坏，或许可以通过里面的形状来判断破坏墙面的器具究竟是何物。聪明。燕卫池将面团用力地塞入洞口，直到从洞口的另一端挤出一些，这才停下手上的动作。一炷香的功夫之后，青州小心翼翼将那塞进去的面团拿出来。尾端粗，前端细，有点像枪头。不，枪头是双刃，这明显有五刃。这是什么兵器？模样好奇怪。五刃的暗器，形状如此特别，倘若在江湖上出现过，那么九幽阁一定有记录。我让天叔去查一下。怎么？没什么，我走神了。对了，姜汤应该煮好了，大家喝一碗吧。燕卫迟怎么会轻易走神？他刚刚的模样更像是想到了什么？难道他见过这五刃的兵器？秦香如压下心中所想，没有问。而燕卫迟回到房间后，虽然疲惫，却并无睡意。那东西一定是原主被送去庄子之前见过的，也就是原主6岁之前。6岁之前的事儿，记不住也合情合理。可印象中挥之不去的，说明在6岁之前，
原主一定是时常见到那东西。难不成说白杨一惨案跟平邑侯府有关？说到这儿，燕卫迟瞬间心中一紧。不过转念一想，他那个窝囊废一样的爹，也不像是敢杀先皇后的样子啊。那再说了，杀了先皇后和小公主，对他来说也没好处啊。就在燕卫迟走神的时候，唰，一个不明物体从空荡的窗帘飞射过来。小姑娘，你闭着眼是在等小爷亲上去吗？那我可不客气了不？你神经病啊！哟，怕什么呀？怕我杀你啊？还是怕我亲你啊？哎呦，燕卫迟白他一眼，他现在可没心情跟他兜圈子。他没好气地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哎，小爷我每次出现都在帮你，你可倒好，连个笑模样都没有。罢了罢了，既然你不想看见这东西，那我就拿走了。花云晃晃手上银光闪闪的鞭子，燕卫迟下意识看过去，发现那鞭子的尖端居然有一个枪头，而那个枪头不多不少，正好有5刃。看到这个东西，他一声惊呼：“我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想起这5刃七节鞭是岳家的独门兵器了。是了，他想起来了。年幼的时候，他娘亲时常端详着一幅画，画上画的是他外祖一家，有外祖父、外祖母，2个刚刚成年的舅舅和豆蔻年华的母亲。在那幅画里就出现过这5刃7节鞭。此物怎么会在你手上？我找铁匠做的呀，怎么样，像不像？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还知道什么事儿？你就不能把话说清楚吗？不是我不说，是你不信呢。我都告诉你了，你我之间呢，那是有婚约的。你违背誓言嫁给了旁人，哎呀，我这颗心呢，都被你伤得拔凉拔凉的，光惦记着夺妻之恨了，哪里还能记得其他事儿？不想说就请离开，我没心思跟你打太极。嘿嘿，你我之间怎么能叫打太极呢？那叫耍花枪。花鱼见燕卫迟确实冷了脸，没有半点开玩笑的心思，便叹了口气。哎，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哎，告诉你也行，不过你不能总是在我这里空手套白狼啊。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走，做我媳妇儿。燕卫迟翻着大白眼儿，好走不送。哎，我就知道你没良心。哎，罢了，那就第2个条件，我要上官熙的一样东西，你能偷来给我，我必然对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官熙的东西，你要什么？我要他手上一枚墨玉戒指。墨玉戒指？燕卫迟想了想，诧异地问：“你要先皇后的遗物？”他记得上官熙跟他说过，先皇后曾赠予他们兄妹一对戒指，上官熙的是墨玉，上官晴的是白玉。白玉戒指已随着上官晴销声匿迹了，这墨玉戒指还在上官熙的手里。花鱼要这个做什么？没错，我就要这个戒指，你能拿给我，让我说什么都行，说1000遍我爱你，我也心甘情愿。燕卫迟白他一眼，感觉他没个正经。燕卫迟想了想，你不能只提要求不办实事啊，你至少先告诉我，这岳家的5刃7节鞭跟新皇后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燕卫迟是真的不想成为上官熙杀母仇人的后人呐。小两口还没有水到渠成呢，就蹦出这么大一鸿沟，这嘎巴一下子也太闹心了吧。先皇后是在15年前出世的，转过年来没多久，岳家被判通敌卖国之罪，随后满门被斩。你觉得是巧合吗？你是想说新皇后真的是岳家杀的，而当今陛下是为了给新皇后报仇，便定了岳家莫须有的罪名，让岳家满门被杀？花鱼摊摊手，表情不屑地说道：“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了而已。”你分明就知道，只是故意不说。燕卫迟有些恼火，花鱼勾唇一笑：“那又如何？你又不肯做我媳妇儿，那我自然不能做赔本生意啊。”你要人家娘亲的遗物做什么？就算是皇家的东西，也不值几个银子啊。那就是我的事儿了。瞧瞧你，已经开始想要了解我了。哎，看来咱们夫妻再续前缘也不是不可能嘛。燕卫迟心烦意乱，实在是没有心思和花鱼胡扯。花鱼那边似乎也不打算继续说下去，因为他听到有人靠近的脚步声，花鱼直接闪身离去，唰一下消失在窗口。殿下，怎么了？一个人待着，害怕了？没有，我是一个大夫，只有对生死的敬畏，没有对生死的忌讳。时辰不早了，今晚先将就一下，等明日到了观音庙后山的香客客房里，可以换洗。夫妻俩便这样肩并肩躺在床榻上，合衣而眠。满怀心事的燕卫迟睡不着，故地重游的上官熙也睡不着，两个人却默契的没有打扰彼此。次日一早，天朗气清，楚景可以启程了吗？回皇后娘娘的话，一切准备妥当，随时可以启程。好，那就别耽搁了。上了马车之后的燕卫迟情绪一直不高，整个人沉浸在5刃7节鞭的事情里，愁绪万千。你说那单明轩昨天夜里砍那面墙，他
究竟为何目的？是为了掩盖墙面上的痕迹，还是为了引我们去看墙面上的痕迹？这个简单。简单？你走进白杨驿那一个荒废已久、四面漏风的驿站，会被墙上随意的一个洞吸引注意力吗？对，你说的没错，那样残破的驿站到处都是洞，倘若不是单明轩去看，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注意那个小洞口，而且发现洞口的墙面上都没有血迹，更加不会吸引我们的注意。昨日殿下在驿站转来转去，看的也是那些有血迹残留的地方，所以在下认为单明轩是有意为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嫁祸给岳家？此事尚不可妄下结论，不过你也不必过于担忧，我相信以太子殿下的聪慧才智，定然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怎么，你不相信太子殿下？谈不上信或不信，只是这人性都有弱点，比如当局者迷，又比如关心则乱。倘若此事没有牵连到白杨驿，我对他自然也是全然信任。可白杨驿是他心底的一根刺，先皇后和小公主都是他的逆鳞，龙被拔了逆鳞，就会闹得天翻地覆，水患四起。殿下被触了逆鳞，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他需要你啊，他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在他不理智的时候拉他一把。我觉得他更需要你，我哪能拉得住他呀？我自己都稀里糊涂的。可惜啊，殿下不喜欢男人。秦香如觉得燕未迟的话题跳得太快，她有点接不住。我开玩笑的，就算他喜欢也没用，你也不喜欢男人。燕未迟哈哈大笑，早上的郁闷是一扫而空。这秦香如被他说的哭笑不得，不过这丫头的乐观态度让他颇为喜欢。人生苦短，能笑就笑嘛。2个时辰之后，观音庙午时之前，众人终于抵达了观音庙。阿弥陀佛，贫尼慧净参见皇后娘娘。慧净法师不必多礼，昨日大雨倾盆，耽搁了行程，未能及时抵达，还望菩萨恕罪。娘娘言重了，观音大士心胸开阔，无量慈悲，晓世间万物，知众生疾苦，绝不会因此而迁怒娘娘的。那就好，那就好。娘娘这边请，祭祀需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妥当了。因为佛门清净之地，所以客院分成男院和女院。换言之，燕未迟不能和上官熙住在一块儿了。这是燕未迟没有想到的，他还想着晚上沟通一下关于5人7节鞭的事儿呢。现在倒是想法落空了。上官熙给于飞檐递了个神色，于飞檐心领神会。青莲，这几日你就跟在太子妃身边，好好保护太子妃的安全。若是太子妃有半点差池，我跟你没完，记住了吗？世子爷，那你呢？属下是来保护世子的，不是保护无关紧要的人。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拗啊？本世子武功非凡，还用得着你保护吗？再说了，太子妃是我小嫂嫂，怎么能叫无关紧要的人？再胡乱说话，我就送你回姑苏城了。于飞檐故作凶狠训斥着。燕未迟端详着于飞檐和清理的互动，这清理明显没把于飞檐当主子。难道说他们俩之间？可即便是这样，清理也不该对燕未迟有敌意呀。她都嫁人了，那嫁的还是于飞檐的大师兄，这个飞醋吃的是不是太没意思了？劳烦娘娘规行矩步，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话音落下，他率先一步向着客院走去，竟是一点也不客气。嘿，燕未迟皱着眉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我还不稀罕你的保护呢，我又不是护不住自己。为了不让皇后娘娘等，众人沐浴更衣的速度都很快。半个时辰之后，皇后已是带领众人在观音大士座前诵经祈福了。上官熙带着众人站在观音庙的门口，等候着单明轩回来复命。不多时，单明轩走过来，开口道：“启禀殿下，下官已经部署好了，周围也已经仔细查看过了，没有可疑情况。观音庙中除了门中弟子之外，也没有其他人。这里交给他们守着便是。这山中风景不错，单将军，随姑走走可好？姑刚刚接手神策军，不知这京城卫军与边疆驻军的规矩有何不同？单将军，不妨与姑讲讲。殿下想知道什么，下官定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说军中军饷吗？第2季度的军饷都发下去了吗？长信王之前在九龙殿可是好一顿发火呀。已经发放了，殿下放心。长信王手握兵权，上官离掌管兵部，上官离又对安国公唯命是从。单将军，你夹在长信王和安国公这将相之间，日子也不好过吧？王爷体恤武将，对我们多有照拂。好，换言之，安国公和上官离对你们则是多有刁难喽？不，下官不是那个意思。兵部对军饷的发放也很及时。哼，刚刚太子殿下都说了，长信王因为军饷发放的事情，在九龙殿里大喊大叫。你如今却说发放及时，
怎么着？是长信王胡搅蛮缠，当众说谎了？不是这个意思。下官，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到底几个意思？军饷发放到底是否及时啊？于飞檐咄咄逼问，单明轩陷入两难。好了，于世子，不要再为难单将军了。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你这么说我就不懂了。我是个粗人，劳烦秦大夫跟我解释解释，什么方法只能做不能说？无论是安国公还是二殿下，那最亲近的人都是当今的皇后娘娘。只要单将军跟皇后娘娘的关系相处好，有人帮忙说话，那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啊，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就是讨好皇后呗。哎，我也想讨好一下皇后，说不定皇后跟陛下吹吹枕边风，就能下旨让我爹进京当官呢。秦大夫，你跟我说说要如何讨好？秦香如看向单明轩，似笑非笑地开口：“这就得问单将军了。与皇后私通这种罪名，他能认吗？这就是死也不能认呐！”太子殿下恕罪，下官确实有讨好皇后娘娘，目的也是为了让兵部在发军饷一事上不要过多刁难。下官都是为了军中同袍，绝无私心呐。所以你就拿了每个季度5成的军饷，以采买的名义送进后宫，去孝敬皇后娘娘。单明轩，你好大的胆子！贪墨军饷，不知神策军该如何惩戒？是罚俸1个月，还是军法斩首啊？没有，太子殿下明鉴，绝对没有5成啊，只有分出一小部分，1成都不到。这件事情并非下官一人所为，军中副将都了解内情。为了能够顺利得到每个季度的军饷，大家也都默许了往后宫送银两，但是绝对没有5成这么多。太子殿下明鉴。男儿膝下有黄金，单将军的膝盖未必太软了些吧？单明轩明白上官熙这是说他没骨气。单明轩苦着脸道：“殿下说的是，下官没本事也没骨气。下官这个岁数，上有父母双亲要赡养，下有未成年的子女要抚养，下官不能也不敢让自己出事儿。身上穿着的是铠甲，可身后站着的都是软肋呀，这样左右斡旋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还请殿下明示，下官如何才能脱离困境，不求人只求己？”此人可用，用到几时，且看他能忠心几分了。你的困难在于兵部的刁难，所以才不得已依附于皇后。那么倘若让你自己来做兵部尚书呢？你会刁难神策军的昔日同僚吗？卑职当然不会为难同僚。说到这儿，单明轩忽然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惊声问道：“什么？殿下，您说什么？兵部尚书？不想做？”上官熙垂眸看着他，单明轩噌的一下站起来，好像又觉得不合适，不容易一声又跪回去。想啊，可这不是白日做梦吗？那于飞檐看他那傻样儿，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不敢做这个梦，你就要一辈子屈服于皇后的淫威之下。今日让你设计太子，明日他就敢让你心思陛下，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日子不好过吧？哎，单将军起来吧。太子殿下有本事让杨云峰做吏部尚书，自然也有办法让单将军得偿所愿。单明轩站起身，整个人受宠若惊，云里雾里。单将军，你可要想好了，忠臣不是二主，孤身边可容不得3心2意的人。单明轩明白上官熙想要他的忠心，他再一次咯噔跪下。启禀殿下，小女今年12，如果殿下不嫌弃，就让小女去太子妃身边当个丫鬟，伺候娘娘起居。犬子今年10岁，待他学业有成，也可进入太子府做个侍卫。把一双儿女都交给上官熙，那就是交出自己的软肋呀，让上官熙有了人质，这倒算是表明了态度。上官熙想了想，你儿子太小了，孤用不上。你的闺女倒是可以去伺候太子妃。听到这话，单明轩重重地松了口气，他生怕上官熙对他闺女儿有别样的心思啊。去太子妃身边，那不就是做伺候人的事吗？哎呀，不打紧。然而说来说去，上官熙也没有言明到底要让他如何做。就在他打算要问一问的时候，竹林深处咻闪过一道身影，于飞檐也发现了那个人。什么人？于世子，你保护好殿下，我去看看。说完，单明轩快速向着那个身影飞奔过去。观音庙里都是尼姑，怎么来了个姑娘？卑职认得她，她是慧净法师昨日夜里在山脚救下来的姑娘，是个哑巴，本来安顿在香客客院，不知怎的跑到后山来了。说，你为何跑来后山？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于飞檐白了一眼单明轩。单将军，
你都说他不会说话了，让哑巴说话，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你是想下山吧？那姑娘微微点头，幸好虽然不会说话，还能听得见。众人明白了，因为神策军把那前门下山的路都封了，不让任何人出入，所以这姑娘没法从正常的路离开，就选择绕行后山。姑娘，你还是在观音庙里小住几日吧。那姑娘连连点头，随后便向着观音庙的方向指了指，看那意思是要回去了。上官熙没有为难她，放她离开。只是她刚刚离开不久，上官熙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于飞檐见上官熙站定脚步，疑惑地问：大师兄，怎么了？上官熙看向那姑娘离开的方向，开口道：她刚刚似乎没有行礼。嗨，乡野村妇，不懂规矩是有的。上官熙想了想，微微点头：也是，走吧。一行几人又在紫竹林里转了转，因为佛门清净之地不能杀生，所以于飞檐很遗憾地放走了几只肥兔子。没有猎物可以取乐子，众人就启程回观音庙。观音庙的素斋都是送到香客房中的，这就意味着上官熙和燕卫池连一起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上官熙想了想，这关于5任7节鞭的事儿，应该和燕卫池交代一声，免得他心里担忧。然而正当他要走向燕卫池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那个哑巴姑娘。那姑娘就站在观音大士的塑像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看向人群，那目光好像徘徊在皇后的身上。那个姑娘行迹有些可疑，你跟过去瞧瞧她要做什么。吩咐了这件事以后，上官熙再去寻觅燕卫池的身影，发现人已经不见了，看来是回客房了。上官熙抿了抿唇，面露忧色。秦香如见状，上前一步笑了笑：殿下不必如此担忧，您是聪明人，那燕姑娘也不是糊涂蛋。你该叫她一声太子妃。上官熙不满意秦香如对燕卫池的称呼，秦香如挑眉：哼，等她什么时候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子妃，在下自然会改口。做姑娘的时候，还是称姑娘为好。是，秦香如开口调侃，说完还呵呵笑一笑，转身离去。嘿，于飞檐疑惑的挠头：师兄，他说什么呢？小嫂嫂不就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妃吗？什么姑娘不姑娘的？他在放屁。上官熙啪啪啪甩出4个字，阔步离去。大师兄，你刚刚在骂人吗？大师兄，你等等我。于飞檐很少见上官熙骂人，尤其还是骂秦香如，可见一定是秦香如把上官熙气着了。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猫腻啊？哎呀，于飞檐表示很好奇呀。就在上官熙骂秦香如的时候，燕卫池也在碎碎念骂皇后。平日为人不积德，观音面前装好人。你倒是好啊，那么软的蒲团垫在下面，可苦了我了。藤边的蒲团贵得我腿都快没知觉了。一想到这样的日子还要过6天，燕卫池就觉得生无可恋。哎呀，早知道他就扮作侍卫混入神策军，那样至少不用天天跪着。燕卫池一怔，诧异道：怎么了？没事，没事。他刚刚那副模样简直如临大敌，怎么可能没事啊？燕卫池也看了一眼屋顶，想到之前上官熙带他唰飞过来唰飞过去的样子，他揣测道：是不是刚刚有人在屋顶经过？经理眉头紧锁，有些不耐烦的回应：与你何干？太子妃，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不要给旁人添麻烦。你这人，我到底给你添什么麻烦了？整天让我不要给旁人添麻烦，你倒是说说，我哪里是麻烦？你的身份就是个麻烦，不仅仅是你，还有太子也是麻烦。我家王爷安居一隅，只想平静度日，不想让世子爷卷入任何纷争。世子爷跟在你们身边，处处危机，所有的麻烦都是你们带来的。你真好笑，有人绑着于飞檐不让他走吗？是他自己不肯走好吗？那是太子殿下用同门之谊来绑架世子。经理显然不仅仅对燕卫池有敌意，对上官熙也没有好印象。太子殿下从未要求于飞檐留在京城，更加没有用同门之情来胁迫于飞檐做任何事。于飞檐甘愿留下，是他与太子殿下感情深厚，是他赤子之心与人为善。他留在京城，那是你情我愿。你若不想让他留下，你大可以绑他回去，用不着在这给我们脸色。哼，孤立无援的太子，不知道有没有娘娘这般有底气。第一，太子比我有本事，自然比我更有底气。第二，太子也从来不是孤立无援。你以为本太子妃坐在这里吃素斋，就真的是吃素的吗？武功再高，也得有施展的机会才行。而我一剂药，就可以废了你毕生所学。经理听到这话，猛地瞪大眼睛，噌的一下站起身来，他连连后退，他下意识地握住自己的手腕诊脉，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中毒了。我这个人虽然不太计较，可你也不能总是这么没规矩，不然我一个不高兴把什么毒药落在你碗里，那你可就得不偿失了。世子爷是让我来保护你的，你居然威胁我！威胁？不懂规矩的清理侍卫
本宫得教你一个道理，做不到的事才叫威胁，做得到的，这叫警告。还保护他，是来气死他的吧？燕卫迟觉得自己已经看在于飞檐的面子上忍得很久了，燕卫迟也受不了这个气。我吃饱了，你吃剩下的。慢着，你要去哪儿？清理烦躁不已，虽然并不愿意保护燕卫迟，可这是于飞檐的命令，他也不敢违逆。燕卫迟回头看向他，勾唇冷笑：“我去找你主子告状，怎么怕了？”哼！燕卫迟话音落下，便离开了客房。燕卫迟来到院子里，抬头看向自己房顶，很可惜并没有任何发现。燕卫迟下意识看了看四周的环境，疑惑地自言自语：奇怪，我从哪儿采到的竹叶？这院子里也没有竹篱呢。燕卫迟想到刚才清理吃饭时的古怪举动，又看了看手上的竹叶，他愈发觉得刚才一定是有人从屋顶经过。兵部尚书啊，单明轩，你就一点都不动心吗？忠臣不是二主，微臣和神策军这么多年，承蒙皇后娘娘诏咐，绝不敢有半点异心。很好，那让你准备的事都准备妥当了吗？今日太子殿下和逍遥王世子在紫竹林里待了差不多1个时辰，就连那个神医秦相如也没有发现异常，计划应该可以顺利进行。只是什么？出现什么纰漏了？不是，计划很顺利。下官只是在想，是否可以不要牺牲观音庙的弟子，他们毕竟都是出家人，出了这种事儿，怕是没有活路了。这观音庙收留了一个哑女，是否可以用那个哑女来代替观音庙的弟子？哼，没想到单将军还挺怜香惜玉的。实不相瞒，本宫也不想牺牲观音庙的弟子，可若是不用出家人，如何能让上官熙名誉扫地？这一次，本宫势必让他在舆论面前永无翻身之力。微臣明白了，微臣这就准备。是夜，燕卫迟一个不小心睡着了。睡梦中，他做了个梦，梦里他才4、5岁的样子。小卫迟奶声奶气地说：“娘亲，你看月亮好圆呀！”娘亲见过更圆的月亮。在哪呢？在哪呢？娘亲带我去看。更圆的月亮啊，在娘亲的家乡，那里叫做北定城，城外还有一座雁鸣关。坐在雁鸣关的城墙上，抬手就能摸到月亮呢。侄儿还小，等你长大了，娘亲就带你去看。我知道，娘亲时常看着的那平土就是雁鸣关的土。那小侄儿可还记得娘亲教过你一句话？记得。念恋家乡一年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娘亲，侄儿不明白，金子不是很珍贵吗？为什么要喜欢土，不喜欢金子呢？岳从容抬头望天，语气有些悲伤的回应：有的土比金子珍贵100倍。燕卫迟猛地从睡梦中惊醒，还不等他彻底清醒，又听见清理在那边说着什么胡话。世子爷，清理是你的人，清理生来就是为了伺候世子爷的，也就要了清理吧，求求你了，不要吊着人家了，不要折磨人家了，您就要了清理吧。世子爷，清理醒醒！清理压根就不回应，就只是一味的摸自己，念叨着于飞檐。燕卫迟觉得不对劲儿啊，他急忙握住自己的手腕，片刻后他震惊道：我中毒了。没错，他中毒了，他竟然完全没有发觉。紫竹叶、檀木香，还有今晚喝的浪荡汤，3者齐聚，是致幻药啊！好高明的下毒手法。3种东西都没毒，可是聚在一块儿就会产生迷幻昏睡的作用。主要是那浪荡汤，等人体消化吸收之后就会失去药性，再高明的毒医也无法从脉象上确认人中过毒。皇后娘娘，不好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啊？单明轩这么一嚷嚷，整个客院的灯都亮了起来。何人大呼小叫？单明轩跑到门口，还没等回应呢，就被燕卫迟抓住手臂。燕卫迟死死盯着他，开口质问：谁出事了？我向皇后娘娘禀报。燕卫迟用力地甩开他，立刻向外走。侍卫见状，下意识阻拦：太子妃娘娘，没有皇后命令，任何人……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把话说清楚？到底是谁出事了？回皇后娘娘话，是太子殿下出事了。太子怎么了？皇后问单明轩，可眼神却在院子里瞟了一圈，确认所有女眷都出来看热闹，这才满意的勾唇冷笑。众人来到男子客院，这里站满了人。让我进去。还请太子妃冷静一些，里面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一旁的慧净法师苦着脸道：阿弥陀佛，太子殿下到底在做什么呀？这里可是佛门清净之地呀！哎，荒唐呀！
上官熙的入住客房门砰的一声从里头推开，众人就见一个衣不蔽体的小尼姑冲了出来。小尼姑一身青紫，泪痕满面，还有顺着小腿滑落的血渍，在火光照耀下显得尤为的清楚和刺眼。天哪，念安师姐，是念安师姐！念安师姐被太子殿下糟蹋了。那个被称作念安的小尼姑，她什么都没有说，甚至也没有为自己解释，直接一头冲向面前的廊主。燕卫迟见状惊呼一声：“不要！拦住他！”然而众人似乎都没料到这念安会有如此刚烈的一面，撞柱子了，一心求死啊，那不给自己留半点活路啊！单明轩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似乎也在为这个无辜的小尼姑而惋惜。燕卫迟转而怒视着皇后，那凶狠的目光恨不得将皇后生吞了。哼！皇后勾唇冷笑，也不掩藏自己的得意，只是转头看向那敞开的房门，大声说道：“上官熙身为太子，怎么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来人，给本宫把他拉出来，本宫要亲自问问他。”单明轩回过神，急忙带着侍卫要进去，可是刚到门口，里面又传出了靡靡之音：“皇后娘娘，里面还有一个姑娘。”什么？还有一个？慧净法师听到他这话，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如此混账的储君，天不可恕，地不可容，法不可管有，君不可放纵啊！皇后娘娘，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上官熙呀，上官熙，你简直太混账了！怎么能在佛门清净之地侮辱玷污佛门弟子？这恶行简直人神共愤！冲进去，把他给本宫拖出来！燕卫迟见状也想进去，皇后厉声道：“拦住他！”于世子、齐大夫、于飞燕、秦香茹、于飞燕、秦香茹。哎，太子妃，你冷静些。就算是太子做了荒唐事，咱们女人家呀，也只能忍着。你还能冲进去打太子吗？哎，要我说呀，定然是你把太子管得太严了。这偌大的太子府啊，除了你之外，连个伺候暖床的丫头都没有。就连皇后娘娘送去的4个美婢，也都被一一料理了。难怪太子如此罔顾伦理，饥不择食啊！换句话来说，就是说燕卫迟善妒了。所以不仅仅上官熙要身败名裂，他这个太子妃也会以触及7出之条而被人诟病。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真是好计策呀！上官熙，你不是这么轻易中计的人，就算你中毒了，也会在短时间内被蛊虫吞噬毒死，你一定会平安无事，一定不在里面，对不对？啊！就在这时，一声惊呼从上官熙的房间传出来：“大呼小叫的做什么？还不把人都带出来！”里头传来回应：“哦，是。”片刻之后，神策军从里头拖出2个人，2人皆是衣衫不整。啊，他是何人呢？青州重山，去把他的面具给扯下来，让皇后娘娘看看，这个玷污佛门清净之地的败类，究竟是何人？混账东西，瞎了你们的狗眼，敢对太子妃不敬！殿下恕罪。而这时的青州已是眼疾手快，拿掉了那人的面具。安国公府的大公子安元清。元清？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安元清啊？他怎么会在这儿？皇后娘娘这是在问我吗？那你不如问问慧净法师吧。天哪，师父，你看他好像是你救上来的那个哑女啊！他居然男扮女装混入我佛门清净地，难怪他一直不肯开口说话。混账呐！怪不得他见人就低着头，原来就是安元清。不许看！哎呀，这安元清没穿裤子呢，恶心！他可不愿意让燕卫迟看到这安元清遛鸟，便宜他了。上官熙，你给本宫说清楚，为何安元清会在你房中？这一切是不是你算计谋划的？皇后娘娘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我只是入夜难眠，带着好友出去散步而已。至于他为何跑进我房里，又为何牵连2个小师傅，那得问他自己啊。青儿啊！哎呀，这是他亲侄子呀！我不，一句我不是还没说完呢，安元清捂住自己的嘴，他竟然迷迷糊糊的还想维持自己哑女的人设。哼，安元清，不用再装哑巴姑娘了。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怎么会这样？皇后公公，救我！我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要问你自己啊！你伪装成女子，混入佛门清净之地，做出如此丧心病狂、天理不容之事，皇后娘娘，这件事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皇后知道整件事情一定是上官熙做的，可是她想不通上官熙是怎么做的。他的计划如此周密，用毒如此巧妙，上官熙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呢？看着面前哭喊的安元清，看着横眉怒目、不依不饶的慧净法师，再看看后宫那些嫔妃似笑非笑、幸灾乐祸的样子，皇后知道
他必须给众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过了今晚消息传出去，名誉扫地的可就不仅仅是安元清一个人了，很有可能是整个国公府啊！来人，把这个冒充国公府世子的狂徒给本宫拖出去！皇后娘娘，你还真是会睁眼说瞎话呀！你刚刚自己还叫他青儿呢。本宫说冒充就是冒充，此人虽然跟青儿有7、8分相似，可相似不代表相同。本宫和安元清是亲故事，这么多年见面无数，于世子10余年不曾进京，到底是你认识安元清，还是本宫认识？来人，把他给本宫拖出去，杖毙！啥？杖毙？上官熙瞳孔一缩，哎呦，没想到皇后居然有着壮士断腕的魄力，这可是国公府嫡出的公子啊！燕卫迟也震惊地瞪大眼睛，没想到皇后这么狠，这可是他亲侄儿。然而最震惊的要数安元清本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自己姑姑的口中听到杖毙这2个字儿。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的，是因为他在竹林里听到了上官熙和单明轩的密谋，所以才不得不回到观音庙想传递消息。他正是在去找皇后的路上被人偷袭，然后的事儿全然不记得了。现在仔细想想，一定是他去找皇后的行为被上官熙看见，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为自己的皇后姑姑担忧，可是自己的亲姑姑却要对他杖毙。你疯了吗？我可是你亲侄子，我是安元清啊！住口！单明轩，还不赶快把他拖下去啊！单明轩已经吓傻了，听到这话，他下意识冲上去抓住安元清。然而安元清没穿衣服嘛，又折腾得满身大汗，那胳膊滑不溜手。单明轩一个没抓住，让他挣脱了。安元清头也不回飞身离去，整个客院是一片狼藉。众人僵在原地，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变故中回过神来。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快传杜太医啊！单将军，太子殿下去追狂徒了，这剩下的又都是后宫女眷，也没办法拿个主意。眼下的局面还得靠单将军来操持。微臣明白。诸位主子先回去休息吧。皇后娘娘这边有什么消息，奴婢立刻向诸位主子禀报。单明轩也急忙命人送了众人离开。等到所有人回到客房，杜太医也去抓药煎药的时候，银霜才看向单明轩，低声道：单将军真的明白皇后娘娘的吩咐吗？单明轩眨眨眼，其实不是很明白，他苦着脸：这还请银霜姑娘明示。计划失利，你还想让皇后帮你擦屁股不成？单将军，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件事牵连国公府，牵连皇后娘娘，否则单将军和你那一双儿女的好日子怕是就要到头了。这是何意？难不成要我去刺杀太子？单将军，说话之前动动脑子，刺杀太子可是死罪，皇后怎么会让将军误入歧途，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娘娘只是希望单将军能除掉那狂徒，再送那被欺辱的念之小师傅去见他心心念念的佛祖啊，做些好人好事，不为难将军吧？哎呀妈呀，单明轩可算是明白了，皇后让他斩草除根，来一个真正的死无对证。所有涉案人员都死了，上官熙就算想大做文章也无计可施了。至于慧净法师，也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单明轩当即领命：微臣遵命。观音庙，上官熙回到观音庙，打算调动神策军一起搜山。然而刚进入院内，就听到很多观音庙弟子哭泣的声音。上官熙顺着声音走过去，发现是那昨天和安元清一起被抬出客房的小尼姑念之悬梁自尽了，2个小师傅都死了。上官熙眉头紧锁，心下有些不忍。青州、崇山，你们2人去通知单明轩，让他在这附近搜查一下。殿下不抓安元清了吗？他可是扳倒安国公最好的人选了。上官熙觉得燕卫迟的想法太天真了，且不说一人之过一人受罚，就算安元清的罪名无限放大，那最多也就是影响国公府的声誉。你想用这个扳倒安国公，没有可能。皇后对安元清动了杀心，我们一直追在安元清身边，恐会受到牵连。这件事既然他们开始狗咬狗，我们不妨就隔岸观火，如此来得安全自在。都听殿下的。启禀皇后娘娘，那贼人尚未抓到，单将军还在带人搜山。出了这样的事儿，本宫心力交瘁，实在愧对观音大师。出景啊，给观音庙多加些香油钱，咱们启程回京吧。皇后娘娘好好休息，儿臣这就去安排，明日一早启程回京。皇后娘娘，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如何向安国公交代啊？那毕竟是国公府的大公子，还能如何交代？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子不教父之过。就算是要交代，也得他来给本宫一个交代。本宫有什么好交代的？现在只盼着单明轩办事得力，别再给本宫添麻烦了。单将军派人来说，那里万丈悬崖，安元清摔下去，绝无活路。原来那安元清被单明轩先一步找到，现在已经被他逼迫坠入悬崖了。去告诉单明轩，活要见人，死也要见尸。
皇后显然还是不放心就此作罢，银霜领命而去。6月22，京城，皇后出宫祈福，今朝回京，这比往年任何一年都早了许多。皇后这一路上还在寻思要如何堵住百姓的悠悠众口，而皇后担心的事儿也没有发生。百姓们压根没讨论皇后为啥提前回来，因为老百姓现在正在纷纷议论着另外的一件事儿。我都打听清楚了，是那北印公主在扶摇宫设宴，请未来夫君过去小酌一杯。谁知道上官离那家伙酒后乱性，竟是直接把尉迟云锦给睡了。就算是如此，那也是发生在扶摇宫内部的事情，为何会突然传得街知巷闻？因为尉迟云锦以此为由，要求离国增加10万担米粮的嫁妆，即刻送去北印，否则他就不肯出嫁，要启程回北印。以二皇子侵犯和亲公主为由，发兵北定城。燕未迟和秦香如瞪大了眼睛，这上官离是离谱的离吗？怎么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啊？楚景啊，你有所不知，你二弟这一次的事儿确实不怪他，是那尉迟云锦对他下了药。下了药？难道说是尉迟云锦有意设计，为的就是离国的米粮？父皇不必忧心，此事容儿臣先仔细思量一二。也好，你回去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平息风波。朕等你的消息。太子府，上官熙回府之后，将这个消息告知众人。他想借用一下秦香如的聪明才智，来想个法子，怎么能催促尉迟云锦尽快的和上官离成亲。还没等秦香如说这个所以然，燕未迟给了一个好法子。上官熙看向燕未迟，你是说，让上官离立刻迎娶燕青淑？是啊，这样一来，燕青淑绝对不会拒绝，他巴不得赶紧成亲。二来，陛下曾经承诺过，他们二人同为侧妃，谁先诞下小皇孙，谁才是正妃。虽然上官离跟那尉迟云锦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可生儿育女这种事很难一击即中。先让燕青淑嫁过去，尉迟云锦必然有危机感，自然也不会拖延了。没错，而且后宅女人都喜欢在小事上分个高下，即便是二人同为侧妃，谁先进门，在旁人眼中谁便为大。尉迟云锦绝对不会允许燕青淑走在他前面的。好，就依你们所言，明日我便进宫告知父皇。2日后，黄道吉日，宜嫁娶，这正是燕青淑出阁的日子。因为她不是正妃，所以上官离不用带她进宫行礼。陛下，上官离为何不去迎亲？只是那侧妃不必迎亲。没错，说好听点那是个侧妃，说难听点不就是个妾吗？连正门都不能走。你笑什么？没什么呀，我在想，难怪大户人家都要修建侧门，原来是给妾室进门用的。这要是没个侧门，还不能纳妾了。倒也不是如此，倘若没有侧门后门，可以择午后入府，总要比正牌娘子晚生些许。燕未迟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众人正说话的功夫，上官爵又挑挑眉，看向燕未迟。这成亲之事啊，就算是没有二哥这般大的排场，那至少也得说得过去些。这3书6礼10里红妆，有些东西那是不能省的，否则呀，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你说对吗，三哥？这话一出，众人的目光又纷纷落在燕未迟和上官熙的身上。那三皇子上官锦更是不知如何反应，面露难色。哎呀，我说四殿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啊。什么脸色？我的脸色怎么了？倒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四殿下凡事管得太宽，过于操劳了。这繁文缛节、宴席排面都是给旁人看的，日子过得舒心了，那才是属于自己的时会。良田千顷，人走的时候带不走一粟一粒，万贯家财带不走一分一毫，唯有那夫妻和美、恩爱缱绻，才能爱意埋于心间，生生世世。诸位觉得我说的可对啊？众人纷纷点头。哼，普通百姓尚且要有3拜之礼，大皇嫂要什么没什么，竟是也跟大哥凑合过了，真是难得呀。说到这儿，上官爵又故作惊讶。哎呦，我想起来了，皇嫂过去住在猪圈，怕是也不懂这些规矩，今儿个也是头回见这场面吧。大哥呀，你不能看他什么都不懂就糊弄人家呀。暖床的丫头都有个打赏呢，这当家的主母呀却无名无分，简直是闻所未闻呢。啊，你既知道我是当家主母，那我也不算无名无分吧。再者说了，我这亲事是陛下钦点的，当着满朝文武宣告天下的，谁敢说我无名无分？这不是把陛下的话当耳旁风吗？哎，这个不就是那个不什么来着？不臣之心。哎呀，这话一出，那上官爵脸色又变了。看热闹的众人也纷纷紧张的开始咽吐。我的乖乖，不要命了啊！活够了！谁敢承认自己有不臣之心啊？
这是要谋反吗？瞧，四殿下脸色比刚刚更难看了。所以呀，这做人呐，不要管太宽，先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了再说。操心老得快啊，你说对吗？上官爵狠狠白了燕卫迟一眼，不敢再言语。坐在他身边的上官熙侧眸看了燕卫迟一眼，发现他确实平静如常，那吃的还挺开心，委实松了口气。其实啊，他并不是想忽略婚嫁的仪式，只是他心中有太多的顾虑，总觉得此刻吧，他不是最好的时机。大师兄，我吃饱了，我先回去了。他看上官离得意，这心烦。上官熙没有拒绝，而是看向燕卫迟。吃饱了吗？吃饱了，味道真不错。吃饱了就跟飞燕先回去，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好，那我们先走了，殿下早些回来。上官熙点头应下，于是于飞燕便带着秦香如和燕卫迟先行离去了。太子府，燕卫迟回府后，命人打水沐浴更衣。好不容易收拾妥当，燕卫迟想睡一会儿，却发现自己怎么都睡不着，也不知道是这天还太亮，还是这温度太热，又或者是他心里头到底没办法真的那么洒脱。燕卫迟叹了口气，起身穿好衣服，来到后花园散步，也散心。秦大夫真是爱药如此啊，天天好生侍弄着。在下是个无趣之人，唯有与草药相伴时，才不担心自己会怠慢了旁人。秦大夫谦虚了，聪明人岂会无趣？尝尝我的新茶。新茶？这是什么茶？怎么有点青草的味道，又带点枇杷香，可口感过于淡薄，没什么茶味儿，也不苦涩。竟然没能糊弄过燕姑娘。平日里看你喝水多过喝茶，只当你不懂茶道，没想到却生了一个好舌头啊。确实不是什么新茶，只是一些切碎的枇杷叶罢了。原来你在戏弄我，幸亏是枇杷老叶，若是新叶，你眼下要多一个病人了。是啊，枇杷新叶有毒，老叶无毒，生半夏有毒，熟半夏无毒，鲜飞阳草有毒，干飞阳草无毒，可见这世间许多好事啊，都在后头呢。燕卫迟愣在原地，忽然意识到秦香如在说什么，他不是在说草药，而是在安慰燕卫迟。秦大夫生性豁达，我真是自愧不如。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豁达，不过就是事不关己才能平静以对，这才是旁观者清的真正缘由。秦香如不觉得自己豁达，更加不觉得燕卫迟小气。女子这一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本身就比男子过得要更不容易，想求个名正言顺、风风光光，这有什么不妥？燕卫迟不求，那是他乖巧懂事是优点，可他心中想要，也只是人之常情，这不能说是缺点。秦香如见燕卫迟脸色好看了些，要我说啊，今日那婚礼搞得不伦不类的，虽然满院子大红绣球，可新娘却穿了桃红，实在格格不入，倒不如太子妃进入太子府那日好。好，燕卫迟忍不住想笑。他进入太子府的时候，太子府一片荒凉，他和上官熙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哪能看出一个好字儿啊？当然是好啊，你走的那可是正门啊。燕卫迟僵在原地，感觉胸腔一口怨气，竟是瞬间被秦香如这句话吹散了。是啊，他走的是正门，还是上官熙亲手将他带进来的？他是正妻，怎么能和一个妾去计较呢？燕卫迟感激地看向秦香如，简直感觉眼前这个好看的大夫浑身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他洞察人性，总能不着痕迹地给人安抚。他聪慧敏锐，却又让人觉得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距离感。好茶。就在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一道紫色的身影呼的一下从后院离开。这人不是旁人，正是那刚刚回京不久的花鱼。他原本是来找燕卫迟的，可是刚才听到燕卫迟和秦香如的谈话，此时就改了主意。他想去找上官熙。咻，有什么东西从身后飞射过来，上官熙一甩水袖，将暗器打开，这分明是一坨屎。哎呀，向来有洁癖的上官熙瞬间怒了。花鱼，你找死！上官熙飞身而起，向花鱼扑过去。来，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再拉一泡屎给你。你拉的？是啊，嘿嘿，是不是很大坨呀？我最擅长拉屎了。你何必摆出这么憋屈的表情啊？今日受委屈的人又不是你。你去找个位置。哟呵，不愧是大离国的太子殿下，还是挺聪明的嘛。你也知道你委屈了燕卫迟。上官熙微微蹙眉，想了想今日发生的事儿。燕卫迟离席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难道说他回府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想到这儿，上官熙当即转身欲走，花鱼唰啦一下一个闪身，再一次拦在上官熙的面前。你到底是何人？我是要带燕卫迟走的人。上官熙，你护不住他，就不该将他留在身边。你已经带他走过一次了，结果便是给他惹上了无尽的麻烦。我能否护得住他，不劳你担心。可你若想带走他，
却需要先过我这一关。上官熙，你不能那么自私。你明知道自己身边危机重重，自己的身子骨也不怎么好，那你就应该自生自灭，怎好去连累旁人？就因为太子妃这个名头，燕卫池都得罪多少人了？他日你两腿一蹬，撒手人寰，你让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办啊？住口！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卫池，我会用我的性命守护他。哼，倘若用性命也护不住呢？上官熙，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总是觉得自己能运筹帷幄，掌控一切。殊不知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事，也没有停下不走的人。你活着的时候，让燕卫池跟在你身边，无名无分的担惊受怕；等你死了之后，卫池又要替你承受所有仇家的怒火，在你心里只会为自己的事情筹谋打算，何尝为燕卫池考虑过将来？你又不是我，你怎知我没考虑过？你若是真的考虑过，就该给他自由，而不是贪恋他对你的好，就将他束缚在漩涡之中。寒骨之毒无解，不是吗？花鱼一字一句踩在上官熙的痛处，可上官熙发现自己竟是毫无还口的能力。因为花鱼说的没错，你总是看到他嘻嘻哈哈、乐天向上的模样，可曾知道这诸多笑容后面也有不为人知的难过？爱笑的人不是永远都爱笑，只是他哭的时候从没让你看到罢了。你不该见他宽容大度便一味的欺负他，不该见他能扛住狂风暴雨便总是给他带来风雨。上官熙，燕卫池不欠你的。花鱼脸色严肃，仿佛今日来就是为了替燕卫池骂人的。上官熙想到上官离婚礼上的事儿，心中也清楚委屈了燕卫池。或许我真的应该像花语说的那样，放他离开。这个想法刚冒出一个头，就被上官熙按了下去。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上官熙拂袖而去，花鱼见状急忙大喊一声：上官熙，别以为没人知道你的盘算，你娶燕卫池分明另有目的。上官熙不搭理他，花鱼见状当即抬步追上来，可谁知上官熙忽然转身向花鱼扔了一个东西，花鱼一个不小心被那东西盖在脸上，他急忙停下脚步，才发现糊在脸上的沾满了他之前扔给上官熙的那坨屎。花鱼嫌弃地把袖子扔开，眼前已失去了上官熙的踪迹。花鱼愤怒地大喊：上官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喜欢燕卫池吗？你知道他爱吃什么，爱喝什么，爱看什么吗？你连他的生辰都不知道，你根本配不上他对你的好。王八蛋，还挺记仇，幸亏老子扔的不是屎，不然他此刻就要被屎糊一脸了。太子府，上官熙回到太子府的时候已经快亥时了。他来到燕卫池的若出院，发现这里已熄了烛火。他走到门口，虽然上官熙很讨厌花鱼，但是不得不承认，花鱼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燕卫池不欠他什么，反倒是帮了他无数次。可是他呢，却没能给燕卫池一个光明正大、为世人所祝福的婚礼。燕卫池心里多半也是难过的吧。想到这儿，上官熙忽然觉得胸口有些刺痛，手脚也开始泛起凉意。2日后，七夕佳节，哎，你们快看呐，单小姐好厉害啊！哎呦，真是的，怎么我就弄不好啊？单小姐才是巧姐呢。要我说啊，单小姐就是这嫦娥下凡，人长得漂亮，又心灵手巧的。什么嫦娥呀？今儿个是乞巧节，是织女下凡才对。参见太子妃娘娘。娘娘起身了，要不要也来试试？今日是七夕节，也唤作乞巧节。倘若能将银针放入水中不沉底，便可以向织女讨个心灵手巧。是啊是啊，奴婢们都试过了，谁都没办法让银针飘在水面上，只有单小姐可以。奴婢们笨手笨脚的，娘娘一定可以。那我也试试。燕卫池拿着银针轻轻放在水面上，众人伸长脖子不错眼地看着他的手。当燕卫池松手的时候，银针居然毫不意外沉入了水底。开之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哎呀，真可惜。哎呀，可惜了，原来娘娘也讨不到巧啊！嘘，别乱说话。太子妃是这世上最心灵手巧之人，她飘针施巧施办，那是哄着你们笑呢。见过秦神医。单小姐客气了，你我同为过府之客，不必如此多礼。燕卫池听得出来，秦香如是在敲打单书瑶，告诉他你只是一个客人，别在下人面前摆出一副主子的谱。所谓事不过三，倘若3次都不能将银针扶起，那才算是讨不到巧。太子妃不妨再试一次。燕卫池看秦香如信誓旦旦的样子，也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驳了他的面子，只好伸手将银针接过来，随后在众人的注视下，把银针缓缓放入铜盆。哇，飘起来了，飘起来了，飘起来了！银针飘起来了！大家快来看呐，娘娘心灵手巧啊！燕卫池知道这银针一定被秦香如动了手脚，要不然怎么那么容易就飘起来了呢？就在燕卫池想问一问的时候，秦香如向单书瑶那儿瞥了一眼。燕卫池顺着他的视线也看了一眼单书瑶，发现此时他脸色阴沉，眼中一闪而过的不悦没能逃过燕卫池的双眼。即便他很快调整好表情，依旧让燕卫池捕捉到他愤懑的情绪。是了，他的风头被燕卫池抢走了。你们玩吧。
随后便带着秦香如离开了。说吧，你的银针怎么就那么容易浮起来？你莫不是跟织女娘娘也有私交？与在下有私交的不是织女，而是府上的厨娘。是菜籽油？没错，银针抹了菜籽油，自然就很容易浮在水面上了。没想到秦大夫不仅仅医术高明，就是这江湖术数也不遑多让啊。技多不压身呐。燕卫迟摇头浅笑，这秦香如真是个有趣的聪明人。你来凑这个热闹，就是为了给单书瑶添堵的？怎么会？我与他无冤无仇的。他可不是来给别人添堵的，他只是想哄燕卫迟高兴。事实证明，燕卫迟刚刚将银针飘起来之后，确实露出欣喜的笑容，笑得明媚灿烂。他只是喜欢那个表情罢了。单书瑶自幼生活在后院，跟他母亲学的是持家的本事，后来被送到皇后身边做人质，那学的可就是争宠献媚的本事了。别看他人小，他的心可真是不小。小小年纪突逢骤变，父母心丧，他却能冷静地为自己谋寻出路。他的心思比你深沉多了。这秦相如怎么骂人不带脏字呢？这不是说我缺心眼吗？你也不必过于担忧，太子殿下也不是蠢货，在下能看透单书瑶的心思，想来太子殿下也能猜到几分。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觉得他小小年纪为了生存，就要动这么多心思，也是不容易。秦香如对于燕卫迟的豁达有些惊讶，他忍不住追问：你就不怕他从你手上抢了太子？抢就抢了呗，能抢走的那便不是我的，是我的人谁都抢不走，不是我的人留着也没意思。我的人是了，是在下多管闲事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秦大夫关心我，我十分感激。就只是感激吗？秦香如想问，却没有宣之于口。秦香如想了想道：你也不必感激我，我只是不习惯看到有人在我面前动心思耍手段罢了。无妨，他会的我不会，我会的他又望尘莫及。大家相安无事，能帮着殿下，那便是井水不犯河水。可若是生出了害人的心思，我也不会轻饶了他。秦香如见燕卫迟心里有数，便不再多言。七夕佳节，热闹非凡。按照离国的习俗，京城今夜没有宵禁，年轻的姑娘小伙都会在今晚出去玩，或可偶遇一段良缘呢。燕卫迟这个当家主母，自然也不会扫了大家的兴致，当即给府上众人都放了假，让大家出去凑个热闹。偌大的太子府，转眼间就剩下张嬷嬷和张管家，以及燕卫迟和秦香如了，就连单书瑶都跟着开枝散叶出去玩了。秦大夫，你还养花啊？哇，居然养得这么好！你喜欢吗？当然，这么好看谁不喜欢？秦香如走上前，将那些花折断送给燕卫迟。那这些赠与你。啊？倒也不必如此吧。这些花本是要拿去喂马的，既然你喜欢，当然要以你为妻啊。幸好，在毒舌的秦大夫口中，我比那马儿金贵几分。燕卫迟捧着一捧芍药花，欢喜地找花瓶去了。殊不知秦香如看着他的背影，喃喃自语道：为师与女以其相血，赠之以芍药。看来你不知这七夕的习俗啊。也好。太子殿下还没回来吗？还没回来，于世子在他身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还有青州崇山以及那个清理，想来他们不会是有什么麻烦的。看来燕姑娘是在等太子殿下回来共度佳节啊。才没有，别胡说，我本来也不怎么过节的。秦香如心想，燕卫迟一直睡在猪圈中，别说七夕这种节日了，怕是春节也没有过过吧。既然不等太子殿下，那不妨陪在下出去走走。在下也是头一次来离国京城，很想见识见识这里的风土人情。燕卫迟听到这话，想了想，点头应下。若是执意不走，岂不是愈发说明他在等上官西药？于是二人和张管家打了招呼之后，就结伴离开了太子府。他在卖什么？是巧果，用芝麻、猪油、面粉和糖霜制成，酥脆香甜。说是在七夕这日吃了就会巧舌如簧。哦，那我得吃一块，省得总被秦大夫说的哑口无言。怎么了？不买了？算了，这么多人不去凑热闹了。行吧，你一起去试试。本以为秦香如要用超能力或者美男计，可是他没想到秦香如只是站在人群里，指着一个方向大喊了一声：哇，蜘蛛啊！啊，在哪呢？在哪呢？谁喊的？蜘蛛在哪呢？哎呀，往哪儿跑了？就在那棵树上，快去抓呀！那人群呼啦一下子就从小摊子前转移到大树下。2个巧果，多谢。
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对蜘蛛这么感兴趣？这叫喜猪应巧，考验胆量的奇巧方式，需要女子亲自捉来一只蜘蛛，把它关在小河中幽禁一晚。次日早上打开盒子，如果蛛网结得又密又圆，就证明这个姑娘巧多，而且是个幸运且心灵手巧的姑娘。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七夕，竟是有这么多有趣的民俗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总要寻得一些方式来苦中作乐，人生才没有那么苦啊。没错，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也要抓个蜘蛛。秦香茹见燕尾池信誓旦旦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感觉今夜的晚风，哎呀，那是格外的温柔啊。两人结伴走在街道上，只是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了有些刺眼的一幕。太子殿下，瑶瑶可以买一只芍药吗？它与我名字叫起来很像呢。燕未迟和秦香茹循声望去，就见那单书瑶和上官熙、于飞檐走在一起。飞檐，于飞檐笑眯眯道：“小姑娘家的，就喜欢花儿朵的，一只太少了。老板，这2篮走全要了，拿回去种院子里。年年奇遇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啊。”是啊，这也太巧了吧！街上那么多人，偏偏就看到上官熙和单书瑶在一起。说来也奇怪啊，单书瑶不是和开枝散叶一起出去的吗？怎么会站在上官熙的身边呢？上官熙一转头就见到燕未迟和秦香茹站在一块儿。姑娘明眸皓齿，艳若桃李，温婉明媚；公子长身而立，玉树临风，温润如玉。这二人竟然莫名的般配。上官熙背在身后的手下意识攥成拳。殿下，你看这粉色和白色哪个好看呀？单书瑶捧着花儿看向上官熙，而上官熙则以抬步向燕未迟走过去，也就那么7、8步，竟是走得气势汹汹。上官熙来到近前，看了看燕未迟，又看了看秦香茹。你们逛街？见过殿下，府上的人都出来了，闲来无事就出来逛逛，没想到这么巧啊。秦香茹意味深长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单书瑶，燕未迟抿抿唇，把口中的巧果咽下去。在街上不逛街，难道洗澡吗？上官熙微微蹙眉，也觉得自己的问题有点傻，他总不能大张旗鼓的质问你们俩是不是在约会。看着燕未迟嘴角上的巧果渣儿，又看了看秦香茹手上吃了一半的巧果，上官熙居然忍不住去想，刚刚是不是秦香茹在喂他？秦香茹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殿下想吃，可得自己去排队啊。这个呀，是我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意思？什么意思？上官熙回头看了一眼众人，开口道：“你们先回去。”话音落下，他拉起燕未迟的手，想也不想钻进人群里。哎，大师兄干嘛去了？不是要回大理寺吗？好了好了，不差这1日半日的。单小姑娘买了这么多花，一个人可拿不住。走吧，我们帮她送回去。秦香茹看向单书瑶，单书瑶急忙低下头，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这个温和的秦大夫有些让人畏惧。你们的事情办得如何了？哎，这一天天的都是假消息，也不知谁放出来了，有傻小子呢。看来是没有收获呀。说到这儿，于飞檐打了个哈欠，继续道：“我都1天1夜没合眼了，想在沿途驿站休息1夜，可大师兄说什么今晚都要回来，我还当有什么急事儿。如今看来，就是为了陪小嫂子过七夕啊。”是啊，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感情真是好，1日不见如隔3秋，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情感，简直羡煞旁人。这意有所指的一句，让单书瑶脸色更难看了。你们怎么会与他走在一起啊？一进城门就看见他了，他好像跟开枝散叶走散了，正在找他们。我说这人来人往的，大家都在走动，这么找只会阴差阳错，让他跟我们一起先回府了呗？怎么了？看着于飞檐一脸茫然，秦香茹便知以他的心智，定然是看不出什么端倪，他也不予多说，只是笑笑。没什么，只是这芍药花呀，可不能随便送啊。你瞧瞧，你还送这么多，为啥呀？有毒吗？秦香茹笑而不语。这芍药谐音为捎约，在七夕之际，男女互赠芍药，便是寓意以后再相约的意思。然而秦香茹不打算向于飞檐解释，上官熙则在另一边急于解释。我们刚刚回京，是在城门口遇到单书瑶的，城中人多，不便骑马，才下来走路。你殿下与我说这个做什么？上官熙有些语塞，不知道怎么说下去，他怕燕未迟误会。好了，殿下头发蓬乱，眼底淤青，就连胡须都要长出来了，一看便知星夜兼程，疲于奔波，怎么看都不像是背着自家娘子陪小姑娘逛夜市的人，我不会误会。听他这么一说，上官熙松了口气，表面却皱着眉道：胡说八道，姑可没有再跟你解释什么，那单书瑶不过才12岁而已。是，殿下没解释。燕未迟笑眯眯地走开，上官熙见状急忙跟上去。等等，你方才说什么？
自家娘子。上官熙喜欢这个词儿，燕卫迟微微一怔，随后狡辩：“没有，我什么也没说。”你明明就说了。殿下说我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的话，殿下即叫做甚。好，不是你胡说八道，是姑胡说八道。真是晦气，走到哪儿都能遇到你，我要什么你都要抢。你想要啊，我偏不给。本宫听闻云锦公主不日便将与二殿下完婚，太子为官清廉，府上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今日得此至宝，刚好可以借花献佛，赠与公主。祝公主和二殿下情义缱绻，龙凤和鸣，还望公主不要嫌弃。叶卫迟啊，你什么意思？你既然不喜欢，为何要夺人所爱？你可知这龙凤祥文佩对我意义非凡？听了这话，尉迟云锦瞬间明白了燕卫迟的用意。燕卫迟并不是对他设计什么，而是想给燕青书添堵。多谢太子妃娘娘，等钦天监传来吉日，二殿下便会操持婚事，到时候还请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过来多喝几杯。这也说明他愿意嫁，不会拿瞧了。二弟喜事将近，大哥先恭贺你了。上官离撇撇嘴，没有任何喜悦之色，只是敷衍的拱拱手回礼，而后带着众人离去。次日一早，上官熙带着于飞檐，神色凝重地回到府里。玉城城主又来信求医了，这次随信还带了一个药方，你来看看是什么方子。秦香如微微一怔，眉头微蹙地问：玉城的疾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吗？说是在下没记错的话，已经很久了。玉城管辖下的函谷县已经十室九空了。什么？你不要过来！这折子是从玉城递上来的，不知有没有什么传染的毒物。秦香如听到这话，忍不住嘴角抽搐。太子殿下，你也太不把在下当人了。哎呀，秦大夫你就别开玩笑了，快看看这折子和的方子吧。秦香如无奈地打开折子，当他看清里头的内容之后，原本还算平静的神情变得越来越凝重。岂止胡闹！秦香如生气了，这真是令人啧舌呀。这到底怎么样啊？秦香如将这药方递给燕卫迟，你来看看。燕卫迟没有拒绝，忙接过药方。上官熙想阻拦都来不及。看完药方之后，燕卫迟也瞪着双眼，下意识惊呼道：“这谁开的方子？这不是要人性命吗？”这方子怎么了？乌头和贝母、藜芦和沙参、甘草和大戟，都是用药大剂。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药性变得刚劲猛烈，药物中的毒性也会激发到最强的状态。这方子喝下去，年老体弱者怕是熬不过2副药，就要驾鹤西归了。啊，这哪里是治病，这不是害人吗？这分明就是毒药啊！倒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折子上写得很清楚，这些病人初时只是风寒感冒，渐渐发热晕厥，末了全身抽搐，食不下咽，口吐白沫，从发病到病故，没有一个人熬过7日的。但是服了这个药方之后，许多青壮年可以熬过1个月，有的甚至已经康复。所以这个药方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熬得过就能获救，熬不过的就会暴毙。没错，若不是无计可施，相信开方的大夫也不会执意如此。玉城毗邻药城，药城慕容世家多出神医，这方子是有8、9是慕容家开的，他将药方送到各国又是何用意？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只怕是玉城的病情已经开始蔓延，将此药方寄给各国，也是希望我们有备无患。病情蔓延，这下子众人可不仅仅是呼吸凝滞了，就连脸色都变得有些苍白。看来要禀报父皇，在各地设卡，严查往来的行人和物资，从玉城方向来的要限制入境了。事发许久，限制入境怕是已经来不及了，至少先限制入城吧。说到这儿，秦香如看向燕卫迟，我想去玉城走一趟，燕姑娘可愿随行？秦香如没有征求上官熙的意见，因为此时此刻燕卫迟在他眼中不是太子妃，而是医术高明的大夫。我愿意。上官熙听到这话，他急了：不可！玉城凶险，你没听飞檐说吗？其下属函谷县已经10室9空了。正因如此，我才更要去。殿下，覆巢之下无完卵，倘若玉城的病不能解决，那么无论你是禁止入境还是禁止入城，都是无法阻止病灶蔓延的。追本溯源，治病治根啊！燕卫迟据理力争，上官熙脸色凝重，却说不出拒绝的话。思来想去，他开口道：明日一早，孤再向父皇请旨，派1队太医前往，只要父皇应允，你们可随太医队伍一道前去。秦香如和燕卫迟松了口气，然而还不等二人点头，不远处就传来张管家急切的喊声：殿下，殿下！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殿下，殿下，北印公主中毒昏迷，二殿下带着府衙的人来抓太子妃，人已经快走到门口了。什么？尉迟云锦中毒了？燕卫迟，给我滚出来！二殿下好歹也是皇子，站在太子府门口骂街，是不是太不体面了？
体面？云锦都快死了，我还跟你体面？叶维持，你好歹毒的心思！太子妃也没跟本因公主有什么交涉呀，我们可从未去过扶摇行宫。是那块玉。一旁的四皇子上官爵开口解释：昨夜太子妃给了云锦公主一块玉，云锦公主十分喜欢，一直拿在手上把玩，都不曾假手于人。然后昨天夜里，她便开始头痛咳嗽，今日一早高热不退，到了下午，整个人便昏迷不醒了。可有请太医，太医怎么说？还能怎么说？太医说他中毒了。尉迟云锦接触过的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行宫。行宫的东西，那都是宫里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唯有那一块来历不明的玉，是从你手上接过来的。不是你下毒，还能是谁？现在不是追究真凶的时候，救人要紧。还请二殿下带我去看看云锦公主。怎么着？一招未能致命，还想来第二招？二殿下就算不信任太子妃，也该信任在下几分吧。倘若在下说没救了，那才是真的没救了。二哥，让秦香茹去试试，她可是神医啊，救人要紧啊。尉迟云锦若是死了，会很麻烦的。扶摇行宫，不多时，众人来到扶摇行宫。殿下放心，云锦公主不是中毒，是生病了，目前无法确定病因，也暂时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所以短时间内扶摇行宫必须对外关闭。即日起，需要从外界送吃食到后门，只进不出，还望殿下安排一二。这个简单。他病得严重吗？是不是跟玉成有关？燕维持斟酌一番措辞，谨慎地回应：因为我从未见过玉成的患者，所以云锦公主的病是不是来自玉成，暂且不好下判断。不过，她的病确实很像鼠疫，却又不同于鼠疫。她身边的一个婢女已经病倒了。殿下，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出判断。鼠疫？天哪，那不是没救了？上官爵显得很紧张。杜太医说，太医院有预防鼠疫的方法，其中包含了烧艾、蒸醋等一些预防的手段。虽然眼下病情没有确定，不过可以先通知太医院，他们自然知道该如何去做，防患于未然。殿下，青州侍卫回来了吗？御满堂的金掌柜那边可有消息？上官熙正想说青州还没有回来，就见青州从远处跑了过来。上官熙和燕卫迟齐声问道：什么情况？青州气喘吁吁：回二位主错，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一旁的重山皱着眉道：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卖关子？快说吧。先说坏消息。坏消息是，那块颜色艳丽的玉佩正是来自于玉成，是金掌柜7日前收到的。算算日子，他经过函谷县的时候，应该正好是函谷县爆发病情的时候。听金掌柜说，东西运来的时候就有一个镖师病倒了，还死在了京城。最后是金掌柜掏银子为他安葬的。正因为有人死了，金掌柜觉得这玉不吉利，才拿出来当彩头。那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金掌柜身体健康，没有任何染病的情况，他一家老小还有铺子里的伙计也都十分正常。这就奇怪了，倘若是那块玉传播的病情，那金掌柜一家怎么会没事？如果不是玉传播病情，那深居简出的云锦公主又怎么会染上疫症？其实就算那块玉从疫症爆发的地区来，又被染过病的人把玩过，它也未必会传播疫症。病毒暴露于空气中是难以存活许久的。那块玉已经抵达京城7日了，什么病毒都死光了。不管怎么说，防患于未然。殿下先回去烧一些草药，用艾叶、酱香、苍术、红枣、茵陈大黄等量焚烧，熏屋子。除此之外，再让开枝散叶绣一些香囊，放上桑根、女青、马蹄烯和酱香，给众人分发佩戴。好，姑都记下了。殿下放心，有我和秦相如在，京城百姓不会有事的。殿下先回去吧。上官熙眉头紧锁，他很想留下来，可是他知道他不能。这边的消息传出去，那么京城很快就会陷入慌乱，他必须控制住局面。上官熙点点头，每日午时，姑会来此，听你的消息。好，不过下次说话只能隔门相对。云锦公主苏醒之前，扶摇行宫的大门不会再开了。上官熙没有拒绝，无奈的点头应下。城外破庙，花鱼猛烈咳嗽，一口老血喷出来，那老乞丐吓得脸都白了。花鱼，你怎么样了？老乞丐从门外跑进来，见状吓得手上的水囊都掉了。花鱼捂着胸口，看着地上的黑血，皱着眉道：我竟然中毒了！哎呀，这脉象十分奇怪，好似中毒又像风寒。你怕是染了疫症啊？疫症？花鱼急忙抽回自己的手，离我远一点，不能在这耗着了，你得去看大夫。我怎么会染疫症？你废话，你又不是神仙，你当然会生病。玉成疫症闹得这么凶，如今蔓延到了离国，一点也不奇怪。走，进城去找大夫去。花鱼，你别着急，你别用力咳。老乞丐想要安抚花鱼的情绪，然而花鱼开始一口老血喷出来，然后整个人昏迷不醒。看来只能去找他了。午时，扶摇行宫门口，上官熙如约而至，燕卫迟也等候已久。
本以为要隔着大门说话，没想到燕卫直竟是打开大门让上官熙进去。上官熙见状猜测，不是癔症。我有90%的把握，这不是癔症，而是一种尸毒。不过很奇怪，函谷县10室9空，若不是癔症，又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倘若真是你说的尸毒，那让这么多人同时中毒，唯有水源了。可是尉迟云锦没有道理接触玉城那么远的水源呢，这是燕卫迟最不能理解的地方。玉城距离我们太远了，想要追本溯源并非易事。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救人为先。上官熙和燕卫迟见过面之后，就离开了扶摇行宫。上官熙回府之后，于飞檐就急匆匆地跑向他。大师兄，出事了，你快来看看！上官熙脸色一凛，担忧道：“府上有人生病了。”确实有人生病了，但不是咱们府上的人。啊，这什么意思？上官熙跟着于飞檐来到客房，就看到昏迷不醒的花鱼。上官熙有些惊讶，疑惑地看向于飞檐：“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啊，下人们是在后院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这般昏迷不醒了。我们人去请个大夫给他瞧瞧，可外面乱的，根本找不到大夫。哦，对了，他刚刚还吐血来着，哇，超级臭，好像吃了屎一般。是不是特别粘稠的黑色血液？没错，就是那样的。哎，大师兄你怎么知道的？你快出去！他该不会染了癔症吧？尉迟说，10有8九不是癔症，可我们不能疏忽大意。这间房不要再让任何人靠近。我去接尉迟回来，给他瞧瞧。身后传来微弱的咳嗽声，燕卫迟知道花鱼醒了，他急忙上前查看，关切地呼唤着：“花鱼，花鱼，你醒醒，醒醒！”花鱼缓缓睁眼，有些迷茫地看着燕卫迟。老头儿。花鱼迷迷糊糊地唤着，燕卫迟蹙眉：“什么老头？是我，燕卫迟，你不认识我了？”花鱼用力地闭上眼，再睁开，终于看清眼前之人身边的景。他一脸迷惑地问：“燕卫迟，我这是在哪？你快走，我染了癔症。”别紧张，不是癔症，我回来就是给你治病的。你现在不是好多了吗？燕卫迟向一旁的空药碗努努嘴，示意花鱼已经喝过药了。不是癔症，可是今日街上十分混乱，百姓都在争相采购药材，又是为何？因为情况还没有十分确定，所以现在我还需要你的帮忙。我的帮忙？花鱼缓缓垂下头，忽然发现自己的外衣不见了，他惊慌地拢住里衣，惊呼质问：“你脱了我的衣服？你看到什么了？”花鱼抱紧自己，满脸紧张和惊恐。哎呀，燕卫迟都没眼看，他皱着眉：“你别搞得好像我一样，你吐血吐的全身都是，我只是把你的外衣脱掉啊。”只是脱了外衣吗？花鱼攥紧自己的衣襟，戒备地看向燕卫迟。燕卫迟嘴角抽抽，无奈道：“我又不是没看过，上次给你取透骨钉的时候，也没见你这副贞洁烈女的样子。哎呀，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说点正事儿。我怀疑你们中了一种尸毒，你仔细回想一下，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尸体，或者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尸毒？就是尸毒。你好好想想，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或者尸体？有没有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再或者，有人给你下毒？你说什么？你说你吃了诸葛菜？没错，就是诸葛菜。什么诸葛菜？诸葛菜又名2月兰，是在西北山地特有的一种野菜。西北地区不比这东南气候好，那边天干物燥，冬长夏短，到了冬天几乎没有任何蔬菜可以食用，久而久之，人就会渐渐生病。而诸葛菜是一种很特别的野菜，春末夏初的时候，它长得满山遍野，百姓采集回来，洗净晒干，便可以成为蔬菜干。等到了冬天，煲汤煮粥，撒上一把，在锅里炖煮一下，又会新鲜如初，满足了冬季蔬菜的需求。玉城正是在西北方向，不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都在吃这种菜，从来没有中毒的呀。问题不是出自于菜，问题不是出自于所有菜，而是一部分的菜，而这一部分应该就是靠近函谷县的山头上。话说到这里，那外头公鸡都打鸣了。上官熙看看天色，开口道：“姑要去上场了。”而后看向燕卫迟，想问问他多久才能做出解药，可这话到嘴边，到底是忍住了。他不想给他太多压力，只口道：“这边情况稳定的话，你还是回去帮秦香茹。尉迟云锦不能有事。”哎呦，一旁的花鱼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这上官熙的言外之意是，尉迟云锦不能有事，我就能等死呗。花鱼觉得自己有些虚弱，他没有力气吵架，所以也没有开口反驳。癔症的消息一旦发下去，百姓必然人心惶惶，如今抢购草药的局面只会愈演愈烈，根本不会有所缓解。百姓哄抢朝廷镇压，这鹬蚌相争之下，岂不是那囤积草药的老王八蛋做出余力了？老王八蛋！韩国公瞬间胡子一抖，你这不摆明骂他吗？陛下，老臣觉得长信王和色殿下的话有理，还请陛下尽快决断。启禀父皇，既然此事难以决断，不如等扶摇行宫的消息传回来，再做决定。等？那要等多久？
安国公打断上官熙的话，而后继续：启禀陛下，不妨现在就派人去扶摇行宫问一下。也好，陛下，老臣愿意亲自去张贴榜文，以表陛下对此事的重视。愿意去你就去吧，老臣遵旨。安国公当即转身向外走，可是还没等到他走到门口，一道女子的声音从门外响起：国公大人如此神采奕奕，这是要去哪儿啊？莫不是要恭喜本宫大病得愈，身体康健？众人齐刷刷看过去，呀，你们猜猜是谁？只见那尉迟云锦昂首阔步地走进来，身边还跟着燕卫迟和秦香如以及他的婢女玉萍。安国公震惊地看着尉迟云锦，那就像见了鬼，他惊呼：你怎么进宫了？本公主大病初愈，特地进宫给陛下和皇后娘娘报个平安，也免得二位惦记，这有何不可？诸位有所不知，玉城地处西北，当地百姓都有吃诸葛菜的习惯，也就是贵国俗称的二月兰，深受当地百姓喜爱。可不知为何，今年的诸葛菜都染了毒，所以食用了诸葛菜的人便都中毒生病，产生类似于疫症的情况。我和我的婢女也正是因为吃了玉城来的诸葛菜，才遭逢此难。幸而秦大夫医术高明，才救了外臣一命。外臣绝无虚言，倘若陛下不信，可以让太医当场诊脉。汉武帝点点头，看向太医院的院判华修：华修，你去看看。回陛下话，云锦公主脉象平和，身体康健，完全没有任何染病的迹象。看来公主所言非虚，此病并非疫症啊。好，好，太好了，不是疫症就好啊。是啊，父皇，不是疫症，百姓不用遭罪，朝廷也不用花银子。那个囤积居奇的混蛋，看来要吃个哑巴亏了。上官熙意有所指，瞥了一眼安国公，安国公气得脸色铁青。秦香如，既然你有办法治疗此病，还请立刻修书一封，朕派800里快骑送往玉城，也好解玉城之困。陛下天恩仁厚，草民不敢懈怠。实施这解毒之法，对于玉城来说，只能治其标，无法治其本。哦，这是何意？难道这病还有反复的可能吗？陛下，这场灾难是由那诸葛菜引起的。这一批有毒的诸葛菜是生长在荒山野岭的，倘若不将毒源找出来，那么只要有人吃了山上的东西，就必然还会中毒生病。久而久之，或许那毒源不仅仅会感染山中的植物，也会感染这山下的水源。若是水源有毒，事情就更加麻烦了。启禀陛下，玉城地处西北，水源自西北而向东南。若是玉城的水源被污染了，用不了多久，处于下游的离国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眼下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毒源。太子妃此话有理，那朕立刻传书给玉城城主，让他开始调查。启禀陛下，草民愿意走一趟玉城，协助玉城主将毒源找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排除隐患。秦大夫愿意走一趟，自然是好。这样，朕许你特使之命，带着一些物资和几名太医一同前往，替朕慰问玉城。草民遵旨。金香如和燕卫迟对视一眼，两个人会心一笑，可是这一笑不偏不倚落在上官熙的眼里。上官熙微微皱眉，心中滋味复杂。马车上，在路上，上官熙和于飞言才得知，原来尉迟云锦身上的毒并没有解。什么？小嫂嫂，你的意思是他没有解毒，反而又服了你的毒？没错，这种尸毒十分罕见，如此短暂的时间，我根本无法研制出对症的解药。可我知道这个关于疫症的榜文一定不能发，否则必然会让整个京城动乱。所以，燕卫迟看向秦香如，继续道：我想让秦大夫帮忙说服云锦公主服用我的毒药，以毒攻毒，可在3个时辰内让脉象看起来如常人一般。3个时辰后会有些难受，但也在承受范围内。真没想到尉迟云锦居然会帮你们。不是帮他们，只是帮秦香如而已。秦香如摸了摸鼻子，有些无奈。没想到在下还是被太子殿下利用了。利用了？何意？于飞言一头雾水。大师兄说的最后一招就是秦大夫吗？原来殿下心中早有筹谋。没错，这最后一招就叫做美男计。秦香如撇撇嘴，有几分不满。于飞言震惊的眨眨眼。这也能行？下次要不我试试？于飞言摸摸自己的脸颊，感慨道：我长得也不差呀，怎么1个2个的都喜欢秦大夫？1个2个，一个是尉迟云锦，2个是谁？还有谁喜欢他？大师兄，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天下这副模样，怎么好像有人抢了你的秦大夫一样？胡说八道，又开始口不择言。上官熙显得有几分无奈，燕卫迟笑了一下。好了，不开玩笑了。这次秦大夫当属首功，接下来只要解了毒，就万事大吉了。
你需要多久才能研制出解药？尉迟、云锦和花鱼他们可否等得到？这才是上官熙最关心的事儿。燕未迟开口安抚：“殿下放心，这种尸毒虽然暂时无解，可是我有办法将毒性暂时控制住。只要不再中其他毒，也不要剧烈运动，3个月性命无虞。也不能动用内功，否则必然毒气攻心。那3个月内，你们能研究出解药吗？”燕未迟和秦香如对视一眼，两个人齐声道：“我们要去玉城。”殿下，那个毒确实来自于诸葛菜，可我们从镖师尸体上取得的诸葛菜已经腐烂了，从上面无从提取毒素，并不能对症下药，所以我必须去一趟玉城的函谷县，找到新鲜的诸葛菜。没错，而且今日我在大殿上所言，并非危言耸听。倘若毒源感染了水源，那么接下来要面对的，简直就是一场人间浩劫。玉城一行无可避免。父皇封你为特使，你自然可以带人前去。可尉迟，你为何执意要去？不等燕未迟回应，秦香如开口道：“在下的毒术造诣远不及太子妃，就好比眼前这种毒，在下从未见过这种尸毒，可太子妃却说她见过各色各样的尸毒。见过各色各样的？小嫂嫂哪里见到的？古籍之中。”这显然是一句敷衍的话。于飞言好糊弄，秦香如知情识趣而不追问，上官熙则是没有心思追问，因为他正在思考是否应该一同前往。燕未迟似乎看出上官熙的心思，急忙开口道：“殿下，你不能离开京城。”“你不想姑陪你一起去？”“不是不想，而是你不能。尉迟、云锦和花鱼还在京城养病，他们需要有人从旁照料。除此之外，殿下在京城脚步刚刚站稳，若是此刻离开太久，我担心安国公会立刻再次宣扬议政，逼迫陛下。”“确实如此，而且京城中80%的草药都落入安国公的手上了。虽然陛下下发榜文，告知城中百姓并没有议政，可百姓平日里所需的草药，此刻也是货源紧缺。殿下还需要想办法从周边城镇调动一些草药回来应急，或者干脆想办法打安国公的主意。”“带上开支，一路随行释放。”“我不需要别人伺候，一个人就可以。”“让你带上就带上。”有个婢女跟在身边，燕未迟去哪儿都得带上，这就避免孤男寡女说话的机会。燕未迟没想那么多，只觉得是上官熙在关心他，便也无奈地接受了。一旁的秦香如嘲弄的一笑，他心里门清，嘴上也没有吭声。这场浩劫来势汹汹啊，事不宜迟，所以众人打算明儿个一早就启程。临行之前，燕未迟与花鱼告别，并赠予一些压制毒性的药。花鱼得知燕未迟要去玉城，当即道：“我随你一同去。”“不行，你还中毒呢，不宜舟车劳顿。”“我吃了你给的药，感觉好多了，体力已然恢复。反正我要跟你一起去，我可不想留在这儿面对上官熙那张冰块脸。”玉城门口赶了1个月的路，众人终于到了玉城。在下是玉城2小姐玉琼，这位是我妹妹玉卓。因家兄不便出城相迎，特命我姐妹2人在此恭候。2位小姐客气了，玉城主乃是一城之主，岂有出门迎接我等臣子的道理？自当是我等进城拜访。特使大人言重了，家兄已经在城主府设下酒席款待诸位。诸位请吧。那函谷县现在的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吗？最近7日已经没有人死亡了，不过生病的人数还是陆续增长。之前的药方是药城少主开的？不是药城少主，是药城大小姐慕容眠。秦香如微不可察蹙了蹙眉，而后回以一个客气的假笑。那个药方药性猛烈，大有一种让体内毒物和中毒之人只能活一个的架势。能开出这种药方的人，咱不能说医术不高，只能说他没有医者仁心。提到慕容眠，于飞言也是忍不住皱眉，他问：“药城和玉城经常走动？2城相隔不过3日路程，自然时常走动。于世子为何有此疑问？”“没什么，我随便问问。那个慕容眠会来赴宴吗？”“今夜不会。”于飞言显然松了口气。燕未迟见状，就想起上官熙临行前和他说的话，这个慕容眠应该是他们师妹呀，这于飞言怎么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呢？天啊，这里茉莉花真的长得跟树一样高大。燕青书被大殿两侧的茉莉花吸引了注意力。燕侧妃如果喜欢，离开之时可以带上一株。说话之人正是坐在轮椅上的玉城城主玉衡。众人被玉衡的容貌惊艳，一旁的开支忍不住嘟囔一句：“成熟的男人果然更有魅力。”于飞言侧头看他，然后疑惑地摩挲下巴：“好看吗？感觉跟我也差不多。”在下玉城城主玉衡，诸位远道而来，有失远迎，还望见谅。啊，玉城主客气了，本就应该我们前来拜访。玉城主，行医之道须得对症下药，解毒之道亦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决定先去函谷县看一看，希望能寻找到毒物的源头。提起这件事，玉城主微微蹙眉，面露难色。燕未迟急忙询问：“可有什么不便之处吗？”并非有不便之处，只是那函谷县现在实施9空，乃是一块凄凉之地。倘若诸位在那儿遇险，玉城主放心，我与秦大夫都会医术，自有分寸。
倘若玉城主还是忧心，我们可以写下一份免责书。今日是8月13，再有2日便是8月15。诸位若是执意想去函谷县，不如等过了8月15中秋佳节以后，与药城的大夫一道前去。确定了行程之后，众人就开始推杯换盏。这玉城主多大岁数了？据说是30有2。30多岁了还没成亲，该不会喜欢男人吧？秦香如和燕未迟看向于飞檐，无奈地摇摇头。于世子，你这脑子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呀？